童子，这都3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行不行啊？秦昊斜倚在由万年暖玉雕琢的宝座上，脸上满是惆怅。3天前，他穿越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荒古世家秦家弟子，并觉醒了一个租借道侣系统。系统很简单，系统会检索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女，给他们发送租借道侣的广告。一旦天命之女下单，接单成功的秦昊便可以获得对方的特殊体质和部分气运。不仅如此，订单结束，用户会对秦昊的服务进行评级，等级越高，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好。秦昊这广告都发布3天了，依然没有接到任何订单，这让秦昊很是苦恼。我这广告打的也没问题吧？为什么接不到单？3届9天，情感救急，专业临时道侣，在线接单。你是否因家族逼婚而烦扰？你是否因应对难缠追求者而头疼？你是否仅仅渴望一场短暂而完美的陪伴？联系我吧，我将为您提供专业化、定制化、保密化的临时道侣租借服务。服务宗旨：扮演深情，解决麻烦，试了拂衣去，绝不沾因果。联络方式：心念所求，灵力轻触此讯息即可。秦昊揉了揉眉心，看着自己发布的广告，卖点和联系方式都发出来了，怎么就是没人联系我呢？秦昊很惆怅，他虽贵为一族弟子，但是他现在的处境挺尴尬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那便宜老爹当初为了突破先帝之境，径自创了一种强行借用子孙后代气运的邪门秘术，这就导致原主刚出生非但没有气运，反而还倒欠天道一斗气运。一个倒欠天道气运的人，其人生可想而知有多么悲催。倒欠天道气运导致原主根本无法修炼，修为全靠先帝老爹强行给提升到了金丹境。为什么只提到金丹境？那是因为以秦昊的倒霉体质，无法再承受更多的修为，不然会遭到天道排斥。金丹境对秦昊来说就已经是极限，这不才刚满18，原主便离奇暴毙，被秦昊给顶豪了。你问秦昊怎么来的？那当然是主动撞大运，来谋取那缥缈的穿越机会。秦昊承认自己有赌的成分，但他赌对了。就在秦昊苦闷之际，自觉醒后便一直沉寂没有一点动静的系统再一次在秦昊的面前亮起。叮，你有新的租借订单，请注意查收。系统的提示音惊得秦昊一个鲤鱼打挺从椅子上跳起来，他迫不及待地点开信息面板，查看自己的第一位金主。客户姓名苏清月，身份蓝玉大仓国清风城苏氏家族嫡女，下单诉求假扮道侣，协助我摆脱家族联姻。客户评级潜力巨大，先天道体，当前气运5弹，地运是否接单？接单，没有任何犹豫，秦昊果断选择接单。但凡犹豫1秒，那都是对系统的不尊重。叮，恭喜宿主首次接单成功，新手福利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以下奖励：1、太古龙皇法香，召唤一丝太古龙皇威压，威慑全场，持续时间30息。2、虚空地袍仿穿戴后可免疫先帝级别的攻击10息，1天1次。3、铜本源洞察，攻防一体，精神控制。接单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苏清月同款体质先天道体。叮，订单完成后，根据评级来获取苏清月的气运。融合了先天道体和众瞳后，秦昊感觉倒是眼前的世界都变了，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本质。他能看到大道规则的运转，先天道体和众瞳，再加上我先帝之子的背景，如今我只差气运了。秦昊嘴角微扬，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都快压制不住了。若非顾忌自己现在的气运为负1斗，修为提升会引起天道排斥，融合了先天道体和众瞳，秦昊即刻就能突破原因。系统还等什么？还不快把我传送到金主身边？清风城苏家，月色清凉，冷冷地洒在庭院中的月桂树上。树下，一袭白衣的苏清月静静站着，手中还拿着一枚传音玉佩。这枚玉佩是他捡的，手指刚触碰到玉佩的刹那，一道传音便涌入他的识海。3届9天，情感救急，专业临时道侣，在线接单。若在平时，苏清月对这种来历不明、近乎荒唐的讯息嗤之以鼻，可现在这条讯息却像一根微弱的稻草，出现在他即将溺毙的深潭之上。苏清月的父亲为了苏家更上一层楼，要将他许配给清风城城主，一个寿元仅剩3年的金丹期老头。看着手中的玉佩，一股不切实际的荒唐感涌上苏清月心头，我真是病急乱投医了。苏清月悠悠地叹了口气，且不说这枚玉佩里面的传音是不是某人故意留下的恶作剧，就算是真的，一个靠扮演他人道侣来换取资源的人，自身又能有什么实力？他又能有什么背景？恐怕连我都不如，只是一个挣扎在修仙界底层，靠着些许演技和姿色艰难生存之人，他如何帮我摆脱联姻？清风城城主，那可是金丹期大能啊！苏清月摩挲着手中那枚冰冷的玉佩，脸上满是自嘲与绝望的神情。小姐，小姐，老爷让您即刻去前厅，城主府派人来了，说是接您到府上小住一段时间，提前熟悉环境。丫鬟的话让苏清月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小住，分明是那块要死的老头，连婚礼的流程都不想走了，迫不及待想要将自己占为己有。苏清月拔出腰间佩剑，他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委身给一个寿元将近的老头。叮！苏清月刚要举剑自刎，一道灵力精准地打在剑身，将苏清月手中长剑打落。混账！你怎么能如此自私？城主大人能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他寿元所剩无几，
一旦他死了，你不就能分得家产了吗？这对我们苏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清月，忍一忍，就3年，伺候他3年，等得到他的家产后，家里随时欢迎你回来。苏清月抬起那双漂亮的眼眸，紧紧地盯着父亲苏振海，脸上满是执拗的神情。忍一忍，我就是死也不可能嫁，冥顽不灵的家伙，我打死你！苏振海抬手就要给苏清月一记耳光，巴掌还没落下，苏振海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谁允许你对他动手的？苏振海倒飞出去的刹那，庭院中的空间如水波般荡漾开来，一道修长的身影自虚无中踏出，立在苏清月身前，为他挡下所有危险。来人正是秦昊。秦昊并没有理会庭院里的其他人，而是转身看向金主苏清月，泪珠滚落苏清月白皙细腻的脸颊，更衬得她眉眼如画，楚楚动人。秦昊动作轻柔地替苏清月擦拭掉泪水，声音充满歉意道：“清月，对不起，我来晚了。”秦昊对自己的表演很满意，开玩笑，扮演深情：“我是专业的，你就是我的租界道侣。”苏清月那双哭红的杏眼好奇地打量着秦昊，眼前之人与苏清月想象中的形象截然不同，没有想象中的落魄和谄媚，有的只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从容，一种居高临下，是万物如尘埃的平静。他面容俊逸非凡，尤其是那双眼睛。当苏清月对视上秦昊眼神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要被吸进去了。这双眼睛仿佛能洞穿一切秘密。苏清月甚至看到，在那双眼中似乎有混沌初开、星辰生灭的意象，这是仲童尚未完全收敛的意象。秦昊动作轻柔地替苏清月将额头的碎发挽到耳后，把租界2个字去掉：“我是你的道侣秦昊。”秦昊亲昵的动作让苏清月脸颊微红，他还是第一次和异性如此近距离接触，有些无措的他害羞地低下了头。秦昊轻轻握住苏清月因绝望而微微冰凉的手，动作无比自然，仿佛演练过1000万遍。手这么凉啊！秦昊手指轻轻摩挲着苏清月的手背，一道温润平和的灵力渡了过去，瞬间驱散了苏清月的寒意和疲惫。苏清月浑身一僵，触电般的感觉从手背瞬间蔓延至全身。第一次被异性牵手的他心跳如肋骨，他想要将手抽回来，但秦昊掌心的温度仿佛带着一股令人安心的力量，让苏清月感到一股说不上来的安全感。另一边，被秦昊一掌拍飞的苏振海缓缓站起身来，他怒目圆睁地盯着秦昊，咬着牙道：“你是谁？为何要来我苏家闹事？”秦昊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扭头看向苏振海，那双眼眸深邃的能将人吞噬。苏振海感觉自己正在被一头太古凶兽凝视，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所有的怒骂都卡在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叮当，其身旁的几个护卫更是不堪，只是对秦昊对视了一眼，便双腿发软，连手中的刀都握不稳，直接掉在了地上。苏振海强压下心中的恐惧，色厉内荏地喝道：“你究竟是何人？擅闯我苏家，插手我苏家家事？你可知我苏家与清风城主事亲家，那可是金丹期大能。金丹期大能？呵呵，什么时候金丹期都能被称作大能了？”秦昊的眼神中满是不屑，不是他看不起苏振海，而是在场的在他眼里都是垃圾，当然金主除外。作为荒古世家的弟子，秦昊养的条狗修为都不止金丹期，这苏振海竟妄想用金丹期来恐吓秦昊，多么天真的想法！滚！秦昊轻喝一声，甚至都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只是那重瞳微不可察地掠过一丝亮光。轰！苏振海仿佛被无形的巨锤击中，再次惨叫着倒飞出去，他重重地撞在院墙之上，接连撞倒数面墙才停下。哇！苏振海哇地吐出一口鲜血，看向秦昊的眼神充满了惊恐。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秦昊想要杀他，只需要一个念头。苏清月怔怔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红唇微张，杏眸圆睁。发生了什么？那个在他面前永远威严、说一不二，有着筑基境8重修为的强大父亲，在这个自称为他道侣的男子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没有惊天动地的法术碰撞，没有激烈的战斗，秦昊只是看了他一眼，轻喝了一个滚字，父亲就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直接倒飞了出去。这就是他的实力。苏清月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如此轻描淡写、随意碾压的一幕，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与此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将苏清月包裹住。小院里面的动静很快将外面的人给吸引了过来，其中便有城主府的管家。当看到自家老爷的小娇妻此刻与别的男人手牵手时，管家张三大喝一声：“呸！不要脸的贱人，你都要嫁给我家老爷了，竟然还与别的男人拉拉扯扯，伤风败俗！”秦昊极其自然地捂住苏清月的耳朵，为他隔绝外界大部分喧嚣。苏清月仰头望着秦昊近在咫尺的容颜，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温度，鼻尖还能嗅到秦昊身上清冽好闻的气息。他这是不想让对方的污言秽语传入我的耳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在苏清月心底蔓延。你是哪里来的野小子，敢动我家老爷的女人？你可知我家老爷是这方圆百里唯一一尊金丹境大能？聒噪！死！秦昊瞥了眼张三，语气平淡，右眼深处一道毁灭乌光迸射而出。话音落下的瞬间，对面的张三浑身青筋暴起，身体也开始逐渐膨胀。砰的一声炸响，张三当场化作血雾，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做完这些，秦昊抬眼看
看向周围的人，你们还有谁对我秦昊的道侣有意见？秦昊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让所有人心脏骤停，扑通扑通跪地声接连响起。见识到了秦昊强大的实力，还有谁敢造次？第一次被人如此呵护的苏清月鼻子一酸，眼中泪水打转。秦昊抬手极其自然地擦去苏清月眼角不知何时又渗出的泪水。怎么又哭了？这里的破城主欺负你，对吧？我们这就去城主府，把这件事彻底了结好不好？秦昊的声音不大，却让苏清月感到无比心安。放心，以后有我在，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任何人敢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听到这句话，苏清月心里所有的恐惧和委屈都被一种更庞大、更汹涌、更让她无法抵抗的情绪所淹没。那不仅仅是安全感，那是一种被珍视、被呵护、被霸道且温柔地宣告所有权时无法抑制的心动与沉沦。苏清月轻轻了一声，然后几乎是本能的将身体向秦昊的怀里更靠近了一些。晚风微凉，却吹不散秦昊周身那股无形的威压。他轻轻揽着苏清月，步履从容地带着她走出苏家庭院。所过之处，无论是苏家众人还是城主府随从，皆如潮水般仓皇退避。见识过秦昊手段的他们，无一人敢上前阻挡秦昊，甚至无人敢抬眼直视他。苏清月在秦昊怀里的这方寸之地，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安稳。她呆呆地看着秦昊那张俊逸的侧脸，一股不真实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秦昊并没有立刻带着苏清月前往城主府，而是像一对情侣散步一样，慢悠悠地朝着城主府而去。城主府坐落于清风城中央，朱门高墙，灯火通明，气派威严。可是今天这份威严要被彻底打破了。秦昊的目光随意地扫了眼城主府大门，众瞳之中微光一闪，轰！一道毁灭乌光一闪而过，面前的房屋毫无征兆地轰然爆炸。守门的护卫骇然失色，正要惊呼预警，秦昊眼眸微动，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接让这些护卫陷入昏迷。何方宵小，敢来我城主府闹事，找死！府内察觉到门外动静的城主刘晴如炮弹般从府内冲天而起。刘晴虽寿元将近，但毕竟是金丹期中期修士，此刻含怒出手，威势依旧惊人。他紧握手中重剑，朝着秦昊直直劈下，炽热的剑气让远处观望的人都感到皮肤灼热。金丹境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苏清月吓得脸色煞白，他下意识地抓紧了秦昊的衣襟。反观直面这一击的秦昊，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狂妄！见秦昊竟然无视自己，刘晴大喝一声，手上的力道也随之加大了几分。叮！刘晴这一击狠狠击中了秦昊的肩膀之上，但秦昊却一点伤也没有，反而是刘晴整个人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强大力量给弹飞了出去，就连那把陪伴他征战多年的重剑也寸寸崩裂。弱者的气息！秦昊的眼神满是轻蔑，他身上的虚空地袍虽是仿制品，但也能抵挡石溪先帝大能的全力一击。你一个金丹境，想破我防？你是谁？刘晴被虚空地袍的反震力震得全身经脉尽断，他本就寿元所剩无几，又遭受如此重伤，怕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即将死亡的他，现在只想知道，这个年轻却又强大的超乎常人想象的男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要来杀自己？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是谁。听到秦昊的提醒，刘晴这才注意到被秦昊护在身侧的苏清月，这不是他还没过门的小老婆吗？我的道侣岂是你能觊觎的？秦昊的话惊得刘晴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什么？这苏清月竟然有道侣，而且还如此强大！该死的苏振海，他为何不告诉我？他要是和我说了，我至于得罪如此大能吗？想到这里，刘晴的表情比哭还难看。前辈，这并非我的本意，是苏振海说我寿元将近，他愿意将女儿嫁给我冲冲喜，说不定能一举突破到金丹境后期来延长寿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前辈的女人，若是知道，借晚辈1万个不10万个胆子也不敢对她有半点想法啊。闻言，秦昊冷笑，苏振海固然可恨，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一丘之貉！众瞳乌光一闪，刘晴浑身青筋暴起，身体急速膨胀，最后砰地炸开。远处围观的人们张大了嘴巴，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他们看到了什么？威震清风城100余年的刘晴城主，倾尽全力，非但没有伤到这年轻人分毫，反而自己的重剑瞬间粉碎。更夸张的是，那年轻人仅仅一个眼神就将金丹境中期的刘晴城主给杀了。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苏清月紧紧地抓着秦昊衣襟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太快了，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绝望到希望，从想自刎到安然无恙，这一切的转变快得像是一场梦。苏清月满眼探究地看向秦昊，可秦昊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低下头看向怀中有些呆滞的苏清月，众瞳中那足以冻结灵魂的漠然消失不见，转而充满了温柔。秦昊抬手用指背极其轻柔地蹭了蹭苏清月冰凉的脸颊，温声道：吓到你了。秦昊的声音不大，却能驱散苏清月心头的惊悸。秦昊的举动让苏清月心绪翻腾，无法平静。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人，对待自己时却如此温柔，这种极致的强大与温柔形成的反差，像是最烈的酒，
猝不及防地灌入他毫无防备的心田。苏清月的脸颊开始不受控制的发烫，耳根也悄悄染上绯红。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闯入苏清月的脑海，清晰的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如果这场租借没有期限的话，该多好！这个想法让他自己都感到羞耻和荒唐。他们明明只是交易关系，他仅仅只是出于专业素养才如此维护自己。想到这里，苏清月抬头偷瞄了秦昊一眼，那温柔的双眸让苏清月只一眼便彻底沦陷。这么温柔的眼神，真的只是在扮演吗？少女怀春的心思一旦被撩拨，便如同春藤疯长，再难抑制。苏清月的脑海中不受控制的开始回想秦昊出现的每一个细节，他踏碎虚空而来的身姿，他擦拭他眼泪是轻柔的动作，他握住他手时传来的温暖，他那句我家清月谁也不能欺负时的理所当然。回想起每一个细节，都让苏清月心尖上那团火苗燃烧得更旺，脸颊也随之更烫。看着苏清月害羞的模样，秦昊轻轻一笑，看来第一位客户的实心好评稳了。回家吗？秦昊的声音让苏清月浑身一颤，她剧烈地摇了摇头，不回。从他想要我嫁给城主的那一刻起，那里就不再是我的家了。说着，苏清月抬头看向秦昊，眼底满是执拗的神情。你能陪我离开吗？苏清月想要逃离苏家是真，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这么快和秦昊分开。他怕回到家后这场租借就结束了。他还不想结束，他想了解秦昊，想要知道秦昊的过往，秦昊的喜好。秦昊将苏清月揽入怀中，现在的苏清月最需要的就是安慰和支持了。不回便不回，天涯海角我陪着你。秦昊的声音带着令人安心的力量，有那么一瞬，苏清月想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就好了。秦昊带着苏清月离开清风城，一晃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里，秦昊带着苏清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冒险。他用重瞳改写规则，带着苏清月前往水下世界，近距离观看水里形形色色的鱼儿。两人在广阔无垠、开满不知名野花的原野，感受微风拂过，花海如浪，香气袭人。秦昊用无数花瓣编织成一片花毯，带着苏清月乘风翱翔于天际。他还带着苏清月前往一处凡人国度，看杂耍，吃小吃，体验各种各样的热闹。和秦昊相处，苏清月一开始感觉很安心，后来开始抑制不住地对秦昊心动，而现在一种不安的情绪将他整个人笼罩。秦昊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那都是因为他是自己的租借道侣。租借这两个字像一根细针，刺破了装着苏清月所有美好的泡沫。既然是租借，那他总有一天要离开，想要他留下来，肯定要给租金的。可是这租金他给得起吗？一旁的秦昊察觉到苏清月的情绪不对，他伸出手轻轻刮蹭了一下苏清月的鼻子。想什么呢？想这么入迷？苏清月抿着嘴，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摆。他鼓足勇气，看着俊逸非凡的秦昊问道：我想知道，你给我当租借道侣，那我需要支付给你什么租金？或者说我需要付出什么？苏清月问得很艰难，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是秦昊看得上的。知晓苏清月的困扰后，秦昊轻轻一笑，他低下头，下巴抵住苏清月的脑袋。在担心这个？苏清月轻轻点了点头，放心。秦昊的声音依旧是令人安心的平稳。租金不多，租期到了后，我会取走你的部分契运，不会伤筋动骨，对你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秦昊的话让苏清月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契运啊，他还害怕自己给不了秦昊呢。既然秦昊可以从自己身上得到好处就行。但很快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在苏清月的脑海中，那我们的租期还有多久？看着一脸小心翼翼的苏清月，秦昊一脸温柔的用指被抚过他的脸颊。还有半个月呢。听到租借道侣的时间只剩下半个月，苏清月脸上难掩失落，她抬头看着秦昊，漂亮的脸蛋上写满了执拗的神情。那你能看到我还有多少气运吗？我剩下的气运还够租借你多久？苏清月的话让秦昊一整个愣住了。等等，不对劲，10分得有11分不对劲，这妮子她不会来真的吧？说好的租借道侣，你来真的？秦昊直直地看着苏清月，在苏清月的眼中，秦昊看到了一种近乎执拗的带着某种决然的挽留。秦昊几不可闻地轻叹了一口气，语气温和地对苏清月说道：气运没有了，可是会很惨的。苏清月低着头，心里涌出强烈的失落。从秦昊的这番话，他就知道对方这是变相拒绝自己了。看着闷闷不乐的苏清月，秦昊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是你最艰难时光里的临时道侣，是你摆脱困境的同行者，也是一段还算愉快旅行的同行者，但我终究是你人生中的过客，而非归属。开玩笑，秦昊才不会干这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傻事呢。3界9天，多少漂亮妹妹等着我去拯救啊！且不说系统根本没有续租的选项，就是能秦昊也不会答应啊。他已经有苏清月的同款天生到梯了，好评一个人只能发一个，所以和苏清月续租对秦昊而言，除了能获得一点气运，也获得不了其他的好处。而且这个气运别人租也能获得，过客而非归属。这些话从秦昊的嘴里说出来，对苏清月来说比任何声音的拒绝都更有杀伤力。他们彻底剥夺了苏清月的幻想。苏清月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最终只剩下一片苍白。胸腔里刚才那颗还因期待而雀跃的心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闷痛的让他无法呼吸。见苏清月脸色不对，秦昊伸手想要去摸她的额头，看看她是不是不舒服。然而这一次，面对秦昊伸来的手，苏清月第一次将其拍开。我们只是租借道侣，只是一场交易，你过界了。苏清月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的尤其是租借和交易2个字，她说的格外用力。从这一刻开始，苏清月不再像前半个月那般对秦昊百般依赖，甚至每次秦昊来到她身边时，她都会刻意保持距离，这让秦昊很受挫。怎么了这是？我只是不想扎你，你也生气？没有结果，那肯定明确拒绝啊！哎，当男人难，当个好男人更难。两人正在穿越一片森林，因为苏清月排斥自己，秦昊无奈，只能跳到树上不去打扰他。而苏清月见秦昊跑到树上不理自己，不由得攥紧了拳头。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实力强一点，长得帅一点，温柔一点，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你现在看不起我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你面前。秦昊，你给我等着，3000年河东，3000年河西，我会好好修炼，争取早日能够成长到足以配得上你的程度。不，我要变得比你还强，到那时接不接受我就由不得你了。下定决心的苏清月开始埋头苦修。秦昊发现苏清月在修炼，不过他修炼地功法很垃圾，而且通过重瞳，秦昊发现苏清月的天生道体还没有觉醒。想到这里，秦昊立马拿出传音玉简，联系自己在秦家的管家，给我准备一门适合天生道体修炼地功法，再准备一些激活天生道体的天才地宝传送过来。作为荒古世家的弟子，秦昊的传音玉简可不仅仅只是传音那么简单，还可以传送宝物，同时还能用来逃命、杀敌、防御。你能想到的功能，他手中的这块玉佩都有。没错，动作大片也能看的。很快，管家便将秦昊需要的东西给传送过来了。秦昊从树上轻盈跃下，走到正在盘腿修炼的苏清月身旁。你地功法太差，我这里有一门好一点地功法。听到秦昊的声音，苏清月眼睫毛颤了颤，但她还是强忍着没有睁开眼睛。我才不要他的施舍呢，我欠他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欠他了。见苏清月不理自己，秦昊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不禁感叹：哎，女人心海底针呐，好好的怎么说不理人就不理人了？撇了撇嘴，秦昊随意地将功法丢到苏清月脚下，然后故作惊讶地问道：咦，这里怎么掉了一本功法？好奇怪哦。苏清月被秦昊拙劣的演技给逗笑了，她终于还是忍不住睁开了眼睛，目光先是扫了一眼秦昊，然后才落到秦昊丢在自己身边地功法。只是一眼，苏清月灵魂深处传来一种难以言喻的饥渴和共鸣。这是……苏清月声音有些干涩，目光死死地粘在玉简上，几乎移不开眼睛。秦昊语气随意：大道元初真解，适合你用来打基础地功法，比你原来练的那玩意儿强点，看看吧。在灵魂深处那道声音的驱使下，苏清月本能地翻开了大道元初真解。翻开的瞬间，功法上的文字就像有了生命一般涌进苏清月的脑海之中。苏清月大脑嗡的一声，瞬间空白。大道元初真解直指大道本源的至高法门之一，这门功法清晰记载了天地灵气最本质的解析，精妙之处令人咂舌。他之前修炼地功法与之相比，简直就像是孩童用木棍随意在地上涂鸦。不，他之前修炼地功法在这门功法面前根本没有比较的资格。得到如此功法，苏清月先是一喜，紧接着一股深深的骇然和无力感将他包裹。如此功法的珍贵程度，恐怕倾尽整个南域都换不来其只言片语吧。这是一门功法，足以开创一个圣地，作为一个顶级道统传承不衰的根基。这么珍贵地功法，秦昊就这么随手丢给了自己。见苏清月收下了功法，秦昊紧接着又将一个储物袋丢到苏清月面前。这里面又是些什么？苏清月的声音有些颤抖，她甚至不敢伸手去碰秦昊丢过来的储物袋，她怕这里面的一件件东西都提醒她和秦昊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秦昊则是满不在意地耸了耸肩，没什么，就是一些星辰原液、混沌原石，还有几颗九窍玲珑丹。对了，还有一节不朽养魂木。秦昊每报出一个名字，苏清月的脸色就苍白一分，到最后她的脸色都已经不是苍白了，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震惊。星辰原液，传闻唯有在星河深处历经数万年才能凝聚一滴的至宝。秦昊一出手就是一瓶混沌原石，开天辟地之初清浊为分时残留的本源之物。这种宝物不是早已绝迹了吗？九窍玲珑丹，无数仙人都趋之若鹜的圣丹，秦昊一出手就拿出来了3枚。还有不朽养魂木，养魂木苏清月倒是知道，哪怕只是一节普通的养魂木，都足以作为寻常宗门的传承底蕴了。这不朽养魂木又是何等贵重？苏清月感觉自己18年来建立的所有认知，在这一刻彻底被碾碎重组。他看着秦昊那张依旧平静俊朗的脸庞，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实力，而是那不可跨越的背景底蕴。秦昊随手给出的一点小东西，就是他穷尽一生都未必能触摸到的天际。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就让苏清月的心中沉闷不已，比之前被秦昊直接拒绝还让他难受。苏清月咬着红唇，将秦昊丢来的储物袋还了回去。功法他自己涌入我的脑海中，我就收下了。这些天才地宝我不能要，太贵重了，太贵重了。他
他怕自己还不起，他不想再欠秦昊的了。秦昊微微俯身，目光与苏清月保持齐平，在苏清月错愕的目光中，秦昊吧唧在苏清月那吹弹可破的脸蛋上亲了一口。你，苏清月捂着脸，看着秦昊的眼神中有惊愕，但更多的是窃喜。秦昊耸了耸肩，这一口就当作是报酬了。说完，秦昊直起身，轻轻一跃，径直跳上了树。苏清月脸颊通红，她捂着脸，心里甜滋滋的，哼，还说你对我一点想法都没有。要是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你为什么会亲我？他肯定也是喜欢我的，只是我现在太弱，我没有强大的背景。没关系的，这些都没关系的，只要他心里有我，这对我而言就足够了。秦昊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吻竟然给了苏清月前所未有的动力。现在的苏清月意念前所未有的坚定，她不管秦昊对她而言是否是过客，也不管两人之间有多大的差距，现在的她只有一个念头，她要拼命爬上去，爬到足够高，高到有一天自己能不再仰望秦昊的背影，能与秦昊并肩站在一起。此刻躺在树枝上的秦昊很是懊恼，他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嘴，哎呀，怎么没管住这张嘴呢？说好了事了拂衣去，绝不沾因果的，怎么就没控制住亲了他一口？秦昊抿了抿嘴唇，回味着刚才的味道。不过你还真别说，修仙世界的妹子真软啊，而且香香的。正回味着，秦昊脸色忽地骤变，他发现自己的修为竟然不受控制的缓慢增长。之前融合天生道体和众瞳的时候就暴涨过一次了，不过当时秦昊因为担心修为太高会被天道排斥，而硬生生给压下来了。现在又是怎么回事？自己也没修炼啊，怎么好端端的修为自己增长起来了？丁，当租借对象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95%以上后，宿主能够获得对方部分修为返还。系统的提示音及时出现，解答了秦昊的困惑。好感度95%以上还能获得部分修为返还，有意思。那他可以躺平了。有这好功能，谁还自己苦修啊？撩妹就行了。有了秦昊赠予地功法和天才地宝，原本练气9重的苏清月很快便突破到了筑基境。因为苏清月的突破，秦昊体内的灵力也快压制不住了，处于随时突破的边缘。枪要压不住火了，在获得气运之前，不能让他继续修炼了。以我现在的气运突破至元婴，天晓得会发生什么，搞不好和原主一样被天道排斥，直接暴毙。想到这里，秦昊不敢耽搁，他从树上一跃而下来到苏清月的身旁。清月，先不要修炼了，你有没有其他的想做的事情？我们的租借还有半个月就结束了，你还有什么愿望？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我都会尽我全力帮你实现。苏清月缓缓从入定中醒来，突破到筑基境后，她本就清丽的容颜更添了几分出尘之意。苏清月抬起那双漂亮的眼眸，什么愿望都能尽力帮我实现，我想永远留在你身边，这个愿望你也能帮忙实现吗？苏清月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秦昊，秦昊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猝不及防地闯进了他的世界。苏清月知道自己现在依赖秦昊，沉溺于秦昊随手营造的温柔之中，他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不要永远只活在秦昊的阴影中，像是一个被施舍、被庇护的乞丐。他想要的不是短暂的庇护，而是长久的、足以与秦昊比肩的资格。想到这里，苏清月迎着秦昊询问的目光，声音平静地开口：“秦昊，我想加入一个宗门。”苏清月现在已经知道自己身负先天道体，他想要有一个强大的宗门作为依靠，这样不仅可以为他提供修炼指导，同时还能得到充足的修炼资源。如此一来，他便可以更快地变强，更快地站在秦昊身边。得知苏清月的想法后，秦昊点了点头，以身负先天道体，正统大宗门的底蕴和资源，的确能让你少走许多弯路。3界9天，27座圣地，你想去哪一座，我都可以引荐你去。秦昊的话让苏清月浑身一颤。苏清月的想法也只是想加入一个强大一些的宗门，可秦昊开口便是圣地。圣地，那是什么概念？别说清风城了，就是对整个大苍国，乃至对整个南域的修士而言，圣地2字都是遥不可及的神话，是屹立于3界9天的庞然大物。每一座圣地都代表着一条直通大道的无上途径，掌握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资源与权柄。可现在秦昊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27座圣地任他挑选，那语气仿佛谈论的不是27座圣地，而是街边27家口味不同的茶楼饭馆一般。秦昊只需递上一张名帖，便能让自己成为座上宾。这种能量已经超出了苏清月想象力的边界。苏清月感觉自己喉咙有些发干，秦昊这种理所当然的平淡让苏清月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卑，但很快这股自卑就被一股几乎要破胸而出的不甘和决然取代。不管多难，他都要拼尽全力往上爬。苏清月知道，不全力去拼一把，他会后悔一辈子的。深吸一口气，苏清月坚定地开口道：“我想去玄天圣地。”玄天圣地，3界9天最出名的一座圣地。既然秦昊能给自己引荐，那苏清月就选择最强的一座圣地，这样或许能稍微拉近一些自己与秦昊之间的距离。行，没问题。秦昊轻笑着揽住苏清月的腰肢，然后拿出自己的随身玉佩，向里面注入灵力。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将两人包裹住。等到苏清月的视线恢复时，他和秦昊已经来到了玄天圣地的门口。就在秦昊要登门拜访，
亲自去找圣地之主，让他收下苏清月时，苏清月却拦住了秦昊。我不需要你直接引荐，你给我一个公平的进入圣地的机会便可。苏清月是一个很执拗的人，秦昊一句话可以让自己加入圣地这种庞然大物，其背景可想多么惊人。如果他连通过圣地的考核都做不到，又谈什么追赶上秦昊的步伐？而且只有半个月了，秦昊只能再陪自己半个月的时间了。半个月之后，他恐怕又要去别的女人身边，给别人当租借道侣吧。想到这里，苏清月心情沉闷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念头。他不能什么都靠秦昊了，他要学着自己面对苦难。秦昊看懂了苏清月眼中的固执，他轻笑着揉了揉苏清月的脑袋，行，你说什么便是什么。秦昊拿出自己的玉佩，给自己的管家传音，让他联系玄天圣地的高层，将圣地100年一次的收徒仪式提前做完。这些后，秦昊收起玉佩，转头对苏清月说道：清月，你的要求我照办了，这是你自己选的，所以我不会过多干涉，能不能进入圣地就看你自己的了。苏清月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一定能进的。看着苏清月那张固执的小脸蛋，秦昊洒然一笑，我相信你。在得到秦昊的命令后，他的管家立刻起身前往玄天圣地，找到了玄天圣地的副宗主。玄天圣地的副宗主也是秦家人，一尊仙王大能，按辈分来算还是秦昊的侄子呢。知道这是自己那个倒霉小叔叔的要求，副宗主也是直接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因为秦昊一句话，玄天圣地原本100年一次的收徒大典，时隔3年再次开启。一时之间，整个玄天界都动荡不已，各路修士奔走相告，10天后参加玄天界的收徒大典。听到玄天圣地收徒大典再次开启的苏清月，看向秦昊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撼。100年一次的收徒大典，真的因为秦昊的一句话而重新开启了。秦昊，你究竟是什么来历？我要走多远的路才能走到你身边呢？见苏清月一直盯着自己，秦昊笑着伸出手刮了一下他高挺的鼻梁，看什么呢？我给你的剑法都认真练了吗？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你虽然身负天生道体，但不严阵以待，也是会被圣的刷下来的。避免苏清月修为提升引起自己体内灵力暴动，但又不影响苏清月实力提升，秦昊给了苏清月几门剑法，让他好好修炼。苏清月对秦昊的好感度达到了98%，不光他修炼能返还秦昊部分修为，就连他学会了武技，秦昊也能立马掌握。10天的时间一晃眼便到了，玄天圣地山门之外，来自玄天界各方的青年才俊汇聚于此，100年一度的盛典提前开启，对许多人而言是意外之喜，更是不容错过的逆天机缘。很紧张吗？别紧张，你很优秀的，今天给圣地来一点小小的震撼。秦昊见苏清月娇躯微微颤抖，于是轻轻牵起对方的手，柔声鼓励他。感受着秦昊掌心传来的温度，苏清月的心安定了许多。他扭过头，朝秦昊露出一抹笑容，不是紧张，是兴奋。闻言，秦昊眉头轻挑，兴奋？能兴奋到颤抖？你有点东西，看来是个敏感体质。很快，负责收徒的长老从圣地深处飞到这些来参加考核的人面前，诸位，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玄天圣地的收徒大典。想要进入圣地，那就得通过3关的考核。第1关，天赋测试。测试方法很简单，将手按在剑灵玄石上，注入灵力，玄石会根据测试者天赋迸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白色最差，其次绿色，然后蓝色，好一点的是紫色，最后是金色。能够达到紫色便可以通过第1关测试。随着测试开始，前来参加测试的天骄们排好队，依次上前测试。什么？我3岁练气，10岁筑基，20岁金丹，天赋竟然仅只是蓝色。第一个测试者看着剑灵玄石迸发出来的蓝色光芒，眼神中满满的都是难以置信。在他们家族，他可是万年难得一出的天才啊！不会吧，我拥有剑道灵体，天赋竟然也是蓝色，这剑灵玄石出故障了吧？哎，我不是天才吗？怎么只有绿色？测试的一关就给了无数自命不凡的天骄一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天赋放眼外界的确出众，但这里是玄天圣地，最不缺的就是天才。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在圣地面前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一连测试了上千人，无一人达到紫色，这让负责测试的长老眉头紧锁。不知道副宗主大人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提前开启收徒大典？不到100年，根本积攒不到那么多满足要求的天骄。时间1分1秒过去，轮到苏清月的时候，已经测试了上万人，也只有1人天赋勉强达到紫色。要知道，赶来玄天圣地参加收徒大典的，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天骄，即便如此，在他们中也只有1人能够满足资格。苏清月回头看了眼秦昊，秦昊朝着他点了点头，示意他勇敢去测试。苏清月缓步上前，将白皙的手掌放在冰凉的玄石上，前面那么多人都没有通过测试，这让苏清月不敢藏拙，运转大道元出真解，将自己能够凝练的最精纯的灵力注入其中。嗡！剑灵玄石猛地一震，爆发出一片纯净而浓郁的金色光芒。与此同时，玄石表面浮现出几道玄奥的纹路，4大道运转轨迹。这一幕引得周围众人捂嘴惊呼：哇！金色传说！玄天圣地的长老们更是不淡定了，他们噌的一下站起身来，看向苏清月的眼中满是震撼。道云自显，此女不仅天赋达到了金色，悟性更是引发了剑灵玄石显化道纹，实属罕见。
瞧见长老们那吃惊的模样，人群中的秦昊得意地扬起下巴：“老古董们，长见识了吧？我家清月可是系统认证的天命之女，金色天赋，绝佳悟性那是标配，好不好？”测完天赋后，苏清月平静地收回手，对着玄天圣地的长老们行了一礼后，她便默默地退到了秦昊的身旁。当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自己时，苏清月往秦昊身后躲了躲。显然对苏清月而言，她还不习惯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3天后，昼夜不停的测试，终于是将前来参加收徒大典的所有天骄全部测试了一遍，淘汰比金人近100万人，满足要求的不足10人，其中也只有苏清月一人达到金色，其余人全部是紫色。不过对于玄天圣地的长老们而言，苏清月一个金色就足以媲美10万紫色天骄，甚至玄天圣地好几位仙君级别的大能在听到消息后都触动了。金色天赋，悟性更是道运自显，此女有先帝之姿。很快，通过第1轮考核的10人便开始第2轮测试。第2轮测试的是道心，看你修仙的意念坚定不坚定。玄天圣地的长老们在这广场上布置下一座问心阵，然后示意苏清月等人进入阵法之中。进入阵法后，阵法会自动开启，此阵法会引动尔等内心最深处的执念、恐惧、欲望。限时1天，1天之内若无法走出此阵，那么便说明你们与我玄天圣地无缘。没有任何犹豫，苏清月踏入阵法之中。苏清月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由记忆和心念编织而成的只属于他和秦昊的世界。他回到了苏家庭院，秦昊踏月而来，众同如新。他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将自己拉出泥潭。画面一转，秦昊领着苏清月前往水下世界，他牵着她漫步无尽花海，秦昊编织花毯带她翱翔喧嚣的凡人国度。秦昊给她买各种各样有趣的小玩意儿，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带着比现实更浓郁的甜蜜。秦昊看向自己的眼神温柔的能密闭灵魂，他沉溺其中，几乎不愿醒来。忽然，苏清月猛地睁开眼睛，眼中迷惘和眷恋褪去。这不是他，我要追赶的是真正秦昊，而不是一个幻影。沉浸于这虚假的温柔之中，才是对秦昊的辜负。至此，心念通达，道心清澈如琉璃。轰！苏清月只觉得周身一轻，所有幻象施加的压力和情绪荡然无存。同时，他的耳边传来负责长老难以置信、微微发颤的声音：“苏清月，通过，用时9息，9息。”此话一出，全场寂静。从踏入阵法到经历直指本心的幻象拷问，再到最后的明悟本心，破阵而出，仅用了9息时间。9息破问心阵，这心性简直逆天！道心无瑕，此女未来不可限量。秦昊站在人群中，看着苏清月挺直的背影，眼神深处满满的都是赞许。9息破问心阵，如此心性，他以后干什么都会成功的。苏清月似乎心有所感，他过头望来，目光穿过人群，精准地落在秦昊身上，四目相对。苏清月的脸上绽放出一个清澈而充满力量的笑容。你看，我又过了一关，离你又近了一点点。看台上，一位仙君长老看到这一幕，眉头紧锁。那个金丹境的小子怎么回事？他好像没有参加考核吧？的确没有。看苏清月对他的态度，他们关系好像不一般。闻言，烈阳真人冷笑一声：“苏清月这样的天之娇女，不是他能够觊觎的。若苏清月通过第3关后，便除掉这个金丹境的小子，免得一些不该有的念头拖苏清月的后腿。”1天的时间过去，第2关考核结束，除苏清月外，只有1人通过考核，其余几人皆是沉浸在问心阵营造出的虚假幻想中，无法走出。这时，负责考核的长老走出，只见他随手一挥，问心阵瞬间瓦解。下一秒，一道石门出现在苏清月和另一个参加选拔的弟子面前。想要在修仙一途取得不错的成绩，仅仅有惊人的天赋和坚定的心性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气运。这第3关便是考验你们的气运。这一关卡一共又有100小关卡，每一个关卡都很简单。你们面前有3座石门，选择其中一扇推门而入，若没有被弹开，便说明成功。如此往复100次，不要犹豫，每一扇石门都是一样的，正确的那一扇门会随机变换，你们找不到任何线索。这一关想要通过，靠的是气运，100次都成功，那么你们便能成为我玄天圣地的弟子。听到这最后一关的考核，秦昊直咧嘴，以我负1斗的气运参加这一关的考核，不用想，肯定第一扇石门都无法通过。每一次是1/3的概率，100次1/3的100次方，这是多小的概率？另一名参加考核的弟子率先参加考核，很可惜，他仅仅只通过了10扇门，第11扇门将他给弹开了。紧接着便是苏清月参加考核。苏清月站到了3座古朴的石门前，苏清月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摒弃所有杂念，不再思考。既然是赌运气，那他就一直选中间这扇门好了。这般想着，苏清月轻轻推开中间的那扇门，一次10次20次，苏清月每一次都选择同一扇门，一连20次，没有任何意外，他都成功通过了。负责考核长老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平静逐渐变得凝重，每一次都选择同一扇门，还都成功了。这门的位置应该是会变动的吧？30次、50次、80次，苏清月没有任何停顿，每一次开门都顺畅无比。看到这一幕，
看台上的长老们彻底不淡定了，尤其是那位烈阳真人。此刻他看向苏清月的眼神，就像是看到这世间最珍贵的宝物一般。哈哈，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气运通天之人。不是他每次都选择到了正确的答案，而是他的气运好到正确的答案每次都会选择他。此女的天赋、心性、气运皆无可挑剔，若是好好培养，未来我玄天圣地必定新添一名仙王大能，甚至是先帝也不是不可能。如此优秀的女修士，得为我家孙儿争取来才是。想到这里，烈阳真人不再犹豫，他从看台上一跃而下来，到苏清月身旁，打断了苏清月的考核。感受着烈阳真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苏清月乖巧地朝他行了一礼，见过前辈，不知前辈有何指教。烈阳真人一脸满意地看着苏清月，不错，有成帝之姿，还如此谦逊，他正好缺个孙媳妇，苏清月就很不错。想到这里，烈阳真人开口道：“你叫苏清月对吧？我乃玄天圣地第37长老，一身修为在仙君境巅峰，距离仙王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今日我有意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此话一出，看台上的那些长老们不淡定了，他们纷纷一跃而下。烈阳，你这老匹夫好生奸诈，考核还没结束就抢着收徒，实在是可恶。苏清月，我乃玄天圣地第5长老，也是仙君境巅峰修士，只要你拜我为师，我立马宣布你将成为我的关门弟子。我是第9长老，你若拜我为师……看着一众长老七嘴八舌的抢着做自己的师傅，苏清月顿时没了主意，于是转头向秦昊投去询问的眼神。秦昊轻轻耸肩给苏清月传音道：“这是你的人生大事，你自己选择。”苏清月转头询问秦昊意见的这一幕，看得烈阳真人眉头紧锁。在他心里，苏清月已经是自己内定的孙媳妇了，还与一个金丹境的小子纠缠不清，这很不好。哼，等清月拜我为师后，便除掉你。这般想着，烈阳真人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清月，我是真心想收你为徒，这是我的本命法宝烈阳剑，我烈阳真人的名号就是靠着这一把烈阳剑闯出来的，今日我将其赠予你了。此话一出，周围的几个长老脸色瞬间骤变。不是吧，烈阳老匹夫连本命法宝都拿出来了，真舍得啊你！不仅如此，烈阳真人又祭出一系列宝物，这些对仙君大能而言都是珍贵无比的宝物，可现在他一股脑的全部塞给了苏清月。其余的长老见状，不由得撇了撇嘴，老匹夫这么玩他们还抢个屁啊！很快一众长老识趣的退去。烈阳真人见状哈哈大笑：“清月，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他们都不诚心，仅仅只是一些寻常的宝物就把他们给吓退了，而我为了你却能眼皮都不眨的拿出来，你确定不拜我为师吗？”苏清月此刻心中也满是感动，他朝着烈阳真人连连行礼：“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听到苏清月改口，烈阳真人笑得更放肆了：“哈哈哈哈，乖徒儿，哈哈，今天老夫真是双喜临门啊！”此话一出，周围的一众长老立马投来询问的眼光：“老匹夫，收的徒怎么就双喜临门了？你吃蜜蜂屎了？嘴巴笑得合不上？”烈阳真人不理会周围长老们嫉妒的表情，看着苏清月自顾自地说道：“今日我得一爱徒，此乃一喜。大家也知道，我有个独苗孙儿，今年也100岁了，一直也没有合适的道侣。我掐指一算，清月与我孙儿颇为有缘，故今日定下婚约。清月，你意下如何？我孙儿今年100，一身修为达到炼虚巅峰，距离合体也仅仅一步之遥。你们2人若是彼此扶持，必能共参大道。”苏清月听到这话，脸色瞬间煞白，他连忙后退一步，朝着烈阳真人行了一礼：“前辈，弟子一心问道，暂无寻找道侣之念。不要，除了秦昊，我谁也不要。”苏清月剧烈的反应如同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烈阳真人脸上的笑意。“清月，我是欣赏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家孙儿，才与你定下这桩婚约。我孙儿乃我烈家独苗，100岁之龄，炼虚巅峰，这份天资足以配得上你。你若与他结为道侣，那我们之间便是亲上加亲。届时我不仅会对你倾囊相授，我的资源、人脉、法宝，只要你需要，我都可以给你。以你之天赋，我可以向你保证，100年之内助你踏入合体境，500年之内冲击仙人。这番许诺不可谓不重，100年合体，500年成仙，这等资源倾斜和承诺，足以让任何天才修士心神动摇。”那些来参加收徒大典的天骄们，听到烈阳真人竟对苏清月许下如此重诺，不由得心生羡慕。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500年成仙，这是多大的机缘啊！啧，可惜我不是女儿身，不然我都想给这位长老当孙媳妇了。此刻的苏清月抿着红唇，500年成仙很诱人，可是她修仙的目的是为了追赶上秦昊，如果成仙的代价是让她永远无法和秦昊在一起，这仙还有成的必要吗？想到这里，苏清月朝着烈阳真人行了一礼：“前辈，抱歉，我已心有所属，这个世界优秀的人很多，这份机缘你还是给其他人吧。”说着，苏清月将烈阳真人赐予他的宝物尽数归还。“前辈，方才是我唐突了，我仔细想了想，您并不是最适合我的师傅。”此话一出，烈阳真人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眯着眼睛看向苏清月，威压也悄然加重：“清月，你这是何意？天赋、气运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合适的平台与庇护，也是走不长远地。修仙界从不缺天才，但绝大部分都在中途夭折。为师也是为你着想，
这桩婚事与你与我孙儿都是天作之合，你且好好想想，切莫因一时糊涂误了自身锦绣前程。烈阳真人此话明显是带着威胁的意味了，周围的人也是连连出声表示不理解。不是吧，如此机缘他都不珍惜，心有所属，真可笑啊！他心里的那人能比得上圣地长老的孙子，真是捡了芝麻丢西瓜。我不能理解，要我就答应了。就在这时，一个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却清晰的压过所有人的声音如惊雷般炸响。老匹夫，他说他不愿意，你耳朵聋吗？一时间所有人都猛得一滞，然后难以置信的循声望去，大家都很惊愕，谁如此大胆，竟然还称呼玄天圣地的长老为老匹夫？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只见一个身穿玄色长袍、面容俊逸的青年正慢悠悠地踱步而出，他闲庭信步，仿佛不是置身于圣地之中，而是在自家的后花园里。看到秦昊的那一刻，苏清月的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所有的委屈、恐惧此刻都化作了安心与悸动。又是他，在自己无助的时候，又是秦昊站出来了。苏清月扑进秦昊的怀抱，将头埋进秦昊的胸口。我不想嫁，如果代价是嫁人，我宁愿不加入圣地。秦昊拍了拍苏清月的后背，不怕，有我在。我说过的，只要我在，就没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烈阳真人脸色铁青地看着秦昊，那些和自己同辈分的长老们开玩笑叫自己老匹夫也就算了，这个金丹期的小子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当众辱骂自己。苏清月喜欢的人就是他吧？行，那自己今天就将他抹杀，彻底断了苏清月的念想。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死！烈阳真人的咆哮声如旱地惊雷，震得整个广场都簌簌发抖。他周身赤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将半天天空都染成了红色。烈阳真人屈指轻弹，一道凝练到极致的火焰裹挟着仙君法则朝着秦昊袭来。小心！见烈阳真人对秦昊出手，苏清月吓得魂飞魄散，他想要挡在秦昊身前为他化解这一击，可是身体却被烈阳真人发出的一股恐怖威压死死地定在原地。就这，然而秦昊脸上没有任何惧意，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烈阳真人打出的火焰在快要靠近秦昊时噗的一声轻响，然后湮灭了，连一丝火星、一点能量涟漪都没有溢散出来，全部被秦昊身上的虚空地袍给吸收掉了。死寂！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脸上，写满了极致的荒谬与骇然。仙君大能的寒怒一击，竟然连一个金丹境的毛都没伤到，尤其是烈阳真人，他的眼中闪过一抹茫然。他可是仙君啊，这小子怎么挡下自己的攻击的？他身上的那件袍子又古怪，刚才是他身上的袍子挡下了我的攻击。想到这里，烈阳真人冷笑一声，仗着一件袍子便敢在本座面前嚣张，本座今日便要让你知道什么是仙君之威。听着烈阳真人的威胁，秦昊不屑地撇了撇嘴，仙君之威，还是感受一下我的太古龙皇之威吧。说着，秦昊催动从新手大礼包中获得的太古龙皇法相，瞬间一股古老苍茫来自遥远太古洪荒时代的威压跨越无尽时空降临此地。秦昊的众瞳中更有龙影游弋，好，一道龙吟骤然炸响，以秦昊为中心，方圆万丈天地灵气瞬间暴动，一股至高无上的皇者威压席卷全场。首当其冲的烈阳真人，此刻他脸上的杀意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这是什么？怎么可能？他一个金丹境修士，怎会有如此威压？我圣地宗主仙王大能给我的压迫感也远不如这小子强烈。他究竟是谁？烈阳真人骇然不已，这是什么情况？这股威压，他仿佛不是在面对一个人，而是在面对一个时代。不仅仅是烈阳真人，整个玄天圣地的山门广场此刻都被秦昊催动的太古龙皇威压笼罩。天哪，我动不了了，神魂要裂开了。那是什么？我的识海中怎么会出现一条龙？是这个年轻人召唤出来的吗？他究竟是谁？无数恐慌、混乱、难以置信的念头在众人心中翻涌。苏清月看着秦昊，眼神中的崇拜更浓了几分。他真的好帅啊！为了我，一个人镇压了一整个圣地。天哪，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坏蛋，认识了你，我心里哪里还装得下其他人？圣地深处，感受到这股太古龙皇威压的圣地宗主猛地睁开眼睛，他大喝一声：“谁在我玄天圣地闹事？”圣地宗主刚要出手，副宗主秦中天，也就是秦昊的便宜大侄子出现在他面前。云宗主，你确定要对我叔叔出手吗？秦中天的话让云雅脸色一滞。啊，你叔叔？你还有个这么小的叔叔？错愕、荒谬的表情浮现在云雅的脸上。秦中天悠悠地叹了口气，谁还没几个亲戚呢？秦中天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秦家人的身份，原因无他，秦家扶持他成为圣地副宗主，是要他暗中掌控圣地，将圣地化为可供秦家驱使的力量。若是暴露，必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别的不说，其他几个荒古世家定不会放任秦家壮大，所以他在玄天圣地用的都是化名叶中天。秦中天的视线跨越万丈距离，最终定格在秦昊的身上，由他去吧，闹够了也就没事了。这是太古洪荒的气息，我只在上古战场曾感受到过，这股威压仅仅只有一丝气息显化，便有如此威能，那他本体又该是何等存在？一众仙君长老被秦昊催动的太古龙皇法相给压得动弹不得，
整个广场除了被秦昊护在怀里的苏清月，其他人都匍匐在地，不敢直面这股跨越时空而来的无上威压。苏清月紧紧地靠在秦昊胸前，他仰头看着秦昊俊逸的侧脸，又看向天空中那仿佛要压他万古的龙影。苏清月再一次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秦昊之间的差距，他随手展现出来的力量便已是他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层次。就在苏清月以为秦昊能一直镇压这些人的时候，30息的时间转瞬即逝，秦昊身后凝聚的太古龙皇法将逐渐消散，随之消失的还有那股恐怖到令人窒息的威压。烈阳真人挣扎着站起身，看向秦昊的眼眸中充满了血色。小子，你有点能耐吗？刚才那股威压是某个一次性至宝召唤出来的吧？你身上底牌倒是挺多啊，现在力量耗尽了，我看你还拿什么嚣张？说着，烈阳真人对周围的长老们说道：诸位，此子来历不明，身怀异宝，公然在我圣地行凶，羞辱长老，践踏圣地尊严，更可能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今日我便搜魂夺宝，以正视听。烈阳真人说的大义凛然，他毕竟是仙君境强者，对一个金丹期的修士出手，怎么也得师出有名吧。周围的长老们并未搭话，他们眼神闪烁，看着秦昊身上的虚空地袍，又想起刚才那恐怖的龙威，他们不禁猜测秦昊的身份。能拿出如此至宝之人，身份恐怕不会低吧。似乎是看出来了周围这些长老们的顾虑，烈阳真人轻笑一声：诸位，你们真是越来越活回去了，可是在担心此子背后有大势力。若他背后真有大势力，他为何要让苏清月加入我们玄天圣地？他背后的实力或许不俗，但与我圣地相比，绝对不值一提。听着烈阳真人那自顾自的分析，秦昊只是轻轻挑了挑眉，脸上甚至露出一丝戏谑的表情。我的背景与圣地相比，不值一提。这家伙搞得你知道我是谁一样。秦昊怀中的苏清月此刻也很是担心，他抬头看向秦昊，对秦昊说道：秦昊，要不我们走吧，我不加入圣地了。苏清月心里很是愧疚，他觉得都是自己，如果不是自己要加入玄天圣地，秦昊怎么会和圣地长老针锋相对？可偏偏自己还改变不了什么。秦昊揉了揉苏清月的脑袋，加入？为什么不加入？我不光要你加入圣地，还要你成为这玄天圣地的圣女。秦昊此话引得烈阳真人哈哈大笑，哈哈，年轻人，我很喜欢你骨子里的那股自信，但是没有实力的自信不是自信，是愚蠢。秦昊瞥了眼烈阳真人，没有实力，确实，我现在的确没有实力，只是一个金丹期的小趴菜，但是我家人都有实力啊。秦昊抬起头，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仙山阁楼，望向了玄天圣地最深处，然后秦昊用一种不大不小，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的语调喊道：叶中天，看戏看够了吧？你这破地方的长老还要不要管了？你不管，我可帮你管了。秦昊的话犹如一道惊雷，直接将在场的玄天圣地长老给劈傻了。叶中天，那不是他们玄天圣地副宗主的名讳吗？这小子什么来历？竟然敢直呼副宗主的名字，语气还如此不客气，甚至还带着几分威胁的意味。烈阳真人脸上的凶狠与算计瞬间僵住，然后化作难以置信的茫然。就在秦昊话音落下的刹那，一声仿佛穿越了时间，带着无尽无奈的叹息悠悠的在每个人耳边响起。唉！秦昊身前的空间无声无息的荡漾开，紧接着一位身着朴素、面容儒雅平和的男子从虚空踏出，立在秦昊与烈阳真人等长老中间。副宗主！烈阳真人等一众长老看到秦中天的那一刻，瞳孔骤然收缩，是他们的副宗主，无上的仙王大能。一众长老连忙躬身行礼，他们感觉脑子都要炸开了。他们的副宗主可是仙王大能，平时连他们这些长老想要见上一面都十分为难，可是现在副宗主大人竟然真的因为这个金丹境小子那满是威胁的喊话而现身了。烈阳真人更是脸色煞白，嘴唇不受控制的哆嗦着，他想要开口，却发现自己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大侄子，你这玄天圣地的长老素质不怎么样啊。说着，秦昊指向烈焰真人，尤其是这个老匹夫，见我家清月天赋好，竟然还想强买，逼迫我家清月嫁给他孙子。他孙子是个什么东西啊？配得上我家清月一根手指头吗？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不然我不走了。大侄子这句称呼如同九天玄雷，浑着灭世天火，在烈阳真人等一众长老脑海中轰然炸开，空气凝滞的如同万载玄冰。所有人的表情，无论是烈阳真人还是周围的长老，眼珠子瞪得几乎要掉出来，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他们听到了什么？这个金丹境刚刚还大闹一场的年轻人，称呼他们至高无上、修为已达仙王之境的副宗主为大侄子，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有背景了，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辈分关系。烈阳真人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他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副宗主大人是这小子的大侄子，那这小子他爹是谁？完了，我死定了！这个念头如同魔咒，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恐惧如潮水般将烈阳真人彻底淹没。苏清月此刻也彻底呆住了，他猛地抬起头，仰望着秦昊的侧脸，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写满了难以置信地震撼。他知道秦昊神秘强大，背景深不可测，可他从未敢想象会深到如此地步。玄天圣地的副宗主，仙王级别的无上大能，竟然是他侄子。他是谁？来自怎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家族？
秦中天在听到秦昊这声大侄子后，儒雅平和的脸上不受控制的抽动了一下，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无奈和尴尬。秦中天轻咳一声，没有去纠正秦昊的称呼，而是转头看向烈阳真人。烈阳，你有什么话要说？面对秦中天这儿一尊仙王大能，烈阳真人此刻哪里还敢说话？他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不停的给秦中天磕头。副宗主饶命，我有眼无珠，冲撞了您的叔父，还请留我一命，我定尽力弥补。秦中天神色冰冷的看着烈阳，随后开口道：即日起削去你一切职务名号，打入九幽炼狱最底层，镇压万年。九幽炼狱镇压万年，这个惩罚听得在场众人不禁打了个寒战。九幽炼狱那种地方，待上1秒都是极致的折磨啊！砰砰砰！然而烈阳真人却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太好了，只是受惩罚而已。副宗主大人没想杀自己，多谢宗主不杀之恩。紧接着，烈阳真人又朝着秦昊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多谢叔父不杀之恩。秦昊瞥了瞥，我怎么就不杀你了？算了算了，大侄子都开口了，好歹也是一名仙王强者，我也不能让他下不来台。想到这里，秦昊摆了摆手，示意烈阳真人滚蛋，别在这里碍自己的眼。紧接着，秦昊拉着苏清月的手，将她推到大侄子秦中天面前，以后她就是你们玄天圣地的圣女了，记住了，她是我罩着的，要是受欺负了，我可不饶你。秦中天脸色僵了僵，他好歹也是一名仙王强者，秦昊这般未免太不给自己面子了吧？他看了眼秦昊，只见秦昊印堂发黑，厄运缠身，这是遭天道厌弃的必死之举。一想到秦昊时日无多，秦中天叹了口气，算了，不跟他计较。秦中天看向苏清月，苏清月通过考核的一幕，他也是亲眼见证的，天赋、心性、气运都无可挑剔。想到这里，秦中天开口道：没问题，从今日起，清月便是我玄天圣地的圣女，由我亲自指导。听到秦中天这么说，秦昊连忙给苏清月使了个眼神。回过神来的苏清月连忙反应过来，在秦昊的暗示下，苏清月给秦中天行了一个大礼。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秦中天微微屈指，一个储物袋飘在苏清月面前，这里是我给你的见面礼，以后你需要什么修炼资源，尽管去藏宝阁自取，为师会为你报销的。秦中天觉得这样还挺不错的，苏清月和秦昊是同辈，自己现在成了苏清月的长辈，那么就相当于是秦昊的长辈，不管他要各论各的。丁，距离本单结束还剩不到10个小时，宿主好好道个别吧，咱们要接新的订单了。丁，宿主获得仙王体验卡1张，激发后可获得1个小时的仙王修为。脑海中突然响起的提示音让秦昊浑身一颤，他神色复杂的看了眼身旁的苏清月，眼神骤然深邃。道别吗？说真的，1个月的相处下来，还真有些舍不得呢。秦昊将心中的杂念迅速压下，作为一个租界道侣的专业素养提醒他，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干净利落，避免纠缠。既然离开不可避免，那就好好道个别吧，为这个订单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大侄子，你先去忙你的吧，我还有些话要和清月单独聊聊。秦昊的话让苏清月浑身一颤，算算时间，他和秦昊之间的租期也快到了吧。苏清月攥紧拳头，指节因为太用力而泛白。秦昊朝苏清月露出一抹微笑，然后伸出手，走，跟我逛逛。苏清月牵起秦昊的手，由着秦昊带着他朝玄天圣地后山走去。夕阳的余晖为玄天圣地的仙山镀上了一层金边，同时也拉长了秦昊与苏清月两人的影子。喧嚣散去，人群离散，微风拂过，带来山间草木的清气，却吹不散空气中那淡淡的离别将至的凝滞。秦昊牵着苏清月的小手，来到了一处僻静的断崖边，崖下云海翻涌，远处群山如带，落日正缓缓沉入云海，将天际染成一片绚烂的金红。秦昊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苏清月看了一会儿日落。苏清月也没开口，他怕一旦开口，不愿面对的那一刻就要来了。太阳终有落下的那一刻，但这并不是结束，因为漫天的星辰点亮了天空。这里的灵气比清风城好了不知多少，以后你在这里修炼速度会快很多。终于，秦昊开口了，打破了这片死寂。苏清月轻轻地应了一声，那抓住秦昊的手更用力了几分，仿佛一松开，秦昊就会消失。感受着苏清月手上传来的力道，秦昊扭头看向苏清月，轻轻一笑：我们的租期要到了，我送你一个道别礼吧。说完，秦昊在心中暗道：系统使用仙王体验卡。丁，仙王体验卡已激活，持续时间1小时。一股难以形容、浩瀚如星海、威严如天线的力量注入秦昊以内，秦昊的气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飙升。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仙王，境界提升到仙王后，秦昊缓缓睁开眼睛，在他身上，一股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之气悄然散开。那双重瞳此刻深邃的如同包含了2个旋转的宇宙，其中仿佛有日月星辰在其中诞生与寂灭。不远处，一直注视着2人的秦中天，在感受到秦昊的仙王气息后，瞳孔剧烈收缩，心中更是掀起滔天巨浪。纯正的仙王道果气息，他的这个倒霉小叔身上的气息竟然提升到了仙王，这是什么手段？是那位大人的手笔吗？
竟然给了他如此保命手段。秦昊身旁的苏清月更是心神俱震，他看着仿佛化身天地主宰般的秦昊，一种本能的敬畏和仰望油然而生，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这才是他真正所在的高度吗？如此遥不可及。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秦昊朝天空伸出手，对着漫天星辰轻轻一握，嗡，整片天空都轻轻颤动了一下，无穷无尽的灵气、垂落的星辰之力、地脉龙气，还有构造整个世界的法则，随便都听从秦昊的召唤，疯狂地向他的掌心汇聚而来。眼前的景象太过于骇人，暗处的秦中天看得眼皮直跳，这种对天地能量的绝对掌控和霸道抽取，即便是他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只能感叹秦昊真不愧是那位大人的子嗣。但是这些对于秦昊而言还不够。秦昊意念一动，众瞳全力催动，瞳中混沌光晕旋转到极致，看透万物本源，追溯大道根源，以无之名截取此方天地守护成长破障之法则碎片。随着秦昊话音落下，三缕肉眼无法看见却蕴含着玄妙气息的流光涌入秦昊的掌心之中。秦昊将这3道流光打入苏清月的体内，与他的先天道体融合在一起。融！秦昊低喝一声，众瞳之中迸发出耀眼的乌光，3团法则碎片如同找到归宿一般，与苏清月的先天道体完美融合。做完这些，秦昊抬头看向星空，他伸手抓向天空中最亮的那一颗星辰。在秦昊的仙王伟力和众瞳本源洞悉下，那颗星辰先是被拉长，然后化作一柄长剑的雏形。秦昊以众瞳之力将星辰之力糅合，紧接着他又截取苏清月先天道体的一缕元气注入其中。最后，秦昊以指为剑，在即将成型的剑身上刻下清月2字。至此，一柄独一无二、蕴含星辰和法则之力，只供苏清月一人驱使的仙剑制作完毕。丁，仙王体验卡时间结束。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秦昊的修为迅速跌落至金丹境，他脚步一个踉跄，连连后退，险些摔倒。幸好旁边的苏清月及时扶住秦昊，才没有让他出丑。秦昊的脸色有些苍白，但他却笑了，这抹笑容依旧温暖如初阳。秦昊将剑递给苏清月，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却无比温和。此剑名为清月，以你之名铸你之剑，它会随着你一同成长，守护你，见证你。将来无论你身处何方，遇到何等困难，握着它便如同我的力量在陪伴着你。苏清月没有去接秦昊递过来的剑，收下这把剑，是不是就意味着分开呢？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苏清月也自认为自己能坦然面对。可是当他真的来临时，苏清月才惊觉，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做好准备。清月，秦昊律开口，声音温和，却比平时少了几分刻意的亲密，多了一些距离感。苏清月的心随着秦昊的这声呼唤微微一沉，手指无意识地抓紧了衣袖。他低下头，根本不敢去看秦昊。我们的租期。秦昊顿了顿，迎着苏清月颤抖的身躯，秦昊清晰地吐出那3个字：结束了。尽管心里早有准备，尽管无数次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场交易，但是当苏清月从秦昊口中听到结束了时，一股尖锐的酸楚猛地冲上鼻尖，他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但他死死咬住下唇，才没让那声哽咽溢出喉咙。好啦，秦昊揉了揉苏清月的脑袋，接着对他说道：你已成功加入圣地，成为了玄天圣地的圣女，以后更是有仙王大能亲自指导你修行，你的未来必定大放光彩。苏清月张了张嘴，声音沙哑，有千言万语堵在胸口。他想要问秦昊以后他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想问秦昊这场租借对秦昊而言真的只是交易吗？那些温柔，那些守护，那些让他心跳的每一个瞬间，难道都只是秦昊的表演吗？可话到嘴边却又被他给咽了下去。他不敢听，他怕从秦昊口中听到的答复让他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与其于此，倒不如给自己留一个念想。苏清月强迫自己挺直脊背，用力擦去脸上的泪水，努力朝秦昊扬起一个笑容，只是这笑容比哭还让人心疼。秦昊，谢谢你，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旅程，这一切我都不会忘的。秦昊捏了捏苏清月的脸颊，然后将手中的清月剑交给苏清月，收下吧，就当是一个纪念品。这一次苏清月没有拒绝，他从秦昊手中接过了这把秦昊以仙王伟力铸造的仙剑。我会好好修炼的，我会变得很强，强到足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强到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拖累。苏清月一字一句无比认真地说道。秦昊看着苏清月眼中那倔强而璀璨的光芒，轻轻点了点头，给出了最简洁也最有力的肯定。我相信你。说完，秦昊后退了一步，这一步像是在他和苏清月之间画下了一道无形的界限。那么秦昊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就此别过。秦昊没有说再见，前路莫测，他无法给出任何承诺。苏清月的指甲深深掐入掌心，疼痛让他保持着最后的清醒。秦昊最后看了眼苏清月，像是要将这个执拗少女的模样记在心里，然后他不再犹豫，转身便走。秦昊没有使用任何绚丽的遁术，只是如同一个寻常的弟子般，沿着下山的青石路，一步一步朝玄天圣地山门外走去。苏清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痴痴地望着秦昊消失的方向，直到那最后模糊的身影也彻底看不见。丁，
租借订单结束，请您为本次租借服务给个评价，从差到好分为1星到10星。苏清月那佩戴在腰间的玉佩传来一道电子音，她浑身一颤，然后将自己的评价注入玉佩之中。晚风渐起，带着凉意，苏清月终于支撑不住，慢慢地蹲下身子，将头埋进臂弯，肩膀抑制不住地微微抖动起来。这一次再也没有那个温暖的怀抱，那个令人安心的声音来安慰她了。从今往后，这条路她要一个人走下去了。丁，检测到客户苏清月提交评价，评价等级10星，完美。丁，苏清月订单最终结算中，10星好评，获得客户苏清月部分气运一斗，获得9节剑。9节剑可为宿主挡下9次必死之劫，每挡下一次，剑身便多一道裂纹，9节剑威力也会随之翻倍，9节之后化为无上道气。返回秦家的路上，秦昊听到订单结算的声音，不由得眉头一挑，哎呦，有点意思哦，9节剑可以为我挡下9次必死之劫，每挡下一次，威力还会随之翻倍，而且挡下9节之后不会消失，反而还能变成无上道气，这有点强啊。秦昊点头表示认同，果然系统出品必为精品，就是这气运有点少吧，10星好评，才只有1斗的气运，清月他足足有5担的气运啊！我想要达到和清月一样的气运，还得再完成49个订单。系统并没有为秦昊解惑，而是冰冷地问了一句：丁，订单结束，是否立刻开始新的订单？秦昊抿着嘴，沉默片刻后，他悠悠地叹了口气：这么快吗？给我点时间缓缓呗，我现在脑子里全是苏清月，和她相处的1个月，我有点入戏了，这很影响我下一段感情的发挥啊。秦昊承认自己动心了，不然他也不会任性到将先王体验卡这么一个保命的底牌用掉，只为给苏清月打造一个保命的武器，所以他觉得应该给自己放个假，让自己缓一缓，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哎，看来我离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境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丁，新的订单将在3天后发放，请宿主尽快调整好心态。秦昊动用腰间玉佩，刹那间便传送到了秦家族地。秦昊纵身一跃，跳到自己那张由万年暖玉打造的灵床上，暖玉的灵气顺着秦昊的经脉涌入秦昊体内，获得了1斗气运。如今的秦昊气运归零，终于不是倒欠天道1斗气运的倒霉人了。他不再压制体内修为，枷锁褪去，秦昊的身体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贪婪地吮吸着天地灵气。先天道体运转，大道元出真解，功法众同自行开启，眼底的混沌光晕引导着体内灵力，让他们以最完美、最契合大道的轨迹奔涌。轰！一切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金丹分解，最后重组为1朵莲花。莲花徐徐绽放，其中一个五官清晰、和秦昊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小身影正闭目盘坐其中。元婴成了！秦昊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终于不用继续压制修为了。就在秦昊感受着元婴境的玄妙时，他心中忽然微微一动，似有所感。秦昊抬头看向秦家境地最深处，那是秦昊的便宜老爹，秦家当代先帝秦无涯前修之地。就在秦昊困惑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时，2道人引出现在秦昊的房中。弟子大人，族长要见您。父亲大人见我干嘛？秦昊心神一凛，说实话，他对秦无涯还是敬畏的，那可是先帝啊，逆乱时空，跨越不同世界的无上大能，这等大能不会一眼看出我是个冒牌货吧？丁，请宿主放心，不要庸人自扰。系统的提示音让秦昊脸皮止不住地挑了挑，神他们庸人自扰，我这分明是合理的推测。不过系统都这么说了，秦昊也是安心了下来。他整理了一下衣服，便跟着2名仙君级别的护卫前往秦无涯前修的地方。秦昊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只感觉自己穿越了无数个折叠的空间，好一会儿眼前才豁然开朗，眼前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只能看到一片白。弟子已带到。2名护卫躬身，然后身影便逐渐融入环境中，消失不见。秦昊左右打量了一番，没有看到任何身影，他定了定神，上前一步，对着空气行礼道：父亲大人，您找我。气运归正，元婴出城，先天道体，身负重同。小昊，你得到了很了不得的机缘啊，侥幸而已。秦昊谨慎地回答，心中快速思考，这便宜老爹找自己来究竟是想要干嘛？难道是见我气运归正了，想要将我机缘夺走？秦昊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这老登连那种强行借用子孙后代气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要不是他，原主也不至于刚满18就离奇暴毙。显然在秦无涯的心里，子孙什么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然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就在秦昊心惊肉跳，不知道秦无涯召见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时，秦无涯的声音从4面8方传来：能摆脱桎梏，踏上正途，是你的造化，这份逆天改命的机缘，你要珍惜善用，莫要辜负。说到这里，秦无涯话锋一转，不过大道独行，方是正途，情之一字，最是扰人道心，牵绊因果，甚至会酿成一场谁也无法抵挡的祸端。秦无涯的话让秦昊心中一沉，什么意思？老登看透我是通过租借道理来气运归正的了，大道独行，方为正途，这意思是让我以后当一个孤寡老人呗。想到这里，秦昊朝空气拱了拱手，孩儿不解，请父亲大人明示。秦昊话音刚落，
一道与秦昊面容有着几分相似的男子凭空出现在秦昊面前。秦无涯眼神凝重地盯着秦昊一动不动，秦无涯的眼神仿佛能看透人心底最深处的秘密。秦昊被他看得心里一阵发虚，对视几秒后便挪开了视线。秦无涯缓缓抬头，他的那双眼睛仿佛穿透了层层时空，看到了极为遥远的未来。在你突破元婴之时，我于时空长河中遇见了一角未来的碎片。秦昊眉头微微一皱，看到了未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接着秦无涯说的话让秦昊目瞪口呆。未来的某一天，我秦家族地之外，万千仙子兵临城下，皆是修为不凡的女子，气质各异，或清冷如月，或妖娆如火。这些人前来可不是为了祝贺，而是为了讨债。听着秦无涯的讲述，秦昊额头开始冒汗，这画面他都不敢想，不会都是自己的客户吧？讨债？讨什么债？我未来做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吗？秦无涯深深地看了眼秦昊，沉声道：尤其是那为首之人，身怀先天道体，手握绝世仙剑，即便与他相隔一条时间长河，其眼神也不禁让我心生忌惮。秦昊感觉喉咙有些发干，先天道体，绝世仙剑，隔着时间长，何能让自己这先帝老爹感到忌惮？是清月吗？不会吧，这丫头未来能成长到这种地步？还有，那万千仙子兵临城下又是怎么回事啊？就在秦昊感叹之际，秦无涯将手搭在秦昊身上，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小昊，年轻人喜欢沾花惹草，见一个爱一个，我能理解。可你这……说到这里，秦无涯悠悠地叹了口气，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具交给秦昊：你的机缘，你未来的道路，我不会插手，但有一点，以后出去，你将这面具戴上，切莫声张自己是秦家弟子，否则等到你那万千红颜劫降临之日，莫说为父，便是祖祠的那些老祖一起醒来，怕也难以招架。你好自为之。丢给秦昊一个面具后，秦无涯便消失了。秦昊顿感一阵天旋地转，等到他回过神来后，他已经被送出了禁地，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之中。此刻秦昊的脑海中还回荡着秦无涯说的那些话，万千仙子兵临城下，那画面光想一想他就不寒而栗。童子，照我这便宜老爹说的，你该不会让我把3界9天但凡有点天赋的妹子都给撩一遍吧？那从来都是一副冷冰冰语气的系统，此刻竟然像有了情绪般，用不屑的语气对秦昊说道：哼，瞧不起谁呢？3界9天那才几个妹子，咱们撩的是诸天万界的妹子。六鳌，秦昊无语，诸天万界自己撩得过来吗？无奈的叹了口气，秦昊掏出随身携带的镜子，长得太帅也是种过错呀。系统提示：因果自招，福祸相依，请宿主专注当下，努力提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复杂客户关系。新订单倒计时2天23小时。秦昊摇了摇头，将脑海中那些纷乱的思绪和令人头皮发麻的画面给甩出去。当务之急是稳固修为，努力提升自己。虽然苏清月修炼，秦昊能得到其返还的部分，但那终归是一小部分，想要提升得快，还得自己努力修炼。3天的时间一晃眼就过去了，秦昊从入定中退了出来，他的眼眸中迸发出一道骇人的光芒，周身气势暴涨。3天连破3重，我已经突破至元婴境4重，放眼整个3界9天，也没人能在修炼速度上比过我吧。丁，你有新的租借订单，请注意查收。秦昊刚结束修炼，面前便弹出了系统的控制面板。秦昊点击信息面板，开始查看新客户的信息。客户姓名夏灵溪，身份蓝玉大仓国小公主，下单诉求：救我，救我！客户评级：潜力巨大，7窍玲珑心，当前气运一旦王运。看到新客户南域大仓国小公主的身份时，秦昊不禁眉头微挑。清月也是南域大仓国的人，这南域大仓国有什么说法吗？最强者不过度洁净的小国，怎么接连冒出清月和夏灵溪2个气运之女？大气运之人降世会引起气运潮汐，从而让诞生其他的气运之子。听到系统的解释，秦昊恍然，这么说来，这夏灵溪还是沾了清月的光。这般想着，秦昊点击接单按钮，叮，恭喜宿主接单成功，获得7窍玲珑心。轰！一股难以言喻的奇异感觉瞬间贯穿了秦昊全身，他的心脏位置仿佛被7颗颜色各异的星辰同时点亮，散发出温和而浩瀚的七彩辉光。一股清凉，仿佛能照见万物本质的灵流自心窍涌出，迅速流向秦昊的4肢百骸。融合7窍玲珑心后，秦昊的修为再次突破，来到了元婴境5重，距离6重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7窍玲珑心吗？竟然在我重瞳的基础上，将我的感知再次提升，甚至还拥有预见吉凶的能力。走吧，将我传送到新客户的身边。南域大仓国魔兽森林，一个狭隘的小山洞里，少女蜷缩成一团，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枚玉佩。山洞内光线昏暗，仅有几缕从岩石缝隙里面透出的微光。骗子！夏灵溪愤怒地将手中玉佩丢在地上，或许觉得仅仅只是这样还不解气，他更是起身朝着玉佩踹了几脚。哼，说什么临时道侣，为我解决各种麻烦，我都下单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骗子！骗子！大骗子！不要让本公主知道这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不然等本公主脱困了，一定要将你给救出来，让你知道戏耍本公主的下场。夏灵溪一双标准的杏眼，眼尾微微上挑，
天然带着几分娇憨和贵气。发泄完后，夏灵溪又沮丧地蹲在地上，蜷缩成一团。谁来救我！就在夏灵溪又气又怕，蜷缩着警惕洞外的动静时，他面前的空间毫无征兆地剧烈扭曲起来。夏灵溪条件反射般尖叫一声，整个人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先后缩，整个人紧紧地贴着后面的岩壁。一道人影缓缓浮现。谁？别过来！我警告你，我是大仓国的公主，你要是敢乱来的话，我父皇、我皇兄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夏灵溪声音发颤，带着哭腔。秦昊看着面前娇小可爱的夏灵溪，顿时生出了捉弄她的心思。他一言不发，缓缓走向夏灵溪。这一幕把夏灵溪给吓得魂飞魄散，他双手护在身前，毫无章法的乱挥。啊呀！你别过来！我师父是大仓国第一高手，一根指头就能戳死你。我养了很多妖兽，都在外面，敢过来我让他们咬死你。我还会诅咒你走路摔跤，修炼走火入魔。夏灵溪越说越离谱，眼见这样还无法吓退秦昊，他接着说道：我警告你，我的道侣正在来的路上，你再不走，等他一来你就死定了。他身高8丈，腰围也是8丈，眼睛瞪得像铜铃，口似血盆，一顿饭要吃10个小孩，专门吃你这种坏蛋。秦昊的身形完全显现，脸上戴着的獠牙面具更是在夏灵溪本就脆弱的心灵上再补一击。夏灵溪跟个鸵鸟一样，将头埋进自己的怀里，不敢去看秦昊哪怕一眼。看着如此胆小的夏灵溪，秦昊扯了扯嘴角，他下意识的抬手摸了摸自己线条分明的下巴。身高8丈，腰围8丈，血盆大口，还吃小孩，我有这么吓人吗？听到秦昊的话，夏灵溪的手臂僵在半空中，琥珀色的眸子猛地看向突然出现的秦昊，有些试探性的问道：你就是我的租界道侣？秦昊耸了耸肩，不然呢？除了我，还有谁会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得到秦昊的确认后，夏灵溪先是一愣，然后连日来积累的恐惧、委屈还有刚才的羞恼瞬间爆发。啊，原来是你怎么才来啊？夏灵溪猛地从地上弹起来，琥珀色的双眸瞪得圆溜溜的。刚才还怕得要死的他，在确认秦昊是自己人后，骨子里那娇蛮劲儿立刻占据了上风。他一边气冲冲地喊着，一边迈开步子，挥舞着拳头就朝秦昊冲了过来。看着张牙舞爪冲过来的夏灵溪，秦昊眼底闪过一丝无奈和好笑的神色，然后他慵懒地抬起手，稳稳地用手按在了夏灵溪的额头上。夏灵溪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你放开！秦昊的手抵住他额头，夏灵溪整个人顿时被固定在原地，任他怎么使劲都无法再前进分毫。夏灵溪心中更气了，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然后他就悲剧地发现，够不着自己那小胳膊小腿在空中徒劳的扒拉，却连秦昊的衣角都碰不到。看着夏灵溪这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模样，秦昊忍不住从面具后发出一声嘲笑的笑声。这一笑彻底点炸了夏灵溪。你还笑？不许笑！骗子！迟到鬼！放开！放开！挣扎了好一会儿，夏灵溪发现自己完全是白费力气，他终于是累得停了下来。夏灵溪蹲在地上沉默了好久，最后憋出来了一句：你欺负人！秦昊无奈地笑了笑，我这才刚来，是你二话不说就对我动手吧？我怎么就欺负你了？就是欺负人！3天前我就联系你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知道这3天我是怎么过的吗？秦昊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夏灵溪，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我的错。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吗？提到正事，夏灵溪脸上的羞恼和强装的气势瞬间消散了大半。我是被人暗杀才躲到这里来的，本来我和太子哥哥一起来魔兽森林历练，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黑衣人伏击我们。太子哥哥拼死护着我，把我藏到这山洞之中后，他就孤身一人去引开追兵了。我本来想去搬救兵的，可是这山洞外面有一个魔蜂窝，领头的蜂王有元婴境的修为，其手下的工蜂更是每一只都有着接近金丹境的修为，我也就只有金丹境的修为，而且他们将这片区域当成了临时巢穴范围，我根本出不去，只敢靠着高阶敛息符躲在这山洞里面。然后我就在山洞里面捡到了玉佩，说什么临时道侣可以帮我解决任何麻烦。说到这里，夏灵溪抬起头，用那双湿漉漉的眸子看向秦昊，里面混杂着期盼和不确定。你真的能帮我吗？那些赤尾毒蜂很麻烦的，数量众多，蜂王更是元婴境，你行不行啊？秦昊隔着面具轻轻呵了一声，然后伸出手在夏灵溪的额头弹了一下。不要质疑一个男人行不行？夏灵溪捂着额头一脸吃痛。我能感知到你的年龄还没我大呢，也就18、19吧，我都20了，现在也才金丹境，元婴境你解决得了？还是说你有什么厉害的遁术？凭借七窍玲珑心的超强感知，夏灵溪探查到秦昊的年纪甚至还不如自己，这让他对秦昊的实力表示怀疑。秦昊并没有说话，有质疑那就用实力来为自己证明。秦昊轻轻挥出一掌，将挡在洞口的岩石尽数拍飞。这一幕可把夏灵溪给吓得不行，他连忙躲到秦昊身后。哎呀，你在干什么？你这样会把那些赤尾毒蜂引过来的。果然，夏灵溪话音刚落，上百头毒蜂听到动静后立马朝这边汇聚。这些毒蜂可不是秦昊前世地球的那些小蜜蜂，每一头赤尾毒蜂都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浑身散发着金丹境的压迫感，乌泱泱的上百只汇聚而来，
让人不寒而栗。夏灵溪见到这阵仗，双腿止不住地哆嗦，他不停地催促道：“赶快催动你的遁术，带我逃吧！逃！我想的是和你一起杀出去。”秦昊的话让夏灵溪浑身一颤，完了，你自己吹牛，别带上我啊！这随便一头毒蜂都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呀！哎呀，早知道是这样，你这个道侣我还不如不租呢。夏灵溪话音未落，那上百头赤尾毒蜂已然如同赤红色的死亡风暴，裹挟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嗡嗡轰鸣声朝着洞口扑来。完了完了完了！夏灵溪脸色煞白，几乎要瘫软下去。他死死抓住秦昊的后背，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逃不掉了，这下真要变成筛子了。夏灵溪带着哭腔，死死地闭着眼睛。然而面对这足以让普通元婴修士都严阵以待的蜂群，秦昊只是静静地向前迈出一步，将夏灵溪完全挡在身后。嗡！以秦昊为中心，一股无形的却让人灵魂都感到颤栗的威压悄然弥漫。只见秦昊原本深邃的瞳孔骤然发生了变化，众瞳开！众瞳一开，秦昊左眼之中瞳孔深处有混沌形成生灭，映照出宇宙初开的景象；右眼之内则是万千剑气虚影纵横交错，一股古老的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气息弥漫开来。双瞳异象交相辉映，噗噗噗噗噗！冲在最前方的十几头赤尾毒蜂，抵达秦昊众瞳领域的刹那，坚如钢铁的外壳瞬间被秦昊右眼生成的剑气切割成细小的碎块。这些毒蜂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任何哀鸣，庞大的身躯就被分解成无数碎块，从空中直落下。后面的毒蜂仿佛被无形的恐惧扼住了喉咙，嗡鸣声骤然减弱，他们本能的想要转向逃离。然而秦昊的众瞳早已锁定了整片空间，视野所至便是法则所致，目光扫过，死亡降临。秦昊甚至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平静地扫过这群毒蜂，如同秋风吹过麦田，又如死神挥动镰刀。空中那令人绝望的赤红色风暴，在一片令人心悸的噗噗声中迅速瓦解凋零，一只又一只毒蜂僵直坠落。在众瞳之力面前，这些毒蜂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上百头足以让元婴大能都头疼不已的赤尾毒蜂群便已全军覆没。夏灵溪死闭着眼，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降临，相反，随着一道道噗噗声传来，耳边蜂群的嗡鸣声也消失了。秦昊转过头，看到夏灵溪这不争气的样子，不由得失笑摇头。他伸出手在夏灵溪的额头弹了一下，心中不禁感叹，这一旦气运跟着夏灵溪这样的主人，属实是有些憋屈。猝不及防的被秦昊弹了一下，夏灵溪还以为是毒蜂蛰了他，吓得他撒腿就跑。秦昊一整个绷不住了，他一把拽住夏灵溪，笑骂道：“你跑个屁啊！这些毒蜂都死光了。”听到秦昊的话，夏灵溪浓密的睫毛颤抖着，他鼓起莫大的勇气，将眼睛缓缓睁开一条缝。模糊的视线中，地上堆满了被切割成无数碎块的毒蜂尸体。夏灵溪猛地睁开眼睛，眼神中透着浓浓的难以置信：“这些都是你干的？”夏灵溪目光灼灼地盯着秦昊，仿佛想要透过那张狰狞的面具，看看底下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一个怪物。这些赤尾毒蜂每一头都有着金丹境的修为，联合起来，即便是元婴境修士都会感到棘手。面前这个比自己还小一点的人，竟然如此轻松地将这些毒蜂给解决掉了。几个呼吸的功夫而已，那让他感到绝望的蜂群就这么死了。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简直比龚俊哥哥还要厉害。难道说自己的七窍玲珑心出错了？这家伙其实是个老怪物。废话，不是我干的，难道是你干的？走吧，你不是还想去找你的太子哥哥吗？听到这话，夏灵溪如梦惊醒，他连连点头，没错，我还要去找太子哥哥。他为了救我，独自引开追兵，要是他出事了，我会内疚一辈子的。秦昊撇了撇嘴，内疚一辈子，所以你就在这山洞里躲了3天3夜，真有你的。两人正要离去，只见周围的空气剧烈扭曲起来，一道赤红中夹杂着暗金色的身影如闪电般撕裂空隙，瞬移到了秦昊和夏灵溪的面前。蜂王，小心了！这蜂王的实力相当于人类元婴修士，这元婴蜂王的体型比普通工蜂大了数倍，浑身散发着一股腥臭的煞气，看着如此骇人的凶兽，夏灵溪心脏砰砰直跳。夏灵溪话音未落，秦昊已经从系统空间里面取出9节剑，太虚剑法第一式归无。秦昊随意的向前刺出一剑，剑尖所向，空间泛起一道细微的涟漪，一道介于虚实之间的淡灰色剑气自9节剑尖急射而出，顷刻之间，淡灰色的剑气便击中了蜂王的身体，没有穿透声，没有碰撞声，被这一剑击中的蜂王如同被高纬度的法则消除了一般，悄无声息的从剑气的接触点开始寸寸崩裂。不一会儿，蜂王巨大的身体就彻底湮灭，化作最基本的粒子消散在空气之中。目睹这一切的夏灵溪嘴巴张成了 O 型，琥珀色的眸子几乎要瞪出眼眶。之前秦昊几个呼吸间灭掉蜂群，已经让他够震惊的了，而如今亲眼目睹秦昊轻松写意的一剑灭杀蜂王，夏灵溪整个人都惊愣在原地，眼神中透露着浓浓的难以置信。那蜂王可是相当于人类元婴境修士啊，可是在秦昊面前，只是一剑他就灰飞烟灭了。这根本不是战斗，这是碾压。
完完全全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想到这里，夏灵溪愈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肯定是自己的七窍玲珑心出错了。这家伙年纪绝对不可能比自己小，他肯定是个老怪物。这般想着，夏灵溪跳起来就去摘秦昊的面具。秦昊轻轻一侧，便躲过了夏灵溪的袭击。他眉头微微一皱，有些不解地看向夏灵溪：“你为什么要跳起来打我膝盖？”夏灵溪脸色长得通红，跳起来打他膝盖，羞辱人，太羞辱人了！你放屁！我个子虽然不大，也不至于跳起来打你膝盖吧？夏灵溪鼓着脸，胸口剧烈起伏，看向秦昊的眼神充满了怨言。哼，戴个面具装神弄鬼，你肯定是个丑八怪，肯定没有龚俊哥哥一半帅，不，肯定连1/10都没有。龚俊，这又是哪来的阿猫阿狗？秦昊撇了撇嘴，什么人都能和他秦家弟子相提并论吗？说我丑八怪？秦昊轻轻一笑，如果颜值和背景一样都打得分的话，秦昊觉得自己秦家弟子的身份也就99分。毕竟这个世界可不止一个荒古世家弟子，他的身份还算不得最珍贵。但是颜值，秦昊却敢放心大胆地给自己打上满分。开玩笑，没点姿色，他能在未来引起万千红颜劫。夏灵溪见自己心中的偶像遭到秦昊诋毁，当即跳起来为其辩护：“你才阿猫阿狗呢！龚俊哥哥是我大苍国第一天教，今年不过100岁，就有了一身元婴境修为，而且他长得还特别帅，是公认的大苍国4大美男子之一。”说到这里，夏灵溪顿了顿，接着对秦昊说道：“他才不会像你一样，整天戴着一张面具，不敢见人。说，你是不是因为长得太丑，才戴着一张面具的？”说完，夏灵溪趁秦昊不注意，再次欺身而上，目标直指秦昊的面具。秦昊不愿，夏灵溪怎么可能摘得下他脸上的面具？只是轻轻侧身，秦昊便躲过了夏灵溪的偷袭。扑空的夏灵溪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我不是说了吗？不要跳起来打我膝盖！说着，秦昊跟拎小鸡仔一样将夏灵溪给拎了起来。快放开我！放我下来！坏蛋！被秦昊拎着，夏灵溪也不老实，他挥动着粉嫩的拳头，要给秦昊一点颜色瞧瞧。秦昊见状，直接禁锢住夏灵溪的修为，然后将他跟皮球一样丢在空中。啊，我错了，放过我！这刁蛮的小公主见秦昊如此，顿时就知道怕了，连连开口向秦昊求饶。秦昊可不会理他，当即腾空而起，朝着夏灵溪口中太子与暗杀者战斗的地方而去。至于夏灵溪，则是被秦昊用一根绳子绑着牵在身后。混蛋，你敢如此羞辱本公主，我不会放过你的！一路上，夏灵溪都在威胁着秦昊，然而秦昊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敢嘴硬，老实待着吧。见威胁不起任何作用，夏灵溪终于服软了，饶了我吧，我是个女孩子，你忍心如此对我吗？秦昊撇了撇嘴，你是女孩子，我还是男孩子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夏灵溪被秦昊对得一时语塞，终于他放弃了抵抗，被秦昊用绳子吊着，跟个挂件一样飞在秦昊身后。抵达夏灵溪所说的遭遇暗杀的地方后，秦昊简单看了一眼，便眉头微皱：“你确定你们是在这里遭遇了暗杀？然后你太子哥哥带人平时反抗，并将你藏到山洞里？”夏灵溪点了点头：“是啊，怎么了？”秦昊无语地摇了摇头：“你看，这里有打斗的痕迹吗？树都没倒一棵，元婴境修士的战斗，方圆百里的花草树木还有活路吗？”说着，秦昊重瞳控制住夏灵溪的精神，然后又催动七窍玲珑心，开始读取夏灵溪的记忆。看完夏灵溪的记忆后，秦昊的嘴角忍不住地扯了扯，他伸出手，朝着夏灵溪的脑门用力地弹了一下。夏灵溪捂着脑袋，痛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你干嘛总弹我脑袋？再弹，我都快被你给弹傻了。秦昊翻了个大白眼，你的傻还需要我弹吗？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瓜，这是暗杀吗？这分明是奈太子要除掉你。秦昊的话让夏灵溪整个人如遭雷击，他连连摇头，不可能，你放屁！太子哥哥他对我最好了，他要除掉我，那他为什么不杀我，而是要把我藏到山洞里面？秦昊耸了耸肩，我又不是他，我怎么知道？但从你的记忆里的那些画面，那群暗杀的黑衣人与太子交手时处处留手，太子也没使出全力，显然是在演戏，说不定是想要自导自演一场暗杀的戏码来除掉你。至于你为什么还活着，或许是中间出了什么意外，导致他们计划只能被迫终止。说到这里，秦昊扭头看向夏灵溪，你不信我没关系，我们现在回大苍国皇都，你且看看你那太子哥哥是不是还好好的，不就知道了。夏灵溪点了点头，不管是搬救兵还是探查真相，都应该回一趟皇都。见这小傻瓜答应下来，秦昊牵起他的手就要催动玉佩，将自己和夏灵溪传送到大苍国皇都。然而夏灵溪却是一下就将手给缩了回去，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临时道侣那也只是无奈之举，当时我只有向你求救这个办法了，你不要动什么不该有的念头。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龚俊哥哥在我心里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秦昊扯了扯嘴角，还是个恋爱脑，切，非分之想。这夏灵溪虽然长得可爱，但看起来跟个小屁孩一样，秦昊能动就有鬼了。行，既然不让牵手，那秦昊就不牵。他从背后一把抓起夏灵溪的衣领，将他跟狗仔一样拎了起来，然后催动玉佩，将他和自己传送回了大苍皇都。眨眼间的功夫，两人便抵达了大苍皇都。看着脚下这熟悉的建筑，
夏灵溪整个人都愣住了。我们这就到了。夏灵溪脸上写满了错愕与茫然。太快了！魔兽森林到大苍皇都，横跨了大半个大苍国。寻常元婴修士全力驾驭飞行法宝，也需要2、3天的时间。就算是他父皇渡劫境大能，想要从魔兽森林回到大苍皇，都也要半个时辰吧。可刚才他只感觉眼前一花，周围的景象飞速倒退、扭曲，一个眨眼的功夫，然后就来到了皇都的上空。这速度简直匪夷所思，闻所未闻，大惊小怪。秦昊语气平淡地将自己的玉佩收好，开玩笑，先帝亲手打造的法宝，能不快吗？秦昊此刻越是表现得云淡风轻，夏灵溪就越是震惊。他满脸好奇地打量着秦昊，这自己随手捡的租界道侣究竟是什么来头啊？如此骇人听闻的速度，他竟然说大惊小怪。夏灵溪带着秦昊回到自己的行宫，他的贴身侍女见到自己主子回来，显得很是高兴。公主殿下，您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子殿下昨天返回皇宫，说您生死未卜，奴婢以为再也见不到殿下您了。侍女的话犹如一记惊雷在夏灵溪耳边炸响。什么？太子哥哥昨天就回来了，而且不仅没有搬救兵救我，反而还说我生死未卜。夏灵溪有些难以置信地后退了2步，此刻他的眼神中满是茫然。秦昊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脑中浮现，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瓜，你太子哥哥这是要除掉你？夏灵溪不敢相信，难道太子哥哥平日里对他的好都是装出来的？他竟然如此狠心要除掉我，可是这是为什么？他为何要如此？夏灵溪平退侍女，屋内只剩下他和秦昊，他眼眶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喂，丑八怪，我是不是很蠢啊？夏灵溪对秦昊的称呼听得秦昊太阳穴的青筋突突直跳。丑八怪！秦昊的血压止不住的飙升。他秦昊，秦家弟子，未来引发万千红颜劫的绝世美男，自认为颜值满分的存在，居然被眼前这个哭的鼻涕泡都要冒出来的智商堪忧的傻瓜一而再再而三的喊丑八怪。秦昊一个暴速敲在夏灵溪的脑袋上，简直是蠢得不能再蠢。夏灵溪捂着脑袋，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别打了，再打就更蠢了。小公主回来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皇宫，那位太子殿下自然也是得到了消息。不多时，他便带着一人来到夏灵溪的寝宫。侍女禀告太子殿下求见时，夏灵溪恨得牙痒痒。他还敢来见我？丑八怪，你先藏起来，等他一出现，你就给我狠狠地教训他。秦昊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盯着夏灵溪，冰冷的眼神透过狰狞的獠牙面具，沉静地落在夏灵溪的脸上。夏灵溪看到秦昊的瞳孔一分为二，深邃如混沌深渊，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和灵魂。周遭的法则之力都因这双眼睛的存在而剧烈颤动。盯着秦昊的眼睛，夏灵溪感受到了一种源自灵魂层次的绝对压制与恐惧。他踉跄着后退一步，不敢再去看秦昊的双眼，只是紧紧地抱着自己。你想干嘛？夏灵溪心中此刻已然掀起惊涛骇浪。不会错的，这双眼睛是传说中可无敌于世的重瞳。身为大苍国公主的夏灵溪对许多古老传说和天地异象都有所了解。关于重瞳的记载，她曾在藏书阁最古老最残破被列为禁忌的一卷兽皮古籍上看到过。重瞳者非人，尽神魔，生而具圣人之相，掌法则权柄，眼开则乾坤动，谋合则万法尽。夏灵溪没想到自己随手捡到的玉佩，其中召唤而来的灵石道侣，竟然是传说中的重瞳者。重瞳一开，那股凌驾于常理之上的绝对高位格气息，让即便身怀七窍玲珑心的夏灵溪也止不住的颤抖。就在这时，秦昊开口了，带口不择言，我把你舌头拔了。被秦昊这么一下，夏灵溪连忙捂着自己的嘴，生怕下一秒秦昊就要将他的舌头给拔出来。不要，可是我叫你什么呢？你从来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啊。秦昊，叫我秦昊就行。秦昊只是扫了一眼夏灵溪，便收回了视线。这个傻女人和清月完全没法比，要是每个客户都跟清月一样乖就好了。收回视线，秦昊退到了阴暗处。咕嘟，夏灵溪不争气地咽了口水，看向秦昊的眼神中满是后怕。太可怕了，被他盯着，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了一般。就在夏灵溪心潮澎湃、思绪混乱之际，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太子夏阳来了。夏灵溪求助般向秦昊投去目光，却发现秦昊刚才站着的位置此刻已空无一人。秦昊不知何时已彻底隐匿，气息全无，仿佛从未出现过。夏灵溪拍了拍胸口，在心中给自己打气道，不会有事的，有秦昊在，他可是重瞳者，太子哥哥伤不了我的。想到这里，夏灵溪深吸一口气，对着门外喊道，请进。门被推开，太子夏阳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在看到夏灵溪后，他一个箭步冲到夏灵溪面前，不由分说的给了夏灵溪一巴掌。蠢货，你回来干嘛？你知不知道你会死的？这一巴掌不仅把夏灵溪给打懵了，就连在暗处的秦昊一时之间都有些没反应过来。他还以为这夏阳见到夏灵溪后会跟夏灵溪续舌尾，没想到这家伙直接给了夏灵溪一个大嘴巴子。不过他这话什么意思？听他的话，事情好像另有隐情。夏灵溪捂着脸，一脸愤怒地瞪着夏阳。秦昊凶我，太子哥哥也打我，专门挑我这个软柿子捏是吧？很好，你们惹我算是惹到棉花了。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吗？
夏灵溪鼓着脸，气呼呼地对夏阳吼道。夏灵溪的话让夏阳两眼一黑，他扶着额头，悠悠地叹了口气。果然，我就是不能对你的脑子抱有太大的希望。我要想杀你，费了这么大劲，为什么还要留你一条活路？你以为我自导自演暗杀的戏码是在给你看的？我那是给我们父皇看的。要你死的人不是我，是父皇。你我一母同胞，是我最疼爱的亲妹妹，我怎么舍得杀你？是父皇，他以皇位许诺我，要我杀了你，将你的七窍玲珑心取出献给他，助他成仙，便让我当皇帝。我不愿，才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本以为你能明白我的用意，结果你这傻妹妹怎么自己跑回来了？说到这里，夏阳长叹一口气，还好，一切都还来得及。父皇一直在闭关，短时间内他出不来。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大苍国，有多远跑多远，记住，一定要活着。说着，夏阳将身后一人拉了出来，对夏灵溪说道：灵溪，你不是最喜欢龚俊吗？我把龚俊带来了，我问过他的意愿了，他会带着你远走高飞，护你平安的。那面容清秀的男子朝夏灵溪笑了笑。公主殿下，来日方长，请多关照。一直躲在暗处的秦昊现在算是彻底弄明白什么意思了。这夏阳并不是要害夏灵溪，相反，他是在保护夏灵溪。想到这里，秦昊扯了扯嘴角，心中不禁暗道：你哪里是高估夏灵溪的脑子了？这个大傻瓜，他就没脑子。对于夏灵溪这种人，就应该事无巨细，和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行。秦昊叹了口气，从虚空中一步踏出，空间泛起阵阵涟漪，很快也吸引了夏阳和龚俊的注意。当看到秦昊突然出现时，两人还以为是皇帝派来的人。夏阳连忙一把将夏灵溪护在身后，而龚俊则是朝秦昊发动攻击。不要啊，龚俊哥哥，你不是他的对手。夏灵溪的话非但没有让龚俊退却，反而激起了龚俊的战意。作为大苍国公认的年轻一辈第一人，龚俊自然有自己的依仗，他的依仗便是甄氏灵瞳。龚俊双眸骤然亮起，瞳孔深处细密的银色纹路交织，这是他的特殊体质。甄氏灵瞳可以看破幻象，看穿敌人的弱点，甚至预判对手下一秒的动作。龚俊用甄氏灵瞳上下打量了一眼秦昊，发现秦昊的修为只有元婴境6种。公主殿下放心，我以为这人多强呢，原来只是一个元婴境6种的修士。虽然比我高几个等级，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越阶战斗了。龚俊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夏灵溪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了，如此一来才能让对方对自己更加仰慕。面对冲过来的龚俊，秦昊没有做出任何防御和闪避的动作，只是随意的抬起眼眸，嗡，一股比警告夏灵溪是更恐怖的威压席卷龚俊的识海，仿佛一头太古凶兽横冲直撞闯了进来。在接触到秦昊目光的刹那，龚俊脸上的从容与冷厉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惶恐和骇然。因为有甄氏灵瞳，龚俊的感受比其他人都更加直观。眼前的这位是一种无法理解、无法窥探，甚至无法注视的恐怖存在。不甘心的龚俊全力催动自己的甄氏灵瞳，企图来看穿秦昊的弱点，然后他就看到了自己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秦昊那双平静的眼眸在龚俊惊愕的目光中一分为二，在那双重瞳虚影中，每个瞳孔都仿佛蕴含着一个正在演化的世界。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压将龚俊笼罩，在这双眼睛面前，自己引以为傲的甄氏灵瞳不值一提，被众瞳注视着，龚俊感觉自己比伊利尘埃还要渺小。这双眼睛是众瞳吗？怎么会？传说中才存在的天生圣人，怎么会出现在大苍国？扑通，龚俊扑通跪倒在地。现在他哪里还有战意？此刻的龚俊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认识被颠覆的错愕当中。夏灵溪浑身一颤，他知道秦昊比龚俊强，但是没想到两人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身为大苍国年轻一辈第一人的龚俊哥哥，竟然连秦昊一个眼神都接不住。好厉害！而且他才18岁，比我还小2岁，他未来能成长到何等地步？好想看看他面具下究竟长着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说不定比龚俊还帅。夏灵溪盯着秦昊一动不动，眼中泛起了异样的光芒。秦昊一脸无语的瞪了眼傻站在原地的夏灵溪，然后无奈道：咦，不说些什么吗？被秦昊这么一提醒，夏灵溪如梦初醒，他连忙开口对夏阳说道：哥，别打了，自己人，是秦昊救了我，把我带回了大苍皇都。听到自家妹妹的话，夏阳不禁长舒一口气，原来是自己人。若眼前之人真是敌人的话，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夏阳朝秦昊行了一礼，多谢道友出手救下我妹妹，在下还有一事相求。道友实力强大，我希望道友您能带着我妹妹离开大苍国。走？为什么要走？把狗皇帝杀了，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秦昊的话让三人僵在原地。夏灵溪声音有些颤抖的开口道：你能杀掉渡劫境修士？杀掉渡劫境？秦昊只有元婴境的修为，如果是化神，甚至炼虚，秦昊凭借众瞳、先天道体和七窍玲珑心，还有一系列底牌，有希望将其打败。可毕竟是渡劫，差距太大，他不是对手，杀不掉。我只是元婴境，但我可以找人来杀，在秦家随便找个护卫都是仙人境的修士了，拿捏一个渡劫境不要太轻松。然而此话一出，夏阳心神一颤，看向秦昊眼神中的忌惮又多了几分。他在想秦昊究竟是什么来历？渡劫境在他嘴里
怎么跟路边的阿猫阿狗一般，好像随便找个人都能击败一样。但很快，秦昊的提议就遭到了夏阳的反对。秦昊兄弟，多谢你的好意，不过这是我大仓国的事情，大仓国不能没有父皇，没有父皇这尊度洁净的修士压着，国内国外不知会出多少乱子，所以还请秦兄帮忙，带着灵犀离开大仓国。秦昊没有回答夏阳，而是转头看向夏灵犀，你怎么想的？夏灵犀抿着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秦昊，那你就带我走吧，那毕竟是我的父亲，是给我生命的人，他要杀我，我却不能杀他，从今往后就当我没有这个父亲吧。秦昊深深地看了眼夏灵犀，然后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心中暗道：真是个傻女人。夏阳拍了拍夏灵犀的肩膀，沉声道：灵犀，不要怕，哥哥还在，总有一天我会将你接回来的。说着，夏阳对一旁还没从秦昊的众同之危中缓过神来的龚俊道：龚俊，你也和他们一起走吧。夏阳的想法很简单，秦昊这样的天骄断然不可能保护夏灵犀一辈子，他能出手，夏阳就已经很感激了，还是得为夏灵犀找一个长期的保镖。龚俊就是个不错的人选，大仓国第一天骄，而且自家妹妹一直崇拜他，说不定还能促成一段姻缘。彼时的夏阳还不知道，在秦昊一个眼神秒杀掉龚俊后，龚俊在夏灵犀心中的形象便一落千丈。人就是这样，一旦触及了真正的优秀，心中的标尺就已经变了，再回头走敷衍将就的路，只会觉得别扭，甚至煎熬。龚俊朝夏阳拱手行礼：太子殿下，我一定不负所托，会照顾好公主殿下的。闻言，夏灵犀瞥了眼龚俊，然后又看了眼身旁的秦昊，和眼前低三下四的龚俊一比，夏灵犀觉得秦昊真的是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从容，一种居高临下，视万物为尘埃的平静。夏灵犀往秦昊身边靠了靠，然后开口道：不必了，有秦昊陪着我就行了，我不需要龚俊。秦昊很厉害的，有他一个人就够了，龚俊跟着会拖后腿的。夏灵犀的话让龚俊整个人僵在原地，他嘴角抽了抽，拖后腿。我龚俊再不济，那也是大仓国第一天骄，百岁成为元婴境的我天赋，即便放在圣地也不会差太多吧。还有，公主对我的称呼是怎么回事？以前她看到我都会热情的称呼我为龚俊哥哥的，现在只是冷冰冰的龚俊。夏阳愣愣的看了眼夏灵犀，然后又意味深长的看了眼秦昊。迎着夏阳的目光，秦昊扭头看向一旁的夏灵犀：还是把他带上吧，我只能陪你1个月的时间，1个月后我便会离开，这之后你总需要有人保护吧。然而夏灵犀却不这么认为，你离开我可以跟着你一起走啊，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家了，跟着你刚好。听到这话，秦昊嘴角扯了扯，带着一个这么笨的拖油瓶，那不是影响自己接单吗？秦昊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不可能，1个月后我们肯定是要分开的。听到秦昊的回答，夏灵犀撅着嘴，脸上涌出失落的神情。一旁的夏阳轻笑了2声，然后对龚俊说道：龚俊，那就麻烦你了，照顾好我妹妹，日后我必有重谢。龚俊点了点头，请殿下放心，我会的。就这样，3人踏上了浪迹天涯的旅途。为了让夏灵犀的旅途更顺利，夏阳将自己的灵舟给夏灵犀，同时还把自己积攒的资源全部送给夏灵犀。灵舟内部装饰华美，空间宽敞，平稳地穿梭在云层之中，朝外看去也是一幅不错的风景。秦昊独自坐在靠窗的软榻上，闭目养神，獠牙面具遮挡了面容，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疏离感。夏灵犀就坐在秦昊对面，双手撑着脑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秦昊，脸颊偶尔泛起可疑的红晕，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最忙碌的当属龚俊了，因为先前被秦昊一个眼神秒杀，此刻他正殷勤地围着夏灵犀打转，想要弥补之前在夏灵犀面前丢掉的颜面。灵犀，这是你最喜欢的冰晶玉莲糕。龚俊端着一碟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香气的糕点递到夏灵犀的面前。夏灵犀看了眼精致的糕点，又下意识地瞥了眼秦昊，然后连忙接过糕点，并道谢道：谢谢龚俊哥哥。听到夏灵犀对自己的称呼，龚俊的脸上扬起一抹笑容。灵犀他终于又愿意叫我龚俊哥哥了，不枉我为了他专门学习着冰晶玉莲糕的做法。然而下一秒，龚俊脸上的笑容便彻底僵硬住。只见夏灵犀从龚俊手中接过冰晶玉莲糕后，就端着糕点小心翼翼地走到秦昊面前。秦昊。夏灵犀声音细细的，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和期待。这个是冰晶玉莲糕，味道很好吃的，而且其中用了千年雪莲，可以起到宁心静气的作用，你要不要尝尝看？不必。秦昊淡淡开口，他对糕点没有兴趣。宁心静气，身负先天道体和七窍玲珑心的他根本用不上。可夏灵犀却像没听见一样，依旧执着地看着秦昊：就尝一块吗？很好吃的。夏灵犀的语气中带着几分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撒娇的意味。龚俊伸出的手僵在了空中，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夏灵犀。作为大仓国小公主的夏灵犀，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因为身边的人都宠着她，她也养成了娇蛮任性的性格。虽然之前夏灵犀向龚俊展露出好感，但2人相处时，夏灵犀永远都是带着公主和命令式的口吻和自己说话，她何曾用这般小心翼翼，甚至带着点讨好和撒娇的语气主动和自己说过话。龚俊愣愣地看着夏灵犀，眼前的夏灵犀想要靠近，又生怕打扰对方，
眼神中闪烁着期待与忐忑，声音又软又轻，浑身带着一种属于少女的羞涩与笨拙。这个模样的夏灵溪对龚俊来说完全陌生，也是他想要得到的。一股强烈的酸涩与不甘瞬间冲上龚俊的心头，他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着，深吸一口气。龚俊再度开口道：“灵溪，秦昊道友在修炼，不便打扰。这糕点本就是我为你准备的，还是你自己吃吧。”然而夏灵溪就像没有听到龚俊的声音一样，他捻起一块糕点就往秦昊嘴里送：“尝一点吗？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糕点了，你说不定也会喜欢的。”秦昊被夏灵溪这锲而不舍的劲儿弄得有点烦了，无奈地张开眼睛。秦昊张嘴将夏灵溪送到嘴边的糕点吃下。当秦昊的嘴唇触碰到夏灵溪手指的瞬间，一股如同被羽毛轻轻拂过的酥麻感从指尖传遍夏灵溪全身，好软，还带着一点点温热。夏灵溪心脏失控狂跳，他有些感叹太快了，要是能多接触一下就好了。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就被夏灵溪给甩出去了。哎呀，夏灵溪你在想什么呀？羞不羞？可是夏灵溪的眼神却不听使唤，他小心翼翼地用那双琥珀色的眸子打量着秦昊，面具遮住了秦昊大半张脸，只露出额头、紧闭的双眼以及下巴和嘴唇，盯着秦昊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夏灵溪看得有些呆了，他以前只觉得龚俊的眼神明亮有神，是极好看的，可是秦昊的这双眼睛，即便闭着，也好像一幅精心勾勒的水墨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接着夏灵溪的视线不受控制地下移，最终落在了秦昊的嘴唇上。刚才他就是碰到了这里，这算是他亲了我吗？秦昊的嘴唇并不算很薄，形状却生得很好，看着秦昊那线条优美、颜色诱人的唇瓣，夏灵溪觉得甚至有几分性感。这个念头让夏灵溪心头一阵激动，混合着巨大的好奇和隐秘的期待。他好想看看这张面具下究竟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是丑八怪，还是帅得不知天地为何物呢？看够了吗？一道平淡的声音骤然打断了夏灵溪越来越离谱的遐想。秦昊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正静静地盯着夏灵溪。近距离看到秦昊的那一双眼眸，夏灵溪整个人都陷了进去，好看，这双眼睛比星辰还要壮丽耀眼。好看吗？秦昊嘴角微微上扬，眸子里满是玩味的神情。夏灵溪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整个人猛地一弹，他手忙脚乱地站起身来，眼神慌乱地四处乱飘。我可没看你，我是在看外面的云，对，我是在看云，今天的云真好看啊！嗨，秦昊和夏灵溪两人之间暧昧的气氛逐渐升温，却无人在意。在某个角落里，曾经的大仓国第一天交却已经是悄悄地碎掉了。3天后，三人一路向南，以灵州的速度，三人已经离开了大仓国。夏灵溪回头看向大仓国的边界，脸上流露出浓浓的担忧，也不知道太子哥哥他怎么样了，希望父皇不会迁怒于他吧。夏灵溪很不解，明明父皇对他也是疼爱有加的，甚至父皇为了自己觉醒7窍玲珑心，前往魔兽森林最深处，与其中妖王激战3天3夜，为自己采来珍稀灵草，可为何现在却要为了一颗7窍玲珑心置自己于死地呢？就在夏灵溪感伤之际，龚俊缓缓走到夏灵溪身旁，手中还拿着一个玉瓶。灵溪，这是百花凝露，是我为你特意寻来的，你拥有7窍玲珑心，这凝液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谢谢龚俊哥哥。夏灵溪收下百花凝露，然后屁颠跑到秦昊身边，看到这一幕，龚俊的眼睛几乎极度的要冒火。那是他这3天费尽心思为夏灵溪寻来的，可转眼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就成了夏灵溪用来讨好另一个男人的贡品，这让龚俊心里根本无法接受。将夏灵溪那近乎花痴的模样尽收眼底，龚俊此刻只觉得胸口闷得发疼，嘴里仿佛含了一颗极苦的丹药，苦味一直蔓延到心底。他闭上眼睛，手紧紧地抓着栏杆，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泛白。夏灵溪，我放弃大仓国的一切，也要来守护你，你却如此对我，既如此，那你休要怪我。嫉妒、愤怒、苦涩的情绪将龚俊整个人裹挟，他攥紧了手中的拳头，眼中流露出一抹凶狠的神色。他默默地拿出一枚传音玉简，给另一头传音了几句后，龚俊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释然的表情。几乎是在龚俊传音的同一时间，原本还在闭目修炼的秦昊猛地睁开眼睛，然后他扭头看向龚俊。众瞳之力与7窍玲珑心的力量融合后，秦昊能够预知凶吉。刚才秦昊在龚俊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恶意，这让秦昊不得不警惕，毕竟在这尔虞我诈的修仙界，又有谁能信得过谁呢？在看到秦昊突然看向自己时，龚俊浑身一颤，他有些心虚，但很快他便将心里的这份心虚给压了下去，转而朝秦昊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一旁的夏灵溪却是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此刻的他整颗心都放在秦昊的身上。他拿出龚俊给自己的百花凝露递给秦昊，秦昊，这百花凝露对修炼有帮助，我看你修炼这么刻苦，这凝露便给你吧。秦昊有些无可奈何地看了眼夏灵溪，心中不禁暗道，傻瓜，你可长点心吧。秦昊缓缓起身，这种低级的凝露我用不上，你自己用吧。说到这里，秦昊顿了顿，然后取出一门功法交给夏灵溪，这功法和你的7窍玲珑心很适配，不要修炼你之前地功法了，转修这门吧。还有20多天的时间，我会好好指导你修炼，在这修仙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夏灵溪接过秦昊递来地功法，
眨着他那双大眼睛。好的，你给我递功法，我肯定会好好修炼的。时间如白驹过隙，20多天的时间转眼便过了。这20多天的时间里，灵州飞越了数个国家，途经山川湖海，其中也遇到了一些打劫的修士，但都被秦昊给轻易打发掉了。这20多天，秦昊严厉地指导夏灵溪修行，在秦昊给予地功法和天才地宝的帮助下，夏灵溪都突破到元婴境了。元婴境的实力在南域这么一个偏远地带，足够他自保了。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秦昊发现夏灵溪这个傻丫头对自己的依赖变得更强烈了。起初，夏灵溪还只是想要把好东西分享给秦昊，笨拙地讨好秦昊。后来他开始习惯性地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时间看向秦昊，这种依赖已经渗透到了各种细枝末节，甚至夏灵溪会不自觉地模仿秦昊盘膝静坐时的姿态，连呼吸的频率都试图调整一致。有时秦昊看向窗外发呆，这傻丫头也会学着秦昊对着同样的地方发呆。回想起这20天的相处细节，秦昊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个学人精。让秦昊有些意外的是，之前他明明在龚俊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恶意，但是这20天龚俊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负面情绪，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围着夏灵溪打转，只不过夏灵溪理他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或许是我多心了吧。秦昊缓缓起身，看了眼正在努力修炼，尽可能提升实力的夏灵溪，沉默了一会儿，秦昊开口道：“小傻瓜，我们的租期到了，我要走了。”秦昊的话让夏灵溪浑身一颤，他忙起身上前一把抓住秦昊的大手：“就要走了吗？不能留下来多陪我一会儿吗？或者我跟着你一起走也行啊。”夏灵溪很害怕分别，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偷偷计算着剩下的日子，然后心里一阵发慌。夏灵溪发现自己越来越贪恋有秦昊在身边的日子了。虽然龚俊对自己也很好，但是那种好总让夏灵溪有点别扭。秦昊就不一样了，他强大、神秘，看似冷漠，却切实地保护自己，教导自己，给夏灵溪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方向感。秦昊揉了揉夏灵溪的脑袋，轻轻一笑：“这就舍不得我离开了。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谁冷冰冰地说自己有喜欢的人，叫我不要有非分之想的？”闻言，夏灵溪的脸色瞬间长得通红，他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那个时候还小不懂事，我现在知道了，我喜欢的人是你，你留下来好不好吗？”因为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夏灵溪才会对龚俊越来越冷漠。他自然知道龚俊对自己的心思，既然没结果，那就快刀斩乱麻断了他的念想吧。秦昊看着夏灵溪通红的脸颊和那双满怀期待的眼眸，缓缓地将手从夏灵溪紧握的掌心中抽出。租期结束了。秦昊后退半步，拉开了与夏灵溪之间的距离。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要学会自己思考，不要什么都依赖别人。看着秦昊后退半步的动作，夏灵溪的心一点点沉入冰窖。但很快，夏灵溪就调整好了心情，他抬头看着秦昊，开口道：“那你告诉我以后我能去哪里找到你，可以吗？”夏灵溪的话让秦昊浑身一颤，他不禁想起了父亲秦无涯说的万千红颜劫，这小傻瓜会是其中一员吗？可还是算了吧。再度被秦昊拒绝，夏灵溪眼神黯然，他撅着嘴，最后一出一个条件：不答应带我走，也不愿意告诉我去哪里才能找到你，那你摘掉面具，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总可以吧？秦昊看着夏灵溪，那倔强的眼眸中泛着泪光，混合着离别的不舍和被接连拒绝的委屈。秦昊沉默了片刻，最后选择了妥协。行吧。说完，秦昊抬手，修长的手直取夏脸上的面具。夏灵溪屏住呼吸，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眼睛一眨不眨，就连一旁的龚俊也投来了目光。他也好奇面具下面的那张脸会是怎么样的。面具被轻轻摘下，没有刻意营造的慢动作，只是很寻常的露出面具下的真容。就在那张脸完全展露的刹那，夏灵溪感觉时间仿佛都停止了，夕阳仿佛找到了归属，温柔地落在秦昊的脸上，镀上一层金边。这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剑眉斜飞入鬓，带着浑然天成的贵气，那双眼睛深邃的像是能包容星海的夜空，精致的五官每一处都完美到无可挑剔，组合在一起更是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冲击力。夏灵溪彻底呆住了，他的心脏在胸腔内砰砰狂跳，脸上的红晕迅速蔓延。好看，太好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汹涌澎湃的悸动与倾慕，如决堤的洪水般瞬间冲垮了夏灵溪的心理防线。之前那朦胧的好感，此刻找到了清晰的载体，他彻底毫无保留地沉沦了。见傻丫头盯着自己的脸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秦昊上前一步，伸出手轻轻弹了一下她的额头。现在满意了。听到秦昊的话，夏灵溪如梦惊醒，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英俊脸庞，夏灵溪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突然双手勾住秦昊的脖子，然后踮起脚尖吻了上去。身旁龚俊看到这一幕，瞳孔剧烈收缩。不，强吻完秦昊后，夏灵溪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哼，你现在已经被本公主打下印记了，不管以后你在哪，我都会找到你的。说完，夏灵溪转过身去，不再看秦昊一眼，丑八怪，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了。夏灵溪说的干脆利落，甚至还带着他从前惯有的娇蛮。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心里究竟有多难受。赶他走是因为不敢再看，他怕自己会彻底失控，
丢进颜面，做出更丢人的举动。秦昊深深地看了眼这个傻丫头，然后身影便消失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听不到身后传来任何动静，夏灵溪这才缓缓转身。他走了，真的走了。这时龚俊适时地上前：“灵溪，秦昊兄弟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要再想他了。”夏灵溪撅着嘴，早知道心里会这么难过，他就不装硬气了。要是自己死乞白赖地求他留下，他会留下吗？见夏灵溪全然不理会自己，龚俊的脸色变了变。不急，那秦昊才刚刚离去，谁知道他有没有走远？等确定他不会再回来后，我便动手。与此同时，虚空中叮，警告，租期结束还有3天的时间，请宿主尽快返回客户身边。听着脑海中传来的电子音，秦昊撇了撇嘴，急什么？我这也没离开多远，主要是我想看看这龚俊想搞什么鬼名堂。他让我感觉很不对劲，但又没有表现出来任何异常。我怀疑他是在忌惮我的存在，等我一走，说不定就要露出马脚了。龚俊这一等就是3天的时间，3天了，那秦昊似乎是真的走了。想到这里，龚俊嘴角微微上扬。夏灵溪，秦昊走了，你和七窍玲珑心都是我的了。龚俊一步一步走向正在盘腿修炼的夏灵溪。夏灵溪的七窍玲珑心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恶意，他猛地抬头看去，发现这恶意的来源竟然是龚俊，这让夏灵溪如临大敌。他立马取出秦昊给予他的仙剑横在胸前，厉声呵斥道：“龚俊，你要干嘛？”龚俊冷哼一声：“干嘛？当然是干你啊！贱货，我经营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让你对我有好感了，可你仅仅1个月就移情别恋。本来我不想让你这么痛苦的，你的模样我还挺喜欢的。如果你听话的话，我取走你的七窍玲珑心之后，能留你一条活路，让你成为我的玩物。可现在，我只想将你折磨致死。”夏灵溪连连后退，一边退一边威胁道：“你敢害我，秦昊不会放过你的。”闻言，龚俊冷笑连连：“秦昊，哈哈，他已经走了，我早就从你们的对话中听出来了，你们之间也只是一场交易而已。蠢货，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一回事，是你自己入戏了。”龚俊的话让夏灵溪脸色铁青，他咬着牙：“我还有太子哥哥，太子哥哥他绝不会放过你的。”此话一出，龚俊笑得更癫狂了：“哈哈哈，夏阳，在我们离开后没几天，他应该就死了吧？整个大仓国现在不姓夏了，姓龚。你以为是倪父皇要取你的七窍玲珑心？哈哈，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事实吧，倪父皇早就死了，不仅死了，还被我爹练成了傀儡。取你的七窍玲珑心也是为了我。当时那秦昊提议搬救兵将皇帝杀了的时候，我还真害怕呀，都要多谢你和夏阳2个蠢货，你们2个人救了我爹一命呢。”龚俊的话让夏灵溪脸色铁青的瘫坐在地上，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畜生，我父皇可是你师父啊！”龚俊耸了耸肩：“师父，呵呵，情义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了，我只相信实力。你父皇那个蠢货，就是因为太信任我，才会被我长期下毒，最后变成我爹的傀儡。”说着，龚俊一个闪身来到夏灵溪跟前，夏灵溪惊慌地握着手中的仙剑朝龚俊挥出一剑，恐怖的剑气以极快的速度斩断了龚俊的一条胳膊。看到这一幕，夏灵溪都愣住了。秦昊给我的这把剑好厉害！吃痛的龚俊连连后退，他心有余悸地看了眼夏灵溪，冷哼道：“贱货，那秦昊对你还真舍得，竟将如此宝剑赠予你。不过很快他就属于我了。”见识到自己如今实力的夏灵溪缓缓站起身，看向龚俊的眼神充满了不屑：“切，少吹牛皮了，你我都是元婴境，我还有秦昊给我的宝剑和武技，今天看看是谁杀谁。”闻言，龚俊轻蔑一笑：“谁说我要杀你了？本来我是想慢慢戏耍你的，可你与那秦昊打情骂俏，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你还不知道吧？我早就让我爹赶过来了。”话音未落，龚俊的身后出现了2道人影，其中一个正是龚俊的父亲龚晨，另一个夏灵溪的父皇夏灵。不过此刻的夏灵已经是一具傀儡了。龚俊的话犹如淬了毒的冰锥，一根根筋准无比的刺入夏灵溪心中最弱的地方。不，这不是真的。看着自己父皇的尸体，夏灵溪只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变成黑白色了，所有的疑惑在这一刻都恍然大悟。父皇还是那个疼爱自己的父皇，根本没想杀自己，这一切都是龚晨和龚俊父子的阴谋。看着夏灵溪崩溃，龚晨嘴角微微上扬：“你们全家还真是蠢到一堆去了。你父亲对我这个至交好友信任不已，更是我儿毫无保留。若非他如此信任，我怎可用食神散一步一步地侵蚀他的元神，而让他毫无察觉？我还听说你认识一个重统者，他提议要让背后的势力将皇帝杀死，而你觉得这是你的父皇，所以阻止了。真是可笑啊！你们夏家人但凡心狠一点，何至于此？不过你那个哥哥倒是有点手段，竟然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脱掉了。没关系，整个大仓国都是我的了，我能慢慢的把他弄死。今日我便取你七窍玲珑心为我而铺路。”龚晨大喝一声，然后急速朝着夏灵溪袭来。夏灵溪只不过初入元婴，面对一个渡劫境，仅仅只是对方身上的威压，就让震得他无法动弹。夏灵溪看着不断逼近的龚晨，绝望地闭上了双眼。隐约之间，他看到了一道挺拔如松的身影从虚空中踏出。看到这一幕，夏灵溪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都说要死之前会见到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我现在最想见的人就是他吗？秦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如果以后你知道我的死讯，会为我伤心吗？秦昊挡在夏灵溪身前，用自己的身体为夏灵溪挡下了宫城的这一击，有着虚空地袍护体。宫城这一击对秦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秦昊的目光落在了夏灵溪身上，那双总是明媚灵动，带着娇蛮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琥珀色眼眸，此刻正紧紧地闭着。她不再是那个会跳起来打他膝盖，会端着糕点讨好他，会偷偷看着他发呆的娇憨公主了，而是一个家园倾覆、彻底崩溃的可怜少女。小傻瓜，我才不会为你伤心呢，有我在，你根本死不掉。秦昊有些心疼地笑骂一句，然后伸出手轻轻弹了一下夏灵溪的额头。感受到这熟悉的动作，夏灵溪猛地睁开眼睛。当看到秦昊时，他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秦昊，真的是你？秦昊轻轻一笑，你总是喜欢问废话，我就站在你面前，不是我还能是谁？秦昊见过夏灵溪胆小的模样，见过她娇蛮的模样，见过她傻乎乎依赖自己的模样，还见过她强吻自己后强装镇定的模样，每一样都是那么的鲜活，甚至有点让人头疼。可是现在夏灵溪毫无生气，仿佛灵魂都被抽走的破碎模样，让秦昊感到一种莫名的不适，心中的怒意更是翻涌不已。秦昊的出现，夏灵溪再也绷不住了，她猛地扑进秦昊怀里，像个小孩子一样告状道：秦昊，他们欺负我，帮我狠狠地教训他们。秦昊揉了揉夏灵溪的小脑袋，你就在一旁好好休息一下吧，剩下的交给我。说着，秦昊缓缓转身看向宫家父子。现在秦昊声音冰冷，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来好好算算这笔让小傻瓜如此难过的账吧。宫俊看到秦昊出现，整个人都懵了。不是，这家伙怎么还在这？他不是已经离开了吗？为了确认他离开，我足足等了3天，他怎么还出现了？爹，小心了，这是就是那个重瞳者。秦昊，没想到啊，你竟然这么快就出现了，想来你一直都没走吧？此话一出，功臣脸色一滞。什么重瞳者？听自己儿子讲述，这重瞳者背景也不一般，随手给夏灵溪的修炼资源，那都是仙人强者挤破脑袋也抢不到的。这等手笔背后定是有一个庞大的势力，说不定是来自3界9天上3天的某个顶级家族。想到这里，功臣朝秦昊拱了拱手道：道友，我无意与你为敌，这是我宫家和夏家的事情。秦昊冷哼一声，小傻瓜的事就是我的事。还有，你们这种背信弃义、辜负他人信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家伙，不配活着。这个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可正因为如此，一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善意才是那么的难得可贵。这个破破烂烂的世界，就是靠着这些对他人天生抱着善意的人缝缝补补，才能人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可这2个人渣却将其亲手毁了。秦昊的话让宫臣和宫俊2人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眼见无法说服秦昊离开，宫俊立马开口道：爹，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说了，快将此方天地封锁起来，免得他通风报信。重瞳者又如何？不过只是元婴境的修为，您可是渡劫境大能，还炼化了夏灵这么一具渡劫境的傀儡，2个渡劫境还能拿不下他？至于他背后的势力，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不是我们不放过他，而是这秦昊要为了夏灵溪不放过我们。大不了我们2个浪迹天涯，我就不信3界9天这么大，他背后的势力能找到我们。此话一出，立马得到了功臣的赞同。的确，既然无法劝退，那就只能杀了，不能给这小子拖延时间搬救兵的机会。这般想着，功臣果断出手封锁空间，避免秦昊能够传递出去任何信息。躲在秦昊身后的夏灵溪一脸担忧：秦昊，2个渡劫境，你能打赢吗？秦昊看了眼夏灵溪，无奈道：我天赋再强，也只是个元婴，面对2个渡劫，怎么赢？都怪你，这下可被你坑惨了，我这下真得折在这里了。什么？那你快逃吧，你肯定有逃命的手段吧？别管我了。一听这话，夏灵溪急得都要哭出来了，全然没有注意到秦昊眼眸中那捉弄的神情。逃？哈哈哈，逃不掉了。小子，我给过你活命的机会，可你不知好歹，非要与我为敌。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今日七窍玲珑心我要，重瞳我更要。功臣放声大笑，管他背后有什么势力，大不了杀了秦昊后躲起来就是。要是能得到重瞳，他说不定可以挣到传说中的仙王。届时他有重瞳，他儿子身负七窍玲珑心，小小的大仓国算什么？未来他父子2人甚至有可能成了一个荒古世家。一旁的宫俊看向夏灵溪的眼神满是灼热的神情。爹，把秦昊杀了就行，夏灵溪留他一命，我讨好他那么久，可他仅与秦昊相处了1个月就移情别恋，我要好好的折磨他。此话一出，夏灵溪脸色更苍白了几分，他紧咬红唇，看向宫俊的眼中充满了憎恶。无耻！你这样只能说明我是对的，你这种人连秦昊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面对夏灵溪的指责，宫俊却是满不在乎。所以呢，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马上就是我的人了。至于他，呵呵，重瞳者，没成长起来的重瞳者，不过如此。秦昊看着自说自话的宫家父子，一脸无语的扯了扯嘴角，自己在这里逗小傻瓜玩，他们2个怎么也信了？不会真以为自己搬不了救兵吧？他的玉佩是秦无涯打造的，那可是仙帝级别的无上大能，
一个渡劫境修士部下的结界能防住先帝的手段，这两个人究竟在得意什么？就在秦昊心神涌动之际，那功臣却是抓住机会，一击朝秦昊袭来。砰！功臣一掌拍在秦昊的身上，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弹开，又被挡住了。这小子身上穿的这件玄袍不一般。功臣看到秦昊身上的虚空地袍闪过一道亮光，便轻松挡下了自己的全力一击，这让他意识到秦昊身上的袍子绝非凡品。一道贪婪的念头在功臣心中蔓延，这小子身上的宝物还真是多，不过这些很快都是我的了，不管是他的重瞳还是宝物，通通都属于我。那画面仅仅只是想一想，功臣就按捺不住澎湃的心情，他哈哈大笑：小子，你的依仗便是你身上这套袍子吧？防御力的确不错，但是催动如此强大的防御宝具所要耗费的灵力肯定不小吧？你又能撑多久呢？秦昊没有说话，虚空地袍并不如功臣想的那般需要灵力催动，但它也有限制，一天只能抵挡10次攻击，10次后他进入了恢复期，变成一件没有防御力的衣服。见秦昊不说话，功臣以为自己说对了，他哈哈一笑：看来我说对了，小子，去死吧！说完，功臣接连朝秦昊发动攻击，企图通过不断的攻击来耗尽秦昊的灵力。眼见虚空地袍的防御次数所剩无几，秦昊对着天空大喊道：爹！这一喊把在场的3人都给喊懵了。龚俊率先反应过来：哈哈，秦昊啊秦昊，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吗？你以为现在认我爹为干爹，我们就会放过你？功臣更是不屑一笑：这就是重瞳者，天生圣人，哈哈，竟然叫我爹，今天你就是叫爷爷都没用。夏灵溪更是被吓得不行，完了完了，这下子真完蛋了，秦昊都被吓得叫人家爹爹了，看来今天是死定了。哎，他不该来救我的。秦昊一整个也愣在了原地，不对，怎么和自己想的不一样？不是说先帝级别的大能都是禁忌存在，不可直呼，不可默念，不可窥视，否则会引发无量因果，被规则抹除吗？怎么自己那便宜老爹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在秦昊愣神之际，功臣再度袭来，给我死！虚空地袍挡下这一击，10次抵挡机会耗尽。眼见功臣的下一次攻击要落下，秦昊再次朝天空大喊道：秦无涯！便宜老爹的名字刚被喊出，3个古朴苍劲由大道本源直接勾勒出的金色字符凭空出现，每一个字符都蕴含着难以想象的重量和威压。随着它们的出现，整个3界9天的空气都凝滞了，时间跟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构成3界9天的法则之力更是因承受不住这3个字的重量而发出哀鸣。龚家父子和夏灵溪3人瞪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这3个金色字符。这是上古时代的字，他们并不认识，但这3个字显现时，他们灵魂深处传来一种如同直面天地终结般的恐惧。秦昊喊出秦无涯的名字后，他的声音直接响彻了整个3界9天，就连过去未来的时间长河中也不例外。当然，这并不是秦昊的能力，而是这个名字本身触动了至高无上的禁忌。整个南域万国的修士都看到天空突然就暗了下来，并不是乌云蔽日，而是所有的光线、色彩乃至存在的概念在先帝之威面前自行退避。紧接着，一只手掌探出，那手掌无法丈量其大小，覆盖了整片天空，掌纹如山岭沟壑，掌心之中似有日月轮转，星河生灭，宇宙洪荒的缩影仿佛都在其中沉浮。咕嘟！龚家父子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当场失禁，两人瘫坐在地上，脸上满是惊骇、恐惧的神情。这是他弄出来的动静，仅仅只是叫了一声爹。龚俊脸色煞白，整个人目光呆滞。他想要说叫了一声秦无涯，然而却发现想说那3个字的时候，喉咙就像被扼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甚至仅仅只是在脑海中想了一下那个名字，灵魂深处便传来一道威压，直接将他的神魂湮灭。天哪，这是他爹！不用亲临，仅仅只是叫了一声真名，便有如此恐怖的威能，他爹究竟是何等存在？功臣张着嘴，他想逃，可是他能逃到哪里去呢？那张大手仿佛将整个3界9天都盖住了。功臣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张巨手落下，将自己跟拍死一只虫子一样拍死。夏灵溪彻底傻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嘴巴无意识地张开，形成一个滑稽的 O 型。刚才发生了什么？秦昊喊了一声爹，天就黑了。那个手掌是怎么回事？它仿佛就是天空本身，带着无穷的伟力和至高的规则，让人灵魂都止不住的颤栗。见夏灵溪愣在原地，秦昊轻笑着上前，伸出手弹了一下他的额头。夏灵溪捂着额头，鼓着脸道：别弹了，本来就不聪明，再弹就更笨了。哈哈哈！秦昊哈哈一笑：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夏灵溪将头扭到一旁，哼，你3天前不是就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秦昊耸了耸肩，谁叫我放心不下你这个小傻瓜呢？我怕我不在，你被人骗了，还要帮人数钱啊？秦昊的回答让夏灵溪心中窃喜，他果然还是在乎我的。不过夏灵溪还是装作一脸不在乎的模样，你才傻呢，我那都是装出来的，混淆视听，让敌人放下警惕。秦昊并未反驳，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对，你说的都对，我都信了。丁，距离租期结束还有10分钟，道个别，咱
咱们要开始新的旅程了。听着脑海中的倒计时，秦昊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缓缓抬头看向夏灵溪，柔声道：“灵溪，这次我真的要走了。”秦昊的话让夏灵溪浑身一颤，他已经没有父皇了，太子哥哥也不知所踪，现在秦昊也要走吗？看着一脸委屈巴巴的夏灵溪，秦昊的心终究还是软了下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走，以我的背景，我能给你找一个容身之地，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的。夏灵溪这小傻瓜，之前就想跟着自己一起离开，如今自己提出带他走，他肯定是不会拒绝的，只是要将他安置在哪呢？玄天圣地肯定不行，清月还在那呢。要是两个人以后见面，还都知道彼此是我的客户，还不一定能碰撞出什么火花。瑶池圣地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灵溪的七窍玲珑心和瑶池还挺搭的。就在秦昊思索该把夏灵溪安置在哪的时候，夏灵溪开口道：“秦昊，谢谢你，不过这次我就不和你一起走了。”闻言，秦昊微微一愣，不跟我走了？夏灵溪点了点头，我不能走，我要去找太子哥哥，他现在生死未卜，我放心不下他，我可以让人帮你找。夏灵溪摇了摇头，不用了，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要回大仓国。说着，夏灵溪走到被炼制成傀儡的夏灵尸体旁。父皇他一直有个梦想，他希望有朝一日整个南域能够统一，不再像如今这样万国割据，无数普通人因为战乱流离失所。我父皇是个很好的人，他希望每个普通人即便不能修炼，也能安稳度过一生。我现在想要完成父皇的愿望。说到这里，夏灵溪看向秦昊，我知道以你的背景，即便是帮助我一统南域，也只是一句话的事，但这是父皇的心愿，我要亲手去实现。秦昊看着眼前的夏灵溪，话到嘴边却咽了下去。夕阳的余晖洒在夏灵溪脸上，给他苍白的脸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他蹲在父皇的尸体旁，手指轻轻拂过那毫无生机的脸庞，动作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悲伤。秦昊感觉夏灵溪变了，他的眼神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明与决绝，他好像不再是那个遇到危险下的只会闭上眼睛的傻丫头了。他开始变得沉稳坚韧，就像是一块原石，经过打磨后开始真正散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光芒。秦昊眼神中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欣赏。他轻轻扬起嘴角，行，既然是你的选择，那我尊重。说着，秦昊屈指一弹，在夏灵溪的体内留下了一道印记，这是我的灵魂烙印，遇到危险就催动这枚烙印，我会及时赶到你身边的，只有一次使用机会，好好珍惜哦。眼见秦昊要走，夏灵溪开口将秦昊叫住，等一下。秦昊顿住脚步，一脸询问地看向夏灵溪，怎么后悔了？夏灵溪轻轻摇了摇头，他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秦昊，眼神中夹杂着期待和忐忑。以后我还能再阻你吗？用我自己的方式付报酬。本来秦昊是要拒绝的，可是夏灵溪身上发生如此变故，他有些不忍心，于是开口道：“那要看你的报酬够不够特别了。”说完，秦昊不再多言，最后再看了眼夏灵溪，他便催动玉佩离开了。夏灵溪站在原地，看着秦昊消失的方向，许久未动。叮，订单结束，请您对本次服务给出评分，低分到高分分为1星到10星。夏灵溪将自己的评分等级注入玉佩之中，他满眼不舍地朝秦昊离开的方向又看了眼，最后他不再茫然，迈着沉甸甸的带着悲伤却更有力量的步伐返回大仓国。另一边，凭借先帝打造的玉佩，秦昊眨眼间便返回了秦家。丁，检测到客户夏灵溪提交评价，评价等级9星，优秀。丁，夏灵溪订单最终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9星好评。共分的夏灵溪5生气运，获得评价奖励噬魂幡。噬魂幡攻击威力随吞噬的神魂数量和神魂强度而定，没有上限，但每次攻击都会消耗其中神魂。系统的电子音刚落，一面充满邪气的噬魂幡就出现在秦昊的手中。秦昊眉头紧锁，9星，这小傻瓜，他真是傻瓜呀！他想要干嘛？对我哪里不满意？亏我还担心他会被人欺负，甚至破例给他留下了一道灵魂烙印，让他以后遇到危险联系我。结果这傻丫头，她就是这么对我的，只给我9星。丁，夏灵溪给宿主留了一句话，是否立即查看？立即查看。秦昊冷哼一声，这小傻瓜，他要是不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下次见面自己非得把他屁股打开花。正在播放客户留言，9星评价，是我仔细想过的哦，可不是乱打的。扣在你总是弹我额头，很痛哎，而且你还说我傻，虽然好像是有一点点了。扣在你戴面具，明明长得那么好看，却总不让我看，小气鬼。扣在你在指导我修炼的时候，总是说我笨，可能真的有一点，但你不能总说啊，我也是会难过的。夏灵溪列举了秦昊的一系列罪状，最后他留下一句，不过你放心，最后一颗星星我把它存起来了，你说过的，只要我的报酬足够特别，那么就还能租你。等我准备好报酬的时候，我会将租金还有这颗存起来的星星一并交给你的，你到时候可不许耍赖哦。所以我并没有哪里对你不满意了，我只是想把完美留到下次而已。本来还因9星评价而有些不爽的秦昊，在看到夏灵溪的留言后，心底的那点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他盯着夏灵溪的留言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化为一声无奈，却带着几分宠溺的叹息。这个傻瓜，评分机会他只有一次啊！将夏灵溪的留言又看了一遍，秦昊点击了关闭按钮，
然后调出自己的信息面板，姓名秦昊，身份荒古世家秦家弟子，气运5升，普通人，无甚特殊，修为元阴境巅峰，体质重瞳，先天道体，7窍玲珑心，宝物9节剑，噬魂幡，虚空地袍，法神通太虚剑法，太古龙皇法香，30息。看着自己的气运，秦昊一脸惆怅，我现在的气运才5升，这气运别说清月了，就连灵犀都远远不如。气运10升便是1斗，10斗便是1担，被自己分了5升气运走，下灵犀还有9斗5升，而清月更是还有4担9斗的气运。单论气运，这2个人都是秦昊可望不可及的大佬。也不知道清月在玄天圣地怎么样，有大侄子护着，想来应该还不错吧。想他了，想他那就亲自去看看啊。秦昊喃喃自语，突然身后传来一道戏谑的声音。秦昊猛地一惊，忙转身望去，只见那仙王侄子秦中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秦昊身后。大侄子，你不好在你玄天圣地待着，回家干嘛？你不怕别人发现你秦家人的身份啊？秦中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秦昊，这是我那徒弟让我转交给你的。秦昊眉头紧锁，什么信啊？你还专门跑一趟，你是真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啊？秦中天轻轻一笑，本来呢我是不屑于跑的，但是谁叫这个徒弟我很满意呢？小叔，多谢你啊，给我送了一个这么好的徒弟，我徒儿清月有成帝之资。提起苏清月，秦中天的脸上满是骄傲，这个徒弟他实在是太满意了。也就是苏清月之前所在的苏家只是将他当作工具，不愿培养他，但凡在他身上多投入一些资源，苏清月的天赋早就展露出来了。天赋好还是其次，主要清月的悟性和气运同样好到离谱，不管是武技还是神通，秦中天稍微点拨他1-2下，他就能学会。还有那逆天的气运，秦中天让苏清月去打扫一间荒废的洞府作为修行之地，你猜怎么着？苏清月竟然在这洞府之中得到了上古剑祖的传承，气运好到秦中天都不禁感叹，苏清月完全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秦中天拍了拍秦昊的肩膀，信已送到，那就没我的事了，我走了，你好自为之。秦昊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走就走，好自为之什么鬼？威胁我？秦昊满腹狐疑地拆开秦中天送来的信，信封上带着苏清月身上好闻的香气，展开信纸，一行行清秀且透着内敛的字迹映入眼帘。苏清月恨不得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秦昊，比如他修为又突破了，又掌握了一门剑法，还有他得到了上古剑祖传承。得到剑祖传承，师父夸我有成帝之子，可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若你在此见了这般剑光，又会怎么评价呢？再有3日便是我的生辰，往年在家中不过一碗长寿面和几句不痛不痒的祈福，今年师父要给我大办特办，被我婉拒。此信送出，我便进入秘境之中，短则数日，长则数月才能回归，愿你一切顺遂。秦昊严重怀疑这压根不是什么信，而是苏清月写的日记，他将自己每一天的收获都跟流水账一样记录了下来，然后寄给自己。3天后就是他的生日吗？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秘境历练，反正我现在时间充裕，倒是可以给他准备一个小惊喜。根据系统的情报，新的订单预计7天后才能接到，秦昊有7天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在莽荒秘境。秦中天的声音从背后悠悠传来，秦昊猛地一下蹦起来，大侄子，你不是走了吗？合着你一直在偷窥我是吧？这就不厚道了。秦中天的声音没有再次传来，好像这次他是真的走了。过了好一会儿，秦昊突然冷笑一声，别藏了，我已经发现你了，出来吧，大侄子。一片死寂。秦昊双手负于身后，头颅微微上扬，呈45度角。怎么还要我这个当叔叔的亲自请你出来吗？依旧死寂。砰！秦昊抓起桌子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够了，给我出来！仍然死寂。秦昊这才松了口气。看来这次是真的走了。虚空中将一切尽收眼底的秦中天久违地露出一抹笑容。哈哈，这小叔还挺有意思，这次我是真走了，希望你到时候不要怪我用苏清月骗你。流光一闪，秦中天的身影彻底消失于虚空之中。打定主意在苏清月生日那天送他一个惊喜后，秦昊便开始寻找各种宝物。寻常丹药法宝，清月现在肯定是不缺了，而且以那丫头的性子，太过浮华或功利的东西反而让他觉得生分。这般想着，秦昊很快便打定了主意，他得剑祖传承，那我就送他一个能平复心绪、保持剑心通明的地宝物。这般想着，秦昊立马吩咐管家让炼器阁即刻打造出来一个满足此等功能的法宝。时间一晃，3天的时间便过去了。秦无涯又召见了秦昊一次，秦昊还以为秦无涯是和之前一样告诫自己不要到处沾花惹草，却不料他开口便给了秦昊一记重击。江家要退婚，你怎么看？秦昊一整个愣住了。退婚？退谁的婚？我吗？江家与秦家一样，同样都是荒古世家，可是两家关系不是水火不容的吗？也没听说过江家和秦家之间有婚约啊。两家人一见面，向来是拼个你死我活的。秦无涯瞥了眼秦昊，冷哼道：不是退你的婚，难道退我的？秦昊懵了，可我之前也没听说我有婚约啊。还有，江家和我们秦家不是水火不容的吗？跟谁有婚约，也不能跟江家有吧？秦无涯双手负于身后，
抬头看向天空，水火不容，那是江家和秦家的事。我和江家家主是年少结识的挚友，婚约是我和他两家之间的事。本来呢，我是算出你刚满18便会夭折，想着婚约告诉你也没意义，却不料出了变故，该死之人不但没死，反而还获得了了不得的机缘。仅仅只是出去了一趟，就又多了一颗七窍玲珑心，而且气运又增加了。秦昊，你身上的机缘让我都不禁感到眼红啊！秦无涯的话戛然而止，他的目光犹如探照灯般紧紧地聚焦在秦昊身上。秦无涯的那双眼睛深邃的能吞噬星辰，被秦无涯盯着，秦昊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剥开的橘子，赤条条的暴露在某种至高法则的注视下。咯噔，秦昊的心猛地一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尤其是想到秦无涯之前的所作所为，这位可是能为了正道先帝而强行抽取子孙后代的狠人啊！一股彻骨的寒意直冲秦昊天灵盖，心虚。秦昊感到前所未有的心虚，自己那点秘密不会被他给看穿了吧？秦昊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爹，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就我这点机缘，哪能入您的法眼？”秦无涯没有说话，依旧静静地看着秦昊，目光没有丝毫变化。被秦无涯这般注视着，秦昊只感觉自己后背都被浸湿了。就在秦昊快要承受不住这股无声的压力时，秦无涯伸出手拍了拍秦昊的肩膀：“不要紧张，我找你来不为别的，是为了你和江家婚约之事。”秦昊脸色变了变，他发现秦无涯拍自己肩膀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力量注入了自己体内，这股力量为他遮掩了天机。有了这股力量，只要对手不如秦无涯强大，那么便无法看穿自己的修为、体质，就连重瞳开启会一分为二的特性都被掩盖了。而秦无涯就像什么都没做一样，自顾自地说道：“江家那丫头名为江心瑶，她天赋不错，与你同岁便已拥有一身合体境的修为，而且身负天皇神体，滴血重生，不死不灭。她知晓你气运被我强占，是个短命鬼，所以要退婚，其实也能理解吧？站在她的角度，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吧？”秦昊没有否认，只是点头道：“退婚，那就退呗，一桩婚约而已，我也不稀罕。”听到这话，秦无涯的嘴角止不住地抽了抽，他想起了自己看到的那一角未来，这小子倒也没说谎。不过有一点秦无涯不解，他明明在那未来的一角看到了江心瑶啊，他率领江家与那绝世剑仙意欲妖皇一起围攻秦家，这小子退婚了，两个人还能有交集？他推演过了，一旦退婚，两人的姻缘便彻底断了。是什么力量又重新将这根红绳给续上了？看不透，这小子自从熬过了那次死劫后，身上就有一团迷雾，即便是我也无法看穿。这就是天机尊者口中的变数吗？强夺子孙气运，本来以为荒唐至极，现在看来还不赖。想到这里，秦无涯开口道：“行，你的想法我已知晓，江家那丫头不能同你共患难，如今你蜕变成我秦家麒麟子，那便没有道理负责她，这婚便退了吧。”说到这里，秦无涯顿了顿，随后接着说道：“我在你身上留下的那道气息可以屏蔽天机，你的体质、气运都被遮掩，无需担心。我只是不想在你成长起来之前引起太大的轰动。”秦昊的体质太过于逆天了，重瞳、先天道体，现在又加了个七窍玲珑心，每一个都是顶级体质。而且秦无涯猜测，秦昊以后还能获得更多的体质。而且最让秦无涯感到心惊的是，秦昊的气运竟然还在稳步提升。如此妖孽，要是被其他几个荒古世家和秦家的敌对势力知道，绝对会遭到暗杀。所以秦无涯这才出手为秦昊屏蔽天机。告别秦无涯后，秦昊便离开了秦家，前往莽荒秘境。凭借秦无涯打造的玉佩，秦昊瞬间便抵达了此处。感叹玉佩好用的同时，秦昊不禁感叹秦无涯的实力强悍。仅仅凭借他打造的一枚玉佩，自己就能随心所欲前往3界9天的任何地方。莽荒秘境，苏师妹，我们一同结伴而行吧。我是元婴境，有我保护你，可以带你前往莽荒秘境更深处。师妹，跟我一起。师兄，我是化神境，比他能更好的保护你。面对身边男弟子们的示好，苏清月冷着一张脸，闭上眼睛，对他们置之不理。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他心中那人一根毫毛。苏清月身旁的一个红衣美女看了眼苏清月，又满脸戏谑地看向身旁的一众男弟子：“你们也敢打苏师妹的主意？1个月前那人镇压整个玄天圣地的一幕，都忘了吗？”赵思雅的话让周围的男弟子们尴尬一笑，然后悻悻离去。等到男弟子们都离去后，赵思雅扭头对苏清月说道：“清月，休整好了吗？咱们该继续前进了。”恢复了些许灵力的苏清月朝着赵思雅行了一礼：“多谢师姐，我一个金丹境拖你后腿了。”闻言，赵思雅满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哎，这算什么？咱们同门之间就是应该互帮互助，而且我也不喜欢和那些男人在一起，他们看我的眼神总让我很不舒服。”说着，赵思雅一把抱住苏清月，在苏清月身上贪婪地吮吸了一口：“还是师妹你好啊，香香软软的。”苏清月被赵思雅吓了一跳，她连忙推开赵思雅，脸上满是害羞的神情：“师姐，莫要取笑我了。”赵思雅轻轻一笑：“苏师妹，你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一个女人都忍不住对你动心呢。”听到这话，苏清月向后退了一步：“师姐，我不喜欢女的。”苏清月的回答让赵思雅愣了愣，片刻后她哈哈大笑：“哈哈，
清月，你想哪去了？行了，我不逗你了，走吧。你不是想要寒玉髓吗？前面盛产寒玉髓，咱们过去看看。暗处，秦昊看着苏清月与同门一起在秘境历练，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清月他也有自己的朋友了呀，真不错。他想要寒玉髓，前方可有一股元阴境的气息，仅凭清月和那红衣女子，恐怕不是对手。这般想着，秦昊催动玉佩，提前一步前往盛产寒玉髓的地方。刚一踏入，一道嘶吼声便跟着传来，一只硕大的冰魄魔蛛以极快的速度朝秦昊逼近，他口中还吐出了一道蛛丝。元婴巅峰，看来我来对了。这头魔蛛的实力不是清月他们二人能够应对的。面对那足以轻易洞穿金石的淬毒蛛丝，秦昊连眼皮都没抬，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便将其震碎。元婴境的妖兽灵智都不低，见秦昊如此轻松的将自己的蛛丝解决掉，这头元婴境的冰魄魔蛛立刻掉头就走。看到这一幕，秦昊轻轻一笑，凶往我之后想跑，跑得掉吗你？虽然你我都是元婴巅峰，但元婴巅峰之间亦有差距。话音未落，秦昊催动重瞳，因为秦无涯给秦昊屏蔽了天机，所以秦昊此刻即便催动了重瞳，眼睛看起来也与寻常人别无二异。左眼射出一道精神之力将魔蛛束缚住，右眼射出一道毁灭乌光将魔蛛一击必杀。秦昊取出魔蛛的内丹放在醒目的位置。清月想要寒玉髓，这魔蛛靠吞食寒玉髓变强，他的内丹对清月的帮助只会比寒玉髓更大。做完这些后，秦昊便藏匿回暗处，他很好奇清月多久才能意识到是自己在暗中帮助他的。不多时，苏清月和赵思雅两人便来到了这处冰窟入口。当看到那魔蛛的尸体时，赵思雅立刻摆出了战斗姿态，因为此刻距离还比较远，又是突然看到魔蛛，加上魔蛛内丹还在，其散发的淡淡威压导致赵思雅并没意识到这头魔蛛已经死了。苏师妹小心，这里竟然有一头冰魄魔蛛，这妖兽在不济都是金丹境，这里又有寒玉髓如此宝物，说不定他都晋升到元婴境了。相比于警惕的赵思雅，苏清月率先发现了异常。不对，师姐，这魔蛛好像死了。两人小心翼翼地靠近，等到走近后，两人看到魔蛛脑袋上有一个骇人的伤口，真的死了。看这伤口，魔蛛是被一击毙命的。苏清月没有说话，她的注意力全放在尸体旁边一枚拳头大小、通体冰蓝的内丹上。赵思雅也注意到了这枚内丹，她脸色大喜，哇，好大的内丹！看这规模，这魔蛛都快化神了。咦，奇怪，是谁杀了这魔蛛？他为何不取走这内丹？忽的，赵思雅脸色骤变，她横剑于胸前，眼神充满警惕。是谁？出来！太反常了，秘境之中杀人夺宝是常态，哪有杀了妖兽不去处理战利品，反而将战利品摆放到如此醒目的地方的？感觉就像是专门等着他们来一样。这让赵思雅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就在赵思雅与空气斗智斗勇的时候，苏清月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她强迫自己冷静，然后靠近魔蛛的尸体，仔细打量着魔蛛的伤口。这魔蛛上面残留的力量让苏清月感到很熟悉，一个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在她脑海之中。离别的那晚，秦昊催动重瞳，截取天地法则实力，为自己铸造守护之剑。魔蛛尸体上的气息同样混沌而古老，还有一股漠视万物的余韵，这与秦昊的重瞳如出一辙。苏清月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一个名字脱口而出：秦昊，是你吗？苏清月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一个可能了。秦昊怕他遇到危险，提前将这魔蛛打败。一旁的赵思雅眉头紧锁：秦昊，这不是师妹你朝思暮想的那人名字吗？你觉得是他来了这里，然后将这魔蛛给击杀了？苏清月点了点头，肯定是他，不会错的。我记得他的一切，这股气息不会错的，是秦昊留下的。暗处，秦昊心中生出浓浓的挫败感。不是吧？我还故意掩盖了部分气息，这都被清月给发现了。秦昊无奈地摇了摇头，清月真不愧是天赋，悟性和气运都拉满的气运之女啊。秦昊觉得，要是换成夏灵溪，那小傻瓜多半会觉得是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才不会意识到是自己出手了呢。感叹一句后，秦昊从虚空中踏步而出。清月，好久不见。秦昊朝苏清月张开手，脸上的神情一如既往的温柔。秦昊，看到秦昊，苏清月激动的当场失声。虽然只是分开了1个多月，可是这1个多月对他而言有多么煎熬，除了他自己，其他人谁都无法感同身受。苏清月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她用尽全身力气朝秦昊的怀里扑过来。苏清月身后，赵思雅在看到秦昊的那一刹，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这就是苏师妹喜欢的那人，好帅！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赵思雅自认见过的青年才俊不在少数，玄天圣地内更是天骄云集，其中不乏风姿卓越、气质出众者。然而那些人却没有一个可以与眼前之人相提并论。剑眉斜飞，不显凌厉，反而勾勒出无尽的洒脱与贵气，眼眸深邃如浩瀚星空，那看向苏清月时温柔的笑颜更是能逆逼人心。最重要的是他身上那高高在上、宛若谪仙般的超凡气质，让人发自内心的想要追随。赵思雅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看着依偎在秦昊怀里的苏清月，他甚至荒谬的希望此刻在秦昊怀里的人是自己。这个念头一出，
连赵思雅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脸上更是烫得厉害。秦昊，原来苏师妹喜欢的人竟是这般模样。此刻的秦昊浑然不知，自己的绝世容颜又成功帮他收服了一个小迷妹。他看着依偎在自己怀里的苏清月，嘴角轻轻上扬。好啦，还有别人在呢。听到秦昊的声音，苏清月这才惊醒，她连忙从秦昊怀里退了出来，脸上也飞上红霞。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赵思雅，师姐，这位便是秦昊。秦昊，这是赵思雅师姐，在宗门中对我多有照顾。秦昊扭头看向赵思雅，朝她轻轻一笑，赵姑娘，多谢你对清月的照拂。秦昊的声音清朗平和，仿佛有一种魔力，让赵思雅的心跳都漏了一拍。对上秦昊那双深邃的眼眸，赵思雅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应该的，不用客气，我喜欢苏师妹。说完，赵思雅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自己这说的都是些什么呀？秦昊用重瞳打量了一眼赵思雅，然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瓶精血递给赵思雅，这里，我看你修炼的是火属性功法，这是一瓶火属性真龙精血，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当做你照顾清月的谢礼。秦昊的话犹如一记惊雷，在赵思雅的心中炸响。什么真龙精血？每一滴对于仙人大能来说都是珍贵的宝物啊！他竟然一下就拿出来了一瓶，这是什么底蕴？一股强烈的羡慕从赵思雅心中涌起，他算是知道为什么苏清月对这个秦昊如此念念不忘了。如果自己是苏清月，被一个长得帅、实力强、背景可怕的男人如此宠着，也会如此吧？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照顾师妹是我的本分。闻言，秦昊摆了摆手，什么贵重不贵重的，一瓶精血而已，不值一提，收下吧。还希望以后你能多帮衬清月一二。不值一提。赵思雅心中骇然，这可是真龙精血啊！他当是路边的大白菜吗？在他口中竟然只是不值一提，这人背景得有多恐怖？赵思雅朝秦昊拱了拱手，已如此，那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经此一事，赵思雅更加坚定了要和苏清月打好关系的念头。苏师妹本身就天赋绝伦，进入宗门短短1月就从筑基晋升到金丹，而且背后还依靠这么一棵大树，和他相处好，百利而无一害。一旁的苏清月听到秦昊处为自己着想，心里说不上的甜。秦昊，你怎么会来找我？苏清月挽着秦昊的胳膊，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秦昊捏了捏苏清月那吹弹可破的小脸，我看到你写的信，知道你今天生日，所以特意过来了给你庆生啊。秦昊的话让苏清月眉头微皱，信？什么信？我没有给你写信啊。苏清月不敢奢望秦昊能回来见自己，她想的一直都是自己努力修炼，直到自己有资格能站在秦昊身边。秦昊也愣住了，可是大侄子他找我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啊。说着，秦昊还将自己收到的信给拿了出来，这笔迹和语气都很像你啊。看到信中的内容，苏清月立马就羞红了脸，她连忙将信从秦昊手中抢走，然后收了起来。师尊，这是我写的日记。他怎么这样？秦昊扯了扯嘴角，他就说这流水账一样的内容不像信件，合着是大侄子那个老六把清月的日记给偷过来了，以先王的手段将苏清月写的日记整合到一张纸上，不要太简单。秦昊笑着摇了摇头，我这大侄子看来是有反心呢。怎么不甘心分被我压一头，想要通过清月找回场子？哼，算盘要落空了，到时候你徒弟清月被分也得比你高。算了，过程虽然错了，但是结果对了，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呢。清月，你闭上眼睛。闻言，苏清月乖乖地闭上眼睛。秦昊将自己命人打造的法宝拿出，然后对苏清月开口道：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苏清月睁开，便看到秦昊手里多了一面小巧的镜子。这面镜子是由空灵玉配合7窍玲珑心之力打造，有静心凝神，名字呢暂时还没想好。它能照见本心，勘破幻境与心魔，对你修炼有帮助。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希望你能喜欢。喜欢？只要是你送的，哪怕是一块石头我都喜欢。苏清月从秦昊手中接过镜子，小心翼翼地将其捧在手心，仿佛这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对于苏清月来说也确实如此，她还从没收到过生日礼物，这是她的第一件生日礼物，而且还是由秦昊送的。对她而言，这面镜子就算给她一把极道地冰，她也不会换。瞧见苏清月这个模样，秦昊笑着打趣道：早知道你这么好打发，我何必浪费时间专门给你打造法宝，随便在路边捡个石头送你得了。苏清月满脸幸福的仰头看向秦昊，早知道一封信就能把你带回我身边，我就应该每天都给你写一封信。一旁的赵思雅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不好了。苍天呐，如果我犯了罪，请你降下惩罚，而不是让我在这里看着一个好不容易让我心动的男人去宠爱别的女人。好羡慕苏师妹啊，我的秦昊他现在又在哪里呢？秦昊陪着苏清月和赵思雅在这满荒秘境历练，有了秦昊的加入，他们可以不用只待在这秘境最外围了，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挑战那些等级高的妖兽，反正有秦昊给他们兜底。秦昊也没闲着，他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到元婴境一重，不使用重瞳、7窍玲珑心和先天道体，完全凭借自身去与妖兽战斗，积攒战斗经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晃便过去了4天的时间。几天的相处，
苏清月对秦昊多了几分依恋。在秦昊的指导下，他的剑法提升了不少。赵思雅也跟着沾了不少光，他对秦昊的态度也从最开始的惊艳、心动，逐渐转化为一种近乎仰望的崇拜。那份隐秘的悸动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到了心底。他知道秦昊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丁，你有新的租借订单，请注意查收。系统的声音让秦昊迅速收敛心神，他朝不远处的苏清月看了一眼。苏清月此刻刚刚解决掉一头金丹境巅峰的妖兽，额头带着细密的汗珠。见秦昊看向自己，苏清月朝秦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清月，秦昊声音平稳，轻轻唤了一声苏清月。苏清月敏锐地察觉到秦昊气息和眼神的变化，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凝。他快步走到秦昊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道：“怎么了？”秦昊一脸亲昵地揉了揉苏清月的脑袋：“我要走了，你好好保重，记住不要深入莽荒秘境，以你们的实力，也就只能在这最外围历练。”秦昊的话让苏清月心中涌起浓浓的失落。又要走了吗？去给别的女人当租借道侣吗？一想到秦昊要跑到别的女人身边给对方当道侣，一股难以抑制的醋意就在苏清月的心中翻涌。苏清月深吸一口气，平复好自己的心情，然后点头道：“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苏清月在心中暗暗立誓，自己要快些成长起来，要成长到实力比秦昊还强。以后秦昊要是敢出去给别人当道侣，他就把秦昊绑起来，让他永远陪着自己。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苏清月就不禁担心起来，自己这么做了，秦昊讨厌自己该怎么办啊？虽然很想独占秦昊，但是他更怕秦昊讨厌自己。秦昊伸出手在苏清月的鼻子上轻轻刮蹭了一下，想什么呢？脸色阴晴不定的，好好修炼，下次见面我可要检查你的修炼成果。说完，秦昊催动玉佩离开了。看着秦昊离去的方向，苏清月愣愣的出神。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照这个趋势下去，独占是没可能了。不过老大他还是要争一争的。离开莽荒秘境后，秦昊点开系统信息面板，查看起新的金主信息。客户姓名江心瑶，身份荒古世家，江家帝女，下单诉求臭男人，过来让我揍一顿。客户评级潜力巨大，天皇神体，当前气运四旦五斗。秦昊一整个愣在了原地。等等，江心瑶，荒古世家江家帝女，这不是那个要推我婚的未婚妻吗？搞吗？那这是狗系统，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回禀狗宿主，我是故意不小心的。秦昊一整个绷不住了，神他妈故意不小心的，这女人有暴力倾向啊！清月和灵犀的诉求我都能理解，这他妈让他揍一顿是什么逆天诉求？我没有被虐的癖好啊！狗系统，咱就是说这单我能不接吗？可以不接的呢，狗宿主。不过狗宿主因为气运不高，已经卡在元阴境很久了，错过这个订单，下一个订单还要很久哦。秦昊咂咂嘴，这系统还真是一点亏不吃，自己骂他一句狗系统，他就一定要骂一句狗宿主回来。无奈的叹了口气，秦昊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订单。确实，他卡在元阴境已经够久了，要是气运再多一点，他极可能突破至化神。丁，恭喜宿主接单成功，获得江心瑶同款天皇神体。秦昊只感觉一声亘古的凤鸣在自己灵魂深处炸响，他整个人仿佛与天地间的凤凰本源相连，他的丹田处燃起一股涅槃神火，这股神火顺着他的经脉灼烧，每一寸肌肤都无法幸免，剧痛让秦昊的神魂都摇摇欲坠。不过这份灼痛中又夹杂着霸道的净化之力，秦昊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本就不多的杂质被神火焚烧殆尽，筋骨被天皇之力重新淬炼，变得坚不可摧。最后神火内敛，收入秦昊体内。秦昊缓缓抬头，融合了天皇神体后，他心里生出一种我为天皇，万欲皆尊的睥睨感，仿佛他生来就该傲立九天，执掌涅槃神火。有点意思，心态都发生了改变吗？那我还是我吗？给我灭！秦昊催动众瞳，先天道体，七窍玲珑心，一同镇压体内那抹天皇的意志。他只需要天皇的力量，不需要这意志。要是融合了其他的意志，那他还是原来的自己吗？秦昊体内的天皇意志拼命反抗，秦昊也不再留手。太古龙皇法相开，龙威如玉，镇压八荒。一道龙皇虚影直冲秦昊体内，将那刚刚觉醒便想要傲立九天的天皇意志狠狠镇压住。紧接着，众瞳之力率先发难，洞穿本源，镇压神魂，将那天皇意志从秦昊的意志层面剥离。先天道体随之响应，包容万象，融汇万法，开始磨灭，吸收天皇意志中那不属于秦昊本我的杂质。七窍玲珑心大火收之，不仅抵御住天皇意志溃散带来的冲击，更是明辨本心，辅助众瞳和先天道体，将天皇意志转化为天皇本源之力，完美融入规划到秦昊自身的意志中。三股顶级体质的力量在秦昊的调动下，与太古龙皇法相内外夹击，分工明确，不一会儿就将体内的天皇意志镇压并净化。这才对嘛，给我力量就行了，意志什么的滚一边去吧。做完这些后，秦昊心中暗道，狗系统，把我传送到江心瑶身边去吧。好的，狗宿主。荒天界少女像是发泄般追杀眼前四散而逃的妖兽，她实力强劲，一身修为达到了合体境，足足比秦昊高出2个大境界。每一次灵力运转，身体内都会隐隐传出一道凤鸣，这对妖兽而言是生命层次上的威压。不一会儿，眼前数百头妖兽被他尽数剿灭。做完这些，
江心瑶拿起一枚玉佩，租借道侣。哼，好大的胆子，敢戏弄到我的头上！秦家弟子我都看不上，一个靠讨好女人来换取资源的废物，也配做我的道侣？临时的也不配。说着，江心瑶挥出一剑，这一剑空间扭曲，剑气撕裂苍穹，剑气所过之处，山峦被拦腰斩断，地面被离出万丈深渊，百里林海瞬间变成焦土。虚空中，刚传送到此处的秦昊一来就看到这样的一幕，他扯了扯嘴角，对系统说道：“狗系统，现在走还来得及吗？这女人合体境修为比我高出2个大境界，而且全身上下都是顶级法宝，完全不输我还真打不赢。接单之后不能取香的狗宿主。”闻言，秦昊悠悠地叹了口气，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从虚空走出。察觉到空间泛起涟漪的江心瑶猛地转过身来，当看到头戴獠牙面具的秦昊时，江心瑶眉头紧锁：“我这才刚刚出江家族地，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就跟上来了，找死！”显然，江心瑶将秦昊误会成欲对他图谋不轨的人了。他没有犹豫，拔剑就朝着秦昊杀来。秦昊连忙摆手：“等一下，我是被你召唤过来的，不是你下蛋，要我当你的租借道侣的吗？”看着面前一袭白衣，浑身散发着拒人千里之外冰冷气息的江心瑶，秦昊不禁感叹：我现在的实力距离荒古世家的顶级天骄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啊！这个人我就绝对不是对手。秦昊的话让江心瑶顿了顿，他一脸狐疑的上下打量了秦昊一眼。元婴境，骨龄与自己相仿，戴了一具丑了吧唧的面具，八成是个丑八怪，不过那眼睛倒是挺好看的。原来是你！江心瑶的声音仿佛裹挟着极北寒渊的冰封，手中长剑嗡的一声，让周遭空间都开始不自然的扭曲。谁给你的胆子，敢把这种龌龊的心思打在我的头上？最后一个字落下，江心瑶周身灵力轰然爆发，和体境的威压毫无保留的倾泻，如同海啸般扑面而来。秦昊只觉得周身骨骼都在嘎吱作响，体内灵力更是变得凝滞，这让他不禁再次感叹江心瑶的实力不俗。扛着压力，秦昊撇嘴道：“切，我龌龊，你不下单，我会来找你吗？嫌我龌龊，你别下单啊！怎么又挡有力啊？抢词夺理！”江心瑶虽为江家弟女，但此前一直都是在族中苦修，没有与同龄人打过什么交道。这次也是父母要她去秦家见一见未婚夫，她不愿，这才赌气从江家跑出来。而且以她的身份，也没人敢触怒她，在江家所有人都是顺着她的。如今被秦昊这么一对，与人交流不足的她一时之间竟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话，甚至她心里隐隐觉得秦昊说的有道理。是啊，自己不下单，他不就不会来了吗？想到这里，江心瑶心中那莫名的怒火瞬间消散了。江心瑶憋了半天，最后只憋出来强词夺理4个字。看到江心瑶这个样子，秦昊乐了，还以为是个难缠的家伙呢，原来是个小结巴。喂，小结巴，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呢？谁是结巴了？我。江心瑶急了，他越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结果却发现自己更结巴了。看到江心瑶这个模样，秦昊哈哈一笑，也还说自己不是结巴。我打死你！江心瑶彻底认清现实了，说自己是说不过面前这个面具男了，那就打。一个元婴境而已，自己可是合体境，一根手指头就能秒杀他。江心瑶拔出腰间佩剑就朝秦昊刺过来，秦昊双手附在身后，眼神中没有丝毫退缩之意，反正他有虚空地袍，一天能挡下10次攻击。而江心瑶见秦昊竟然一点也不躲避，不由得瞳孔微缩，然后连忙收回了力道。他有些不解地看向秦昊，为何不避？因为不怕。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江心瑶紧紧地盯着秦昊，秦昊的眼神平静，一点也没有族中其他人面对自己时的谄媚，这顿时让江心瑶提起了几分兴趣。这个租借道侣好像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没想到你这靠讨好女人来换取资源的人还有几分骨气。赞许了秦昊一句后，江心瑶将手中的仙剑丢给秦昊，然后自己又从储物袋中掏出另一把仙剑。我心情不好，你陪我切磋一下。秦昊接过江心瑶递来的仙剑，不禁露出一抹苦笑。你想趁机揍我就直说，你是合体境，我是元婴境，这之间足足差了2个大境界，你到底是想切磋，还是想趁机杀我？听到秦昊的话，江心瑶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哼，既然是切磋，我自然不会用境界来欺负你。你且放心，你的修为在元婴境巅峰，我会将修为压制到元婴境一重的。我们同阶一战。江心瑶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即便将实力压制到元婴境，他的实力也足以与寻常化神境媲美。秦昊在听到江心瑶的话后，顿时眼前一亮，同阶一战，哈哈，那你可是踢到铁板上了。你用合体境跟我打，我暂避你锋芒，同阶一战，你看我打不打得你叫爸爸就完事了。想到这里，秦昊对江心瑶笑道：江小姐，不需要你将实力压制到元婴境一重，与我同样都保持在元婴巅峰就行。对了，我丑话说在前面，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客户就对你手下留情，这可是你自己选的。同阶一战，到时候被打了可不要哭鼻子哦。秦昊嘴角噙着一抹笑，江心瑶这种出身顶级世家的大小姐最自视甚高了，自己只需要狠狠地挫一挫她的锐气，拔掉她身上的刺，她就会乖得跟个小猫咪一样。秦昊说完，江心瑶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般放声大笑，哈哈，臭男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同阶一战，还想将我打得哭鼻子？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秦昊一脸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你是谁？不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结巴吗？你再说。听到秦昊又说自己是结巴，江心瑶刚才那点因为秦昊眼神清澈而产生的微妙好感瞬间烟消云散。他现在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面具男。少废话，看招吧！江心瑶懒得和秦昊多费口舌，他大喝一声，心念一动，体内磅礴的合体境修为如潮水般退去，被强行压制到了元阴境巅峰的层次。这是秦昊自己选的，既如此，那自己就用元阴境巅峰的修为让这口出狂言的家伙付出代价。小心了！秦昊觉得该说不说，这江心瑶还挺有礼貌，出手之前还提醒自己小心。江心瑶的速度很快，快到只剩下一道模糊的白影，他所施展的步伐更是玄妙无比，如鬼魅般，眨眼间就来到了秦昊的跟前。天皇剑诀第一式凤凰羽，江心瑶手中的仙剑化作一道璀璨的银色匹链，配合他的天皇神体弥漫而出的凤凰威压，带着刺骨的寒意与撕裂一切的锋锐，直刺秦昊咽喉。这一击你反应得过来吗？江心瑶嘴角微扬，仿佛已经看到下一秒秦昊就倒在自己剑下的模样。他的这一击，即便是化神境初期也抵挡不住。江心瑶自信满满，殊不知在秦昊那双重瞳的注视下，江心瑶的身法轨迹还有剑招中的凌厉节点都如同掌上官文，被众瞳清晰无比的解析预判。秦昊甚至没有动用太多灵力，只是脚下步伐微微一侧，身形以毫厘之差精准无比的避开了攻击。江心瑶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他能感觉到秦昊的闪避并不是仓皇躲避，而是一种精准到令人发指的预判与从容。不对劲，我虽将实力压制，可即便如此，我的速度也堪比化神境修士，他是怎么如此轻松的躲避的？因为天机被遮掩，所以江心瑶并不知道秦昊是动用了众瞳的力量解析并预判了他的动作，因此他感到费解。仅此而已吗？你的动作真的很慢呐。轻松躲过江心瑶这一击后，秦昊嘴角微微上扬，用不屑的语气开口道，他想要激怒江心瑶，从而让江心瑶爆发出更强的力量。同阶一战，秦昊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毕竟他可是身负重瞳、先天道体、七窍玲珑心和天皇神体的人，这么多强大的体质融合在一起，量变是会引起质变的。我不信你能一直跟上我。不信邪的江心瑶心中生出了一股攀比的念头。身为江家帝女的她有着自己的骄傲，当看到秦昊露出的那抹嘲弄的表情时，江心瑶顿时加快了攻势，原地只留下几道残影，她的真身却已瞬移到秦昊的身侧，紧接着是身后、头顶。江心瑶的攻击从四面八方袭来，每一击都蕴含着强大的攻势，铺天盖地，封锁了秦昊所有的闪避空间。虚招太多，华而不实，看好了，我教你一剑。说着，秦昊从丹田中祭出自己的九节剑太虚剑法第一式归无，灰白色的剑气挥出，江心瑶用尽全力形成的封锁网络瞬间寸寸崩裂。什么？竟然一剑化解了我的攻击？江心瑶一整个愣在原地，看向秦昊的眼中多了几分不可思议。这人不光身法好，能闪避自己的攻击，攻击手段同样如此凌厉。短暂愣神后，江心瑶心中升起了浓浓的战意。你很强，同境界的战斗力，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你能排进前3。秦昊撇了撇嘴，才前3吗？没关系，今天我就会成为你心目中的第一。第一？江心瑶怒极反笑，那笑容美得惊心动魄。哈哈，你很自信吗？行，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今天你若能在同阶一战打败我，我江心瑶无条件答应你一个条件。一听这话，秦昊来了几分兴趣，他眉头轻轻一挑，江小姐，此话当真？任何条件都可以吗？见秦昊一副当真的模样，江心瑶轻轻一笑，这是自然，任何条件都可以。我敢这么说，因为你绝无可能打败我。天皇神体开启天皇神体后，江心瑶周身气息骤然一变，一股古老尊贵的气息如苏醒的火山般在他体内轰然苏醒。萧一声嘹亮穿透九霄的凤鸣响彻整片大地，这股叫声带着令万物俯首灵魂站立的至高威严。江心瑶一头乌黑长发无风自动，发梢末端染上了一层硫火般的赤金光泽。尽管修为依旧压制在元阴巅峰，但江心瑶的气势、灵力质量乃至生命层次都截然不同。天皇剑诀第4式焚天逐海，这一次没有多余光影，只有一道凝练到极致的赤红剑气，如同凤凰浴火，带着焚灭万物的高温朝着秦昊袭来。面对这威势惊人的一剑，秦昊也是收起了玩笑的态度。面对用出全力的江心瑶，他也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了。众瞳开，先天道体开。众瞳一开，洞悉万物，周围法则隐隐共鸣，仿佛秦昊就是这片天地的中心。先天道体，万法亲和，道则宠儿。方才还因开启众瞳而锐气逼人的秦昊，身上的那股凌厉感消失不见，一股清新自然又至高无上的感觉从他体内弥漫而出。他站在原地，仿佛与整片天地都融为了一体，一举一动都暗合大道轨迹。面对江心瑶的全力一击，秦昊嘴角微微上扬，淡淡的说出来了3个字，直接让江心瑶道心破防。太弱了。开启2大顶级体质，这一次
秦昊甚至连太虚剑打都没有使用，仅仅只是将九节剑频频举起。然而，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恰到好处地切入江心瑶剑气流转最关键的缝隙之中。只见秦昊轻轻一点，但听嗡的一声，那道足以焚山逐海的恐怖剑气，像是一个人突然被抽掉全身骨骼一样没了支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分解、湮灭。不可能！江心瑶整个人僵在原地，他身后华丽的凤凰虚影都暗淡了几分，手中的仙剑更是微微颤抖。那张绝美的脸上，此刻流露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与茫然。江心瑶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秦昊，瞳孔中倒映着秦昊那依旧平静的身影。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秦昊接住了，接住也就算了，竟然如此轻松，就像是拂去一片飘向自己的羽毛，又像是随手掐灭一朵微弱的烛火，轻松写意。她可是江家帝女，身负天皇神体，同辈中公认的绝顶天骄，即便将修为压制到元婴巅峰，凭借神体加持，她的战力也足以横扫绝大多数化神境修士。然而今天这个信念却被眼前这个戴着面具、身份不明的男人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方式给击溃了。江心瑶有些不能接受，若是势均力敌的苦战，最后他输了，他也没感觉有什么。可是秦昊却是如此轻松地挡下了自己这一击，甚至还发出那样的嘲讽：太弱了。这三个轻飘飘的字，如同烧红的烙铁，烙印在江心瑶的脸上。秦昊看着失神的江心瑶，嘴角微微上扬：江小姐，如何？我现在有资格做你心中的第一吗？听到秦昊的话，江心瑶这才回过神来，她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剑，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她咬着牙，有些不愿接受。开什么玩笑？战斗才刚刚开始呢。秦昊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服气吗？想来也是，江心瑶可是自视甚高的江家帝女，如此落差，她怎么可能坦然接受？想到这里，秦昊张开手：行，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我一并接下。不要怪我，这是你自找的。江心瑶眼神变得凌厉，她深吸一口气，准备动用自己最强杀招。只见江心瑶将仙剑收起，然后双手在胸前结了一个印记。秦昊一眼便认出了那个印记，他嘴角轻扬：哟，准备动用涅槃神火吗？如果是其他人，面对如此神火定会头疼不已，但可惜了，对我无效，因为我也是天皇神体的拥有者，以我神血燃我真魂。江心瑶大喝一声，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显然调动涅槃神火对他的负荷极大。一团纯粹到极致，蕴含着生机与死意交织的强大火焰出现在江心瑶的手中，这便是涅槃神火。涅槃圣火对于天皇神体拥有者而言，是可淬炼神体、提纯血脉，甚至是涅槃重生的无上神火。然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却是沾之即燃、焚身灭魂的灭世之炎。我无意取你性命，若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虽说你承受不住我便会收回神火，但皮肉之苦还是免不了的。秦昊轻轻一笑，这江家帝女人还挺好，看来应该是涉世未深，否则不会这般，干什么都要解释一下。秦昊朝江心瑶勾了勾手，区区涅槃神火而已，我还不放在眼里。秦昊这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态度，深深刺痛了江心瑶的自尊。他咬着牙看向秦昊的眼中充满了寒意：这是你自己选的，我就不信这一招你还能挡下。涅槃神火，去！这团蕴含涅槃与毁灭双重法则的本源之火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秦昊袭去。看着急速飞来的涅槃神火，秦昊静静地站在原地。仔细观察可以看到，秦昊脸上非但没有畏惧的表情，甚至还有些许期待。天皇神体开！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江心瑶的世界观都崩塌了。只见那恐怖的涅槃神火在秦昊开启天皇神体后，竟发出一声欢呼的嗡鸣，然后主动散去所有毁灭的气息，轻飘飘地落入秦昊的掌心，然后无声无息地融入秦昊的体内。看到这一幕，江心瑶脸上的自信瞬间凝固，她眼睛瞪得溜圆，红唇微张，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不，这不可能！江心瑶失神自语：怎么会这样？他怎么把涅槃神火给吸收了？这怎么可能？他是谁？他到底是谁？那可是涅槃神火，区区元婴境巅峰的他，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涅槃神火给吸收掉？将神火吸收掉后，秦昊吐出一口浊气：江小姐，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也不怎么样啊！杀人还要诛心。江心瑶娇躯猛地一颤，脸色瞬间苍白如纸。她盯着秦昊那张戴着面具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最后悠悠地开口道：你赢了，你说的不错，你的战力在我见过的人中的确能排第一，当之无愧。你放心，话我既然放出去了，那就说到做到。我会答应你一个条件，只要我能做到，任何条件都行。你想要什么？秦昊笑着看了眼江心瑶，暂时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我再告诉你吧。江心瑶失神地看向秦昊，此刻江心瑶的心中有太多疑问了。这人究竟是谁？从哪里来的？他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种实力才是当之无愧的同阶无敌吧。他这么强，天赋这么好，为何还要甘租借道侣这重上不得台面的事情？还有，那张面具下面究竟长着一张怎么样的脸呢？你究竟是谁？心中那一连串的问题像蚂蚁一样抓心挠肝，江心瑶迫不及待地想要知晓一切。秦昊莞尔一笑，然后走到江心瑶跟前，
在江心瑶错愕的目光中，秦昊牵起江心瑶那滑嫩的小手。江小姐这么健忘吗？我是你召唤而来的临时道侣啊！秦昊的话让江心瑶脸颊瞬间通红，感受着秦昊掌心传来的温度，江心瑶更是如触电般将手给抽了回来。莫，要胡言！道侣，我还没答应呢，而且我还有婚约，现在还没退掉。秦昊只是轻轻一撩，让从未与异性接触过的江心瑶瞬间方寸大乱，说话立刻变得结结巴巴起来。他喜欢强者，虽然会输，主要还是因为他压制了实力，但秦昊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同阶战力让江心瑶向往。看到江心瑶这个模样，秦昊忍不住继续逗她：江小姐，你怎么连看都不敢看我？怎么被我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折服，喜欢上我了？一听这话，江心瑶的脸瞬间红透了，她连连摆手否认：胡说八道，我才没有喜欢你，我只是好奇你的战斗力为何如此强大，我连你的模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喜欢你？看着结结巴巴话都有些说不清楚的江心瑶，秦昊轻轻一笑：那你想看看吗？作为你的临时道侣，给你看看模样，这点小要求我还是能满足的。此刻秦家禁地，某个先帝悄悄的碎了，给你面具是让你这么用的，谁想看你了？戴个面具装神弄鬼的，肯定是个丑八怪。说着，江心瑶将头扭到一旁，但是他的眼神却忍不住朝秦昊这边偷瞄了几眼，面具下面会是怎么样的呢？察觉到江心瑶的小动作，秦昊轻轻一笑，他缓缓走到江心瑶跟前问道：喂，小结巴，你一个人在这干嘛？秦昊注意到这里就是一片普通的森林，并不是江家族地，而且自己来之前江心瑶怒气冲冲的，脚下遍地都是妖兽尸体，旁边的百里灵海都被他焚烧殆尽。看这样子，他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事，跑到这里发现。江心瑶咬着牙，握紧拳头，朝秦昊胸口用力捶了2拳。我不是结巴，我叫江心瑶，你呢？你叫什么名字？秦昊刚要开口，江心瑶便摆手道：算了，你叫什么名字我也不在乎，戴个面具装神弄鬼的，我就叫你丑八怪吧。说完，江心瑶偷瞄了秦昊一眼，见秦昊整个人愣在原地，江心瑶的眼底闪过一抹狡黠的神色。哼，叫你总说我是结巴，那我就说你是丑八怪。丑八怪？秦昊有些哭笑不得，上一个叫自己丑八怪的，已经彻底折服在自己这张帅脸之下了。轻笑着摇了摇头，秦昊对江心瑶道：叶浩，你叫我叶浩就行。此话一出，江心瑶微微一愣，然后一脸狐疑的上下打量着秦昊：你是叫叶浩还是叫秦昊？闻言，秦昊满脸意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他认出我了，他应该没见过我才对吧？想到这里，秦昊硬着头皮道：当然是叶浩了，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江心瑶深深的看了眼秦昊，然后开口道：荒古秦家的人在外面惹事都不用真名的，他们改的最多的姓就是叶姓，这也是为什么叶家和秦家关系一直不好的原因。你的实力这么强，能培育出你这等天骄的势力，除了那几个荒古世家还能有谁？你说自己叫叶浩，荒古世家中又有秦家这个搅屎棍，这就不得不让人仔细斟酌，你究竟是叶家人还是秦家人？江心瑶的话让秦昊无言以对。你别说，还真是，自己那大侄子秦中天在玄天圣地的名字不就是叶中天吗？想到这里，秦昊有些冷峻不惊。完了，秦家人还以为自己天衣无缝呢，结果老底都被其他几个世家给扒光了，自己回去得给秦家人提个醒。一旁的江心瑶一直在喃喃自语：叶浩、秦昊、秦昊。说着说着，江心瑶忽的浑身一僵，等等，他在秦家的那个未婚夫就叫秦昊吧？江心瑶猛地扭头看向秦昊，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可能的，这个人不可能是我知道的那个秦昊。秦家的那个秦昊，气运都被秦家先帝借走了，他的气运甚至承受不住自己秦家弟子的身份，迟早暴毙，更别提还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了。江心瑶用力地甩了甩头，将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给甩出去。他看了眼秦昊，然后开口道：喂，叶浩，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秦昊眉头轻挑：什么事？就是我有个未婚夫，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不想因为父母的一句话就将自己和一个陌生的人绑定在一起，所以我想退婚。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秦昊沉默了片刻，他紧紧地盯着江心瑶看了一眼。拥有重瞳的他很快便注意到江心瑶眼中的迷茫和挣扎。婚约是长辈之命，但道途与心意是自己的。秦昊缓缓开口，声音比平时低沉，但却让人安心。未曾谋面，并未了解，更谈不上情谊，仅凭一纸婚约便将2个陌生人的命运强行捆绑，于你于他都是一种束缚。秦昊这话完全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和系统可是要联手撩遍诸天万界的妹子，怎能被一纸婚约给束缚住？所以退吧，这婚快退了吧。秦昊顿了顿，缓缓走到江心瑶的身边，将手搭在江心瑶的肩膀上，一脸正色道：追求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这是你的权利，何错之有？江心瑶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她看着秦昊，面具虽然遮挡住了秦昊的脸，但那双眼眸深邃清澈，江心瑶顿时感觉自己心情都好了不少。就在这时，秦昊继续开口道：你刚才切磋输给了我，并且承诺会答应我任何一个要求，没忘记吧？
秦昊的手掌穿过江心瑶的秀发，这个举动让江心瑶微微一颤，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后面的古树挡住了他的去路。秦昊上前一步，手臂越过江心瑶的身侧，将她臂咚在背后的古树上，瞬间两人的距离被拉近到呼吸之间。秦昊身上独特的清冽气息传来，让江心瑶的心跳都漏了一拍，他的脸颊开始不受控制的开始发烫。他想要干什么？这个时候提条件干嘛？他想要让我答应他什么要求？江心瑶的美眸中闪过一丝慌乱与羞恼，体内灵力下意识运转，若秦昊敢有丝毫逾越，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出手将秦昊重伤的。秦昊凑到江心瑶耳边，怎么不说话？堂堂江家大小姐，难道还想反悔吗？秦昊的气息扑面而来，江心瑶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他想要推开秦昊，却发现因为和秦昊靠得太近，自己身子都在发软，使不出力来。我自然不会反悔，可你也不要痴心妄想。江心瑶的心瞬间提起来了，心中因为得到秦昊认同的暖意也被紧张取代。他要提要求了，会是什么？之前的理解都是伪装，现在要露出真面目了吗？然而秦昊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他只是维持这个壁咚的姿势，一双眼睛专注而深情地凝视着江心瑶，清澈的眼眸映照出江心瑶略显惊慌的模样。秦昊轻轻一笑，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一字一句敲在江心瑶的心上。我对你的要求是……江心瑶屏住呼吸，指甲陷进了掌心。从今往后，做你自己，不要被自己的身份束缚，不要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和审视里。我希望你想笑就笑，想怒就怒，遵从本心，无问东西。江心瑶，记住一点，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任何身份。说完，秦昊收回了撑在树上的手，后退一步，仿佛刚才那个极具侵略性的壁咚从未发生。江心瑶呆呆地站在原地，背靠着粗糙的树干，大脑一片空白。预想中的任何过分要求都没有出现，没有索要宝物，没有提出无理条件，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胁迫。他用哪个珍贵无比的任何条件换来的，竟然是让他做自己，是给予自己心灵上的自由和勇气。江心瑶心中巨大的错愕过后，是排山倒海般的震撼与感动。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家族教导他要肩负帝女的责任，他也习惯了在帝女的光环下扮演应有的角色。那些迷茫，那些偶尔想挣脱束缚的念头，被他深深压抑。然而今天，这个人却用最直接、最珍贵的方式看穿并认可了他心底最深处的渴望。一股酸涩的感觉冲上鼻腔，江心瑶低下头，不想让秦昊看到自己泛红的眼光。为什么？你明明可以提出利于你自己的要求，为何却……秦昊伸出食指抵在江心瑶的嘴唇上，因为我觉得一个能压制修为与人公平一战，输了会不甘但不会不认账的江心瑶，比一个仅仅只是为了符合帝女标准去迎合他人喜好的江心瑶要真实可爱得多。你也值得拥有更广阔的天空。江心瑶呆呆地看着秦昊，心中翻涌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愫，有错愕，有感动，有释然，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悄然滋生的悸动。他不一样，他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个念头在江心瑶的心中蔓延，不知不觉间，秦昊在他心里的形象变得高大、温暖，且深深烙印进了他的心底。江心瑶深吸一口气，他一双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秦昊看了好一会儿，最后他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要退婚，我不要受人摆布。本来就想退婚的江心瑶，在得到秦昊的鼓励后，愈发坚定了自己要退婚的想法。什么秦家弟子，他才不在乎呢。退了婚之后，或许自己能够尝试和叶浩。这个想法一出来，江心瑶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自己在想什么呀？自己和叶浩才见了一面而已。秦昊满意地点了点头，孺子可教，这就对了。他怎么能被一纸婚约束缚？秦昊毕竟是穿越者，如今他孤家寡人，倒是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去撩妹。可如果家里有个老婆，心里的那份责任感还真让他放不开手脚。叶浩，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你这么强，背景也不俗，为什么要给人当租界道侣？你想要什么报酬？江心瑶注意到秦昊全身上下都是顶级法宝，显然不是缺资源的人，为何还要通过给人当租界道侣来换取资源？我要气运啊！我们的租期结束后，你会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根据你评价的好坏，我能分走你身上的气运。秦昊并没有遮掩，江心瑶可是江家帝女，秦无涯能看出自己气运增长了，江家人同样也能看出江心瑶气运减少。与其说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倒不如直接挑明。听到这话，江心瑶不禁露出恍然的神色。怪不得，气运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的确不是其他资源能够相提并论的。你很缺气运吗？秦昊点了点头，太缺了，所以到时候你可一定要给我一个好评啊！看着秦昊这急切的模样，江心瑶小嘴一扬，这就要看你表现了。不过呢，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有机会能够增长气运。此话一出，秦昊顿时眼睛都亮了。什么？还有能增长气运的地方？在哪？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气运，因为气运不足，秦昊每想突破道化神境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此方天的对自己强烈的排斥，担心自己会被天道排斥直接暴毙。秦昊一直在压制着自己的修为，不让他突破。如今听到有能增长气运的地方，你让他如何不激动？秦昊估摸着，
这好地方应该在江家，要是在外面，以他秦家弟子的身份，没道理没听说过。我们江家有一个宝物，可以增长他人气运，你想去吗？江心瑶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他好像知道如何拿捏叶浩这家伙了。秦昊止不住的连连点头，太想了，帝女大人，还请务必要带我去啊！秦昊觉得江心瑶这一单真是接对了，不仅能得到系统的基础奖励，甚至还能得到额外的气运，真是太棒了。我肩膀有点酸，江心瑶扭了扭脖子，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江心瑶话音刚落，秦昊便心领神会地上前，然后非常自然地伸手按在了江心瑶纤薄的肩膀上。是这里吗？我的帝女大人。秦昊力道适中，带着温热的体温，精准地揉捏江心瑶的肩膀，感受着秦昊的动作，江心瑶忍不住舒服地轻轻了一声，耳尖悄悄泛红。我江家有一至宝，名为鸿蒙掠运杯，有获得气运的可能。每成功挑战一位，鸿蒙掠运杯便会奖励试炼者一部分气运，失败的话会掠夺你一部分气运，不过掠夺的很少，远不如奖励的。这本来是属于我自己的资格，你想要我将这个资格让给你，是不是得付出点什么？一听这话，秦昊的动作微微一僵，你想要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卖艺不卖身的。秦昊那守身如玉的夸张模样逗得江心瑶扑哧一笑，他没好气的白了眼秦昊，伸手拍掉秦昊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呸，谁要你卖身了？你想卖我还不买呢，自作多情。说着江心瑶转过身来，面对着秦昊，一双美眸上下打量着他，眼眸中闪烁着狡黠而好奇的光。我的要求很简单，我想看看你摘掉面具的样子。江心瑶看向秦昊，眼神中满是期待。自秦昊说出那句让他做自己后，想要一睹秦昊真容的念头就像野草般在江心瑶心底疯长。面具之下会是一张怎样的脸？就这？秦昊露出一抹难以捉摸的情绪。江心瑶重重点头，没错，区便宜老爹的叮嘱，怎能去那气运相比？秦昊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脸上的獠牙面具给摘了下来。映入眼帘的是线条分明的下颌，肤色如玉，然后是高挺的鼻梁，最后是整张脸的全貌，剑眉星目，面如冠玉，每一处五官都完美的无可挑剔，组合在一起更是形成了一种极具震撼的冲击力。清朗如月，温润如玉，那种少年清澈的气质瞬间击中江心瑶的心，她整个人完全呆住了。江心瑶心中想过很多，她甚至猜测秦昊可能是脸上有疤痕，所以才戴面具遮挡起来，谁曾想面具之下会是如此一张惊艳的脸，这哪里是丑八怪，这分明是……江心瑶感觉自己的脸颊疼得一下烧起来了，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狂跳。快戴上！江心瑶抓起秦昊的手，将他的面具重新戴在脸上，这倒是让秦昊有些不解了。不是你要看的吗？怎么又要我戴上？江心瑶不敢再看了，光是这张脸就足以让他道心不稳，他怕再看下去，自己整个人都不可救药地陷进去了。他全程避开秦昊的视线，低着头小声对秦昊说道：“走吧，我带你回江家。”好的，江小姐，请。江心瑶隔着衣袖抓住秦昊的手，然后催动传送玉佩，将自己和秦昊一同传送回了江家。眼前景象骤然一变，秦昊跟着江心瑶来到了江家。江家族地仙雾缭绕，琼楼玉宇，天地灵气浓郁到化不开扑面来。跟我来！江心瑶低声说了一句，便拉着秦昊快步朝着族的深处走去。不一会儿，江心瑶便领着秦昊来到了一座高达数百丈的石碑面前。石碑上面鸿蒙掠运4个字让秦昊心神震颤，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要被这块石碑没收。江心瑶将自己的帝女令牌交给秦昊，轻声对他说道：“你不是想要气运吗？去吧，每打败一名上古天骄就能获得气运，打败的越多，你能够获得的气运也就越多。一共有100名上古天骄，鸿蒙掠运杯按实力强弱给他们排好了名。如果你能打败他们，那么你的身影将被记录在鸿蒙掠运杯之中。”秦昊接过令牌，拱手向江心瑶道了声谢。气运正是现在的他最需要的。然而还不等秦昊靠近鸿蒙掠运杯，两道身影挡在了秦昊跟前。你是谁？看到来人，江心瑶眉头紧锁。二叔、三叔，这是我请来的客人，我自愿将我挑战鸿蒙掠运杯的资格让给他。此话一出，江心瑶二叔、三叔的脸色瞬间一沉。胡闹！心瑶，鸿蒙掠运杯是我江家之宝，历来只对家族有重大贡献的核心弟子，或者经长老会同意方能使用，此等外人怎能拥有进入其中的资格？秦昊见状，心中暗叹一声，他就知道如此至宝，自己一个外人绝对没那么容易进入。转头看到江心瑶那一脸为难的模样，秦昊开口道：“心瑶，既然江家有规定，那便算了吧。”不行。然而江心瑶却是固执得很，他紧紧地盯着秦昊，一字一句道：“我答应了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二叔、三叔，我把我自己的那份资格转让给他，这有何不可？族规里并没有禁止资格转让吧？”此话一出，江心瑶的二叔、三叔一阵头疼，族中的确没有这个规则，因为这么多年来也没人会将如此机缘拱手让人啊。就在两人要开口拒绝的时候，一道声音如大道之音般在二叔、三叔耳边响起：“自家人，让他去。”此话一出，江心瑶的二叔和三叔两名仙君巅峰级别的大能顿时面面相觑。等等，
他们的先帝哥哥说啥？自家人？这小子吗？他谁啊？不认识啊，戴个面具装神弄鬼的。不过自家那位当世先帝都开口了，他们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两人默默退后，朝秦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这一幕让秦昊愣了愣，这就同意了？他还以为彻底没戏了呢。秦昊并不知道江心瑶的两位叔叔态度之所以转变，都是因为江心瑶的父亲开口了，还以为一切都是江心瑶的功劳，当即转身朝江心瑶行了一礼。做完这些后，秦昊便径直走进鸿蒙掠运杯。看着秦昊进入掠运杯的身影，江心瑶快步离开。他还有事要去找自己的父亲。来到江长生潜修的地方，还不等江心瑶开口，江长生的声音便悠悠传来：秦无涯已经来找过我了，不是我们退了他们秦家的婚，而是秦家把我们的婚给退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的江心瑶愣了愣，但很快他就有种枷锁被解开的感觉，脸上浮现出一抹轻松的笑意。如此甚好，也免得驳了那秦家弟子的面子，他挺可怜的。江心瑶都听自己父亲说了，秦家弟子秦昊被其父亲强行借走气运，一出生倒欠天道一斗气运，是个遭天道排斥的短命鬼。而且听说在秦昊之前，秦无涯有几百个哥哥姐姐，但没一个活过满月，全部夭折了。他能活到18岁，实属奇迹。江长生看着自己的女儿，脸上露出一抹神色复杂的表情。心瑶，秦家弟子这婚约，你确定不后悔？江心瑶头摇得很坚定，不后悔。父亲，女儿已经决定了，从今往后，我首先是江心瑶，然后才是其他身份。我的道，我要自己走，而不是受人摆布。听到这话，江长生的嘴角不受控制的扯，不受人摆布，你这不就被秦家那小子摆布得死死的吗？说的话都跟他一模一样。江长生悠悠地叹了口气，随你去吧。1个半月后是秦家第一族2个纪元的诞辰，随我一同去贺寿。是父亲。江心瑶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开了。现在他已经没有婚约了，那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始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了。望着江心瑶离去的背影，江长生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秦无涯，这就是你说的变数吗？秦昊这小子能凭借自身躲过死劫，他会是我们要等的人吗？3届9天沉寂太久，是时候让他重新热闹起来了。告别江长生后，江心瑶立刻返回鸿蒙掠运杯。鸿蒙掠运杯有人正在挑战，秦昊便在外面静静等待。红光一闪，一道人影从鸿蒙掠运杯中退了出来。周围的江家族人见状，立刻迎了上来。子恒哥哥，你好厉害啊，竟然通过了第3层，现在第3层的天骄投影已经换成你了。哇塞，鸿蒙掠运杯中记录的可是江家自得到起以来最强的100名天骄，子恒哥哥您能连破3层，真是太厉害了。面对众人的追捧，江子恒心中满是得意，但脸上却表现得毫不在意，一般，才仅通过3层而已，不值一提。知道不值一提，那就让开，别挡道。秦昊都等了半天了，这个叫江子恒的一直挡在鸿蒙掠运杯入口，表面装作不在意，心里对周围人的追捧受用不已。秦昊有些不耐，当即上前一把将江子恒推开。被秦昊一把推开的江子恒愣了愣，望着秦昊进入鸿蒙掠运杯，他转头询问身边的族人：这个戴面具的家伙是谁啊？这么狂？周围的族人闻言表示自己之前从来没见过秦昊。子恒哥，之前没见过这家伙啊，他是帝女大人带回来的，帝女大人将自己的资格让给了他，应该是个外族人。此话一出，江子恒连忙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江心瑶。心瑶表妹，我江家的机缘，你怎可拱手让人？江心瑶淡淡的看了眼江子恒，冷哼道：我爱给谁给谁，你管得着？我的资格我都没说什么，你急什么？你……江子恒被江心瑶对得一时语塞，一旁的江家族人见状，顿时也被江心瑶这胳膊肘往外拐的举动气得不行。那可是鸿蒙掠运杯，江家的镇族之宝，他们这些江家人连进入其中的资格都没有。如今秦昊一个外族人却有机会进去，这让他们心里如何平衡？子恒哥，他进就让他进呗，又不是进去了就能得到气运，他要是实力不济，说不定还得被鸿蒙掠运杯给掠夺气运呢。刚刚领教过鸿蒙掠运杯其中古代天骄恐怖之处的江子恒点了点头，的确，鸿蒙掠运杯里面的古代天骄投影，每一个都强大无比，即便是我都差点折在了第1层。江子恒话还没有说完，鸿蒙掠运塔就闪过了一道耀眼的蓝色光芒，这是通关的征兆。一时之间，现场的江家族人全部面面相觑。第1层通过了？不是吧？他进去才多久的时间，第1层就通过了？开什么玩笑！第1次的投影可是我江家的赤炎仙王，仅只差一步就能成帝的无上大能啊！江家族人话音未落，第2道蓝色光芒亮起。如此快的通关速度，让江心瑶的2位叔叔都不禁变了脸色。第2层的冰魄仙王竟然也一息的时间都挡不住。两人对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震惊。好厉害，这就是他的实力吗？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我憧憬的道侣。江心瑶看着亮起2道蓝色光圈的鸿蒙掠运杯，眼中泛着星光。杯内，秦昊撇了撇嘴，没意思，要是这鸿蒙掠运杯没有被江家霸占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和3届9天有史以来最强的100名天骄交手，江家有史以来最强的100名太弱。说着，秦昊关闭了天皇神体、7窍玲珑心、先天道体，只留下众瞳开启。
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杯中天骄实力很强呢，一上来他就把王炸和4个2打出来了，结果发现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超出了江家所有人的预料。第3圈、第4圈、第5圈，什么？我足足挑战了10天，才在第3层留下了我的投影，就被他如此轻描淡写的给破了。江子恒的脸色彻底僵住，巨大的挫败感让他有些不想继续待在这里。鸿蒙掠运杯底座的符文如同被点燃的烽火台，一圈接着一圈，以一种稳定的速度迅速向上亮起。10圈、20圈、30圈，江二叔脸上满是骇然的神情。这怎么可能？星瑶他这是往家里带回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怪物？这鸿蒙掠运杯里面的投影，可是我江家有史以来最强的100名天骄，他怎么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个什么妖念？江三叔更是目瞪口呆。开什么玩笑？这才过去多少时间，他就冲到60层了？难道他在杯内都是秒杀那些绝世天骄的吗？60层后，那就是我江家先帝们曾经留下的投影了。这小子应该无法再继续前进了吧？杯内抵达60层后，秦昊发现自己无法靠超高质量的灵力、生命层次和重瞳之力继续暴力推进了。这些毕竟都是江家先帝年少时留下的投影，每一道都带给秦昊无尽的压迫感。这些人体质没有秦昊好，神通与秦昊不相上下，却能压着秦昊打。战斗经验，我的战斗经验太少，满打满算，我穿越过来也不过3个月的时间，原主就是个等死的。我的战斗经验和这些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先帝们还是差太多了。感叹一句后，秦昊只能是火力全开，重瞳、先天道体、7窍玲珑心、天皇神体的力量全部开启，凭借几大顶级体质的力量，秦昊才算是抹平了战斗经验不足带来的劣势。70层了，我的天，那可是我江家第3老祖，天生至尊骨，掌握生死法则，他怎么通过的？75层了，他这推进的速度未免太吓人了一点吧？难道即使是面对我江家的少年先帝们，他依旧没有任何阻碍吗？80层、90层、99层，历经3天的战斗，秦昊终于抵达了第100层。外面的广场上一片死寂，这里的动静第1天时就传遍了整个江家。他们都知道江心瑶带来了一个外族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关，其中甚至连仙王还有先帝都被给吸引。虽未亲临，但神识却覆盖了此地。天呐，连江家第1祖建立荒古江家的那位大人也没能挡住这个外族人，他究竟是什么来头？莫要妄自菲薄，投影的实力比起本体终究要弱上一些。而且这家伙是元婴境，面对的也都是元婴境的老祖们，咱们的老祖哪一个不是越修炼到后面才越体现出实力强大的？与其他族人的震惊与不服气不同，此刻的江心瑶捂着嘴，美眸瞪得溜圆，心脏狂跳得厉害。他知道秦昊强，但从未想过秦昊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3天的时间，通关了99名江家老祖，只剩下最后第100层，他将成为鸿蒙掠运杯入江家以来第1个全部通关的人。鸿蒙掠运杯第100层，秦昊看着空无一人的第100层，不禁眉头紧锁。怎么？难道第100层没人？就在秦昊疑惑之际，一道身影缓缓凝现，那是一个女子，身着一袭像是染了血的长裙，青丝如瀑，容颜美到足以令日月失色。秦昊看着面前的女人，眉头微微一皱，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意。不同于之前99层的投影，之前的投影就像是一团数据，没有任何感情，可是面前这个女人有杀意，仅仅只是被她的目光扫过，秦昊就感觉自己的神魂、肉身都要被这股杀意冰封。而且鸿蒙掠运杯之前的投影实力都是和自己相当的，可是面前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身上却散发着一股比自己便宜老爹身上还恐怖的威压。先帝，这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先帝。秦昊傻眼了，第100层难度这么大的吗？让我去和先帝对打吗？那我不是被秒杀？女子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秦昊，胸口剧烈起伏。就在秦昊被女人盯得心里直发慌时，女人开口了：负心汉，你还敢见我？这一句话如同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入秦昊的神魂之中，让他灵魂都为之颤栗。秦昊彻底懵了，负心汉？谁？我？秦昊发誓自己2辈子加起来绝对肯定100%没有见过眼前这位恐怖到极点的女人。秦昊连忙拱手：前辈，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晚辈叶浩，今天是第1次见您，之前并不认识您啊。然而女子的反应确实远超秦昊预料。叶浩，哼，秦昊，你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是谁。女子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的，她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惊乎凄厉的尖锐。不认识我？你竟然说不认识我？女人周身原本就冰寒刺骨的杀意瞬间沸腾，不只是鸿蒙掠运杯，就连整个江家族地的空间都因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而剧烈震颤。鸿蒙掠运杯外，江家老祖齐聚，发生什么事了？这鸿蒙掠运杯究竟生出了何等变故？为何会散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压？众老祖齐刷刷看向江家第1祖江齐天。鸿蒙掠运杯在江家这么多年，也仅有江齐天一人去到过第100层，如今秦昊是第2个。江齐天眉头紧锁，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初自己前往第100层时被一剑秒杀的场景。莫要惊慌，
这第100层的投影乃鸿蒙掠运杯第1任主人灭绝先帝所留，许是这小子的天赋被灭绝先帝看中了。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灭绝先帝，那位曾于仙古末年孤身杀入异域，血战3000年，镇压了异域整个纪元，天道降下至宝奖励的灭绝先帝，江齐天这话说对了一半。秦昊的确是被看中了，不过不是天赋被看中，而是人被看中了。同一时间，鸿蒙掠运杯内，柳如烟对秦昊步步紧逼，他每走出一步，都给秦昊一种天地倾覆、无处可逃的窒息感。秦昊，柳如烟的声音不再尖锐，秦昊甚至能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愣神之际，柳如烟的手却是一把掐住了秦昊的脖子，另一只手取下发髻的簪子，他用簪子刺入秦昊的喉咙中。秦昊脖颈处顿时鲜血直流，但是秦昊的脸色还是不解，这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在第100层，位置无人动摇，且不是江家人，说明他是一个比江家第1组还要久远的存在吧？自己能跟这样的人有什么瓜葛？狗系统，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无可奉告，狗宿主。就在秦昊咒骂系统之时，柳如烟那冰冷的声音再度传来：你亲手送我这根簪子，为我簪发，说世间万物不及我颜色万一。你曾经信誓旦旦告诉我，只要有你在，无人能伤我分毫。你叫我等你归来，说要与我携手，看遍诸天圣景，再无分离。柳如烟语速越来越快，眼神越来越空洞，一行眼泪掉下。我信了，我为了守住这3界9天，为了等到你归来，我孤身杀入异域，血战3000载。剑钝了我就用拳，拳头碎了就用牙咬，仙元枯竭了就燃烧本源，因为我知道你会来的。可是在我杀到神兵崩碎，杀到仙体染漾，杀到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我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在哪里？我拖着残破的仙躯等啊等，等到昆仑山的雪化了又积，等到这方天地的气运之子换了一批又一批，你在哪里？他看着秦昊，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只剩下无边无际的荒凉与空洞，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你的痕迹。秦昊，你告诉我，我血战3000年，镇压异域一个纪元，杀得诸天颤栗，杀到大道染漾，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等来今天，等你站在我面前，用这双陌生的眼睛看着我，告诉我你不认识我？难道我就为了听你一句对不起？前辈，您认错人了。我怎么可能会认错你呢？谁我都有可能认错，可唯独你，我怎么可能认错？柳如烟还在继续控诉，秦昊则是满脸无奈。天呐，狗系统这是给自己招惹了一个怎么样的因果呀？该死的狗系统！看着眼前这个强大到令人窒息，却又脆弱的仿佛一碰就碎的女人，秦昊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闷痛的厉害。秦昊没有挣脱，也没有辩解，而是迎着柳如烟刺来的簪子，不顾喉间还插着玉簪带来的剧痛，向前一步，将他整个人用力的紧紧地拥入怀中。被秦昊这么一抱，柳如烟凝聚的强大威压直接凝滞，她浑身僵硬，大脑一片空白。这个拥抱陌生又熟悉，秦昊的下巴轻轻抵住柳如烟散发着幽香的头发，嘶哑的声音伴随着温热的呼吸传入他的耳中。对不起啊，虽然我没有那部分的记忆，但让你等了那么久，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苦，我很抱歉。听到秦昊的话，柳如烟僵直的身子开始颤抖起来，不是杀意，不是愤怒，而是压抑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缝隙，决堤而出。骗子，骗子，骗子！柳如烟握紧拳头，不断捶打秦昊的胸口。许是打累了，他将头深深埋进秦昊的胸口，双手死死攥住秦昊背后的衣料，指节泛白。我真的等得好辛苦啊，明明和我说好的，为什么要食言？然后这位杀得诸天震颤，被冠以灭绝之名的强者，在秦昊的怀里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没有嚎啕大哭，只有那破碎的哽咽，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心碎。秦昊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抱着他，任由他的眼泪浸湿自己的胸襟。不知过了多久，柳如烟的哽咽声渐渐平息，他轻轻推开了秦昊，低着头，没有让他看见自己的脸，许是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太不堪，不愿让秦昊瞧见。秦昊拔出插在自己喉咙里的玉簪，握在手心，动作轻柔地擦拭掉上面的血迹。这个我能带走吗？他问。柳如烟的身体微不可察的一震，没有回答，算是默许。秦昊小心翼翼地将玉簪收好，深深看了柳如烟一眼，一脸正色道：我会回去找你的，不管代价是什么，我绝对会的，除非生死道消，魂飞魄散，否则这个承诺一定兑现。你以为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就会再信你吗？柳如烟别过脸，身影重新变得冷硬，但尾音的颤抖却出卖了他内心的动摇。秦昊没有辩解，只是平静的陈述：我知道，所以我不需要你相信我，只需要给我时间。柳如烟沉默良久，好一会儿才问道：这一次你又要我等多久？秦昊没有回答，这个答复他给不了。柳如烟和他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即便能穿越到过去，可这个时间对柳如烟来说又是多久呢？见秦昊不说话，柳如烟冷笑一声：骗子！看着柳如烟那失望的眼神，秦昊没由来的感到心脏一阵刺痛，他眉头紧锁，他不是一个轻易对人承诺的人啊，尤其是给女人承诺，一般来说给了自己就会做到的，可未来的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还食言了？秦昊表示不理解，他这次纯是给未来的自己背锅了。你走吧，
柳如烟声音落下，不再愤怒，也没有之前的凄楚，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一股无法抗拒却又异常轻柔的力量，如同潮水般包裹住秦昊。秦昊只感觉眼前光影流转，时空倒错，看着柳如烟那孤绝的背影，染血的裙角都在视野中飞速散去。秦昊大喊：“我绝对不会违约的！”嗡！秦昊的身影被鸿蒙掠运杯给吐了出来，他踉跄了好几步才站稳。叶浩，江心瑶第一个冲上前，扶住秦昊的手臂，上下打量：“你没事吧？这第100层的投影这么难吗？竟然连你也不是对手！”秦昊看向鸿蒙掠运杯，脸上的表情满是苦涩，何止不是对手那么简单，我根本生不出与之为敌的念头。秦昊话音未落，异变陡生，一道粗壮凝实、散发着浓郁紫金气蕴祥光的洪流如瀑布般从鸿蒙掠运杯的顶部倾泻而下，落入秦昊的体内。气运灌注，这灌注的气运未免也太夸张了一点吧？其在我江家这么多年，何时曾有如此庞大的灌注？一众江家人看到这一幕，眼睛都要红了。这是他们江家的至宝啊！秦昊这个外族人得到的好处却比他们多得多。接受完气运灌注的秦昊打开自己的信息面板，姓名秦昊，身份荒古秦家弟子，气运1斗5升，偶有好事，生活顺遂，不错嘛，这就提升了1斗的气运，相当于完成了2个9星任务了。秦昊正感叹着，但听嗡的一声，那鸿蒙掠运杯在无数道江家族人目光的注视下开始急速缩小，100丈、10丈、1丈，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那巍峨如山的鸿蒙掠运杯就化作了巴掌大小。然后鸿蒙掠运杯化作一道流光，嗖的一声，在所有人都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没入了秦昊的眉心之中，消失不见。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巴难以置信地看向秦昊。再看原本矗立鸿蒙掠运杯的地方，此刻却是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个巨大的坑洞。鸿蒙掠运杯被这个叫叶浩的小子吸进身体里面了。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滔天的哗然怒火。混蛋，你做了什么？鸿蒙掠运杯是我江家之宝，你怎么敢的？速速将鸿蒙掠运杯交出来，否则今天就把你的命留下来。拦住他，不能让他走了，夺回我族之宝！咆哮声、怒吼声、兵刃出鞘声此起彼伏，无数道强横的气息瞬间锁定了秦昊，其中不乏江家真正的强者。江心瑶也呆住了，他扶着秦昊的手都僵在了原地，看着成为众矢之的的秦昊，此刻的他脑子一片混乱。叶浩，他在干什么？这鸿蒙掠运杯可是我们江家的至宝，他怎么敢的？秦昊自己都是猛的，他什么也没干啊！这鸿蒙掠运杯他自己就跑到我识海中来了。望着义愤填膺，恨不得将自己抽筋拔骨的江家族人，秦昊顿感毛骨悚然。他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问道：“诸位，我要是说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信吗？”关于鸿蒙掠运杯的异变，秦昊也有些猜测。就他这破烂气运，肯定是不会发生宝物自动认主一事的，会这样肯定和第100层的柳如烟有关。你放屁！叶浩，快交出鸿蒙掠运杯，否则不管你背后的势力是谁，今日你也休想走出江家半步！一位脾气火爆的江家长老厉声呵斥，先军境的威压毫不留情地碾压了过来。此乃我江家立足之本，是我江家世代守护之物，岂容外人染指？小子，不管你用了什么邪术，立刻将石碑交出！接连又有数道先军境的威压作用在秦昊身上，他一个元婴境的小趴菜，哪里承受得住如此威压？当即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江心瑶看了眼给秦昊施压的长老们，又看了眼被镇压在地上一脸痛苦的秦昊，当即张开手挡在了秦昊跟前。诸位长老，这之间或许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叶浩他不是这样的人。一位须发皆张面容古板的长老冷哼一声，眼中满是不屑与怒气。误会？帝女，你涉世未深，莫要被这巧言令色之徒蒙蔽了双眼，这能有什么误会？他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窃取我族之宝，这是不争的事实。江心瑶的2个叔叔也是站了出来，心瑶让开，此事关系重大，不是你能左右。够了，都散开！突然一道平静的声音传来，众人循声望去，说话之人正是江家第一祖江齐天。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江齐天缓缓走到秦昊面前，他伸出手轻轻一抬，秦昊身上的压力瞬间消失，整个人被一股柔和的力量给托举了起来。你见到他了？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江齐天的脸上露出一抹追忆的神色。秦昊轻轻应了一声，他知道江齐天指的是柳如烟。闻言，江齐天点了点头，亮，看来我江家与掠运杯的缘分走到头了。既如此，这鸿蒙掠运杯你就收下吧，他本来就在等你，只是我江家代为保管了这么多年。此话一出，江家族人们立马不乐意了。老祖，这鸿蒙掠运杯乃是我江家之宝，是我们江家的立足之本，您怎能将其拱手让人？江齐天抬手，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整个江家族地。这鸿蒙掠运杯从来就不是我们江家的，先古末期幸得灭绝仙子信任，将其托付给我，今日算是物归原主。说起来，我们都得感谢他，若不是他，我成不了先帝；若没有这掠运杯，我更是不知死了多少次。今日就将其物归原主，莫要多言。说着，江齐天的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惊艳和回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练气境的小修士，而那位已经是站在3界9天最巅峰的存在了。即便如今的江齐天已经身为先帝，
但在他心中，那位风华绝代的女子依旧是他需要仰望的丰碑。叶小友，这鸿蒙掠运杯我可以给你，但我有一事相求。此话一出，全场死一般的寂静。那可是他们江家第一族先帝级别的无上大能，他竟然称呼这个外族人为小友，甚至说出了请求的话。这秦昊也是连忙拱手，前辈言重了，有什么用得上晚辈的？您但说无妨。鸿蒙掠运杯，它并不能凭空产生气运，而是掠夺闯关失败之人的气运，奖励闯关成功的人。我希望每隔1000年，你可以让我江家弟子进入这鸿蒙掠运杯试炼，如何？当然了，作为回报，我江家将是你最坚实的盟友。其实，就算秦昊不答应，江齐天也会拉拢秦昊，毕竟秦昊可是那位选中的人。秦昊还以为江齐天要提什么条件呢，结果就这，没问题，我答应了。没有任何犹豫，秦昊直接点头答应了下来。鸿蒙掠运杯不能重复获得气运，他现在也就只有打破第100层柳如烟的投影才能得到气运。现在的鸿蒙掠运杯对于秦昊而言，就是一个不断和天才交手，提升自己战斗经验的工具。闲暇之余，让江家弟子进去试炼，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影响。得到秦昊的同意后，江齐天挥了挥手，对周围人说道：“行了，都散了吧。”老祖都发话了，江家族人也只能被迫接受自己家族的至宝被秦昊这个外族人拿走的事实。一群人眼神中满是不服地瞪着秦昊，然后才愤愤离去。叶小友，这鸿蒙掠运杯的作用可不仅仅只是能得到气运，你自己慢慢摸索吧。我希望他在你手中不会辱没他主人灭绝仙子的名声。秦昊拱了拱手，一脸郑重地开口，绝不辜负。江齐天点了点头，然后身影便消失了。偌大的广场，没一会儿就只剩下江心瑶和秦昊两人。此刻的江心瑶正鼓着脸，一脸郁闷地盯着秦昊。秦昊见状，不由得捏了捏江心瑶那红扑扑的脸颊。怎么了？这件事我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次倒是我引狼入室了。你这次在我们江家可是得到了天大的机缘，我不管，你要好好补偿我。秦昊看着江心瑶，此刻的他气鼓鼓的，又带着点撒娇的意味。补偿？秦昊嘴角微扬，顺着他的话问道：“不知道我的帝女大人想要什么补偿？”我想要出去逛逛，从小到大，我几乎都待在族的修炼，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遇到你的森林。我想要去看看外面那些散修是怎么生活的。就你和我，你也不要把我当帝女，就像普通朋友那样。江心瑶想说普通道侣的，但是那2个字他根本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位在外人面前高贵清冷的江家帝女，在秦昊面前却像个讨要糖果的小女孩，反差感十足。江心瑶的那些小心思，秦昊一眼就看穿了。看来江心瑶这个客户的高星级评价也是跑不掉了。想到这里，秦昊一把拦住江心瑶的腰肢：“什么普通朋友啊？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吗？”腰间传来秦昊掌心的温度，江心瑶眼神有些飘忽不定，根本不敢去看秦昊的眼睛。不是普通朋友，是什么？看着江心瑶这害羞的小模样，秦昊上扬的嘴角根本压不下去。他凑到江心瑶的耳边，朝着江心瑶的耳朵轻轻吐出一口气：“你忘了，我们是道侣啊？怎么样，是不是需要我这个道侣尽职尽责，带你好好体验一下普通道侣的日常呢？”撩人的话语和温热的气息让江心瑶的脸刷的一下通红，她又羞又急，抬手去捶秦昊的胸口，却发现因为秦昊凑得太近，感受着秦昊身上散发的气息，她整个人都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胡说什么？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才不要体验什么日常。听到这话，秦昊连忙后退半步，拉开与江心瑶的距离。行吧，既然这是你的要求，那我们就当对普通朋友吧。随着秦昊退后，刚才那撩人心弦的暧昧氛围骤然冷却，江心瑶心头猛地一空。见秦昊转过身，刻意与自己保持距离，似乎真的准备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带他出去。江心瑶心里那份隐秘的期待和甜蜜瞬间被失落取代。等一下！江心瑶下意识伸手拉住了秦昊的衣袖。秦昊一脸玩味地看了眼江心瑶拉着自己衣袖的手，明知故问道：“怎么了？”江心瑶咬着下唇，脸颊依旧绯红，眼神躲闪，不敢去看秦昊，只能是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还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委屈和急切。我也没说不行。什么不行啊？秦昊故作不解，嘴角的笑意却压抑不住。就普通道侣那样，搂腰，还有说话靠得近些。越说到后边，江心瑶的声音越是细不可闻。哦，秦昊恍然大悟般拖长了尾音，眼底满是笑意。他微微弯下腰，凑近那张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的小脸。原来帝女大人，你是想要体验一下搂腰和说话靠得近些啊？你别曲解我的意思，我只是不排斥，没说非要体验。江心瑶又羞又恼，抬起泛着水光的眸子，狠狠地瞪了眼秦昊，只是这眼神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反而更像是娇嗔。秦昊哈哈一笑，然后牵起江心瑶那软弱无骨的小手：“行了，逗你的，不是想让我带你出去逛逛吗？走吧。”两人离开后，江家族弟江家第一祖江齐天看了眼身旁的男人，冷哼道：“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未来的江家掌门人？他要是长家了，咱们江家以后到底是姓江还是姓秦？”江心瑶的父亲江长生满脸尴尬，自己这女儿算是被秦家那小子给彻底拿捏了。老祖，心瑶她还小，没接触过什么异性，以后就好了。说到这里，江长生顿了顿，
接着问道：“老祖，其实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不明白，您好像对秦家一直都是很排斥的态度，但我们和秦家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吧？您这是为何？”江齐天被问得微微一愣，他朝秦昊离开的方向看了眼，然后悠悠道：“你知道的，我或者说我们整个江家吧，都是受了灭绝仙子的恩惠才有今天。在我还是练气境的小修士时，他指导过我修行，并将鸿蒙掠运杯托付给我，是他跟我说性情的没一个好东西，所以我对性情的也没什么好脸色。”说到这里，江齐天露出一脸古怪的表情。现在想想，我可能误解他的意思了。3界9天有仙界、地界和元界，仙界便是修仙者所在的世界，地界是不能修炼的凡人所在的世界，元界是世界的起点和终点，没有修士，都是一些自然孕育的混沌神魔。其中仙界被分为了9天，秦昊他们所在的荒古世家这种顶尖势力就在上3天，苏清月和夏灵溪所在的大苍国则是下3天。秦昊带着江心瑶离开了仙界，来到地界，因为天地法则的束缚，秦昊他们抵达地界后，修为也被法则之力给压制住了。一间临河的小院，推开窗就能看到乌篷船划过。秦昊看了眼熟睡的江心瑶，伸手捏住她的鼻子，不一会儿，江心瑶就被憋醒了。也有欺负我！江心瑶故作嗔怒地将秦昊的手拍开。秦昊轻轻一笑，别睡了，小懒虫，带你体验一下凡俗的美食。秦昊牵起江心瑶的手，拉着她挤在满是凡人工匠和低阶修士的摊位前，排队买刚出笼的鲜肉包子。江心瑶第一次吃包子这种凡俗的食物，一口咬下，滚烫的汤汁溅了一身。秦昊一边笑着看江心瑶的窘样，一边给她擦嘴，然后将包子吹凉了再送到她的嘴边。早餐过后，他们沿着河边的青石板路散步，秦昊会指着路边那些叫不出来名字却开得热烈的野花，瞎编一些离谱的传说，逗得江心瑶捧腹大笑。夜晚，有人在河边放莲花灯，星星点点的暖光顺流而下，映得整条河仿佛是天上的星河，好漂亮啊！就在江心瑶感叹之际，秦昊跟变戏法一样变出2盏河灯，递给江心瑶1盏，来，咱们也写个愿望。江心瑶偷偷看了一眼秦昊，然后在灯上飞快地写下常伴2字。将一切尽收眼底的秦昊笑着问道：“写了些什么？”江心瑶脸颊通红，支支吾吾地说道：“随便写了一些，反正和你无关。”听着江心瑶此地无银300两的辩解，秦昊嘴角上扬，看着秦昊那张俊逸非凡的侧脸，江心瑶试探般的用小拇指勾了勾秦昊的手，察觉到江心瑶的小动作，秦昊大大方方地牵起她的手。之后的1个月，他们2人就以一对凡俗情侣的身份在这地界游荡，穿梭于熙攘的凡人集市。堂堂将家地女会因为秦昊给她买了一串金银的糖葫芦，雀跃不已。在凡俗的集市上，秦昊叫江心瑶像个普通人一样去和摊主讨价还价。在无人打扰的峰顶，秦昊和江心瑶肩并肩看星河垂落，江心瑶会依偎在秦昊的怀里，听着秦昊给她讲述前世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秦昊的故事总是戛然而止在最美或最悲的节点，每每都让江心瑶急得抓心挠肝。董永和七仙女被王母分开后，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吗？那得多难过呀！秦昊抿了抿嘴，2人天地相隔，七仙女怀孕了，把孩子送回了人间，由董永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后寻母，后来在望仙桥得以相见。那牛郎和织女呢？也是吗？秦昊揉了揉江心瑶的脑袋，他们好一些，喜鹊给他们搭了座桥，每年可以见一面。许仙和白娘子呢？他被关在雷峰塔下，后来出来了吗？秦昊沉默了很久，久到江心瑶依偎秦昊不会再回答时，才听到秦昊低沉的声音传来：“出来了，但物是人非，错过太多，有些东西不是破了塔就能找回来的。”江心瑶眉头微微一皱，她不喜欢这种结局。她仰着头，在朦胧的星光下看着秦昊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我们呢？”秦昊的身体几不可察的微微一僵，他缓缓低下头，对上江心瑶那双清澈见底的双眸，那双眼眸中是对自己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刚刚萌芽却已根深蒂固的爱恋。江心瑶满怀期待地看向秦昊，等到秦昊的一个承诺，来点亮的他整片星空。可是经历了柳如烟一事，秦昊哪里还敢给别人承诺？这一场始于租界的邂逅，终究要以江心瑶不愿看到的方式画上句号。秦昊没有回答，只是沉默。他给不了他承诺，至少现在不能。可是秦昊的沉默却比任何言语都更让江心瑶心慌。夜号，江心瑶轻声唤他，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环在秦昊腰间的手也不自觉地收紧，仿佛不这样做，秦昊随时都会消失。秦昊抬手，动作依旧温柔，只是其中带着些许疏离的克制，轻轻揽住江心瑶的肩膀。秦昊声音有些沙哑地开口道：“心瑶，1个月了。”江心瑶的心猛地一沉，像是瞬间坠入冰窟。我们的租界契约。秦昊避开江心瑶的视线，看向远处流淌的星河，仿佛这样能给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明天就到期了，你要走？江心瑶眼睛瞪大大大的，里面充满了不敢置信的恐慌。看着江心瑶瞬间苍白的脸，秦昊温热的手掌轻轻附上她微凉的脸颊，拇指摩挲着她细腻的肌肤。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秦昊轻轻按住江心瑶的手，想要掰开，却发现她抱得更紧了。不能不走吗？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你去给别人当租界道侣，
不就是想要气运吗？我们一起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可以把我的气运分一半给你啊。秦昊轻轻地摇了摇头，看向江心瑶的眼神温柔得能将人溺毙。你愿意分，我也不舍得要啊。不舍得，不舍得要我的气运，就舍得离开我吗？江心瑶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哭腔和愤怒。叶浩，你看着我，你告诉我，我对你来说算什么？只是一个任务，那些难道都是假的吗？泪水开始决堤，他本以为星空下的依偎是永恒的开始，却没想到竟是离别的序曲。秦昊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这1个月我很开心，谢谢你，因为有你，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你不要再说了。江心瑶打断秦昊，转过身去，背对着秦昊，不再理会他。心瑶，别叫我。江心瑶眼圈通红的瞪了眼秦昊，却倔强的不让眼泪掉下来。江心瑶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无波。既然契约到期了，那你就走吧。我江心瑶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和怜悯，从现在开始，我们两清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说完，江心瑶彻底不理秦昊了。秦昊想要安慰他，可每次江心瑶都会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猛地躲开。丁，距离租期结束只剩下1个小时，好好道个别，开始咱们的下一段旅程吧。听到脑海中传来的电子音，秦昊不由得一顿咒骂：狗系统，你说的倒是轻巧，最难销售美人恩，而且她还是我那退了婚的未婚妻，这以后怎么见面啊？想想都尴尬。秦昊撇了撇嘴，悠悠地叹了口气。他看了眼江心瑶，对方蜷缩着蹲在地上，一副小可怜的模样。秦昊也不说话，就默默地凑到江心瑶身边，静静地陪伴她度过租期最后的这1个小时。伴随着脑海中租期结束的提示音响起，秦昊缓缓站起身，张开手对江心瑶说道：我要走了，拥抱一下。江心瑶的身躯抖了抖，但她没有起身。见状，秦昊再度开口道：我真的要走了。哼，谁在乎你走不走？江心瑶咬着牙，一字一句道。闻言，秦昊咂咂嘴，然后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大拥抱，便要转身离去。听到秦昊离开的动静，江心瑶再也绷不住了，她猛地起身来追秦昊。真的不能留下来吗？秦昊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笑着打趣道：不要弄得跟生离死别一样，以后又不是不会见面了。江心瑶红着眼，声音沙哑道：但是我怕下次见面，依偎在你怀里的是别的女人。秦昊一时语塞，这个他还真没办法反驳。见秦昊不说话了，江心瑶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叶浩，你和我讲了那么多故事，今天我要告诉你，讲出来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我们不写那样的结局。我们之间没有王母画银河，没有法海射雷峰塔，就算有，江心瑶顿了顿，语气中多了几分笃定，我也会踏碎银河，掀翻雷峰塔。说着，江心瑶一把抓住秦昊的衣领，然后踮起脚尖朝秦昊吻去。当那柔软的带着泪水的咸涩和少女特有清香的唇瓣笨拙而用力地印上秦昊的嘴唇时，秦昊没有回避，而是收紧手臂，将那颤抖的娇躯拥入怀中。叶浩，江心瑶叫着秦昊的化名，每一个音节都郑重无比。我要的结局不是1年1会，不是千年重逢，而是朝朝暮暮，是岁岁年年，是你在我身边看遍这3界9天的每一处风景，直到我们都看腻了为止。看着面前满脸认真的江心瑶，秦昊轻轻一笑，也还是先把我名字叫对吧。说完，秦昊轻轻弹了一下江心瑶的额头，然后朝他最后挥了挥手，便催动玉佩返回了秦家族地。山顶只剩下江心瑶一个人愣在原地。什么意思？把他名字叫对，他不叫叶浩，那他叫什么？混蛋，你以为用个假名字就能甩掉我？我早就用涅槃神火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总有一天能把你找到。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不要在外面沾花惹草，不然我舍不得对你动手，难道还舍不得对你身边的女人动手吗？丁，租期结束，请您对本次服务给予评价。评分由低到高分为1星到10星。江心瑶正拿着那枚将秦昊带到自己身边的玉佩感伤，突然玉佩中再次传来一道电子音。哼，连真名字都不告诉我，还想让我给你好的评价，痴心妄想。江心瑶用力地跺了跺脚，眼神中满是愤怒。他发誓自己一定会重新找到秦昊的。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江心瑶还是将自己的评级输入到玉佩之中。同一时间，沉淀了1个月，秦昊的修为早就到了突破的临界点。他返回秦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开始突破天际。乌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4面8方汇聚，沉甸甸地压在秦昊府邸的上空。秦家境地察觉到这一切的秦无涯一个念头，便闪身来到了秦昊的府邸。小昊先天气运缺失，他的劫难远非寻常化神雷劫可比，我得帮他看着点，不能让他在此身消道雨。很快，第一道天雷落下，净灭神雷带着净化与毁灭的双重气息轰然劈落。面对这足以将寻常化神修士劈的神魂俱灭的天雷，秦昊连眼皮都懒得抬。先天道体，万法清河，心念一动，先天道体的本源道运自然散发，那声势浩荡的净灭神雷在靠近秦昊身体10丈范围时，就像被安抚的野兽般，狂暴气息迅速减弱，反而将其中精纯无比的净化之力给分离了出来。第一道雷劫就这样被秦昊当作餐前开胃菜般轻松吸收。劫云似乎都滞了一下，旋即发出更愤怒的咆哮。第2道、第3道天雷同时落下，七窍玲珑心，万念通明。秦昊催动七窍玲珑心，
瞬间便洞察这2道天雷的能量流转节点。他双腿盘膝，屁股都没挪一下，只是以指为剑，朝着天空随意刺出2剑，2道恐怖的天雷自行溃散，化作1道道滋补的能量涌入秦昊体内。面对第4道涅槃焚雷，秦昊开启天皇神体，调动天皇神体本源之力，强行将这涅槃焚雷牵引、吸收、同化。第5道天雷落下，秦昊睁开双眼，重瞳一开，左眼日月轮转，演化阴阳生灭，右眼星河幻象，洞悉诸天奥义。5行神雷硬生生被秦昊解析、梳理、演化，恐怖的雷劫被秦昊演化回相对温和、精纯的天地能量吸收。那天上的乌云还在酝酿，但酝酿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继续落下结云，最后直接消散了。嗝，秦昊打了个饱嗝，他撇嘴道：“多么难得的修炼资源啊，多降点雷劫下来啊！”突破道化神境后，秦昊的气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体内的灵力浩瀚如海，在体内奔流不息，而且灵力运转时更是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厚重与威严。秦无涯的身影悄然出现在秦昊身后，上下打量了一眼自己这气运导欠的儿子，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欣慰的神情。好小子，干得不错，看来是我白担心你了。秦无涯拍了拍秦昊的肩膀，那赞叹的眼神仿佛在说：真不愧是我儿子，有我当年1半的风范，能有此造化，不枉我将你气运抽走。秦昊扯了扯嘴角，心中吐槽道：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呗。当然这些话秦昊也只敢在心里说说。他朝秦无涯拱了拱手，多谢爹栽培。对了爹，我想了解一下灭绝仙子的信息，咱们秦家有关于她的古籍吗？之后秦昊也尝试再次进入鸿蒙掠运杯内寻找柳如烟，可惜除了第1次之后，他去见到的都是一团没有任何感情的投影。听到灭绝仙子这4个字，秦无涯的脸色明显变得不好看了。问他干嘛？察觉到秦无涯的态度有些不对，秦昊连忙道：就是想了解一下。秦无涯深深地看了眼秦昊，然后冷哼道：没什么好了解的，一个死人，你了解他干嘛？他是我们秦家的敌人，我们秦家发展起来比其他任何荒古世家都要艰难。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灭绝仙子，死人一个，却到处留机缘，培养势力，让他们打压我们秦家。说到这里，秦无涯顿了顿，他倒不是针对我们荒古秦家，性情的就要遭到他的打压。听到秦无涯的话，秦昊嘴巴微张，眼中满是骇然。不会是因为我吧？就因为我一个人，他就针对所有性情的人，这是多大仇多大怨呢？他真的死了吗？秦昊从怀中取出那根玉簪，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沉闷。秦无涯看到秦昊手中的那根簪子，脸色变了变。这簪子你从哪里来的？捡的。说完，秦昊连忙将簪子收了起来。就自己老爹对灭绝仙子的态度，秦昊都怕秦无涯会一掌将这簪子拍碎。秦无涯神色古怪地打量着秦昊，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心中不禁暗道：色胆包天的混小子，灭绝的东西也敢乱捡。秦无涯看了眼秦昊，然后从怀里掏出几10门地级神通丢到秦昊面前。你的战斗手段太单一，全是凭借体质，这些神通你好好修炼，提升一下自身的底蕴。秦昊眼前一亮，连忙道谢：谢谢爹。看到这些神通，秦昊顿时就有了主意。清月、灵犀和星瑶3人对他的好感度都达到了95以上，他们学会了神通，自己也能跟着掌握。待会儿自己好好分各类，把适合他们各自的神通送过去，他们好好修炼就行，我就纯当躺赢狗。行了，我也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半个月后我们秦家第1组诞辰，你作为秦家弟子可要好好表现。说到这里，秦无涯嘴角微微上扬，然后一脸玩味道：对了，江家也会来哟。儿子你不厚道啊，都说了退婚，结果还去招惹人家，去招惹人家也就算了，还不用真名，半个月后我看你怎么收场。说完，秦无涯的身影直接消失不见。怎么听便宜老爹的语气，他还有点幸灾乐祸呢？怎么收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大不了就是牺牲点色相嘛。丁，检测到客户将星瑶提交评价，评价等级10星，完美。丁，将星瑶订单最终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10星好评，共分的将星瑶1斗气运，获得评价奖励9转玲珑塔。9转玲珑塔9层小塔，可随宿主意念放大，9层各有神通，1层困敌，2层炼魂，3层聚灵，4层化形，5层镇魔，6层诛仙，7层控地，8层掌天，9层轮回。注意，9转玲珑塔催动需要消耗海量灵力，请宿主量力而行。丁，新的订单预计半个月后下达，请宿主尽快调整到最佳状态。秦昊意念一动，从系统空间中取出9转玲珑塔，感受着塔身释放出来的强大威压，秦昊一手托着塔，另一只手则是附在身后。哈哈，以后请叫我托塔昊天王。收。秦昊将9转玲珑塔收入丹田后，便调出自己的信息面板：姓名秦昊，身份荒古秦家弟子，气运2斗5升，常有机遇，贵人相助，修为化神境1重，体质重瞳，先天道体，7窍玲珑心，天皇神体，宝物9节剑，噬魂幡，虚空地袍，仿鸿蒙掠运杯，9转玲珑塔，神通太虚剑法，太古龙皇法香，31息，太初一剑。看完自己的信息面板后，秦昊满意地点了点头，不错，我现在的气运不过2斗5升，就已经是常有技与贵人相助，而且
清月得到上古剑祖传承，学会了他的神通太初一剑。我直接躺赢也掌握了这门神通。秦昊看着便宜老爹丢给自己的几十门神通，开始思索着该怎么把这些神通分给苏清月他们。清月主修剑道，性情外冷内热，需兼顾杀伐与守护。灵犀身负七窍玲珑心，神通应该偏向辅助类。星瑶嘛，天皇神体霸道，他本人性子有傲娇，适合大开大合，威力绝伦，却能彰显身份威仪的。思索好后，秦昊将神通分好类，分别装进3个储物戒中。苏清月那边，秦昊直接安排人送去了玄天圣地。将星瑶，秦昊担心以对方的实力，自己现在要是再出现在他面前，没准会被他给绑起来，再也跑不掉。所以还是半个月秦家老祖寿宴亲手给他。至于夏灵溪那个小傻瓜，秦昊准备亲自过去看看，也不知道这个小傻瓜有没有找到他的太子哥哥。南域大苍国一处偏僻的山洞中，灵溪，你不要管我了，自己逃命去了。只恨我没能早点看破公家父子的阴谋，甚至还险些将你推入火堆。还好有秦兄弟，不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夏灵溪不停地给夏阳灌输灵力，治疗他的伤势。哥，不要说了，我不可能抛下你的，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你要是死了，我可怎么活啊？夏阳动作轻柔地为夏灵溪擦拭掉眼角的泪水。你去找秦昊兄弟吧，他身为众统者，背景不俗，这样的天之骄子愿意守护你1个月的时间，肯定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不求能当他道侣，即便成为他身边的侍女，也好过继续陪我在这里等死。就在夏阳极力劝说夏灵溪抛下自己独自逃命之时，一道低沉的声音传遍整座山脉。夏阳、夏灵溪，你们2个大苍国罪人，还不速速出来受死！要是让本王动手找到你们，你们可就连想死都没那么容易了。听到这道声音，夏阳浑身一颤，是3皇叔，我们的这些叔叔看样子是不置我们于死地不罢休啊！夏阳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一抹决然的神色。灵溪，你先走，哥哥我去给你引开这些人。夏灵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们都死不了的，我还有一次求救的机会。本来我是想等到我登顶整个南域之巅再联系他的，现在看来只能提前联系他了。这般想着，夏灵溪心中一阵感伤，不知道用掉这次机会后，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秦昊。就在夏灵溪指尖微颤，要引动石海内拿到灵魂烙印时，一只温热的手掌轻轻按在了他的肩膀上。小傻瓜，遇到麻烦怎么不早点叫我？温和中带着一丝戏谑的嗓音，如同天籁般在夏灵溪的耳边响起。夏灵溪娇躯一颤，猛地转过身去，映入眼帘的是那张他魂牵梦绕、无数次在梦中描摹的俊朗容颜。秦昊。夏灵溪眼神中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秦昊，他还没有催动灵魂烙印呢，秦昊自己就出现了。秦昊轻笑着摇了摇头，然后朝着夏灵溪的额头用力一弹。怎么样，现在相信是我了吧？再次被秦昊弹头，夏灵溪捂着额头，巨大的惊喜感将他整个人笼罩。他张开手，奋力一跃，整个人挂在了秦昊的身上。真的是你啊，秦昊，你怎么来了？秦昊揉了揉夏灵溪的小脑袋，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听到这话，夏灵溪立马撅起嘴，泪眼汪汪的将头埋进秦昊的脖梗里。然后趁秦昊不注意，他用力地咬了秦昊脖子一口。秦昊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你属狗的，怎么说咬就咬？夏灵溪哽咽着，我就是太想你了。秦昊扯了扯嘴角，这就是你表达想念的方式？果然不能对你的智商抱有太大的希望。一旁的夏阳看到这一幕笑了笑，秦兄弟又见面了，你快带着灵溪逃走吧，我给你们断后。秦昊扫了一眼夏阳，然后随手给他丢了一瓶丹药，伤势不轻，先服下这个，至于外面的那些杂鱼交给我就行。闻言，夏阳连忙出言制止，不可啊，秦兄弟，你带着灵溪离开就行，万万不能以身犯险。外面那人是我三叔大成境修士，你有把握吗？听到这话，秦昊顿了顿脚步，大成境刚好，就让他成为我是魂幡的第1个住户吧。说完，秦昊一个瞬身离开了山洞。夏阳想要跟上去，夏灵溪却是一把将其拦住。哥，秦昊很厉害的，有他在，绝对能把外面些人全部打趴下。山洞外面，夏灵溪兄妹2人的三叔还在叫他们放弃抵抗，哪里来的狗叫，吵死了，能不能消停点？秦昊那懒洋洋带着明显不耐烦的声音，如同冰水浇头，瞬间让夏云的骂声戛然而止。夏云眉头紧锁，有些忌惮地看了眼秦昊，这人敢骂自己，难道是夏阳他们的靠山？可当感受到秦昊身上传来的化神境气息时，夏云脸上惊疑的表情瞬间被阴鸷和愤怒取代。哪里来的不知死活的小子，区区一个化神境一众，敢在本王面前放肆！夏云寒怒一掌拍出，大成境修士的寒怒一击，刹那间搅得天地变色。在夏云看来，一个化神境一众的小修士，面对自己的全力一击，还不瞬间被轰成渣渣。然而现实却与他心中所想相差甚远。只见秦昊跟个没事人一样，硬扛下夏云这一击，甚至还若无其事地掏了掏耳朵。就这么点力气，你没吃饭啊？秦昊的话让夏云脸色骤变，不可能，他一个化神境一众，怎么能挡下自己大成境的全力一击？不对劲，这小子不对劲，他定是来自某个大势力，有至宝护体。想到这里，夏云连忙收起脸上那凶厉的表情，转而换上一抹和煦的笑容。这位公子，我无意与你为敌，我来此事为诛杀大苍皇室的2名叛徒，
还请公子能够行个方便。哎呦，秦昊饶有兴趣地看向面前的夏云，这家伙不傻哎，竟然一下就认清了现实。明明前10里的小说里面不是这样的呀，他应该不依不饶，仗着自己修为高，然后看不起我，被我打脸啊，怎么这么快就服软了？就在这时，夏灵溪跳了出来，三叔，带着你的人投降吧，你们已经被我秦昊哥哥包围了。此话一出，夏云脸色变了变，他一脸忌惮地看了眼秦昊，又看了看夏灵溪，心中不禁暗道：这小子只是画神境，面对我一个大成境，脸上却没有丝毫惧意，一脸云淡风轻，那姿态仿佛我就是一只随手便可以捏死的蝼蚁。这小子绝对有底牌。想到这里，夏云大喝一声：替我号令！就在秦昊以为夏灵溪的这个三叔还号召手下一同向自己发起攻击时，夏云的话确实让秦昊一整个愣住了。逃！话音刚落，夏云立刻催动全身灵力，整个人化做一道流光，飞快地从秦昊眼前遁走了。夏云的手下们亦是如此，一个个四散而逃。王爷都跑了，他们还留在这里干嘛？等死吗？望着夏云逃跑的方向，秦昊失笑摇头：不是，我还没装逼呢。秦昊咂咂嘴，他还想用夏云来试鸿蒙掠运杯、噬魂幡和9转玲珑塔的威力呢，结果对方完全不给机会。就在这时，一道带着香风的娇小身影如乳燕归巢般猛地扑进秦昊的怀里，紧紧抱住秦昊。秦昊哥哥，你太厉害了，太帅了！夏灵溪仰着小脸，眼中星光闪烁，里面却只毫不掩饰的崇拜和爱慕。秦昊揉了揉夏灵溪的脑袋，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你三叔胆子有点小。说着，秦昊不禁打量了一眼夏灵溪，心中不禁暗道：难道胆小也能遗传？这小妮子胆子也不大。夏灵溪的语气充满了骄傲，所以才说你厉害啊，你什么都不用做，只是往这里一站，我三叔就被吓跑了，那可是大成期的顶级强者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厉害啊？秦昊眼前一亮，这不问到点子上了吗？秦昊从怀里掏出给夏灵溪准备好的神通，交到夏灵溪的手中。灵溪，这是我为你准备的3门地级神通，分别是长生诀、天龙八音还有缚龙锁。长生诀是疗伤的神通，天龙八音是音律神通，缚龙锁是控制神通。以后你打不赢就跑，先用缚龙锁控制住对方，然后用天龙八音撼乱对方神魂，跑到安全的地方再用长生诀疗伤。本来夏灵溪听到秦昊给自己准备了3门地级神通，夏灵溪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听到秦昊的描述，他那张精致可爱的小脸蛋上露出古怪的神情。秦昊哥哥，我只能逃吗？就不能给我厉害点的杀人神通吗？秦昊扫了眼夏灵溪，然后摇了摇头。杀人？秦昊那毫不掩饰的反问，像3根小针轻轻扎在了夏灵溪的骄傲上。他鼓着脸，像只生气的小河豚，挥了挥自己毫无威慑力的小拳头。我怎么就不能杀人了？我可是很厉害的。秦昊托起夏灵溪的脸，看着他满是不服气的眼睛，轻笑道：灵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你有7窍玲珑心，这种音律和生机类的神通比较适合你。再说了，这些可是地级神通，练得好了，长生诀都能杀人。一旁的夏阳也跟着附和：灵溪，莫要不知足，秦兄弟给你的可是地级神通啊！夏阳的声音都在颤抖。地级神通，他们大仓国连一门仙级神通都没有，最强的神通也不过就是极品0级神通。可秦昊随手就丢出3门地级神通，此刻夏阳看向秦昊的眼神已经不仅仅是感激了，更多了一抹浓得化不开的敬畏和骇然。随手就拿出3门地级神通送人，这是什么概念？即便是在那传说中的荒古世家和无上圣地，地级神通也绝对是镇族之宝，非核心嫡系不可轻传。可他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像是送几颗糖豆一样，一下就给了自己妹妹3门。想到这里，夏阳朝秦昊拱了拱手：秦兄弟，这太贵重了，灵溪他何德何能承受您如此大恩？这样吧，我这个当哥哥的做主了，就让灵溪当你侍女，服侍你左右。夏阳激动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甚至言语中都有些惶恐。地级神通啊，若是传出去，足以让整个南域，不，就算是整个9天，就能因为这3门地级神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吧。哥，你胡说什么呢？夏灵溪撅着嘴，一脸不满意的瞪着自己的哥哥。什么叫让自己去给秦昊当侍女啊？就算当不了正妻，难道连小妾也没他的份吗？看不起谁呢？夏灵溪抬头扫了眼秦昊，心里美滋滋的，说什么1个月租期到了就再无瓜葛，现在还不是放心不下我？他肯定是喜欢我的吧，而且还一下送给我3门如此贵重的地级神通，嘿嘿，是聘礼吗？本公主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秦昊摆了摆手，没有什么报答不报答的，你最好的报答就是盯着他，让他早点学会这3门神通。说到这里，秦昊顿了顿，然后接着对夏阳说道：你也可以学，但是记住了，不可外传。闻言，夏阳连连点头，多谢秦兄弟。夏阳一脸惊喜的看向夏灵溪，再次提议道：灵溪，要不你就按照我说的，给秦兄弟当侍女吧，给他当侍女可比继续当公主好多了。夏阳的想法很简单，一方面秦昊能够提供的资源远非常人所能比拟，灵溪跟着他能得到寻常人难以触及的顶级宝物。另一方面，现在的大仓国太危险了，他自身难保，更别提去照顾夏灵溪了。对于秦昊，夏阳信得过，
如果秦昊是坏人，他恐怕早就见不到夏灵溪了，所以他才会一直提议让夏灵溪跟着秦昊。夏灵溪鼓着脸，一心想要嫁给秦昊的她，听到自己哥哥三番两次提议让自己给秦昊当侍女，这让她如何接受？要当你自己当去吧，我再也不理你了。秦昊扫了眼兄妹两人，然后掏出自己的令牌丢给夏灵溪，你哥有顾虑很正常，你们两个太弱了，好好修炼提升实力。南域这块地方应该有个天剑宗，你们拿着我的令牌去见他们的宗主，他看到令牌自然会收你们为徒。天剑宗是秦族的支脉几个天赋不好，在族内混不下去的人所建立，既然是秦家人，那见到自己的弟子令，自然会给自己这个弟子一个面子。有了天剑宗的庇护，两人在南域也有了立足之地。听到天剑宗这三个字，夏阳浑身一颤。天剑宗，南域最强宗门，其中可是有仙人坐镇的。相比于夏阳的激动，夏灵溪确实有些弱得若失。你又要走吗？见夏灵溪这一脸舍不得的样子，秦昊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当然了，我也要回去好好修炼啊，以后遇到什么麻烦及时联系我，别藏着掖着。对于这些好感度达到95以上的前道侣们，秦昊还是很舍不得的，他们简直就是自己的聚宝盆，不光他们修炼自己能够得到部分返还，就连他们学会神通自己也能直接掌握，单凭这一点，秦昊都得把他们给保护好了。夏灵溪撅着嘴，小心翼翼地拉着秦昊的衣袖，轻声挽留道：能不能多待一会儿？我好想你。秦昊伸出手刮了一下夏灵溪的鼻子，等你掌握了这3门地级神通，我抽出时间来陪你1个月。此话一出，夏灵溪的眼睛里泛着星光，一脸激动地问道：真的？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得到秦昊的确认后，夏灵溪的心里说不上来的激动，她怀抱住秦昊的脖子，踮起脚尖，在秦昊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你就等着吧，我会很快将这3门地级神通学会的。与秦昊告别后，兄妹两人踏上了前往天剑宗的旅程。秦昊本来说直接将他们送过去的，但是被夏阳拒绝了，他想要在旅途中历练一番。对此，秦昊也没拦着。夏灵溪可是大气运者，历练历练也好，说不定能和清月一样得到上古大能的传承呢。玄天圣地，苏清月一袭白衣，盘坐在青石之上，周身剑气缭绕，清冷如月。清月师妹，一个玩味又带着几分羡慕的声音靠近，打破了宁静。来人正是苏清月在玄天圣地为数不多的朋友赵思雅。苏清月缓缓收工，睁开眼，看向赵思雅，露出一抹笑容：思雅师姐，找我有什么事吗？赵思雅上下打量了一眼苏清月，脸上露出一抹八卦的笑容：还能有什么事啊？当然是我们家清月太受欢迎了。这不，又有人让我给你送东西呢。听到这话，苏清月的眼底掠过一丝明显的不耐烦。入宗2个多月，因为他惊人的天赋和绝尘的容颜，前来是好的弟子数不胜数，各种灵药、法宝、珍稀材料，甚至还有琴师，让他烦不胜烦。思雅姐，让他们把东西都拿回去吧。苏清月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冰冷，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含义。除了他，我什么都不需要。在苏清月的心里，其他人送自己再多、再宝贵的东西，也远不如秦昊随手捡起的一颗石子珍贵。只要是秦昊的，不管是什么，他都视若珍宝；而别人的，不管多珍贵，在他眼中都视若碧玉。见苏清月这个样子，赵思雅取出一枚玉佩，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你确定要送回去？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呢，毕竟送这个东西的人可是姓秦。说着，赵思雅站起身来：行吧，既然这是清月师妹你的想法，那我就只好把东西给送回去了。秦这个字入耳，如同投进平静湖面的石子。苏清月那清冷绝尘的脸上，冰封的表情瞬间出现裂痕，原本淡然无波的眸子里骤然亮起一丝难以抑制，如同星火般的光彩。等一下！苏清月连忙叫住转身要走的赵思雅。瞧见苏清月这一脸急切的模样，赵思雅心中偷笑，面上却故作疑惑地转过身：怎么了，清月师妹？苏清月已经从青石上站了起来，白衣胜雪，清冷的脸上罕见地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窘迫和一丝强行压抑着的期待。她朝赵思雅伸出手，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赵思涵手中的玉佩。把东西给我。赵思雅强忍笑意，故意晃了晃手中的玉佩，歪着头，一脸无辜：给你，师妹，你刚才不是说要我把东西给人送回去吗？苏清月也不多说，直接上手从赵思雅手里将玉佩抢了过来。她不一样，她不是别人。苏清月双手捧着玉佩，眼神中满是柔和。赵思雅咂咂嘴，自己这小师妹还真是双标，对待别人和对待那位秦公子完全是2副面孔。忽的，赵思雅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秦昊的那张帅脸，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碾压同境界的战斗力。赵思雅脸颊微红，心中暗道：如果我是苏师妹，我大抵表现的连她都不如吧。赵思雅连连甩头，将自己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给甩了出去。见苏清月一脸狐疑地打量着自己，赵思雅轻咳2声，连忙开口道：那个清月，别愣着了，看看秦公子给你送了些什么东西吧。苏清月朝玉佩中注入灵力，下一秒3门神通功法出现在苏清月的手中：虚空地龙斩、青龙印、游龙金红布。与此同时，秦昊留下的几句话从玉佩中传出：清月，这3门地级神通挺适合你的，好好修炼，勿念。一旁的赵思雅听到这3门是地级神通后，
眼珠子瞪得溜圆。地级神通，先帝级别的无上大能创造的神通啊！秦公子一下给了你3门。清月，秦公子对你真好。苏清月将3门神通功法紧紧地抱在怀里，眼里满是幸福的神情。他总是这样，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苏清月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连日来因各种打扰而生的烦闷，这一刻瞬间烟消云散。他珍而重之地将3门功法小心翼翼收好，然后就又投入到修炼之中。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努力变强，尽快站在秦昊身边才是真的。荒古秦家，秦昊回来后就开始修炼，半个月后就是老祖诞辰，江心瑶到时候也会过来。自己这话神境一众的修为，面对合体境巅峰的江心瑶可有些不够看，所以他也是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一晃时间就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秦昊一直在苦修。呼，秦昊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修炼一途还真是越到后面修炼的越慢，半个月的时间我竟然才提升了2个小境界。兔崽子，你这点修为恐怕有点不够看诺，才化神境3重，人家江心瑶可是合体境巅峰，你说他要是知道玩了他1个月就跑路的人是自己的未婚夫，他会怎么对你？秦无涯的眼眸中满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神情，修炼一途枯燥乏味，就指着这点事还活跃气氛了。秦昊瞥了眼秦无涯，冷哼道：爹，你怎么还有空管我？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我娘从瑶池圣地接回来吧。说完，秦昊不再理会秦无涯，径直走出自己的府邸，前去参加老祖的寿宴。秦昊的话让秦无涯的脸色彻底僵住。秦昊的母亲是瑶池圣地老祖的关门弟子，早在秦昊出生时就离开了秦家，原因也很简单，生了这么多孩子，结果没一个能撑过满月。作为一个母亲，她恨透了秦无涯。如果不是秦无涯为了突破先帝强行借走子孙后代的气宇，他的孩子怎么可能连一个满月的都没有？秦无涯撇了撇嘴，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以为我是为了突破先帝才这么做？天道残缺，以我的天赋，即便是在仙谷都能挣到先帝，更何况是现在？哼，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的秦家族地格外热闹，仙乐飘飘，祥云缭绕，无数奇珍异兽拉着华丽车辇，如同百川归海，从4面8方汇聚而来。秦家核心区域早已被布置得美轮美奂，更是拉来了9条五爪金龙，在今日寿宴的主殿万寿宫盘旋飞舞。江家道：贺礼先天紫气，万载空清神玉。太上道门道：贺礼9转大还丹3瓶，道门古经3部。星神殿道：贺礼周天星河1枚，星辰金万金。随着4夷高昂的唱名声，一个个重量级的势力代表步入广场，尤其是江家2字响起时，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入口处。只见江家第一祖江齐天、当代先帝江长生2人领着江家小辈们缓缓走进万寿宫，其中一位身着华丽宫装、容颜绝世的少女格外引人瞩目，那就是江家帝女。听说她觉醒了天皇神体，而今不过20，就有了一身合体境巅峰的修为，此女有成帝之姿，不愧是江家帝女，果然是风华绝代。江心瑶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一袭天蚕衣锦织就，点缀着星辰与凤凰纹路的宫装长裙，将她窈窕的身姿衬托得愈发高贵出尘。秦昊一眼就看到了江心瑶，他立马往人群后方躲了躲。他还没想到怎么糊弄江心瑶呢，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候。江心瑶此刻脸上虽然挂着一抹得体的微笑，但那双凤眸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与忐忑交织的情绪，目光不留痕迹的在人群中扫过，仿佛在寻找什么。叶浩能有那种恐怖的战力，肯定也是出自某个大势力。今天江家第一组的寿宴，3届9天的大势力基本都来了，不知道叶浩在不在。江心瑶身旁的江子恒深吸一口气，感叹道：秦家不愧是最强荒古世家，他们族地里面的灵气浓度竟然比我们江家高这么多。说着，江子恒看向江心瑶，笑着打趣道：心瑶，听我爹说，你和秦家弟子之间还有婚约呢。江心瑶轻轻摇了摇头，已经没有了，秦家人退婚了。子恒哥，这件事以后别再提了。不知道为什么提到自己有婚约，江心瑶心里就没由来的一阵心慌。万一要是让叶浩知道了，他要怎么看自己？就算知道自己已经退婚了，但是他心里说不定会产生隔阂。忽然，江心瑶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他猛地朝秦昊藏身的地方看去，在那个地方有他在秦昊身上留下的神火烙印。秦昊见自己都藏得好好的，结果江心瑶还是直接朝自己这边看了过来，不由得扯了扯嘴角，不是吧？他这么敏锐，这都能发现？秦昊扯了扯嘴角，然后立马催动玉佩离开了。而察觉到神火烙印的江心瑶则是脱离江家队伍，朝着方才秦昊所在的位置跑去。不出意外，他扑了个空，但空气中残留的气息让江心瑶很确信秦昊刚刚就在这里。江心瑶一脸郁闷地跺了跺脚，混蛋，明明你就在这里，为什么要躲着我？难道之前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都是假的吗？利用玉佩躲开的秦昊心有余悸，好敏锐的感知。就在他感叹之际，一道戏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兔崽子，你躲不掉的，还不如现在去跟他见面，不然等下搞出来太大的动静，你秦家弟子的名声可就人尽皆知了。秦昊没好气地看了眼秦无涯，轻笑一声：爹，你就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了。一个时辰后，
这个女人将会彻底爱上我。秦无涯扫了一眼秦昊，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一个闪身从秦昊眼前消失，下一秒他的身影出现在万寿宫的中央。随着秦无涯的现身，原本还嘈杂的万寿宫立刻安静了下来。秦无涯朝在场众人拱了拱手：“诸位，感谢大家能够赏脸来参加我秦家第一组的诞辰。今日各方势力齐聚，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有个提议，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小辈们切磋一下。”秦无涯掏出一门地级神通，一柄极道地兵，还有一缕先天紫气，这是我给这场比试添的一些彩头。谁能拿下今天这场切磋的最终胜利，便能得到这些奖励。此话一出，江家江长生也站了出来，他同样掏出一些至宝作为奖励。我赞同秦兄的提议，各方天骄难得聚集在一起，不如借这个机会切磋比试一番。在2人之后，其余各方势力的代表也是纷纷拿出奖励，这些奖励叠加起来达到了一个骇人的程度，甚至完全不输给秦家第一组的贺礼。各方天骄对如此奖励也是心动不已，一个个跃跃欲试。秦无涯见状，当即抬手布置一座阵法。考虑到各方天骄修炼时间有长有短，为了公平起见，这座阵法会将大家的修为都压制到化神境。闻言，江长生一把按住秦无涯的手：“秦兄，你这么做未免有点不公平了吧？都压制到同一个境界，你不如说把这些奖励都给你秦家算了呗。”秦昊同境界的战斗力，江长生可是见识过的。同境界一战，在场所有天骄有谁是秦昊的对手？且不说这些没成长起来的天骄了，就是他们这些先帝先王年轻的时候，除了秦无涯，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比起秦昊来也是远远不如。秦无涯轻轻一笑：“既然江兄你这么说了，那我秦家也不欺负你们。我秦家代表的修为将压制到元婴境，让你们一个境界又何妨？”在场天骄都是心高气傲之人，他们哪一个不是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特殊的存在？哪一个不是觉得其他人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如今听到秦无涯如此轻视的提议，这让他们如何能够接受？秦家这是要干嘛？看不起我们，还是说他们有隐藏的天骄？会是谁？秦家弟子吗？秦家弟子不是说他连气运都被借走了，就是一个不能修炼的人，修为全靠家族强行灌注吗？他能有什么实力？应该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搞不懂这秦家葫芦里究竟是在卖什么药。不远处，隐匿在虚空中的秦昊在听到秦无涯的话后，整个人不禁眉头紧锁。这便宜老爹要干嘛？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面烤吗？之前不是还说让我不要暴露，免得被秦家的敌人给盯上吗？现在又是在干嘛？就在秦昊疑惑之际，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从虚空之间给拽了出来。兔崽子，别躲了，迟早要面对的。秦无涯出手，秦昊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直接被这股力量拖着来到了万寿宫。秦无涯将秦昊丢进阵法中，然后说道：“诸位，这便是我儿，他将作为秦家代表出战，他的修为将压制到元婴。不仅如此，我允许你们车轮战。”瞬间，无数道好奇、审视、不屑、试探的目光如同聚光灯一样，齐刷刷的聚焦在秦昊身上。可是秦昊已经被秦无涯给屏蔽了天机，这些人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这就是传闻中秦家那位气运被借的弟子，看上去很普通嘛，并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特殊体质。该说不说，这秦家弟子长得是真帅，可惜了，咱们这是仙界，不是地界。在地界，凭他那张脸，他还能靠脸吃饭；但是在仙界，一切都得用实力来说话，不可轻敌。秦家当代先帝竟然敢放出话来，让他以元婴来对战化神，甚至应许车轮战，足以证明这家伙非同寻常。人群中的叶家一道锐利的眼神死死地盯着秦昊，他有资格当我的对手。而与此同时的江家江心瑶在秦昊被秦无涯给丢出来的那一刻，整个人如遭雷击，娇躯乱颤，手中的酒杯哐当一下掉落在地上，琼浆洒了一身，都浑然不觉。他一双美眸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阵法光照内那张令自己魂牵梦绕的脸。叶浩，不是秦昊，那张脸，那身姿态，那隔着阵法也能隐隐感受到的让他又爱又恨的独特气息，绝对不会有错。他是秦家弟子，那个与自己有婚约在身的秦家弟子。意识到自己曾与秦昊有婚约在身时，江心瑶瞳孔剧烈收缩，红唇微微张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震惊愤怒的情绪交织，让江心瑶心乱如麻。紧接着就是被欺骗和戏弄的委屈，如同火山般在他心中轰然炸开。所以一切都是假的，那些让我念念不忘的美好，都是他营造出来的假象，为的就是报复我，报复我退他的婚。江心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紧接着又迅速涨红，胸口剧烈起伏。和秦昊相处的一幕幕不禁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那些欢笑，那些依偎，都是假的吗？秦昊也感受到了江心瑶这道过于灼热的目光，他转过头，隔着阵法与人群对上了江心瑶那双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的美眸。四目相对，秦昊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修罗场终究还是来了。秦昊强装镇定，深吸一口气后，他朝着江心瑶的方向露出一个和煦的笑容。心瑶说过，他最喜欢看我的笑容了，对他笑一笑，他的怒火肯定会平息不少。然而秦昊的这个举动仿佛一盆冰水落入油锅，让江心瑶瞬间沸腾。咔咔，见秦昊肚子和自己笑，
江心瑶呼吸一滞，旋即便是火冒三丈，紧握的拳头因为太用力而咔咔作响。这个混蛋，他难道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嬉皮笑脸的是要干嘛？挑衅我吗？如果是为了挑衅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做到了。秦无涯的眼神在秦昊和江心瑶身上流转了一会儿，然后嘴角微微上扬，缓缓开口道：既然诸位没有异议，那么切磋便开始吧。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就跳上了擂台。今日机会难得，我叶家就来抛砖引玉吧。青年朝秦昊拱了拱手，沉声道：叶家叶惊云，请赐教。看到青年，现场一阵哗然。哦，是叶家弟子叶惊云。听说他今年不过50岁，就已经是大成境的修士了，而且天生至尊骨，在同辈之中所向披靡，还以为他会压轴登场呢，没想到现在就按耐不住了。压制修为对于叶惊云这些高境界的修士可是很占优势的，毕竟虽然境界压低了，但是对灵力的掌控和境界的感悟却不会变低。放出如此狠话的秦家弟子，该不会一轮游吧？场下目光灼灼，皆聚焦于秦昊。面对叶家弟子叶惊云的挑战，这位放出豪言的秦家弟子究竟是今日一鸣惊人，还是徒有其表？秦昊与叶惊云遥遥相对，他朝叶惊云抱了抱拳：秦家，秦昊，你先出手吧，我怕我出手之后，你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秦昊轻飘飘的声音传来，犹如一把淬了毒的针扎进叶惊云的心里。叶惊云扯了扯嘴角，一双眼眸中满是寒意。啊，秦昊，我记住你了。我叶惊云自出生以来，你是唯一一个敢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人。希望你的本事能和你的口气一样大。叶惊云怒极反笑，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作为叶家弟子，天生至尊骨，他何曾受过如此轻视？叶惊云不再多言，深吸一口气，周身气势陡然一变。他右手食指伸出，那一截食指此刻竟隐隐透出玉质般的光泽，细微的紫色点芒在指尖流转，一股古老而狂暴的威压自他食指中弥漫开来。至尊骨，叶家弟子一上来就要动用至尊骨的力量吗？有点意思。至尊骨神通可是一点也不输地级神通的，不知道秦家弟子面对叶家弟子的至尊骨神通该如何应对。惊雷一指，就在众人满怀期待之时，叶惊云低吼一声，他被阵法压制的那一身化神境一众的灵力疯狂涌向那根食指，天地间的雷属性灵力也收到牵引，疯狂汇聚。不一会儿，一根巨大且纯粹的雷霆之指以极快的速度朝秦昊袭去。昊强，这一击寻常化神巅峰也难以抵挡。化神巅峰，瞧不起谁呢？我们弟子大人化神境就斩杀过炼虚境的修士，而今他可是大成境修士，拥有大成境修士对灵力的控制和境界感悟，这一指就是炼虚境修士也挡不住。叶家天骄们一脸傲然地说道，语气中满是对自家弟子大人的推崇。面对这急如闪电势若奔雷的一击，秦昊站在原地，身形丝毫未动。众童开！秦昊眼眸深处混沌生灭的景象一闪而过，那道朝着他奔袭而来的惊雷一指在他眼中瞬间被解析，不管是能量运行轨迹、核心符文，乃至那一丝至尊骨本源气息都清晰映照。先天道体开！先天道体一开，惊雷一指，那狂暴的能量都变得温顺了许多。天皇神体开！七窍玲珑心开！太初一剑！在秦昊多个顶级体质的加持下，秦昊的太初一剑一出，时间仿佛都凝滞了一瞬，擂台周围的灵气疯狂避退，似乎不敢沾染这道剑气。剑气所过之处，空间微微扭曲，发出细微的承受不住的哀鸣。剑气与那雷霆巨指撞在一起，声势浩大的雷霆巨指在太初一剑的剑气面前，如同阳光下的冰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看到这一幕，叶惊云瞳孔骤缩，全身汗毛倒立。这股灵力质感怎么可能？叶惊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秦昊的灵力的质量之高，远非自己可以比拟。在多个顶级体质的淬炼下，秦昊的凝练到了一个骇人的地步。叶惊云感觉自己的灵力与之相比，如同蓬松的棉絮置于百炼金刚，这让叶惊云一时有些不敢相信。但他毕竟身经百战，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终于知道为什么秦无涯敢让秦昊第一个境界挑战在场的这么多天骄了，单凭这灵力的质量就足以抹平境界上的差距。想到这里，叶惊云也就不再端着了，他连忙施展只有化神境修士才能施展的法相，法天象地雷尊降临。叶惊云大吼一声，再无任何保留，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动，引动更深层次的力量与法则感悟。轰！一声雷鸣仿佛自9天传来，叶惊云身后虚空扭曲，一尊高达10丈、通体由紫色来听凝聚的庄严法相骤然显现。是化神法相，叶惊云竟然被逼出化神法相了。好强的法相，这尊法相可不是化神境能够凝聚的。秦家弟子这下危险喽！没想到叶家叶惊云竟如此谨慎，上来就用至尊骨，现在又用法相。在法相的加持下，叶惊云的惊雷一指扭转劣势，将秦昊的剑气逼得连连后退。叶惊云见状，不由得在心中长舒一口气，他心有余悸地看了眼秦昊，眼神中多了几分钦佩。秦昊，你很强，向来只有我叶惊云越级挑战别人，今日我已化神境的修为，却被你一个元婴逼得使出法相。若同一境界，我断然不是你的对手。但你元婴，我化神，这是你们秦家定的规矩，所以输了你也无话可说。听到这话，秦昊嘴角
轻轻上扬。法相？你这也能叫法相？秦昊的话让叶惊云眉头紧锁，他的手不禁摸向储物袋。秦昊给他的压迫感太强，他要使用一些宝物了。可惜秦昊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太古龙皇法相，开！吼！一声高昂、苍凉、霸绝寰宇的龙吟声自秦昊身后响起，紧接着一股浩瀚、古老、威严的恐怖气息自秦昊身上轰然爆发。那不是简单的灵力波动，而是源自血脉、源自灵魂、源自生命层次的无上威压。轰！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如同亿万座太古神山叠加，又如无边星海倾覆，轰然降临整个秦家族地。秦昊身后，无尽的金光自虚无中绽放，金光之中，一头古老威严的巨龙缓缓浮现，其身躯仿佛就是大道本身，每一片鳞甲都是一方缩小的混沌宇宙，龙爪上流转的寒光，仿佛能轻易撕裂三界九天。扑通扑通扑通，擂台之下，在太古龙皇的这股威压面前，实力不达先王者，无论你是何等天骄，身怀何等秘宝，体内流淌何等高贵的血液，此刻都如同被一只无形巨手狠狠摁住。成片成片的人群如同被收割的麦子般不由自主地跪伏下去，额头紧贴冰冷的地面，浑身颤抖，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做不到。哪怕是那些货真价实的仙王巨头，此刻也是不禁脸色巨变。面对这股威压，他们竟然心生胆怯，那感觉就像是刚刚步入修行时遇到仙人般，完全提不起反抗的念头。一众仙帝更是死死地盯着秦昊，眼神中满是骇然。完整的大道法则，在这个天道有缺的时代，竟然拥有完整的大道法则威压，这小子他是怎么做到的？江心瑶用尽全身力气，抬起头看向阵法中央的那道人影，一双美眸中泛起崇拜的神采。他还是这么强，这么帅气。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江心瑶给用力甩了出去。该死，江心瑶，你怎么如此下贱？他如此骗你，你能不能有点骨气？要说全场最震惊的，那肯定是叶惊云了。直面太古龙皇法相的他，对于这种绝对上位者的气息清晰深刻，灵魂的颤栗更是让他想把头埋进地里。我认输。叶惊云不甘心地咬牙道。闻言，秦昊当即撤掉了太古龙皇法相，这绝对不是元婴境可以掌控的力量，甚至不是简单的法相神通。他现在的力量不过是元婴境，怎能承载如此恐怖的意志投影？他的肉身，他的神魂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在场的一众大能发出惊叹，看向秦昊的眼中充满了浓浓的难以置信。高台上，秦无涯看到这一幕，嘴角微扬，紧接着他缓缓起身：“诸位，切磋的事情让小辈们自己去玩就行，我这里有重要的事情找你们商议，请随我来。”说着，秦无涯打开一条空间通道，邀请在场的各方势力大佬随自己一同离开。各方大佬看了看秦昊，又看了看秦无涯，然后犹豫片刻，便跟着秦无涯一同离开了。而秦昊这边，他看着上场前还意气风发，完全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叶惊云，此刻如同一个受了欺负的小媳妇一样，眼神中满是委屈，不由得走到他身旁宽慰道：“其实你实力不错的，只是可惜遇到了我。”叶惊云攥紧拳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秦昊，心中暗道：打败了我还不罢休，还要追着我嘲讽，杀人还要诛心。想到这里，叶惊云整个人都被气笑了。他朝秦昊点了点头：“秦昊是吧？我记住你了。”闻言，秦昊朝叶惊云摆了摆手：“不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他刚当是对我笑了吧？哎，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斩男又斩女啊！”将叶惊云送出阵法后，秦昊环顾四周，还有谁要来挑战？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寂静。之前那些跃跃欲试的天骄们，此刻全部默不作声。见识到秦昊刚才的表现，谁会想要上去丢脸？天生至尊的叶家弟子都被对方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他们的实力最多与叶惊云持平，就没必要自讨没趣了吧？就在这无人应答，气氛略显凝滞的时刻，一道清冷中压抑着熊熊怒火，又带着一丝决然与复杂情绪的娇喝声陡然响起，打破了沉默。我来！唰！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只见江家席位上那位风华绝代的帝女江心瑶豁然起身，一张绝美的脸上此刻寒霜密布，凤眸之中燃烧着两团炙热的火焰，直直地射向秦昊，那眼神仿佛要将秦昊给盯穿。江家帝女要出手，她的实力并不比叶惊云强，秦家弟子的实力实在是太过于妖孽了，她不可能是对手的。不对劲啊，怎么感觉江家帝女好像很生气？是因为刚才秦昊展露的实力太强，让她觉得被比下去了，还是说另有隐情？秦昊看着一步步朝自己走来的江心瑶，心中暗叹一声，该来的总会来。秦昊脸上不动声色，语气平静：“帝女殿下，请。”秦昊的话让江心瑶脚下一个踉跄，险些直接摔倒在地上。他刚刚叫我什么？帝女殿下？呵，曾经花前月下搂着我叫瑶瑶，现在叫我帝女殿下，骗子！男人都该死！江心瑶踏入阵法范围，他站在秦昊对面，两人之间不过10丈距离，近距离看着这张让他魂牵梦绕又恨得牙痒痒的脸，江心瑶心中情绪翻江倒海，心中积压的思念、委屈、被欺骗的愤怒、得知真相的震惊，以及内心深处那份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悸动，如今全部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他的理智淹没。江心瑶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涌的心绪，声音冰冷：“
带着几分质问。秦昊，秦昊坦然点头，是我。叶浩，江心瑶继续问，声音更冷，也是我。秦昊摸了摸鼻子，有点尴尬。听到秦昊说叶浩也是他的时候，叶家人甚至比江心瑶反应还大。我靠，你们秦家人真是逼脸不要，这 TM 都多少年了，一旦你们秦家人在外惹事，就冒用我叶家的姓氏。你们秦家人是人呐，畜生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不能换个家族扣屎盆子吗？当初龙皇无缘无故打上我叶家，事后查明真相，是秦无涯冒充我们叶家人偷了龙皇蛋。还有东荒那次，我叶家商队被围堵，事后查明也是秦家人冒充我们叶家，把东荒那几个大世家的传承古玉给抢走了。现在这秦家弟子又开始了，奶奶的，3界9天这么多姓氏，你们干嘛可尽逮着我叶家一个姓号？江心瑶有些似笑非笑地看向秦昊，周身气焰猛然升腾，背后隐隐有天皇虚影浮现。虽不如秦昊的太古龙皇法像那般威压诸天，却也带着焚尽八荒的炽热与尊贵。秦家弟子，荒古世家传人，却伪装身份跑去做什么租界盗旅？秦昊，你把我江心瑶当什么了？一场游戏，一个任务，还是你闲暇时逗弄的玩物？江心瑶的声音越来越高，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和痛楚，响彻全场。这番话信息量巨大，瞬间引爆了全场。什么租界盗旅？这是个什么？等等，我听说江家弟女和秦家弟子之间有婚约的，但是这婚被退了。你们说会不会是因为江家退了婚，秦家弟子心生怨恨，跑去给江家弟女做盗旅，然后等对方喜欢上自己又把他给甩掉？我的天呐，原来是这样！秦昊他是人呐，难怪江心瑶会如此愤怒，这也太荒唐了吧！哼，秦家人什么德行，在外面天天冒充我叶家人，这种事情的确是他们秦家干得出来的。伪装身份，接近退婚对象，呵，不要脸！所有人都被这个惊天八卦震得目瞪口呆，看向秦昊的眼神也变得无比奇怪。能把退婚玩出这种高度的，整个3界9天恐怕也就仅此一位吧。江心瑶听着周围的议论声，不由得攥紧了拳头，那柔软的红唇因为太用力也被咬出血，猩红的血丝顺着嘴角流下。秦昊是这样吗？都是为了报复我？四面八方投来的各种目光让秦昊有些头皮发麻，他抬起头，迎着江心瑶愤怒而受伤的目光，眼神变得认真而坦诚。瑶瑶，你觉得那些都是报复？说着，秦昊有些难以置信地往后退了一步，他捂着自己的胸口，俨然一副承受不住打击的模样。看到秦昊这个样子，江心瑶心中没由来的一紧，马上就要冲上去扶住秦昊，但很快就将这个念头给压下来了。哼，别装了，堂堂秦家弟子，敢做不敢认吗？秦昊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顿了好一会儿，秦昊才开口道：我承认对你隐瞒身份是我不对，但我们相处的每一刻，那些看过的风情，那些一起说过的话，那些许下的承诺，哪一个不是真情流露？你竟然觉得我做的那些都是基于对你的报复？秦昊连连摇头，看向江心瑶的眼神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一步步后退，仿佛受到了天大的打击。最后秦昊苦笑着摇头，呵呵，原来我的感情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吗？呵呵，原来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也罢也罢，如果这么想能让你好受一些，那你就这么想吧。秦昊这般痛心疾首，仿佛被深深误解和伤害的表演，简直炉火纯青。那受伤的眼神，苦涩的笑容，踉跄的脚步，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刚才还怒火中烧的江心瑶看到这一幕，心立马就软了。又是看到秦昊眼中那抹浓的化不开的失望和受伤，他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了一下，又酸又疼。不是的，我没有。江心瑶下意识想要反驳，想要和秦昊解释自己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一段感情的，但是话到嘴边，他猛地意识到自己被秦昊给带偏了节奏。明明是自己占理，秦昊骗人，怎么现在反倒像自己成了那个无情无义践踏别人真心的坏女人，强词夺理？秦昊，你不要脸！今天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江心瑶娇喝一声，然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把仙剑，紧接着又开启天皇神体朝秦昊杀来。天皇神体的威能彻底爆发，赤金色的涅槃神火翻腾流转，在江心瑶身后形成了一道天皇虚影。炽热的高温将空气都灼烧得扭曲起来，他手中的那柄仙剑更是爆发出清越的凤鸣之声。渣男，看剑！凌厉无比的剑意锁定秦昊，带着江心瑶此刻翻江倒海的怒火、委屈，以及一丝被秦昊话语牵动的心乱，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流光，裹挟着涅槃神火，直直刺向秦昊胸口。江家弟女动真格的了，涅槃神火都用出来了。在天皇法相的加持下，这一剑的威力丝毫不输方才叶弟子的至尊古神通。不过这等攻击在秦弟子面前还是有些不够看吧。台下众人屏息凝神，紧张地看着这电光火石间发生的一幕。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秦昊必然会施展他那神鬼莫测的手段来抵挡江心瑶的这一击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面对这足以洞穿山岳、焚金熔铁的一剑，秦昊没有任何动作，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原地，仿佛放弃了抵抗。瑶瑶，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的。秦昊朝江心瑶露出一抹笑容，
只是那抹笑容中掺杂了一抹苦涩与决绝。随后秦昊闭上眼睛，张开双手迎接江心瑶的这一剑。不要！江心瑶瞳孔骤然收缩到极致，心中刚刚升起的怒火，在看到秦昊这闭目等死般的姿态时，瞬间被无边的惊恐和慌乱彻底取代。他想要收剑，想要停下，但这一剑寒怒全力而出，去势已成，加上他此刻心乱如麻，气息紊乱，竟是难以在瞬间完全收住力道。扑哧，那道裹挟着涅槃神火的剑气毫无阻碍地洞穿了秦昊的胸膛，穿透血肉的声音犹如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江心瑶的心头。不！江心瑶发出一声凄厉到变了调的尖叫，仿佛这一剑不是刺在秦昊身上，而是刺在了他自己的心上。江心瑶一整个花容失色，手中的仙剑被他丢弃到一旁。天哪，自己干了什么？他竟然弄伤了秦昊！没有任何犹豫，将剑丢掉之后，江心瑶就猛地扑向秦昊，他声音颤抖，有些语无伦次：“你这是干嘛呀？为什么不躲？为什么不挡？你明明可以躲开的！你明明……”看着秦昊胸口迅速晕开的血渍，江心瑶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的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别哭，瑶瑶！秦昊一开口就剧烈咳嗽起来，鲜血顺着嘴角流出，将他苍白的唇染得刺目猩红。这是我欠你的，你应该这么做。可。秦昊的声音越来越轻，这一剑就当我向你赔罪。可，不是的，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受伤。江心瑶疯了似的摇头，她按住秦昊的伤口，想要为他止血，却发现这血怎么也止不住。丹药，对，快给我丹药！你们干什么吃的？没看到你们弟子受伤了吗？还不快点把最好的疗伤丹药拿来！江心瑶一边呵斥，一边手忙脚乱地从自己的储物袋中翻找疗伤丹药。可是被他呵斥的秦家人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就在刚才，秦昊给他们使了个眼神，让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台下众人看着明显游刃有余的秦昊和惊慌失措的江心瑶，不由得傻眼了。不是，这也行？多么拙劣的苦肉计啊！论脸皮这一块，比起秦家，我叶家自愧不如。年长的修士们抚须摇头，一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眼中更是闪烁着看透一切的戏谑。年轻的天骄们则大多目瞪口呆，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原来追女孩子还能这样？虽说手法拙劣，但看江家帝女那方寸大乱、心疼到崩溃的样子，这拙劣的苦肉计似乎效果不错。擂台上，江心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根本没去注意台下众人的反应，也没心思去分辨秦昊的伤势。他现在只想秦昊快点好起来。看着不断流血的秦昊，江心瑶慌乱地将自己储物袋里最珍贵的几瓶疗伤丹药都倒了出来，然后一股脑地往秦昊嘴里塞。怎么止不住血啊？秦昊，你别吓我，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快点好起来，只要你好起来了，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我只要你好起来。江心瑶语无伦次地哀求着，帝女形象荡然无存。秦昊艰难地抬起手，似乎想要抚摸江心瑶，最后却又无力地垂下。瑶瑶，别费心了，比起伤口，我的心更痛。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被深爱的人如此误会，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配合秦昊此刻的虚弱和那暗淡的眼神，对江心瑶的杀伤力直接拉满。江心瑶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她捧着秦昊的脸，哭得更凶了。对不起，对不起，秦昊，是我不好，我不该不信你，不该误会你，我的心也好疼，看着你这样，比杀了我还难受。他紧紧握住秦昊下垂的手，泣不成声。只要你没事，我什么都答应你，我不闹了，我再也不问你那些事了，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只要你好好的。秦昊反手握住江心瑶的小手，声音微弱却清晰。真的吗？瑶瑶。江心瑶用力点头，真的，我只要你好好的，其他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听到这话，秦昊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坐了起来，伤口的血也不流了，脸色也不苍白了。江心瑶当场愣住，大脑足足宕机了好几秒，然后一股比之前更汹涌、更加炽烈的怒火在他心底爆发。秦昊！江心瑶的脸色长得通红，刚才他有多心疼、多悔恨、多自责，现在就有多羞恼、多愤怒。然而还不等江心瑶有所动作，秦昊却是一把将其拥入怀中。行啦，是我错了，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也该原谅我了吧？江心瑶被秦昊这突如其来的一抱弄得浑身一僵，那炽热而坚实的怀抱，熟悉的清冽气息，瞬间将他满心的羞恼和刚刚升腾起的怒火冲得七零八落。你放开我！他象征性的反抗了一下，然后便依偎在秦昊的怀里，感受着秦昊平稳而有力的心跳。不放，现在不会放，以后也不会放。江心瑶怔怔的看着秦昊，这个混蛋总是这样，明明做了那么气人的事，可当他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的时候，他就再也狠不下心，生不起气。哼，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么说？江心瑶撅着嘴，语气酸溜溜的。是。秦昊也不否认，直接承认了下来。江心瑶刚想质问秦昊，下一秒秦昊的吻便应了上来。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你逃不掉的，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你都别想逃。听着秦昊这近乎无赖又霸道的情话，江心昊好不容易平息的脸颊再次烧热起来，他一把推开秦昊，
别过脸去，声音闷闷的：“谁要跟你下辈子？这辈子都快要被你给气死了。”话虽这么说，但他却任由秦昊重新将他揽入怀中，没有再挣扎。台下众人看着擂台上相拥的两人，表情各异。这就和好了？江家帝女未免太好哄了吧？我不能理解，我比他差在哪里了？白激动了，还以为能看场好戏，结果被喂了一嘴。我悟了，这就是后面成业。什么意思？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秦家席位上，几位长老眼观鼻观心，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但微微抽搐的嘴角暴露了他们内心的不平静。弟子之举虽达到了目的，但传出去，秦家的名声算了，反正他们秦家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好名声。嗡！就在众人以为这场恼怒将以秦昊成功哄好江心瑶，两人重归于好而告终时，异变陡生，一股冰冷锋利的剑气呼啸而至。在场众人全部循声望去，女人一袭素白如雪的广袖流仙裙，裙摆无风自动，乌黑如瀑的长发仅用一根最简单的白玉簪松松挽起。清月！秦昊嘴巴张了张，有些难以置信。不是，清月什么时候来了？大侄子在搞什么？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江心瑶听到秦昊对苏清月的称呼后，顿时怒从心中起，她一把揪住秦昊的衣领，质问道：“秦昊，她又是谁？我是她的女人。”苏清月缓缓走进阵法之中，金丹期的修为被强行提升到了化神境。她一脸平静地看向江心瑶，眸子里满是寒意。苏清月的话让江心瑶心里生出了浓浓的危机感。什么？秦昊的女人？他们两个进展到哪一步了？已经有实质性的关系了吗？可恶！明明我和秦昊也才牵了牵手，亲了亲嘴而已。想到这里，一股嫉妒的情绪不受控制的滋生。秦昊，他到底是谁？你说句话呀！就在江心瑶质问秦昊之时，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而至。不许你凶秦昊！江心瑶抬起手中的剑，化解了苏清月的攻击。身为江家帝女的她，面对秦昊可以委曲求全，但不代表谁都可以骑到她的头上。你敢对我出手？哼！知道死字怎么写吗？苏清月握紧手中的剑，耍了个剑花。我不管你是谁，敢凶秦昊，那就是我的敌人。江心瑶笑了，好得很。今天我非得教训你这个狐狸精，让你分清什么是大小王。说完，江心瑶开启天皇神体杀向苏清月。面对来势汹汹的江心瑶，苏清月连忙开启先天道体应对。虽然苏清月的修为在阵法的帮助下强行提升到了化神境，但对各个境界的了解比起江心瑶还是远远不如的。没一会儿，江心瑶就占据了上风。两女一边战斗一边斗嘴，话里话外都是围绕着秦昊的归属。一旁的秦昊听得直揉眉心，场下众人也是一脸戏谑地看向秦昊，家花也花状一起了。这位秦家弟子该如何取舍呢？够了，都给我住手！秦昊低喝一声，目光在两人身上扫过，当即板起脸来。大庭广众之下，像什么样子？一个江家帝女，一个玄天圣地圣女，在这里为了点小事就大打出手，传出去我这张脸往哪里搁？原本还气势汹汹的恨不得撕了对方的江心瑶和苏清月，被秦昊这么一呵斥，当即有些气短。苏清月率先回过神来，立马收剑入鞘，默默地站到秦昊身边，显得格外安静顺从。江心瑶用力地瞪了眼苏清月，对秦昊撒娇道：“秦昊，你要为我做主啊！是他先动的手，而且他还言语激怒我。”秦昊眉头微微一皱，这一幕让江心瑶心里咯噔一下，紧接着就听秦昊开口道：“你确定要我给你一个交代？我可不喜欢争风吃醋的女人。”江心瑶娇躯一颤，她立马慌了，连忙摆手：“我不是。”秦昊嘴角微微上扬，自己这家庭地位，放眼3界9天还有谁？秦昊轻轻将两人拥入怀中，柔声道：“你们对我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人，以后好好相处，不要动不动就大打出手，明白吗？”两女跟只听话的猫咪一样依偎在秦昊怀中，苏清月更是直接向江心瑶道歉：“刚才是我冲动了，不该对你出手，还请原谅。”江心瑶心头一紧，这狐狸精好手段，竟然主动示弱，不行，不能让秦昊被他给迷惑了。想到这里，江心瑶大方的摆了摆手：“没事，念在你也是为了秦昊的份上，我就不和你计较了。”我靠，这也行！在场众人看到这一幕，无不惊得目瞪口呆。刚才还针锋相对的两女，就这么简简单单被训得服服帖帖。秦家弟子这是什么手段？这就完了。秦弟子就吼了一声，两位神女秒变鹌鹑。我的天呐，这是什么玉女之术？有机会要找他讨教一下。我之前想那个妾，家里那位就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秦家弟子这家花也花开一块了都没事。秦昊看了眼一左一右的两位大美人，此刻他们都低眉顺眼的，不再吭声，只是默默地站在秦昊身边，这让秦昊不禁松了口气。紧接着他抬头看向台下众人，大声道：“还有谁要来挑战我的，尽管来！”面对秦昊的叫嚣，陆续有许多自命不凡的天骄站了出来，但是这些人的实力连叶惊云都比不了，又哪里是秦昊的对手？无一例外，全部被秦昊3招内打败。秦昊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让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终于，不知道是谁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带着无尽感慨的叹息：“今日方知何为绝世天骄，何谓同境无敌。”3招无一例外，上去挑战的全部被他3招击败。那些无一例外都是我们各大势力的天才啊，在他手里竟然走不过3招。妖孽，
在我们这个天道有缺的时代，是没人能当他的对手了。能与他较量的，只有仙古时期的那些绝世天骄。秦昊站在阵法内，听着众人的讨论，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起来。刚才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来了，新的客户下单了。秦昊点击新客户的信息，看完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姓名柳如烟，身份3界9天最后一位掌握完整大道的先帝，灭绝仙子。下单诉求：帮帮我。客户评级：3界9天，唯我独尊。体质：9转轮回至尊体。气运：5弹。地运：是否接单？看到新客户的信息时，秦昊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灭绝仙子，他下单了。狗系统，这下单的是成帝的柳如烟，还是未成帝的？狗宿主，人家成帝了，还需要你去帮他？秦昊嘴角扯了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在系统的话中竟然听到了嫌弃语气。那谁说的准？万一有些生理上的忙要我去帮呢？秦昊撇了撇嘴，最后点击了确认接单的按钮。江心瑶和苏清月两人察觉到了秦昊的异样，两女对视一眼，然后迎了上来。秦昊，怎么了？你的脸色怎么感觉不太好？秦昊轻轻地摇了摇头。收到柳如烟的订单时，秦昊的脑海中就不由得浮现出鸿蒙掠运杯内柳如烟质问自己的画面，这让秦昊的心情有些沉重。秦昊深吸一口气，揉了揉两人的头发，然后开口道：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们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你要去哪？我和你一起去。江心瑶拉着秦昊的衣袖，眼中满满的不舍。一旁的苏清月同样眼含期待，俨然一副希望秦昊能带自己一起走的模样。秦昊扫了眼两人，脸色一板，我不喜欢控制欲太强的女人。秦昊的话让两女一僵，江心瑶连忙收回拉着秦昊衣袖的手，大眼睛眨了眨，迅速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水雾。苏清月的反应更为内敛，但抖动的睫毛却揭露她内心的失落。看着两人这委屈巴巴的模样，秦昊心中一软，一人赏了一个吻，乖乖的等我回来，能不能更进一步，就看你们表现了。秦昊的话让两女眼中迸发出一道亮光，更进一步，是他们想的那样吗？江心瑶率先表态，我会听话的。苏清月不甘示弱，紧跟着表示，只要是你的话，我都无条件服从。见两人这样，秦昊终于也是放下心来，他在心中对系统道：狗系统，带我去柳如烟那里吧。丁，接单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柳如烟同款9转轮回至尊体。丁，本次传送需要跨越时间长河，请宿主耐心等待。嗡！秦昊感觉体内一道古老而强大的枷锁被瞬间打破，沉睡在血脉深处的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被彻底唤醒。他体内的每一滴血液、每一寸骨骼、每一个细胞都开始剧烈震颤、轰鸣。原本就浩瀚如海的丹田气海，此刻更是疯狂扩张，灵力如怒涛般翻涌，质量再次发生质的飞跃，变得更加凝练、精纯。融合9转轮回至尊体后，秦昊的众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众瞳深处，混沌生灭的景象多了无数个微小的、不断循环往复的圆环，那是轮回的印记。先天道体与天地大道的共鸣更加清晰，仿佛它本身就是天地大道在轮回中的一个具体化节点。七窍玲珑心跳动得更加有力，每一次搏动都契合着某种天地之理，推演能力翻倍。天皇神体的磅礴生机中也融入了一丝不朽不灭、涅槃重生的轮回真意，生命力与恢复能力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这就是柳如烟的9转轮回至尊体吗？恐怖如斯！身体上的变化都还只是次要，夸张的是这9转轮回至尊体拥有9条命，每死一次都能重生回到觉醒体质的时间点。9转轮回至尊体的9条命，加上9节剑的9条命，我现在有81条命啊！哈哈，我现在就是想死也死不掉吧！轰！秦昊周身气息不受控制的节节攀升，化神境3重，化神境4重，化神境5重，化神境6重，连续冲破3个小境界，才在秦昊的压制下稳住突破的势头。丁，传送开始。秦昊感觉自身被一层无形的超越时空法则的力量包裹，他看到无数过去的片段，甚至隐约窥见了一些未来的光影。这种感觉让秦昊感到玄妙难言。仙古末期，3界9天下3天，北域云海国星落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城中广场黑压压的都是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广场中央一个临时搭建的刻画着诡异血色符文的祭台上。祭台中央跪坐着一名少女，她看起来不过15、16岁的年纪，一身洗得发白的素净布衣，她身形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着，一张清秀绝伦的小脸此刻没有一丝血色，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面写满了麻木与不甘。柳如烟的双手被粗糙的麻绳反绑在身后，纤细的手腕被勒出了血痕。灾星！自从他出生，先是克死了自己的父母，后面又克死了他的爷爷奶奶，更是导致我们星落城就再也没有下过一滴雨，灵气开始变得稀薄，彻头彻尾的灾星！啪！人群中一个人朝他的头上砸来臭鸡蛋，腥臭的蛋液顺着他苍白的脸颊流淌而下，沾湿了他凌乱的黑发。灾星！我儿子就是发善心，给他丢了一个馒头，第2天修炼就走火入魔了，都是被他给克的。哗啦，一盆不知道掺和了什么的脏水，伴随着浓烈的腥臭味从侧面泼来，将柳如烟半边身子彻底浇透，布衣紧紧贴在身上，更显她瘦弱不堪。腥臭的脏水侵蚀着她的伤口，让她疼得直冒冷汗。
柳家早就该把他献祭了，留着就是个祸害。咒骂声如同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夹杂着恶毒的诅咒和宣泄般的大吼。人们面色狰狞，指着祭台上瑟瑟发抖的柳如烟，仿佛她是一切不幸的根源。不仅仅只言语，行动上也愈发恶劣，更多的污秽之物被抛掷上来，发臭的鸡蛋、腐烂的果皮，甚至还有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排泄物，如同雨点般落在柳如烟的身上、头上、脸上。柳如烟麻木地承受着这一切，起初她还感到屈辱、愤怒、不甘，但是时间久了，她心里最后一丝支撑着她的微弱火苗也被这无尽的恶意和冰冷彻底浇灭了。是啊，我是灾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爹娘在他襁褓中便双双染上怪病离世，爷爷奶奶为了养育他耗尽家财，积劳成疾，前几天也撒手人寰。也许自己真的就是个灾星，是个不该出生的错误。也许自己死了，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解脱。我果然不该活着，像我这样的人，活着就是一种罪过。死了就好了，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献祭也好，至少还能发挥一点微末的价值。只是我还想看看那个说要给我当租界道侣的人长什么样。几天前，柳如烟被柳家人殴打，饿得头晕眼花，蜷缩在破旧柴房的角落里时，捡到了一枚玉佩。那玉佩传来一道讯息，说愿意可以给自己当临时道侣，能为自己解决任何麻烦。想到这里，柳如烟露出一抹自嘲且苦涩的笑容。道侣，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接近？想成为他的道侣，那就更不可能了。哪怕是临时的，也不可能吧？时辰到了，柳如烟，你给我们柳家，给星洛城带来了这么多的灾难，今天一切都要结束了。柳家家主柳晨提着一把大砍刀走上祭台，柳如烟麻木地看向柳晨，他现在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结局，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死亡的到来。别怪大伯心狠。柳晨在柳如烟面前站定，声音冰冷，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生来就是一个灾星，只有死才是你唯一的选择。说着，柳晨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大砍刀，刀身散发着冰冷的寒芒。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柳晨甚至还动用了自己金丹境的灵力，灌注于这刀身之上。广场上的人群屏住了呼吸，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那即将落下的刀锋，他们仿佛认定了，只要柳如烟这个灾星死掉了，那么他们生活中所有的不顺都将化解。大刀落下，在这一道破空之声。然而，就在刀锋距离柳如烟脖颈不足3寸的地方，一只修长、干净、骨节分明的手凭空出现，挡在了刀锋与柳如烟的脖子中间。狗系统，就不能早一点吗？晚来1秒，他都要死了。看着柳如烟单薄的着装，身上布满的污秽，以及浑身上下骇人的伤口，秦昊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狠狠揪住。这就是未来的灭绝仙子，那位传闻中只身杀入异域，血战3000载，镇压异域一个纪元的大能。此刻他竟然如此狼狈，一股心疼的情绪在秦昊心中蔓延。他随手为柳如烟解除身上的束缚，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出现，反而绑着自己的绳子被人解开了。柳如烟茫然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白衣青年，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前，仅用2根手指便轻描淡写地夹住了那柄足以开山裂石的大刀。少年身姿挺拔，站在污秽狼藉的祭台上，却纤尘不染。他面容俊朗非凡，帅得犯规，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吞噬人的灵魂，没有强大的灵力威压，没有摄人的气势。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仿佛成为了天地的中心。他是谁？他这是在救我吗？为什么？柳晨见有人阻挡自己行刑，不由得大喝一声：混账！哪里来的小畜生，敢管我柳家的事，找死！柳晨又惊又怒，他收起大刀，一身金丹境巅峰的修为顷刻间迸发而出。秦昊瞳孔缩了缩，柳晨这个金丹境修士给他的感觉，竟然比未来的元婴更有压迫感。不仅是柳晨，在场的所有人都给秦昊一种远超同境界压力。这个时代的修士普遍比未来要强，是因为未来大道有缺吗？就在秦昊愣神之际，柳晨挥舞着砍刀，将全身灵力都注入到刀内，朝着秦昊杀来。小畜生，你要救这个灾星是吧？那我今天就连你一起杀掉。此话一出，立马引来台下群众的附和。没错，杀了他，和灾星搅和在一起的人能是什么好人？把他杀了，也是为3界9天除掉一个祸害。杀！杀！杀！秦昊眼眸微凝，柳如烟一直以来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吗？想到这里，秦昊没由来的感到一阵烦躁。只见他抬起左手，在柳晨震惊的目光下，以肉身接住他的全力一击。什么？我可是用出了全力，他竟然如此轻描淡写的接住了。柳晨嘴角不受控制的扯了扯，这家伙用肉身硬接下自己的攻击也就算了，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连他的皮肤都无法划破。滚！秦昊暴喝一声，一身化神境6重的修为毫无保留地倾泻在柳晨的身上。秦昊虽然生活在大道有缺的时代，但是他身负多个顶级体质，在多个顶级体质的帮助下，他的灵力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一字吐出，如同9天惊雷炸响，又似太古神魔咆哮，一道恐怖的灵力直接注入柳晨的体内。他甚至连发生了什么都没来得及反应，身体、神魂就在这股纯粹到极致的灵力冲击下瞬间蒸发。柳晨所在的位置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用最暴力的方式抹除了。
只在原地留下一个带着焦糊味的向外扩散的圆形冲击痕迹，证明柳晨前一秒还是个鲜活的人。祭台下方的人群虽然没有被秦昊的这股灵力直接击中，但也被那股恐怖的冲击余波掀得人仰马翻，尤其是靠得最近的几个人，当场血肉直接被剥离，只剩下一具空落落的骨架。刹那间，整个广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如同被石化了一般，僵在原地，眼神呆滞，大脑一片空白，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们看到了什么？刘家家主金丹境巅峰的柳晨被这青年一声怒吼直接吼没了。还有站得最近的那几个都是金丹境修士吧？仅仅只是余波就把他们全给杀了，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有人反应过来了，想要逃，可是看到了方才那恐怖的场景，他们刚迈出一步，腿就跟筛糠一样抖个不停，每走出一步就瘫坐在了地上。你们也该死！秦昊冷冷地看着祭台下方的这些人，抬手就要将他们全部抹杀。放过他们吧！跪在地上的柳如烟一把抓住秦昊的裤腿，都是我的错，要杀你就杀我吧。闻言，秦昊不禁露出一抹复杂的神情，这些人都这么对他了，他还为他们求情，这就是传说中的圣母。这个想法刚一冒头就被秦昊给甩了出去，他可不认为背后是冠以灭绝之名的人会是一个圣母。再看向柳如烟那张绝美的容颜，秦昊注意到她的眼神空洞，其中那抹绝望求死的神色让秦昊心头一颤。对不起，对不起。见秦昊一直看着自己，柳如烟还以为是自己抓住秦昊裤腿的动作引得秦昊心生不悦，毕竟所有的人都讨厌他，觉得他是不祥之兆，挨着他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柳如烟觉得秦昊大抵是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脏，自己会带来不祥，所以连连向秦昊道歉。秦昊蹲下身子，捏了个法诀，替柳如烟将身上的污秽清除掉，然后他伸出手想要安慰一下柳如烟，不是你的错，你不用向我道歉。面对秦昊伸过来的手，柳如烟只是局促的向后躲闪，自己是灾星，这人是除了爷爷奶奶之外唯一一个对自己释放善意的人，自己不能连累他。看着柳如烟惊恐躲闪的模样，秦昊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紧缩着疼痛。在此之前，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有这种刻入骨髓的自卑与恐惧？直到现在，秦昊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在为那些人求情，他只是习惯了将一切的罪责都归咎于自己身上，甚至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一种需要被清理的脏污。长期的折磨下，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只配得到这样的对待，绝望麻木到连恨都无力产生。秦昊的杀意如潮水般退去，有的只有对柳如烟更深沉的怜惜和决心。他保持着半蹲的姿势，双手扶住柳如烟的肩膀。柳如烟，你给我听好了，你没有错，你从来都没有做错什么，是他们愚昧，是他们懦弱，是他们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平庸，所以才将一切不幸归咎于你。你只是很不幸成为了他们选中的那个借口。闻言，柳如烟空洞的眼神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平静死水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微风。他怔怔地看向秦昊，脸上满是茫然的神情。倒不是他听不懂秦昊的话，而是他不敢相信。愣了一会儿，柳如烟突然反应了过来，你知道我的名字？秦昊轻轻一笑，伸出手揉了揉柳如烟的头发。当然了，我就是因你而来的，不是你选择我让我成为你的租界道侣来帮你吗？租界道侣，那个玉佩传来的信息是真的，他真的来了。柳如烟有些意外，但很快他就又摇了摇头，抗拒的离秦昊远了点。他低着头，对不起，你走吧，我什么也没有，付不起租金的，而且我这样的人也不配成为你的道侣，临时的也不配。听到柳如烟回答，秦昊心中没由来的一阵恼怒，他一把将柳如烟给拉到自己怀里，抓着她的脸，让她看着自己。什么叫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怎么了？能不能不要什么都没发生就开始否定自己？柳如烟睫毛低垂，根本不敢直视秦昊的眼睛。我是灾星，和我牵扯上不会有好事发生的。放他娘的狗臭屁！我说过了，你根本没有错，错的是他们。不要再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到自己身上了。你从来都不是什么灾星，在我眼里，你是最璀璨的那颗明星。说着，秦昊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玉簪，这枚簪子正是秦昊从鸿蒙掠运杯中柳如烟的虚影那得到的那枚。秦昊动作轻柔地用簪子为柳如烟簪发，感受着秦昊以一种近乎虔诚的轻柔，用那根光滑内敛的玉簪穿过她散乱苦涩的发丝时，柳如烟整个人都僵住了。她从未被人如此对待过。那些为数不多的尚存温情的记忆里，爷爷奶奶也只是用粗糙但温暖的手掌抚摸她的头顶，或者用最简陋的木簪为她束发，而其他人扯拽、殴打、将污秽涂抹在她头上才是常态。秦昊这种细致、亲密，甚至带着某种仪式感的举动，对柳如烟而言，遥远的像一个不属于她的梦。柳如烟本能的想要躲开，她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对待。可是秦昊那温暖的掌心，像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抚平她的躁动和不安，带着不容拒绝的温柔，让她安静地接受着这一切。秦昊端向着柳如烟的脸，绝世容颜再无遮掩，那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美，不妖不媚，清绝艳极，带着冰雪初融般的脆弱和玉石将碎未碎的凛然。柳如烟就像一件被弃于泥泞、蒙尘万载的绝世美玉，此刻被秦昊小心拾起，拭去尘埃，
露出那里震撼人心的光华。秦昊情不自禁地伸出手，用拇指摩挲着柳如烟那苍白却看不到半点瑕疵的脸蛋。以后不要再妄自菲薄了，在我眼里，世间万物不及你颜色万一。记住，你的价值从来不存在于别人的评价里，更不在那些强加于你的污名之中。你的价值在于你就是你。同样是人的想法，客观的优秀是优秀，主观的优秀就不是优秀了吗？相信你自己，不要自暴自弃，你绝对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秦昊的话犹如一把烈火，燃烧着柳如烟心中那座由恐惧、自卑和绝望铸成的冰牢。他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成为秦昊口中优秀的人，但此刻他掌心的温度，他眼中的光芒，他话语里的笃定是如此真实。秦昊看着眼前这个眼神空洞、一脸茫然的少女，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想要将她彻底从泥潭中拉出来，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做到的。秦昊朝柳如烟伸出手，等我走。柳如烟看了眼秦昊伸过来的手，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往身后藏了藏。她的手又脏又丑，布满老茧和伤疤，骨子里的自卑让她不敢去牵起秦昊伸来的手。就在柳如烟迟疑之际，秦昊已经一把抓住了她下意识想要藏到身后的手腕。秦昊的动作十分有力，但并不粗鲁，带着一股暖流，瞬间包裹了她冰凉的肌肤。柳如烟浑身一颤，她仰起头，看着秦昊俊逸非凡的侧脸，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愫在心中蔓延。柳如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受，脸颊很烫，甚至有些不敢继续看秦昊。秦昊牵着柳如烟走下祭台，扫了眼那些吓得瘫软在地的施暴者们，秦昊开口询问道：“你想要怎么对付这些欺负你的人？”柳如烟下意识地摇头，她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她都是扮演那个任人宰割的角色，让她思考怎么处置他人，她不敢想。看着柳如烟那附小窝囊的模样，秦昊实在是难以将眼前之人与未来传说中的那位灭绝仙子联系在一起。噬魂幡，秦昊手一张，下一秒，一杆通体漆黑，周身还有暗红色魔气笼罩的噬魂幡出现在秦昊的手中。幡面无风自动，上面布满了扭曲痛苦的鬼面，凄厉绝望的哀嚎与阴风呜咽从幡中传来，让人不寒而栗。你不知道怎么做没关系，我教你。话音未落，秦昊手腕一抖，噬魂幡迎风变长，瞬间化作一杆高达10丈的巨幡，烈烈作响。幡面上的鬼面仿佛活过来了一样，发出凄厉的咆哮，一股浓郁的阴死之气弥漫开来。天空上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给我收！秦昊大喝一声，下一秒，噬魂幡血光大盛，无数道血红色的细线如同拥有了生命般，向着祭台下面的人群激射而去。噬魂幡射出丝线，犹如来自地狱的锁链，无视了肉体的阻碍，直接穿透了这些人的身躯，精准的刺入，缠绕住他们脆弱的灵魂本源。啊！灵魂被强行抽离，所有人同时发出痛苦到极致的凄厉哀嚎。道长饶命，我们知道错了，还请道长能够给我们一次机会。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些人连连求饶。秦昊面色不改，只是冷笑道：“给你们一次机会，今日我若没来，你们会给他一次机会吗？尔等死有余辜。”说着，秦昊朝噬魂幡内注入更多的灵力，这些人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扭曲，最后他们脸上的表情凝固在极致的恐惧和痛苦之中，眼珠突出，七窍之中开始渗出丝丝黑红色的灵魂。这些灵魂受到噬魂幡的牵引，顺着血色魂线飞速倒流回噬魂幡内。广场上成片成片的人群如同被收割的稻草般倒下，他们的肉体并未立刻丝袜割，但神魂已被强行抽离，只剩下一具具微微抽动的躯壳。吸收了几千人，噬魂幡的幡面上多了几千张痛苦哀嚎的鬼面。秦昊只是冷冷地看了眼，便将噬魂幡给收了起来。一旁全程目睹一切的柳如烟眼眸动了动，她有着怔怔的抬头看向秦昊：“都死了。”秦昊轻笑着揉了揉柳如烟的头：“欺负了你的人，不杀留着干嘛？”秦昊的话让柳如烟的心脏猛地一缩，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酸酸涩涩，又带着一种陌生的让她几乎不敢触碰的暖意。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也爱她，但是遇到事情，他们总是告诉柳如烟忍一忍，不要惹事，她惹不起事。可是眼前这合格人，他的保护是如此残暴，如此不讲道理，欺负你的人不杀留着干嘛？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绝对偏袒的呵护。如烟，记住了，不知道怎么去对待别人不要紧，那就等一等，看看别人是怎么对你的。对你好呢，你就对他好，一旦对你散发恶意，不要犹豫，倾尽所有把他杀掉，要么就不杀，要么就斩草除根，杀得不留任何隐患，懂吗？柳如烟呆呆地点了点头，在他眼里，秦昊是难得的好人，所以他说的话肯定是对的。秦昊恐怕也没想到，一个懵懂的少女，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成为日后3界9天唯我独尊的灭绝仙子。秦昊牵起柳如烟的手，离开广场，朝着街道走去。他见柳如烟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实在是影响她的气质，所以便要去给她治几身行头。城内街道宽阔，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叫卖声不绝于耳。柳如烟被秦昊牵着走在熙攘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局促不安。她习惯了躲在阴影里，如此暴露在众多视线之下，让她下意识的想要缩到秦昊身后。秦昊感受到了她的紧张，于是握紧了她的手，
柔声道：“抬头，挺胸，从今往后，你不需要躲任何人。”秦昊的身影不大，却带着一股温暖的力量，让柳如烟感到一阵心安。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按秦昊说的去做，虽然依旧不敢与路人对视，但脊背总算是挺直了一些。这不是柳家那个灾星吗？不是说今天处死他吗？谁把他给放出来了？天呐，他怎么还没死？柳家在搞什么？说好的处死他干嘛还要把他放出来祸害人？这个克死自己爹娘，害得整个星洛城都灵气衰竭的灾星不好好死掉，跑出来祸害人干嘛？离他远点，千万别沾染了晦气。看到柳如烟，周围立马响起了一道道鄙夷的声音，更有几个看着贵妇打扮的女人，夸张的掩住口鼻，仿佛柳如烟待过的地方空气都变得脏秽不堪。柳如烟的小脸瞬间血色尽退，身体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那股熟悉的如同复古之躯的恶意和排斥再次将她笼罩。她下意识地想把手从秦昊的掌心抽回，想把自己藏起来，想要逃离这些目光。秦昊一张脸彻底阴沉下来，他冷冷地看了眼这些人，然后没有任何废话。噬魂幡！秦昊手一抖，下一秒一张阴森恐怖的噬魂幡出现在他手中。给我收！秦昊奋力一挥，下一秒整条巷子的人全部两眼一黑倒在地上，而他们的神魂尽数被秦昊收入噬魂幡内。做完这些，秦昊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不要动不动就想着逃避，谁让你不舒服，杀了就是。柳如烟那双空洞的眼眸中闪烁了一下，原来事情可以变得这么简单吗？只要杀了就行吗？我记住了。秦昊满意的拍了拍柳如烟的小脑袋，这才对嘛。我先带你去换身衣服，然后再教你修炼。秦昊带着柳如烟径直走向城中看起来最气派的一家绸缎衣铺。这家霓裳阁店面极大，装潢讲究，各色绫罗绸缎流光溢彩，悬挂的成衣也是样式新颖，秦昊很满意。正要进去，却发现柳如烟还愣在原地。怎么了？柳如烟轻轻地朝秦昊摇了摇头，这家店太贵了，换一家吧。柳如烟眼神躲闪，手指不安地绞着破烂的衣角。她从未进过这种气派的地方，里面那些流光溢彩的衣裙不是她能奢望的。秦昊停下脚步，静静地看着柳如烟。少女低垂着头，身形单薄的她一副生怕给秦昊带来负担的小心模样，看得秦昊心里又软又涩。秦昊走到她面前，双手轻轻捧起她的脸，迫使她与自己对视。贵不贵，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在我眼里，你值得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说完，秦昊便拉着柳如烟走进了霓裳阁。就在两人踏入店门的瞬间，原本和谐的气氛骤然凝固。正在给客人介绍衣服的伙计眼角余光瞥见柳如烟时手中的尺子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瞪大了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半晌后，他手指颤抖着指向柳如烟，尖锐的嗓音瞬间划破了店铺的宁静。灾星，是柳家那个灾星，他怎么跑到我们霓裳阁来了？这一声惊呼如同冷水滴入滚油之中，瞬间炸开了锅。店内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集中过来，落在柳如烟身上，其中满是毫不掩饰的厌恶、恐惧和排斥。天哪，真的是他！不是说柳家今天要当众处决他吗？柳家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这祸害给放出来了？离他远点！这个灾星，谁靠近谁倒霉。看他旁边的那个男的，长得人母狗样，怎么跟这种不祥之人混在一起？脑子坏掉了吧？快把他给赶出去！不能让他留在我们店里，沾了晦气，我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还有他身边的那个男的，说不定也是什么邪祟，一起轰出去！辱骂声、驱赶声此起彼伏，几位正在挑选衣服的贵妇更是花容失色，连连后退，用手帕死死捂住口鼻，仿佛柳如烟身上带着致命的疫病。秦昊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他将快要缩成一团的柳如烟揽到身边。秦昊扫视一圈，眼神平静，没有怒火，却有比怒火更令人胆寒的漠然。在这些人开口的那一刻，他们在秦昊眼中就已经是一堆尸体了。噬魂幡！秦昊手一张，充满邪气的噬魂幡便出现在他的手中，感受着噬魂幡上面不祥的气息，店内的顾客和员工顿时大惊失色。好邪恶的力量，这人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快通知店主！店主是金丹境大能，快去请他出手将这两个邪祟抹杀。秦昊冷笑一声，他还什么都没做呢，就被冠上了邪祟之名。秦昊笑着点了点头，哈哈，说我是邪祟，行，今天我就当一回邪祟。说着，秦昊奋力挥动噬魂幡，幡面上那数千张痛苦哀嚎的鬼脸齐齐发出尖笑，无数道血色魂线如同活过来的毒蛇，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精准无比地射向店内的每一人。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正在被这根魂线牵扯着离开身体。不，我不想死，饶我一命！不要啊，我错了，您不是邪祟，您是好人，您是天下第一大好人！凄厉绝望的求饶声此起彼伏。然而秦昊可不会因为他们求饶就放过他们。秦昊手一抖，猛地一挥噬魂幡，就像钓鱼一样，将这些人的神魂直接从身体里面给抽了出来。上百个满是哀嚎模样的神魂被秦昊收入噬魂幡中，那些失去了神魂的肉体扑通倒地，瞬间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店铺内变得寂静无比。秦昊面不改色地收起噬魂幡，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邪异气息随之消散。你们说说，没实力你们装什么逼啊？我的人也敢乱骂，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柳如烟怔怔地看着秦昊，
那双原本空洞死寂的眸子，此刻翻涌着浓烈的情绪，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灼热的触动。这种毫无道理、绝对偏袒的呵护，像一道狂暴却温暖的雷霆，狠狠地劈开了他冰封的心。秦昊没有注意到柳如烟的神态变化，而是伸手指向霓裳阁里面的衣服，对柳如烟笑道：“哈哈，如烟，你不是担心这里的东西贵吗？现在好了，人都死完了，咱就是想付钱，那都没地方付。看上了什么衣服，尽管挑。”秦昊话音刚落，一道暴怒且强横的气息从殿外轰然爆发。孽障，竟敢屠我满殿，而今更是在我殿内行偷窃之事，老夫今日要你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一道灰影携着惊人的气势朝秦昊袭来，来人正是霓裳阁的店主。方才他收到手下员工的来信，说有人来霓裳阁闹事，他立马就赶了过来。一来便看到霓裳阁尸横遍野，员工和顾客的尸体是那么触目惊心，眼前的场景气得他额头青筋直跳。他死死盯着秦昊，眼神怨毒如蛇。柳如烟被店主身上的气势给吓住，连忙躲到秦昊的身后。秦昊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安抚他有自己在，不会有事的。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不喜杀伐。不过呢，你吓到我家如烟了，这是事实。你跪下，给如烟磕100个头认错，我饶你一命。店主简直要被秦昊的这套无耻言论给气笑了。不喜杀伐，自己的员工给自己传音，到自己赶到店内，总共不超过5分钟，自己一来就看到了尸横遍野的场景。你和我说你不喜杀伐，定是感受到我金丹境巅峰的修为，这才不得已收起杀心。而且那少女不是柳家的那个灾星吗？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竟然让自己给灾星下跪，怎么可能？混账！你以为你是谁？敢在老夫面前造次？今日老夫就要拿你的命来祭奠我霓裳阁的人！秦昊撇了撇嘴，我真的平生不好斗，只好解斗。你们这些人，一个两个，为什么非得逼我出手呢？在店主惊骇的目光中，秦昊双眸异象陡生，只见秦昊的瞳孔一分为二，左眼深处混沌初开，星云流转，宇宙生灭；右眼之中万千道纹路交织，法则锁链沉浮。当店主陈龙与秦昊对视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无垠星海之中，渺小如尘埃。只是一眼，一股凌驾于凡俗认知之上的威压，如同实质的太古神山，轰然砸在他的灵魂之上。扑通！陈龙双腿一软，如同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直挺挺地给秦昊跪下了。重瞳，化神境的重瞳修士，看着秦昊的那双眼睛，感受着秦昊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陈龙脸色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瞬间布满了额头和脊背，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在这双瞳瞳面前，他感觉自己简直如同风中残烛，微弱的可怜。只要面前这个人想，那么随时都能杀了自己。砰砰砰！陈龙用力地给秦昊磕着头，巨大的力道砸得脚下砖石四溅。前辈饶命！陈龙声音嘶哑颤抖，充满了无尽的卑微与悔恨。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啊？竟然惹到了一个化神境的重瞳。看着面前陈龙跪地苦苦挣扎的模样，秦昊摇了摇头，饶命！我准备饶你，你自己不要，怪谁？砰砰砰！陈龙磕头如捣蒜，地面硬生生被他给砸出来了一个深坑。此刻什么尊严，什么店铺基业，通通被他丢到了脑后。他现在只想活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冲撞了前辈，请前辈原谅。只要前辈原谅我，那么不管前辈让我干什么，就是让我给前辈当牛做马，我也愿意。秦昊没有理会陈龙的求饶，而是上前一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相比于你现在狼狈求饶的模样，我还是更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重瞳乌光一闪，一道毁灭神光注入陈龙体内，顷刻间，陈龙的肉身就因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当场爆裂，只留下一团纯粹的灵魂光团。秦昊将陈龙的灵魂收入噬魂幡内，转过头，却看见柳如烟正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己。秦昊揉了揉柳如烟的头发，对他说道：“行了，碍事的人都解决掉了，你去挑选衣服吧。”柳如烟一脸茫然地看向秦昊，低着头小声问道：“真的可以吗？我们杀了人，还要拿他们店里的东西？”秦昊将手搭在柳如烟的肩膀上，沉声道：“如烟，舍弃掉你的仁慈之心，如果我们没有实力，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既然他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为什么又要放过他呢？这家店铺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有权支配其中的一切。”柳如烟点了点头，他相信秦昊，秦昊肯定是不会骗他的。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经过秦昊的开导，柳如烟彻底没了顾忌，转身去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去了。片刻之后，柳如烟低着头，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从试衣间挪了出来。她双手紧紧攥着裙摆，月白色的裙长如同流动的月华，完美地贴合了她纤细玲珑的身段。她站在秦昊几步之外，却迟迟不敢抬头。她带着浓浓的羞怯，小声询问道：“秦昊哥哥，这样好看吗？把头抬起来。”闻言，柳如烟怯生生地抬头看向秦昊。秦昊没有说话，他看着他，一时竟有些失神。洗净污秽，褪去褴褛，换上合体华美的衣裙，眼前的少女仿佛脱胎换骨，那原本被绝望和麻木掩盖的绝世容颜上面增添了几分娇羞，如同被金星式去尘埃的稀世明珠，骤然迸发出令人心悸的光彩。柳如烟的美并非那种浓艳张扬，
而是一种清冷到了极致，却也艳丽到了极致的矛盾统一。饶是秦昊见惯了各路仙子神女，身边更是有苏清月和江心瑶这样的角色，也不得不承认，此刻的柳如烟，其姿容气韵已经真至一种动人心魄的极致。柳如烟久久没能得到秦昊的回应，还以为是自己穿的不好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哭腔：“是不好看吗？我马上换掉。”就在柳如烟转身之际，秦昊站起身挡住了他：“不是太好看了。”秦昊欣赏着眼前的柳如烟，越看越觉得赏心悦目。他大手一挥，将整座霓裳跟女性的衣服全部收入储物袋中，然后将储物袋交给柳如烟：“这些都是你的了，以后慢慢穿，反正这些衣服可以自动根据主人的身材变大变小。”秦昊也不担心柳如烟穿不了。柳如烟捧着储物袋，感受着里面满满当当的战利品。柳如烟生出一种被霸道宠溺着的恍惚，她乖乖地点了点头，应了一声。秦昊不再耽搁，他一把拦住柳如烟纤腰，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肉眼无法捕捉的流光，飞速离开了星落城，朝着原初的茫茫群山而去。他用神识探查过了，星落城灵力枯竭，根本不适合修炼。千里之外有一处山谷，那里灵气充沛，地下更是隐藏了一条品质不错的小型灵脉。柳如烟的九转轮回至尊体觉醒需要大量的灵气，那处山谷就挺适合的。半盏茶的功夫，秦昊便领着柳如烟抵达了山谷，交给柳如烟一门地级功法以及一堆修炼资源后，秦昊便要求他在这里修炼。看着盘腿修炼的柳如烟，秦昊摸了摸下巴：“我也有九转轮回至尊体，这九转轮回至尊体可以重生，每次重生的节点都是在觉醒体质的那一刻，也不知道等下的柳如烟是第几次重生归来的柳如烟。”秦昊想到鸿蒙掠运杯中柳如烟那恨不得杀了自己的模样，不禁打了个寒战，头皮发麻。我得想要一套用来应对他的说辞。柳如烟盘腿坐在秦昊为他布置好的聚灵阵中心，周身堆满了晶莹的灵石和散发着药香的灵丹。时间一点点流逝，忽然柳如烟身躯猛地一震，一股难以言喻的古老浩瀚，仿佛执掌诸天轮回的至尊气息，如同沉寂的火山般从他体内爆发。嗡，九色光柱冲天而起，在他身后交织成9道首尾相连的光环。刹那间，整个山谷的灵气疯狂向他涌去，甚至引动了地下灵脉的共鸣，发出低沉的龙吟之声。九转轮回至尊体正式觉醒，磅礴的力量冲刷着柳如烟的经脉，重塑着他的道基，更有一股庞大到无法想象的记忆洪流，如同决堤的星河，狠狠冲入他的识海。那是属于前世，不属于前几世的记忆。无数画面在他的脑海中交织，有他在尸山血海中杀伐，有他登临绝巅后无人诉说的苍凉，有他轮回一世又一世，却始终也等不到那道身影的执念。九色光环在柳如烟身后流转了9981周天后，便如同百川归海，缓缓收敛，最终化作一点璀璨的九色印记，悄然没入他的眉心，消失不见。柳如烟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眸子清澈依旧，却又似乎沉淀了万古星光，比之前更加深邃通透，仿佛能看穿人形，洞悉世事。注意到柳如烟的眼神变化，秦昊心头一紧，顿了顿，秦昊试探性的询问道：“如烟，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柳如烟眨了眨眼睛，眼底的深邃消失不见，有的只是让秦昊感到熟悉的依赖和懵懂。“秦昊哥哥。”柳如烟声音轻柔，带着一些不确定：“我好像感觉身体里多了好多力气，暖洋洋的，这就是修炼吗？”说着，柳如烟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喜和一点点对未知力量的忐忑。“是吗？除了这些，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比如脑子里多了一些画面和记忆之类的？”柳如烟眨了眨大眼睛，茫然地摇了摇头：“没有呀，就是觉得身体轻快了，力气变大了，看得更远了，听得更清楚了。”说着，柳如烟低垂着头，委屈巴巴地问道：“秦昊哥哥，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神态、语气、眼神都毫无破绽。”秦昊看着柳如烟这副懵懂依赖、毫无破绽的模样，心中不由得松了口气。看来此时的柳如烟还只是初入道途的少女，并没有觉醒任何记忆。秦昊语气温和，揉了揉她的头发：“做得很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不要动不动就否定自己，你很优秀。”柳如烟仰着小脸，眼中满是信赖与欢喜：“我一定会努力的，不会辜负秦昊哥哥的期待。”秦昊没有注意到柳如烟的眼底一丝狡黠的神色一闪而过：“秦昊，这一次你逃不了了，我会比那些妹妹们更先得到你。”接下来的日子里，秦昊悉心教导柳如烟，从最基础的引气、运功、神通施展，还有一些实用的战斗技巧和保命手段。柳如烟很聪明，不管秦昊教她什么都是一点就通，甚至还能举一反三。秦昊看在眼里，惊在心里，确定没觉醒记忆吗？感觉在他面前，我像个呆瓜。柳如烟进步神速，修为一日千里。与此同时，对秦昊的依赖和亲近也与日俱增，总是跟在秦昊身边。秦昊哥哥长，秦昊哥哥短，像只粘人的小猫。秦昊对他也是极尽耐心与呵护，除了修炼，也会给他讲述外界趣闻，带他去山谷附近赏景。尤其是秦昊亲手给柳如烟炼制的那些小玩意，柳如烟都跟得到了绝世珍宝似的，小心翼翼地收藏好。一晃1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秦昊正在一块青石上打坐，他忍不住呼唤系统：“
不是，狗系统，解释一下，这都1个月了，怎么租期还没结束？之前的订单都能看到租期什么时候结束的，为什么这次看不到？你是不是卡 bug 了？狗宿主，放心吧，就算你卡 bug 了，本系统也不会卡 bug 的。狗宿主，本系统建议你自废修为，重新修炼哦。你所在的时代大道残缺，即便修炼到仙帝，真实战斗力恐怕都不如这个时代的仙王，不如自废修为，重新修炼。反正你现在修为也不高，才区化神巅峰，身负多个顶级体质的你，还拥有用不完的修炼资源，修炼回来也就个把月的事。秦昊撇了撇嘴，自废修为。狗系统，你是不是想搞事情了？这山谷中到处都是妖兽，我没了修为，怎么保护我自己和如烟？丁，发放1张仙人体验卡，24小时有效，没用完时间可保留。贪生怕死的狗宿主，现在不怕死了吧？秦昊眉头微挑，哎呦，不错哦，你有这么好心，但这也没什么用吧？我就算自废修为重新修炼，任务结束，不还是要返回原来的时空吗？还是要在大道残缺的时代修炼，顶了天也就是根基打得牢固一点。丁，若本次租借订单结束，宿主能获得10星好评，本系统将发放1张限时1个时辰的仙帝体验卡。此话一出，秦昊虎躯一颤，仙帝体验卡虽然只有短短的1个时辰，但是自己完全可以凭借仙帝的力量，将这方时空的完整大道踏印到身体里面，届时就算是自己回去了，也能修炼完整大道。狗系统，你不会有什么坑吧？你这对我好的有点太过分了，我一时有些不敢相信啊。狗宿主请放心，本系统当然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秦昊思索了片刻，最后选择按照系统的提议，自废修为重新修炼。完整大道和残缺大道差距太大，这方时空经单期的修饰都足以媲美未来元阴境的修饰，越到后面差距只会越大。既然有希望补全大道，那他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反正以自己的天赋和海量的资源，重新修炼回来也耽误不了多久。至于系统的目的，管他呢，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靠系统，他要真害自己，秦昊也没招。就算未来要摆脱系统，那也得拥有绝对的实力才能翻身农奴把歌唱，不然一切都是空谈。秦昊没有注意到，在他纠结要不要自废修为重新修炼的时候，柳如烟早已换上了一套质地最轻柔的雪纱长裙。月光下，裙摆随风轻扬，勾勒出她玲珑有致的身形。此刻的柳如烟眼中早已没有了平日里的懵懂与依赖，反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和羞涩。柳如烟静静地看着闭目修炼的秦昊，目光在他俊朗的脸颊上流连，仿佛要将秦昊此刻的模样深深烙印在灵魂深处。柳如烟舔了舔诱人的红唇，嘴角微微上扬。前几世，秦昊今天都选择了自废修为重新修炼，届时将是他最虚弱的时候，那时他只能任我宰割。秦昊，马上你就是我的人了。散功后，将是秦昊最虚弱的时候，他趁着自己现在还有修为，在周围布下了数道隐匿和防御阵法，确保他在最虚弱的时刻不会被外敌和妖兽侵扰。紧接着，秦昊将一枚装满应急丹药和宝物的储物戒摘下，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最后他叮嘱柳如烟道：如烟，接下来我要散功，修为恢复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在周围布置好了阵法，你这段时间不要出去，免得遇到不必要的麻烦。柳如烟点了点头，眼中的期待早已按捺不住。我当然不会出去，出去了还怎么拿下你？做好准备后，秦昊盘膝坐好，眼神一凝，当即开始逆转功法，强行散功。噗！秦昊体内磅礴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不受控制的从他四肢百骸、周身窍穴中疯狂溢散而出。秦昊俊朗的面容迅速变得苍白，额头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滚落，显然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自废修为如同亲手拆解自己的道基，其中痛苦与凶险远胜于与人战斗受伤。柳如烟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看着秦昊痛苦的模样，他眼底闪过一丝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时机将至的决绝与期待。秦昊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衰落，化神巅峰、化神后期、化神中期、元婴、金丹、筑基、炼气，花费了2天2夜的时间，秦昊的气息终于彻底跌落到凡人层次。这灵力太充沛了，散个功竟然要这么久的时间，我现在体内一点灵力都没有了，这彻底抵成了普通人。一旁早已蓄势呆发的柳如烟见秦昊修为尽失，身形一动，如同月下幻影，瞬间出现在秦昊身边。如烟，秦昊正疑惑柳如烟要干嘛，结果下一秒，柳如烟那冰冷的声音便传来：秦昊哥哥，你现在的样子真让人心疼呢。放心，我会好好联系你的。秦昊脸色变了变，不对劲，面前的柳如烟全然没有了之前乖乖女的模样，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极致的掌控欲，更是让秦昊心头一紧。轮回净复灵，柳如烟体内涌出9色光华，这些能量如同温柔的丝线，瞬间没入秦昊体内。秦昊浑身一僵，他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了。如烟，你要干什么？秦昊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看向柳如烟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他现在算是明白了，合着柳如烟之前都在跟自己演戏呢，他肯定觉醒前世的记忆了。柳如烟没有说话，只是俯下身，伸出手，指尖带着微凉的温度，轻轻抚过秦昊苍白的脸颊，紧蹙的眉头，高挺的鼻梁，最后停留在秦昊的唇边。他的动作轻柔，
眼神却炽热如火，带着一种秦昊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混合着深情与占有欲的光芒。别怕，秦昊哥哥。柳如烟凑到秦昊耳边，声音放得极低，如同情人间的呢喃。我只是想要助你修炼。说着，柳如烟的唇印在了秦昊的唇上，温软细腻，带着他身上特有的清香。秦昊，秦昊。他低声唤着秦昊的名字，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其中带着无尽的眷恋。月光温柔地笼罩着山谷，笼罩着青石上相依的两人。一晃，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山谷上方的薄雾，洒在秦昊的身上。秦昊缓缓睁开了眼睛，眸中金光内蕴，气息悠长沉稳。他的修为已经恢复到了化神境巅峰。秦昊微微侧头，柳如烟正靠在他肩头，睡得香甜。雪纱长裙有些凌乱，秀发铺散，绝美的容颜在晨光中泛着柔光，嘴角还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然而秦昊的脸色却异常复杂。这半个月，秦昊的嘴角止不住抽搐了一下。虽然在柳如烟双修的辅助下，秦昊顺利修上了这方时空无缺的大道，原本计划1个月恢复的修为，半个月就恢复了。可这哪里是助他修炼，分明是趁人之危，是赤裸裸的霸王硬上弓。呸！是弓硬上霸王。秦昊揉了揉眉心，他堂堂穿越者，身负多个顶级体质，手握系统金手指，竟然在修为尽失、最虚弱无力的时候，被自己悉心教导、保护的小丫头给办了。秦昊刚一动，柳如烟长长的睫毛便颤了颤，她缓缓睁开眼睛，眼底闪过一抹狡黠且得意的笑意。秦昊哥哥，早呀！柳如烟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慵懒又勾人。她双手环抱住秦昊的腰，脑袋往秦昊怀里蹭了蹭，像只讨好主人的猫咪。秦昊哥哥，你修为恢复的怎么样？我的辅助修炼效果还不错吧？秦昊看着柳如烟这副奸计得逞还理所当然的模样，一时语塞。好一会儿，他才伸手在柳如烟的额头弹了一下，算计我，还好意思说算计？柳如烟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随后伸出手指在秦昊胸口画着圈。两情相悦的事情怎么能叫算计呢？你明明也很享受嘛，而且修为还长得这么快。可，秦昊老脸一红，享受那过程确实不痛苦，但是性质能一样吗？趁着秦昊愣神，柳如烟的红唇已经印在了秦昊的脖颈上，她贪婪地吮吸着秦昊身上的味道，恨不得要将秦昊揉进自己的骨子里。不一会儿，他就松开了手，缓缓站起身，理了理凌乱的衣裙和长发。算了，修炼才是大事，不能沉浸在男女之情之中。秦昊乐了，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修炼是大事？秦昊抓住柳如烟的手腕，用力一扯，将她拉入自己的怀里。柳如烟眼底闪过一抹近在掌控的戏谑，但脸上却装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将头埋进秦昊的怀里。秦昊哥哥，你要干嘛呀？秦昊喘着粗气，凑到柳如烟的耳边，你说我要干嘛？把火点着了，想走？哪有那么容易？呜！柳如烟发出一声短促的呜咽，旋即眼中笑意更深。她主动环上秦昊的脖颈，热情地回应起来。晨光熹微，山谷静谧，人影交叠，气息交融。此处省略1万字，请自行脑补。一晃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两人切磋了半个月，难分高下。柳如烟的灵力和轮回本源在双修中不断淬炼交融，修为瓶颈早已松动。山谷上空，原本晴朗的天空毫无征兆的阴沉下来，厚重的雷云从四面八方汇聚，云层之中电蛇狂舞，雷声沉闷滚荡，一股令人心悸的天地威压缓缓降临，牢牢锁定秦昊怀里的柳如烟。只是看了一眼，秦昊便与柳如烟分开。这元婴天劫，要是自己离得太近，被天劫判定为插手柳如烟的天劫，其渡劫难度将会飙升。如烟，这些你拿着。秦昊将自己的九转玲珑塔、虚空地袍等法宝丢给柳如烟，助力他度过天劫。面对秦昊送到面前的法宝，柳如烟轻轻一笑，弹指将宝物还给秦昊。柳如烟仰起头，眼神坚定且自信，迎着漫天雷云带来的狂风，衣袂飘飘，发丝飞扬。秦昊哥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是我的劫，我的路，若连区区元婴天劫都要仰仗外物，未来如何面对更浩大的道途？他回眸对秦昊嫣然一笑，那笑容中有着不容置疑的骄傲。好，今天就用这天雷来淬炼我的轮回之体。话音未落，第一道粗壮的紫色劫雷便已撕裂苍穹，带着毁灭万物的气息，朝着他当头劈落。看到这道天雷，秦昊瞳孔骤缩，柳如烟的元婴劫竟然比自己当时的化神劫还要恐怖数倍。面对如此恐怖的雷劫，柳如烟不闪不避，反而轻斥一声，九转轮回至尊体开启，周身九转轮回之力形成的9色光华化作9条光柱冲天而起，九转轮回之力流转不息，在他头顶形成了一幅不断生灭演变的轮回画卷。柳如烟双手结印，轮回画卷迎刃而上，主动迎上劫雷。轰！震耳欲聋的巨响中，天雷被那不断生灭的轮回之力层层消磨，最终只剩下丝丝缕缕精纯的雷劫之力被柳如烟吸收，淬炼经脉与元婴雏形。一旁的秦昊看得暗自点头，好强，不愧是九世先帝。虽然我现在是完整大道的化神巅峰，而且拥有诸多顶级体质，但真要和如烟打上一场的话，我不是他对手。劫云似乎被柳如烟给激怒，第二道
第3道天雷接踵而至，威力更是随之翻倍。柳如烟依旧从容，轮回之力演化出不同形态应对。秦昊当初炼化神雷劫，尚且需要多体质配合，柳如烟一手轮回之力，直接将劫云降服。柳如烟渡劫的动静极大，早已惊动了方圆百里的修士。起初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劫云，周围的修士们只当是有前者在渡劫，于是默默退去，免得受到牵连。可是当最后一道劫雷散去时，竟然出现了天降甘霖的异象。霎时间，方圆百里的灵气飙升，甚至很多卡在瓶颈的修士修为都突破了。天地异象，这不是强者渡劫，这是天地异宝现世。天降甘霖，灵气狂飙，瓶颈松动，这等景象哪里像是修士渡劫，分明是只有传说中的天地异宝，神要出世或者上古遗迹开启时才会引动的天地赐福。原本已经退散的修士们心中那点忌惮孙健被滔天的贪婪所淹没。宝物定是惊世之宝，如此异象，至少也是仙级，甚至是传说中的地级宝物。方才那9色光柱和轮回异象，恐怕就是宝物本体显化产生的。啧，轮回之力的宝物啊，想想就激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快去晚了就被别人抢走了。惊呼声此起彼伏，一道道原本远离的修士们骤然转向，比离开时的速度更快，疯狂朝着山谷方向冲去。山谷之中，甘霖渐渐停歇，灵气虽依旧浓郁，但异象已经开始消散。柳如烟盘膝而坐，周身气息逐渐稳固。秦昊守在他身边，众瞳微光隐现，神识早已如铺开，将方圆数十里的一切动静尽收眼底。当感受到一道道从四面八方急速逼近，充满贪婪与杀意的气息，秦昊不由得撇了撇嘴。如烟渡劫的动静太大，把这些人给吸引过来了。都是些元婴修士，少数化神，个别炼虚，不值一提。柳如烟稳固好修为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看向天机密密麻麻的流光，他的眼底掠过一丝厌烦与杀意。一群不知死活的苍蝇。柳如烟声音冰冷，秦昊看着面前的柳如烟，感受到了一股灭绝仙子的漠然，突然有点想念那个懵懂的如烟了，是怎么回事？感受到了秦昊的目光，柳如烟眨了眨眼，转头看向秦昊，眼底的厌烦和杀意瞬间退散，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柔情。他上前一步，亲昵地揽住秦昊的胳膊，脑袋靠在秦昊的肩头。夫君，好多人冲我们而来，我好怕呀，你会保护我的对吧？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柔软触感，以及耳边那刻意放软带着一丝颤音的娇语，秦昊如被春风拂过，心底漾开一丝暖意。看着刚才还睥睨天下，不将任何人都放在眼里的柳如烟，转眼就变成了柔弱无骨，需要保护的模样。秦昊有些忍俊不禁。你现在的实力比我还强吧？9世先帝还需要我来保护？柳如烟在秦昊怀里蹭了蹭，像只寻求庇护的小猫，声音更软了几分。那不一样吗？柳如烟撅起嘴，纤纤玉指在秦昊坚实的胸膛画着圈。不管是几世先帝，在夫君面前，我也永远只想当一个被夫君疼爱的小姑娘。柳如烟抬起眼，水光潋滟的眸子直望进秦昊的眼底，声音又软又娇，带着恰到好处的委屈。夫君，他们好多人呢，凶神恶煞的，人家刚刚渡完劫，身子还虚着呢。说着，柳如烟故作虚弱的晃了晃身子，然后顺势更加紧紧的依偎在秦昊的怀里，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夫君，你就忍心看我被他们欺负吗？秦昊看着怀中人儿这副楚楚可怜、巧笑倩兮的模样，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被狠狠拨动。他爱极了他这般模样，爱极了他卸下所有光环，只做他一人的小女子的表态。一股炽热而磅礴的保护欲自秦昊心底汹涌而起。秦昊看着天空不断逼近的流光，眼中迸发出一道寒芒。哼，今天莫说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动我家如烟一根毫毛。不一会儿，那些听到动静赶来的修士们便将秦昊和柳如烟两人团团围住。方才那天地异宝的动静就是从这里传来的，想来是被这2个人抢先得手了。刚才那惊天动地的9色光柱和异象，定是了不得的宝物出世，不能放他们走。一个元婴，一个化神，不足为惧。2位，如此重宝不是你们可以拥有的，交出宝物，饶你们不死。人群躁动起来，各种贪婪不善的目光在秦昊和柳如烟身上扫视。其中的3名炼虚境修士率先走出，强大的威压朝秦昊和柳如烟压来，试图逼迫他们屈服。秦昊手一张，一手是魂幡，一手9转玲珑塔。宝物，方才是我娘子在此渡劫，尔等速速退去，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闻言，3名炼虚境修士中的彪形大汉冷笑一声，小子，你当我们没渡过劫吗？渡劫还能引起轮回异象和天降甘霖，分明是有异宝出世。再说了，你一个化神境，敢威胁我们3个炼虚强者，你是怎么敢的？阴鸷老者嗤笑一声，大个子，你和他废什么话？这小子全身是宝，他手中的小塔和魂幡散发出来的威压，隔着这么远都不由得让我心惊，定是不俗的宝物。说着，阴鸷老者舔了舔嘴唇，还有那圆英静的小女娃娃，长得真标致，而且根基雄厚，若是采补一番，定能助我突破。阴鸷老者那淫邪的目光和露骨的话语，如同点燃火药桶的最后一丝火星，瞬间引爆了秦昊心中积蓄的怒火与杀意。老壁灯，敢觊觎我的人，找死！秦昊暴喝一声，
一身化神境巅峰的灵力以他为中心，如海啸般向周围扑去。顷刻间，那些修为稍低的修士们直接被掀飞，只有那3名炼虚境的修士虽依旧站在原地，脸上神情却是骤变。此子不过化神巅峰，灵力竟如此磅礴精纯，不仅仅是精纯，而且蕴含大道气息，这已不是普通化神修士所能拥有。3人惊愕地发现，他们堂堂炼虚境修士想要用灵力来反制秦昊，结果非但没能压制秦昊，反而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被弹了回来。这哪里像是化神境修士所能拥有的灵力？其雄浑程度、凝练质量，就是他们这些炼虚境修士与之相比也远远不如。趁着3人愣神之际，秦昊将灵力注入噬魂幡内，下一秒，噬魂幡骤然变大，一杆上千米的噬魂幡迎风怒长，幡面上那数千张鬼脸齐齐发出痛苦哀嚎的尖笑，浓郁到极致的阴死邪气冲天而起，瞬间遮蔽了半边天空。无数道血色魂线如同来自地狱的索命毒蛇，精准无比的射向在场的每一人。这是什么？好浓郁的死气！该死！这是什么鬼东西？逃！快逃！感受着噬魂幡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前一秒还想要杀人夺宝的修士们立马给秦昊上演了一出变脸大戏。此刻他们哪里还有夺宝的念头？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有多快逃多快，有多远逃多远。然而在噬魂幡这等地兵面前，他们怎么逃得掉？那些炼虚境以下的修士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灵魂直接被噬魂幡抽出，最后成为了幡面上众多鬼脸之一。只有3名炼虚境修士还在苦苦挣扎。见识到秦昊的手段后，他们是真的怕了。3人后悔死了，早知道这个化神小子这么强，他们来干嘛？为了活命，3人甚至表示愿意放开自己的神识，让秦昊在里面种下灵魂烙印。只要种下了灵魂烙印，那他们就将是秦昊最忠诚的奴仆。秦昊提着9节剑走到全力抵抗噬魂幡招魂的3人面前，太初一剑，一剑挥出，彪形大汉和老妇人的身形俱灭。他们的神魂想要遁走，可是噬魂幡早已锁定了他们，没有了肉身的支撑，他们的神魂被强行拽入噬魂幡之中，为幡面又增添了2张鬼脸。解决完2人后，秦昊转身看向方才对柳如烟出言不逊的阴鸷老者，看着秦昊眼眶里面旋转的重瞳，阴鸷老者浑身一颤。重瞳，此人竟然是传说中天生圣人的重瞳觉醒者，怪不得化神境的他就拥有如此力量。大人，我错了，求你饶我一命，我愿意将我一切宝物奉上，愿意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闻言，秦昊露出一抹笑容，放心，我不会杀你的。看到秦昊这个样子，阴鸷老者心中一喜，还以为秦昊要放过自己了，结果下一秒，秦昊的话让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9转玲珑塔炼魂，秦昊手中的9转玲珑塔骤然光华大盛，9色神光流转，塔身迎风渐长，最后化作一尊笼罩4方的9转宝塔，将阴鸷老者完全笼罩其中。宝塔第2层发出炼魂2字，如同太古神钟轰鸣，震得阴鸷老者神魂欲裂。随后他感受到自己的灵魂被一寸寸剥离碾碎，他在塔中发出痛苦凄厉的哀嚎。做完这些，秦昊将9转玲珑塔收好。至于那老头，他的神魂会被9转玲珑塔一点一点碾碎，直至彻底消散。夫君，秦昊刚解决完这些人，一道清脆如灵的呼唤带着毫不掩饰的雀跃传来，柳如烟像一只翩跹的蝴蝶，轻盈地飞扑到秦昊身前。苍蝇们都解决掉了，我们做点爱做的事情吧。闻言，秦昊嘴角止不住地扯了扯，不是吧，都已经连续1个月了，又来。见秦昊不说话，柳如烟那双水光潋滟的眸子中立刻闪过一丝狡黠，她贴近了秦昊几分，一股混合着淡淡体香和身上灵气的幽香萦绕在秦昊鼻尖。柳如烟伸出纤细的食指，带着些许凉意，轻轻点在秦昊的胸膛，然后缓缓地带着某种挑逗意味的画着小圈。她仰起脸，红唇微起，吐气如兰，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丝拖长的酥麻入骨的尾音。夫君怎么不说话了？柳如烟眨了眨眼，长长的睫毛像小扇子一样扑扇，眼神故意向下瞟了瞟，又迅速抬起来，用一种促狭的目光看着秦昊，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刚才收拾那些杂鱼消耗太大了，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指尖顺着秦昊的胸膛轻轻滑下一点，又停住，声音更轻更肉，却字字清晰，如同羽毛搔刮在秦昊的心间。还是说我家顶天立地，威风八面的秦昊哥哥？他踮起脚凑到秦昊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秦昊的耳廓，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气声，一字一顿，带着戏谑的笑意。不行了！秦昊被柳如烟一连串的动作和话语撩得心头火起，尤其是那最后3个字，简直是在他身为男人的尊严上蹦迪。秦昊上前一步，瞬间拉近了2人之间的距离，高大的身影将柳如烟完全笼罩。秦昊伸出手，修长有力的手指轻轻捏住柳如烟小巧的下巴，迫使她与自己对视。不行了！秦昊声音低沉沙哑，带着危险的气息。娘子，你似乎对我的实力有所误解，我可以连续陪你玩上1整年。哦，柳如烟尾音上扬，带着毫不掩饰的期待和挑衅。是吗？夫君，你骗我没关系，可千万不要把自己给骗住了。哎呦，秦昊这个暴脾气，他能忍受这样的挑衅？秦昊低笑一声，旋即不再多言，
直接将柳如烟横腰抱起。看来我非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了。话音未落，两人的身影已从原地消失，只留下一阵微不可察的空间波动。过了一会儿，山谷深处某个临时开辟出来的洞府之中传来此处省略1万字。一连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洞府内才安静下来。半个月的双修让秦昊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炼虚境，期间的雷劫，秦昊本想独自应对，可柳如烟不愿与秦昊分开，无奈秦昊只好和他一起应对雷劫。双人渡劫，雷劫的难度提升了10数倍不止。这种程度的雷劫，饶是以秦昊的实力，也不由感到吃力。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天雷全部被转化成了精纯的能量来淬炼秦昊和柳如烟两人。洞府内氤氲的灵气尚未完全消散，空气中仍残留着某种令人心神摇曳的暧昧气息。柳如烟像只慵懒的小猫，静静地依偎在秦昊胸膛，白皙的肌肤泛着淡淡的红晕，眉宇间流露出极致的满足。秦昊的手掌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抚她光滑的脊背，感受着柳如烟平稳的心跳，秦昊心里充盈着满满的成就感，看来还是他更胜一筹。柳如烟安静地趴了一会儿，然后缓缓抬起手臂，指尖在秦昊结实的手臂上无意识地划拉着，她的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却又带着几分挑逗。夫君，算算时间，那个地方差不多也快要开启了，那可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机缘，想不想去？闻言，秦昊不禁眼前一亮，哦，为我量身打造的机缘？什么机缘？肯定要去啊！听到秦昊的回复，柳如烟嘴角微微上扬，想让我带你去，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秦昊一整个愣住，不是吧？又来？可，如烟，咱们是不是应该节制一点？柳如烟却不理会秦昊，她双手环住秦昊的脖子，在秦昊的耳垂上轻轻咬了一口，声音里满是委屈。我等了你久视，放纵一下怎么了？一听这话，那还说啥了？秦昊不语，只是埋头苦干。3天后，洞府外，柳如烟精神焕发，秦昊的脸上则是有些憔悴。夫君累了？柳如烟回眸，眼波流转，带着几分促狭的笑意，她伸手替秦昊理了理微皱的衣襟，动作轻柔，语气中却带着小小的得意。秦昊无奈地看了眼柳如烟，抬手揉了揉眉心，你说呢？秦昊现在是深刻领会到久世积累的思念与热情究竟有多恐怖，饶是他体质特殊，也颇有些招架不住。柳如烟轻笑出声，替秦昊整理好衣服后，他上前一步挽住秦昊的手臂，将身体重量悄悄靠了过去。好啦，下次我注意点走吧，带你去拿属于你的大机缘。历经2个月的时间，秦昊和柳如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是一片巨大的，仿佛被小行星撞击过的深坑，深坑处早已汇聚了一大群人，按势力划分，有5大势力。感受着每个势力为首之人的气息，秦昊心头一惊，开什么玩笑，都是仙王。秦昊嘴角扯了扯，他艰难地咽了口水，然后有些僵硬地转头看向柳如烟，声音沙哑道：如烟，你的意思是我们2个连仙人都不是的小趴菜，去和这5尊仙王以及他背后的5个顶级势力竞争，来夺取机缘？这可是仙王强者啊，而且还是大道无缺的仙王，其战斗力一点不比未来的仙帝弱。这样的大能，碾死秦昊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不应该说能被这些人当作蚂蚁一样的角色，都能如同碾死一只蝼蚁一样碾死秦昊。柳如烟点了点头，是也不是，夫君，你的竞争对手不是这些仙王，而是站在中央的那5个年轻人。听到柳如烟的话，秦昊这才注意到5方势力中央还有5道人影，有男有女，或站或坐。在秦昊打量这5人的时候，5人似有所感，齐齐朝秦昊望来。当看到这5人的眼睛时，秦昊心头狂跳，几乎失态。5双重瞳，众瞳天生圣人，举世罕见，亿万修士中难出1位，此地竟然聚集了5位，不加上他自己就是6位了。看到秦昊，5人露出不屑的神情，散修吗？哼，一个散修重瞳也敢来凑热闹？即便你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无法带走我们的眼睛。再说了，一介散修，你拿什么和我们斗？夫君，此地名为天童试炼场，乃3界9天第一尊重同圣人所留。那5人所在的位置有一座阵法，试炼开始，所有参与其中的众童者要展开生死乱斗，输掉的人他们的众童会被挖出，而后试炼场会传授给胜利者一门融合重瞳的秘术。凭借这门秘术，你可以将其他人的众瞳炼化融合，等你回到了你自己的时空，你也可以狩猎众瞳者，夺他们的众瞳，届时你的众瞳将进化到一个骇人的高度。闻言，秦昊不禁眉头微挑，他的所有体质中用的最顺手的就是众瞳了。若能炼化融合其他众瞳者的本源，使自身众瞳发生质的飞跃，无疑能让他的战力大幅度提升。柳如烟继续传音道：不过就算你赢得了试炼，这些众瞳者背后的势力定不会袖手旁观，试炼结束，这5个众瞳者背后的势力绝对会大打出手，抢夺获胜者的众瞳和秘术。柳如烟的话如同一盆凉水浇在秦昊的头上，那不是白给，他现在只是炼虚境的小修士，拿什么去碰瓷仙王？他倒是有一张仙人体验卡，可就算是仙人，在仙王面前也不够看啊。就在秦昊一脸惆怅，思索着有什么办法能够赢得试炼后，从这些仙王手里逃走时，柳如烟拉了拉他的手：夫君，不用担心，到时候你直接把父亲大人叫来就行。
便宜老爹。秦昊将信将疑地看向柳如烟，小声说道：“如烟，老爹他虽是先帝，但只是大到残缺的先帝，战斗力比起这些仙王来，恐怕都不如呢。”柳如烟闻言，却是扑哧一声轻笑出来，美眸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夫君，一个与天道博弈，捣鼓出你这么一个怪物的人，你觉得他会弱吗？父亲大人虽和我巅峰时期有些差距，但也不是这些仙王能够抗衡的。而且他也是时候来一趟了。算算时间，他差不多已经发现了异域的秘辛，并着手布局了吧？柳如烟这意味深长的话，让秦昊蹙了蹙眉。异域秘辛布局，自己来到这个时代之前，便宜老爹的确是将各方势力的首脑集合到一起，说有要事相谈。难道这要事就是如烟口中的异域秘辛吗？秦昊对柳如烟还是非常信任了，毕竟九世先帝，既然他都说了便宜老爹能够摆平，那肯定没跑了。想到这里，秦昊纵身一跃，跳入阵法之中，恐怖的冲击让地面都抖了3抖。刚一进来，秦昊就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威压，在这股威压下，他其他的体质都受到了压制，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倒是众瞳在此地异常活跃，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果然是专门为众瞳者打造的战场，不仅其他体质被压制了，就连修为都被压制到了化神境。这是要让我们这些试炼者纯粹的比拼瞳力啊！想到这里，秦昊嘴角微微上扬，他的众瞳可不是其他人的众瞳能比的。先天道体对大道的清净，天皇神体的涅槃真意，九转轮回至尊体的轮回之力，早已不知不觉地与秦昊的众瞳融合。虽然不多，但也足以让他的众瞳赢在起跑线上。在秦昊进入阵法后，那5名众瞳者同样第一时间审视着秦昊这位新加入的竞争者。当他们的众瞳落到秦昊的身上时，即便以他们的心性与见识，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惊骇与凝重。在他们众瞳的扫视下，秦昊一身气血之力如龙似虎，周身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股磅礴、精纯、充满生命活力的气血之力。这感觉仿佛体内蛰伏着一条随时会苏醒的巨龙。比起气血之力，更让他们心惊的是秦昊的灵力。拥有众瞳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秦昊经脉中灵力的状态，那已经不能称之为灵气了，甚至都超越了液体的范畴。秦昊体内的灵力呈现出一种近乎固态的粘稠而沉重的质感，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秦昊经脉中流转的灵力都比得上其他人丹田里的灵力，凝练度骇人听闻。这不由得让5人心头一沉，这是何等扎实的根基，才能在化神期就达到如此程度？阵法那一片死寂，5道目光在空中无声交汇，彼此眼中的忌惮与杀意无需言语，便已心照不宣。僵持了一会儿，5人中唯一的女性萧灵儿率先开口：“几位道友，若单打独斗，我等恐怕无人能在瞳力和根基上胜过他，不如暂且结盟。”彪形大汉10月第一个点头附和：“没问题，这小子邪门得很，我们的灵力从丹田溢出都如河流般缓缓流淌，他倒好，跟装了抽水车似的，不得不防备他一手。”其他3人虽未开口，但显然也是接受了先结盟，将秦昊这个威胁解决掉，然后再分出胜负的提议。秦昊扫了眼几人，见他们竟然统一战线，将矛头一致对准自己，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冷哼：“吃垃圾！”声音不大，但却是那么的刺耳。10月眉头一拧，厉声质问道：“看我干嘛？你敢把我当垃圾？”闻言，秦昊连忙一脸无辜地朝10月摊手：“哎，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针对你啊。”见秦昊认怂，10月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可是秦昊却是慢悠悠抬眼，目光熠熠扫过10月、萧灵儿还有剩下的3人，然后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我的意思是……”秦昊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轻蔑的弧度，声音陡然拔高，字字清晰，掷地有声：“你们几个都是垃圾！”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狂妄、嚣张、不知死活。10月5人哪个不是眼高于顶的绝世天骄？什么时候被人如此轻蔑地称呼为垃圾？这种赤裸裸的侮辱，简直是对他们众瞳拥有者尊严的践踏。10月怒极反笑：“好小子，你够狂！现在试炼没有开始不允许战斗，等到试炼开始，我不把你人中皇打出来，我和你姓。”萧灵儿眼神冰冷锐利，本想给你一个体面的退场方式，既然你执意找死，那就不要怪我。自寻死路。全身裹在黑袍里的叶明冷哼一声，剩下2人虽未言语，可那盯着秦昊的眼神却恨不得将秦昊包皮抽筋。就在5人蓄势待发，准备试炼一开始就给秦昊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为之前的话付出代价时，他们脚下的阵法亮起，紧接着在他们上空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眼球，那是众瞳。在这个众瞳的注视下，秦昊等人皆是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眼球一一扫过秦昊等人，然后一道宏大无情的宣告声在6人脑海中同时炸响：天瞳试炼正式开启，规则尽情施展各自的手段吧，只有其他人全部失去行动能力，试炼才会结束。嗡，伴随着宣告声落下，阵法内法则骤然收紧，压制之力达到了顶峰，彻底杜绝了任何外力的干扰。狂妄的家伙，看招！10月早已按捺不住心中滔天的怒火，在规则宣布的刹那，他第一个冲了出来。只见10月双目圆睁，他的一双重瞳迸发出一道土黄色的光芒，这是10月的瞳术神通，以众瞳引动土行法则，结合自身蛮横气血，形成一股无形的精神与物理双重镇压之力。
其威力如同太古神山迎面撞来，不仅能禁锢对手行动，更能直接撼动神魂，碾碎意志。其余4人并没有出手干涉，虽是结盟，但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他们也想借此分析秦昊和石月2人的情报。面对石月这含怒而发的全力一击，秦昊只是微微抬头，一双重瞳平静地望向石月那双目睁的重瞳。就这，秦昊唇间吐出2个轻飘飘的字眼，下一瞬，他的重瞳之中光华骤亮，左瞳璀璨金光迸发，勘破虚妄，直视本源。石月那威猛无双的瞳力，在秦昊的目光中被层层剥离，露出了其中瞳力流转的轨迹与核心节点。紧接着，秦昊的右瞳迸发出一道毁灭乌光，精准地打在了石月瞳力的核心节点之上。四目相对，重瞳对重瞳，轰！2人的瞳力仿佛2座看不见的神山，狠狠地撞在一起。噗！仅仅一个对视，石月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旋即化作一抹痛苦与骇然。方才与秦昊对视的刹那，他只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副无法撼动的叹息之墙。他引以为傲的瞳力被对方瞬间破解，秦昊的瞳力肆无忌惮地冲入石月的识海，直击他的本源。石月整个人倒飞出去，一口逆血不受控制地喷出。什么？这不可能！同样都是重瞳，同样是化神境，为何他一个眼神便击败了石月？萧灵儿等人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缩，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石月方才的攻击力量雄浑，防御惊人，即便是他们也不敢说能轻易接住，可这个家伙竟然连动都没动，仅仅一个对视就用瞳力硬生生逼退了石月。看到几人的反应，秦昊轻笑一声，和他比重瞳。他在系统的帮助下，多个体质完美融合，先天道体等体质的部分力量早已成为了秦昊重瞳的一部分。正是凭借先天道体对法则和大道的亲近，秦昊的重瞳才可以做到瞬间勘破石月的重瞳本源。和他硬碰硬比拼瞳力，这不是自寻死路吗？秦昊扭了扭脖子，骨头碰撞发出咔咔的声响。现在我说你们是垃圾，你们可还有意见？看着面前狂得没边的秦昊，几人心里虽恨得牙痒痒，但却没人说什么。那被秦昊一个眼神掀飞的石月，擦拭掉嘴角的鲜血，对着其余4人喊话道：“诸位，此子瞳力诡异，在他那双眼睛面前，我们的重瞳好像是残次品，不可力敌。”石月声音沙哑，却又透着一股优越感。我们应当避开短板，与他比拼底蕴。我等传承法宝、战斗经验，岂是这个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野小子可比的？听到石月的话，萧灵儿等人压下心中的震惊，眼神逐渐恢复冷静。师兄所言甚是，他瞳力再强，也仅此而已。我等合力以神通法宝碾压，耗也能耗死他。听到几人的话，秦昊乐了。这些人想干嘛？和我比拼底蕴？觉得自己背后的势力不俗，就可以用底蕴碰瓷我了？且不说自己背后的秦家乃后世第一荒古世家，再就是他自己还是个挂逼。你们的底蕴再雄厚，能厚得过我一个挂逼？就在秦昊暗自鄙夷之时，石月5人已经采取了行动。石月大吼一声，猛地一跺脚，双手虚握，紧接着他脚下土黄色光芒汇聚，最终在他手中凝聚成一把造型古朴、厚重无锋的巨锤。撼地月，十足供奉的图腾地兵，其身上散发着一股镇压大地、承载万物的磅礴气势。萧灵儿紧随其后，祭出一只通体翠绿、宛如活物的玉箫，箫身之上布满了玄奥的凤凰纹理。玉箫此刻正流转着淡淡的青色光晕，散发出一种清越悠扬却又统御万音的无上威压。九天凤鸣箫，天音阁镇阁地兵，乃上古神皇栖居之地的先天神域所铸，蕴藏一丝神皇道韵。箫声既可滋养万物，亦可破碎神魂，统御万音大道。剩下3人也各自取出法宝，一枚令牌，一块冰晶，还有一把匕首。从这些法宝上面散发的气息，不难判断，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地兵。都说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石月等人在取出地兵后，之前对秦昊的忌惮立刻烟消云散，有的只是浓浓的戏谑。能逼得我们5人都取出地兵，小子，你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怎么样，这辈子加起来也没见过这么多的地兵吧？听着几人带着优越感和戏谑的话语，再看看5人手中散发着地威的法宝，秦昊有点想笑。秦昊嗤笑一声，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就这5件破铜烂铁，我管你们叫唤的这么凶，还以为你们至少能拿出极道地兵来呢，结果就是一些普通的地兵。这种破铜烂铁，你们是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的？秦昊的话如同捅了马蜂窝，让5人瞬间炸毛。狂妄放肆，不知天高地厚。5人看向秦昊的眼神宛如高纬度的生物，看向低纬度的愚蠢文明，充满了不屑和鄙夷。他们手中的法宝可都是地兵。地兵是什么？是他们各自势力传承无数纪元，镇压气运的无上至宝，是身份与荣耀的象征。凭借地兵，他们足以在同辈之中横着走。可面前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小子，竟然敢说他们的地兵是破铜烂铁，甚至还提到了极道地兵。极道地兵那可是传说中由大道无缺的先帝巨头耗尽无尽心血，熔炼诸天万道，伴随其一同正道的本命地兵，堪称地兵之皇。真是不知者无畏，竟然大言不惭的用极道地兵来贬低他们的传承地兵。他以为极道地兵是什么？路边的大白菜吗？石月冷笑一声，嗤笑道：井底之蛙，安知天河之浩瀚？地兵之威，
岂是你能妄加评议的？十月咆哮一声，双手紧握手中的汉地月，将自身灵力疯狂注入其中。轰隆！巨锤之上，土黄色的光芒如同火山喷发，一股沉重到仿佛能压塌苍穹、崩裂大地的恐怖威压，化作一道凝练的土黄色光柱，带着碾压万物的蛮横意志，朝着秦昊当头轰落。光柱所过之处，空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地面被犁出一道深深的沟壑。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击，秦昊不敢怠慢，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注入双瞳之中。只见秦昊眼眸中乌光一闪，瞳力在秦昊身前构筑起一面不断流转、由无数细小混沌漩涡构成的壁垒。砰！汉地月的攻击砸在秦昊的混沌壁垒之上，如同火星撞地球，巨响震耳欲聋，狂暴的能量以碰撞点为中心，将周围的地面都掀飞了一层。秦昊身躯巨震，脚下地面寸寸皲裂，他闷哼一声，脸色一白，脚步不受控制的连连后退，每一步都踩得地面凹陷下去。秦昊面前的混沌壁垒剧烈闪烁，光芒暗淡了大半，上面更是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但终究是挡住了十月的攻击。挡住了！不仅是十月，一旁的萧灵儿等人看到这一幕，不禁瞪大了双眼。十月可是手握地兵向这家伙发起攻击啊，他竟然仅仅凭借重瞳的力量就将十月的攻击给挡下来了。直到此刻，萧灵儿等人才体会到十月之前说的那句话，在他的重瞳面前，我们的重瞳仿佛是残次品。想到这里，一行人看向秦昊眼神中的忌惮又多了几分。见状，萧灵儿不再犹豫，他果断下场，奏响手中的九天凤鸣箫。清越却又带着杀伐之意的箫声骤然响起，一道道无形的却蕴含着撕裂神魂、斩断灵力的恐怖音波朝秦昊袭来。秦昊扩大混沌壁垒的范围，将自己整个人都藏匿其中。那十月见状，再次挥舞手中的巨锤，土黄色的冲击波再次轰击在秦昊的混沌壁垒之上。抵挡十月一人对于秦昊而言已经较为吃力了，如今又加上了一个萧灵儿，这让秦昊的混沌壁垒再也支撑不住，轰然破碎。十月与萧灵儿两人联手攻击的余波将秦昊掀飞出去，他五脏六腑气血逆转，一口逆血不受控制地喷了出来。倒在地上的秦昊摇头感叹，不愧是地兵，虽然他们两人连亿万分之一的威能都发挥不出来，可仅凭借我自身的力量抗衡一件地兵就已是极限，以一敌二还是太勉强了。如果没有这阵法压制我的其他体质，倒是可以尝试一下。秦昊一边擦拭着嘴角的鲜血，一边思索着，哈哈哈，小子，这就是地兵之威。我承认你的重瞳很强，但在我们的地兵面前还是不堪一击。见成功对秦昊造成伤害，十月哈哈一笑，脸上满是胜券在握的狞笑。阵法外，柳如烟看到秦昊受伤，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十足和天音阁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秦昊像看傻子一样看向十月，这家伙不会以为他要赢了吧？自己只是想看看不借助外力能不能抗衡地兵而已，瞧把他给能的。秦昊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到极致，也嘲讽到极致的弧度。垃圾就是垃圾。秦昊缓缓站起身，尽管身形还有些摇晃，气息也有些不稳，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睥睨一切的傲然与自信，却让面前的十月等人心头一沉。秦昊扭了扭脖子，随后关闭重瞳。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地兵，秦昊的眼神扫过面前的十月等人，那眼神仿佛十月等人是即将坠入深渊的可怜虫。那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地兵之威。秦昊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仿佛混沌初开，凌驾于诸天万道之上的浩瀚气息，毫无征兆的从秦昊体内轰然爆发。这股气息之强、之玄奥、之霸道、之厚重，瞬间压过了十月等人手中的地兵。整个试炼场的阵法空间内，在这股气息的冲击下，都发出了前所未有、即将崩盘的巨颤。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块高达万丈、通体呈混沌色泽，由鸿蒙紫气与混沌气流交织而成的石碑自秦昊身后缓缓升起。阵法内原本还杀意腾腾的几人，在感受到鸿蒙掠运碑那无可匹敌的浩瀚威压时，战意彻底烟消云散。极道地兵怎么可能？他竟然拥有极道地兵！极道地兵一出，谁与争锋？而且秦昊本身实力比起他们就是降维打击，如今还拥有极道地兵，这试炼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就在此时，秦昊却再次开口，光用杯砸人，未免有点单调啊。在几人惊骇的目光中，秦昊右手一柄造型古朴、剑身铭刻九道结纹，散发着斩灭万法、破尽轮回剑意的长剑悄然凝视。秦昊手腕轻抖，剑锋所指，空间寸寸崩裂。紧接着，秦昊身侧一面黑红相间，翻面上刻着无数鬼脸哀嚎的狰狞大帆徐徐展开，散发着一股吞噬一切的极致邪意与霸道。在他头顶，九转玲珑塔悄然浮现，每一层都流转着不同的大道气息。鸿蒙掠运碑、九节剑、噬魂幡、九转玲珑塔，四件极道地兵，如同四尊沉睡的太古神魔，在这一刻于秦昊身边同时苏醒。死寂，绝对的死寂。十月手中的汉地月在秦昊身旁的四尊极道地兵面前彻底失去了光芒，变得如同凡铁。萧莲儿的九天凤鸣箫发出一声哀鸣般的颤音，然后不受控制地掉落在地。其余三人的地兵同样被遮盖光芒，他们看着秦昊，如同被施了定身术，大脑一片空白，
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荒谬。极道帝兵，足足4把极道帝兵，这些都是他的。极道帝兵，那可是大道无缺的先帝耗尽一生心血凝聚而成的无上法宝，每一件都足以在3界9天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如今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竟然一下掏出来了4件。试炼阵法外，一直密切关注着试炼场内动向的5尊仙王强者，在看到秦昊掏出来的4件极道帝兵后，也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们背后的修士更是不禁发出一声惊呼：极道帝兵，仙王大能，能得到1件帝兵都已是机遇，他不过是区区炼虚小辈，何能独自拥有4件极道帝兵？此子来自何方势力？他手中的4件极道帝兵为何我没有印象？莫非他是某位隐士的，我们从未知晓的古老先帝嫡传，甚至是转世之身？几位仙王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抹茫然。显然他们都不知道秦昊究竟来自于哪个势力。鸿蒙掠运杯乃后世天道阴柳如烟一人抗击抑郁降下的法宝，9节剑更是系统的奖励，这些人能认出来才是真的见鬼了。鸿蒙掠运杯，朕太初一剑。秦昊催动鸿蒙掠运杯，恐怖的威压仿佛太古神山，压得石月等人动弹不得。与此同时，他手握9节剑，施展太初一剑神通，灰蒙蒙的剑气裹挟着破灭万法的极致剑意，冲天而起。仅一击，秦昊对面的5人即便是用出浑身解数拼命抵挡，也是无济于事。强大的剑气将5人重伤倒地。那石月还很不甘心的想要爬起来，秦昊见状，重瞳乌光一闪，一道毁灭之光直击他的神魂，他当场昏厥过去。太强了，这家伙究竟是谁？他的实力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萧莲儿等人纷纷低下头，身躯微微颤抖，连和秦昊对视的勇气都没有。胜负已分，秦昊以一种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绝对碾压的姿态将他们轻松击溃。在阵法上空，那颗巨大的重瞳眼球动了动，一道宏大无情的声音再次响起：胜负已分，胜者秦昊，败者按照规则剥夺重瞳。随着声音落下，试炼战法骤然亮起刺眼的光芒，5道光束从天空的那颗巨大重瞳中射出，精准地笼罩在石月5人的身上。啊！凄厉到不似人的惨叫声从5人嘴里传出，就连本来都昏厥的石月也被这股剧痛给惊醒。只见他们的双瞳迸发出各异的光芒，紧接着他们的眼球被巨大重瞳射出的光束强行抽离，5对重瞳在空中旋转了一圈，然后如同受到吸引般齐齐飞向秦昊。与此同时，巨大重瞳再次射出一道更加凝练的光束，不过这次的目标是秦昊。吞天式瞳诀的信息涌入秦昊的识海，这是一门专门为重瞳者创造，用于融合、吞噬、炼化其他特殊瞳术本源，不断提纯、净化自身重瞳的无上秘术。接收完吞天式瞳诀后，秦昊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发明这门秘术的人简直就是个天才。我起初还以为只能炼化重瞳呢，结果其他的瞳术体质他也能炼化。拥有这门秘术，只要有足够多的瞳术体质，我的重瞳能走出一条无敌之路。秦昊眼珠子滴溜一转，已经在心里想好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长久计划。秦昊小心翼翼地将围绕在自己身边的5对重瞳收好。就在他收好重瞳后，异变突起，承载试炼的古老战法，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耗尽了最后的力量，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不一会儿，阵法就彻底崩塌了。就在战法出现崩塌迹象的同一时间，动手，留下重瞳和秘术，不能将他放走。早已虎视眈眈、按捺不住的5位仙王强者，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眼中凶光大盛。他们一边彼此争斗，一边齐刷刷地朝秦昊袭来。在他们身后，一众仙军携数以万计的仙人朝秦昊杀来。6对重瞳加上能让重瞳进化的秘术，得知完全可以造就一尊无上仙帝，谁看了不眼馋？而且秦昊一个炼虚境的修士，还拥有4件极道帝兵，在5尊仙王眼中，秦昊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宝库。看着那遮天蔽日、如同末日洪流般袭来的5大仙王、无数仙君仙人，以及他们眼底毫不掩饰的贪婪与杀意，饶是秦昊早已心理准备，此刻嘴角也不由得狠狠抽搐了一下。靠，玩不起啊你们！秦昊低头看了一眼，确认自己身上穿着虚空地袍后，忐忑的心也是稍稍安定了一些。紧接着他便抬头对着天空大喊一声：秦无涯！听到秦昊的呼喊，原本冲向他的人群以一种诡异的姿态顿了顿。仙王大能，不可直呼其名，这倒不是什么明文规定，而是3界9天对仙王巨头无上威严与莫测神通的敬畏。直呼其名意味着因果相连，意味着挑衅会瞬间被对方感知并锁定。这小子显然不是挑衅，而是靠这种因果相连向背后的势力求救，这让他们不由得心生顾虑。这家伙背后有仙王势力做靠山，如果是仙王还好，如果是仙帝的话，短暂失神片刻，几位仙王修士面露狐疑之色。不对，秦无涯是谁？3界9天有这么一位仙王或者是仙帝吗？3息的时间转瞬即逝，不同于上次呼喊便宜老爹的名字，对方的神通立刻就出现，这次过去了3息也没有任何反应。切，原来是在装神动鬼。直呼仙王甚至是仙帝的名号，即便对方不主动出手，天帝也是会降下异象的。可现在一切如旧，
一点异象都没有。这让武尊仙王大能认为秦昊不过是在装神弄鬼。原本停滞的仙人洪流再次鼓噪起来，五方势力一边彼此争斗，谁也不想让其他人抢先一步抓住秦昊，一边迅速靠近秦昊。看到这一幕，秦昊扯了扯嘴角，他对着天空再次喊道：“秦无涯，再不来，你真见不到你好大儿最后一面了。”秦家族地正在与参加秦家第一组诞辰的各方势力大佬商谈事宜的秦无涯眉头微微一皱，方才他感受到了一道因果感应，起初他没有在意，但紧接着因果感应再次响起。秦无涯眼眸微凝，掐指一算，他的脸色沉了沉，不让人省心的东西，他怎么跑到仙谷末期去了？秦无涯站起身，朝在场众人拱了拱手：“诸位，原谅我暂时离开片刻，我去便回。”说着，秦无涯向前踏出一步，但他的脚下并非是坚实的大地，而是一片迷蒙的，流淌着无数光影碎片，回荡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长河。秦无涯闲庭信步，沿着那冥冥中的因果感应，逆着时光洪流，向着上游走去。秦昊这边，这五位仙王虽然在互相制衡，不让对方将秦昊夺走，但他们战斗的余波也不是秦昊能够扛得住的。仙王强者战斗的余波足以崩碎星辰，湮灭法则。秦昊被几人围在中央，想逃都没地方逃。好在虚空地袍能够为他抵挡住这些人的攻击，但虚空地袍一天也只能使用10息，转个定的功夫就没了。那天阴阁的仙王一记道阴金莲的音波攻击，打得其他4位仙王微微愣神。见状，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秦昊。本座这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小子的重瞳和极道地兵都归我天阴阁了。就在天阴阁仙王的法则之光即将触碰到秦昊的刹那，一变陡升，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轻的，却又无比霸道的拨慢了一瞬。秦昊身侧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中，空气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漾开了一圈圈涟漪。紧接着，一个长得和秦昊有7分相似，脸上的神情有些漫不经心的男人从虚空中一步踏出。滚！秦无涯低喝一声，他的声音防若9天神雷在天阴阁仙王神魂最深处炸响。噗！天阴阁仙王整个人被轰得倒飞出去，一口鲜血不受控制地喷了出来。感受着秦无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他脸上表情一致。先帝，不可能！他不能理解，这小子背后竟然真的有一尊先帝，那为何方才他直呼先帝的名字没有任何反应？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你的先帝道果不完整，你是个残缺的失败品，而且这时间法则，你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你是后世的先帝。方才愣神的4名仙王一拥而上，暂且结盟，我们之间的争斗先把这人杀了再说。呵呵，我倒是觉得没有那么麻烦，一个道果有缺的先帝罢了，他掌握的大道不及完整大道的1/3，他要是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连成为仙王的资格都没有，不足为惧。秦无涯冷笑一声，不足为惧，那就让我来看看你们这些所谓道果无缺的仙王又有什么本事。太虚剑！秦无涯低喝一声，一把极道地兵出现在他的手中。看着秦无涯手中的极道地兵，面前的几位仙王不禁一阵眼红。极道地兵，今天一次信剑到5把了。太虚剑法第9式虚实斩。就在眼前5人各怀鬼胎之际，秦无涯已经挥出一剑，没有惊天动地的剑光，也没有割裂星空的法则，就好像是随手挥出了一剑，没有任何作用。虚实斩无声无息，甚至让人怀疑它是否真实存在。这一击介于虚无和真实之间，根本无法判断，无法躲避。眨眼间的功夫，面前这5位仙王的法则屏障、神通乃至他们的道体防御如同豆腐般被虚实斩击溃，而这5人甚至连秦无涯的攻击都无法捕捉到。发生了什么？我的道体竟然被破了！我的护体神通，这不可能！明明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丁点的灵力波动都没有，他是怎么做到的？5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秦无涯的攻击，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都不是无法理解了，这完全是无法感知。退！十足的那名仙王率先反应过来，秦无涯的手段太邪门，又联想到秦昊此前表现出来的惊人战力，万一这对父子都是一样的怪物呢？这不得不让他忌惮。他对着身后之人大喝一声，随后化作一道流光遁走。其余4人见状，纷纷下达撤退的指令，然后跑走。爹，牛啊！这些可都是大道无缺的仙王强者，你一个人就干趴下了5个，牛波一！秦昊屁颠地走到秦无涯身边，脸上堆满了灿烂到近乎谄媚的笑容。秦无涯只是冷冷地瞥了眼秦昊，眼神里透露着几分嫌弃。这兔崽子点头哈腰的劲跟谁学的？夫君，快过来！秦昊正想继续拍秦无涯马屁，却听到柳如烟远远地呼喊自己。早在阵法快要崩溃时，柳如烟就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夫君，叫谁？叫这兔崽子吗？听到有人呼唤秦昊，秦无涯抬眼望去，当看清柳如烟的脸时，秦无涯瞳孔缩了缩，是他。秦无涯嘴角扯了扯，亏他还担心秦昊是因为什么不可抗力来到了这仙古时代，一路火花带闪电赶来，结果这小子跑到这个时代来沾花惹草了，而且惹的还是这么一个狠角色。听到柳如烟的呼唤，秦昊奔向柳如烟，毕竟便宜老爹怎么能和香香软软的娘子相比呢？夫君，跨越时间长河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天道会对玩弄时间的人降下惩罚。就在秦昊走到柳如烟身边之时，一道天雷没有任何征兆地劈在秦无涯身上。这道天雷之恐怖，仅一个瞬间便将秦无涯身上的防御宝器全部劈碎，同时将他重伤。看到这一幕，秦昊瞪大了双眼，心中庆幸自己走得及时，要是还留在秦无涯身边，恐怕得受到牵连，直接被劈死。爹！接着，秦昊掏出鸿蒙掠运杯和九转玲珑塔，就要丢给秦无涯，却被一旁的柳如烟给按着。夫君，不用，这对父亲大人来说是一场机缘，他能不能补全自身大道，就看能不能扛过去这些雷劫了。话音刚落，又是一道天雷落下。这一击天雷落下，秦无涯甚至无法再维持肉身。看到这一幕，秦昊扯了扯嘴角，如烟，一共会降下多少道雷劫？99道，一道更比一道强，每一道都足以杀死寻常大道无缺的仙王，后面9道更是能杀死大道无缺的仙帝。秦昊倒吸一口凉气，接着问道：那你说，老爹他能扛得住吗？柳如烟摇了摇头，不知道，前几世来救你的人是未来的我，父亲大人还是第一次来。两人交谈间，又是一道天雷落下，秦无涯刚刚重塑的肉身瞬间就被劈散了。秦昊看着那一道比一道恐怖，仿佛要将秦无涯彻底抹除的天道雷罚，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便宜老爹不会被劈死吧？然而肉身都被天雷给劈得溃散的秦无涯却是仰天大笑，哈哈哈！来啊，今天无非2个结局，要么我补全大道，要么死。贼老天，尽管放马过来！秦无涯利用天道雷法，一次又一次的反向验证补全，甚至以此创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大道。第90道天雷落下，秦无涯已经被这股强大的雷法轰的只剩下神魂光球了，而且他的神魂甚至缩小到了黄豆大小，光芒微弱的都看不见。然而面对第90道那足以抹杀顶级仙王、重创仙帝的天雷，秦无涯不但不躲，反而还主动迎了上去。光球之中传出一道微弱却异常坚定的话语：虚实相生，有无归一，我的道不该由天来定。轰！前所未有的爆炸照亮了整个3界9天，无数大能纷纷探出神识来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见到如此骇人的场景，秦昊和柳如烟躲在9转玲珑塔里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光芒散去，一点微弱到极致，仿佛随时会彻底消散的光点，在爆炸中心顽强地闪烁着。它没有变大，也没有变亮，但却给人一种更加凝实、更加内敛，仿佛洗尽铅华、褪去杂质的感觉。这是父亲大人的极限了，下一道天雷，他必死无疑。说着，柳如烟对秦昊开口道：给他9节剑。秦昊也没有犹豫，当即将9节剑丢给了正在渡劫的秦无涯。此刻连神魂力量都只剩下一点的秦无涯苦涩地摇了摇头，没用的，极道地兵也没用的，下一道天雷足以抹杀仙帝，而且根本无法躲避。就算我现在回到未来，这雷劫也会跟着我一起回去，并变得更强。可惜啊，就差一点，要是后世的大道不是残缺到1/3，而是还有1/2，我都能度过此次雷劫并补全大道。秦无涯咂咂嘴，眼中满是不甘，我秦无涯注定要折在这里吗？还真是有点不甘心呢。不过能在临终前得以窥见那完整大道，也算是圆了我的夙愿。瞧见秦无涯如此悲观，秦昊撇嘴大喊道：你在那里伤感什么？赶快把剑拿起来！想死？我同意了吗？我还得背靠你这棵大树好乘凉呢。秦昊的话，秦无涯满心疑惑，但还是用仅剩的神魂力量将秦昊丢来的9节剑接住。没什么特殊啊，很强的极道地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兔崽子凭什么觉得这把剑能救我？就在秦无涯愣神之际，第91道天雷狠狠砸下。这一道雷早已不是寻常天劫，而是天道最本源的抹杀之力，其漆黑如墨，所过之处时空崩碎，大道哀鸣。哪怕秦昊和柳如烟距离得很远，并且还躲在9转玲珑塔深处，都瞬间被这股威压震得七窍流血，神魂震颤。秦无涯死马当做活马医，紧紧地攥着秦昊丢过来的9节剑，希望能够有奇迹发生。轰！只一瞬，秦无涯仅剩的神魂之力便被轰得当场溃散。意识消散之际，秦无涯苦涩一笑，这是要死了吗？哼，我竟然信了那混小子的鬼话，一把极道地兵怎么可能救得了我？就在秦无涯最后一丝意识将要彻底消散之际，他9节剑古朴的剑身之上咔嚓一下裂开一道缝隙，紧接着一股温暖且磅礴的力量将秦无涯包裹，那仿佛是创世之初的第一缕生机。在这股力量的字眼与灌注下，他那即将消散的道种光点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变得凝实壮大。本来秦无涯都接受自己生死道消的结局了，但是等了半天，他发现他还活着，不仅活着，神魂被重塑了，肉身也重塑了。不消片刻，秦无涯便恢复如初，他悬在半空，目瞪口呆，整个人都僵住了。这是什么力量？极道地兵？什么极道地兵可以让一个身消道陨的仙帝瞬间起死回生？秦无涯咂舌，他活了万古，见过无数至宝，却从没见过9节剑这么妖孽的东西。一剑之中竟藏创世生机，能硬抗天道抹杀，逆改生死。秦无涯抬头，隔着漫天雷雾，远远地看着9转玲珑塔内的秦昊，眼神中满是骇然。
他这个儿子真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啊！他的一把武器竟然硬生生把他从天道抹杀之下给拉了回来。早就知道兔崽子身上有不得了的机缘，现在看来他的机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啊！看着秦无涯用掉了九节剑的一条命，秦昊心疼不已。他转头看向身旁的柳如烟，问道：“如烟，你说后面还有8道天雷，老爹他能扛得住吗？”柳如烟摇了摇头，扛不住的。他现在还没有补全大道，而且后面的天雷1道比1道强，尤其是最后一道天雷，连我巅峰时期都得付出极大代价才能抗住。这是世界运转的规则，修为到了仙王境就能逆转时空，不设下如此规则限制他们，那这个世界岂不是乱套了？说完，柳如烟拍了拍秦昊的肩膀，宽慰道：“虽然说9节剑的9次挡死劫的机会没了，但是父亲大人补全大道对你未来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9节剑9次挡劫机会用掉，他也会从极道地兵进化成无上道器。无上道器那可是拥有创世之能，威胁天道的神兵利器。放眼整个3界9天，也只自然孕育出来过一把。”就在两人交谈之际，剩下8道天雷落下，凭借9节剑，秦无涯成功抗下，并将完整大道踏印在体内，补全大道只是时间问题。最后一次将秦无涯从黄泉中拉出来后，9节剑彻底崩坏，化作无数细微到极致的粉尘。这些粉碎碎片仿佛受到某种无形力量的牵引，开始违反常理的向着一个中心点疯狂汇聚。嗡一声，仿佛源自大道根源，又像是宇宙初开第一声心跳的嗡鸣声，响彻了整个3界9天。亿万剑身粉尘爆发出耀眼的造化之光，光芒足足持续了1天的时间。等到光芒缓缓收敛，一把全新的剑出现在秦无涯面前。只是一眼，秦无涯便被这把剑给深深震撼住。原本的9道裂痕全部变成了如同活物般的混沌道痕，9条裂痕代表着9种天地间最本源的大道：金、木、水、火、土、时间、空间、阴、阳。间隔处，一枚如同黑洞的宝石缓缓旋转，仿佛能吞噬一切光芒，又仿佛能孕育万千世界。整把剑没有任何凌厉逼人的锋芒外显，反而散发着一种返璞归真、包容万象的气息。它静静地躺在秦无涯的手中，给秦无涯一种它本身就是一条完整大道、一个独立世界的错觉。这股气息，无上道气。这柄剑是无上道气。不仅仅是秦无涯，那些将神识投射过来的大能们纷纷感知到，这把剑就是传说中的无上道气，是能创造一个世界，对天道都构成威胁的无上神兵。后辈，将此剑留下，饶你不死！混账！这把无上道气是我的，各凭本事吧，诸位！速度！趁着无上道气尚未成型，将它拿下。一旦无上道气成型，这后世先帝想走，我得也留不住他。封天锁地，别让他逃回后世！一道道声音响起，从四面八方而来，带着先帝级存在的无上威严与法则共鸣，震得秦昊所在的9转玲珑塔都微微一颤。秦无涯冷眼看着那一道道从虚空中显化、气息各异的先帝身影，心中凛然。他虽凭借雷劫将大道踏印下来，但补全大道仍需要时间，而且9节剑现在还处于向无上道气进化的途中，无法使用。以我的实力，加上极道地兵，最多拦住4名寻常先帝。可这里3界9天的先帝齐出，足足上百尊先帝。秦无涯看了眼身后的秦昊和柳如烟，用力地握紧了手中的太虚剑，身后还有2个拖油瓶，他只能战不能退。兔崽子，把你的极道地兵借给我！秦无涯大喝一声，秦昊立刻将是魂幡、鸿蒙掠运杯还有9转玲珑塔丢给秦无涯。秦无涯伸手一抓，顺带着将秦昊和柳如烟扔进自己创造的小世界中，避免战斗的余波伤及他们。兔崽子，看好了，今天你老子我让你领教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极道地兵之威！只听嗡的一声巨响，鸿蒙掠运杯瞬息之间便化作一块遮天蔽日的巨杯，一股厚重到难以想象，仿佛承载着3界9天所有气运与因果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与此同时，秦无涯右手一挥，噬魂幡迎风而动，原本在秦昊手中最多万丈高的噬魂幡化作一根通天彻地的巨柱，无穷无尽的幽冥死气如同绝地的洪水从中汹涌而出。那刻满鬼脸的翻面更是仿佛一张天幕，一道道凄厉的咆哮化作音波攻击，专攻神魂，侵蚀道心。紧接着，秦无涯朝9转玲珑塔内注入先帝伟力，9转玲珑塔内9界之力交织共鸣，塔身瞬间暴涨，竟有一种要将整个3界9天都囊括进去的恐怖气势。一时间，凭借这些极道地兵，秦无涯竟真的抵挡住了上百名先帝的攻势。但这些先帝也不是吃素的，在无上道气的诱惑下，他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本领，各种压箱底的神通秘法，乃至本命地兵，此刻也毫不保留，纷纷祭出一道道足以崩灭星河的先帝级神通，如同狂风暴雨般轰向秦无涯。秦无涯压力陡增，他虽强，地兵虽利，但终究是独木难支。感受着越来越支撑不住的秦无涯，有些惋惜的回头看向还在进化的9节剑，还没好吗？上百名先帝的围攻，我可撑不了太久。就在秦无涯苦苦支撑，鸿蒙掠运杯、噬魂幡、9转玲珑塔的光芒在先帝们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不断明灭闪烁时，一道凌厉仿佛能切开时空阻隔的剑气出现在这片混乱的战场。秦无涯心中一喜，
起初他以为是九节剑进化完成了，但扭头一看，却发现九节剑还在进化。不对，这道剑气，它是来自未来。一众围攻的先帝看到这道剑气，也不禁纷纷停下了进攻的步伐。谁竟然打破我等联手的封天锁地，强行从未来干涉现在？一众先帝惊疑不定，攻势为之一缓。他们顺着这道斩破封禁的凌厉剑气，朝着时间长河望去。时间长河的虚影剧烈荡漾，两道身影率先浮现，一位一袭白衣胜雪，纤尘不染，哪怕是隔着时间长河，也能感受到其身上那股足以斩断万骨的绝世剑意。另一位身披七彩霓裳，风华绝代，容颜倾世，背后天皇虚影展翅明笑。紧接着，两人身后显露出成千上万道风姿卓越、气质各异，无一不是倾国倾城、周身仙光缭绕、气势非凡的仙子身影。我的人，你们动一下试试！一道清冷的声音跨越时间长河，降临到这个时代。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躲在秦无涯小世界里面的秦昊浑身一颤，这不是他家清月吗？全场一片寂静，一众先帝面面相觑。这对从未来而来的父子究竟是什么来历？拥有无上道气也就算了，竟还有如此多风华绝代的仙子为他们护道。一众先帝很忌惮那未来的仙子军团们，但眼前的无上道气又让他们舍不得。就在他们犹豫之际，一道灰蒙蒙的剑气再度袭来，太初一剑，扑哧，这一剑斩断因果，隔着一条时间长河，将冲在最前面的那名先帝重伤。一众先帝看到这一幕，心情复杂到了极点。这位未来的剑仙实力很强，而且其身旁的那尊掌握涅槃与统御之道的女帝同样不容小觑。他们毫不怀疑，若是继续出手的话，那万千之众绝对会逆着时间长河而上与他们不死不休。想到这里，一众先帝悠悠地叹了口气，随后满怀不甘离去。秦无涯朝时间长河看了一眼，然后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哟，我这是沾了兔崽子的光了，那么多都是我未来的儿媳妇，真不错。这小子自己都能单独成立一个不弱于秦家的荒古世家了。确定先帝们离去之后，秦无涯一把将秦昊和柳如烟从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抓出来。他深深地看了眼秦昊，然后一脸正色地点头道：小子，做你想做的，以后沾花惹草遇到什么麻烦，尽管和我开口，不光是我，整个秦族都将为你争到大开绿灯。见识到了秦昊未来的底蕴后，秦无涯对秦昊到处撩妹的态度迎来了180度大反转。撩，不光要撩，还得狠狠的撩。秦无涯没有注意到，在他表示愿意举全族之力帮助秦昊撩妹时，一旁的柳如烟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整个秦族都大开绿灯是吧？哼，那就别怪我给你们秦家上点强度了。现在的秦家还没发展起来呢，你看我针不针对你们就完事了。秦无涯笑着拍了拍秦昊的肩膀，笑着说道：小昊，这无上道气给你用属实是浪费了，这样吧，我帮你保管一段时间，等你什么时候能独当一面，我再把它还你。什么？秦昊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秦无涯，用掉了他9条命还不够，还想要将自己的9节剑带走？你是连吃又带拿呀？说得好听，暂为保管，这玩意就跟小时候过年的压岁钱一样，能要得回来吗？怎么，臭小子，你老子我明知跨越时间长河会遭到天道反噬，还是义无反顾的过来救你？你小子连给我用一用武器都不肯，要不要这么小气啊？又不是不还给你，至于吗？秦无涯板着脸对着秦昊好一顿训斥，然后他拍着秦昊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昊啊，其实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看，反正你也发挥不出这把无上道气的威力，他在你手上所能发挥出的实力和寻常极道帝兵差不多，给你用实在是浪费了。而且你也看到了，无上道气这么多先帝大能都觊觎，你不过一个小小的炼虚境修士，我实在是不放心将它交在你的手上。听着秦无涯这熟悉的话语，秦昊的嘴角止不住的抽搐了2下。好一个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来从我这里索取好处啊！秦昊冷冷的看了眼秦无涯，他知道这老登已经打定主意了，9节剑自己暂时是要不回来了。于是秦昊伸出3根手指，3把极道帝兵。闻言，秦无涯脸色一喜，3把极道帝兵就把9节剑还给我。秦昊两眼一黑，便宜老爹还真能顺杆往上爬呀！我把9节剑租给你，3把极道帝兵当租金呐！3把极道帝兵就想把我的无上道气给换走？爹，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呢？秦无涯说的不错，秦昊自己的实力太低，根本无法发挥出无上道气的威力。无上道气在他手里和极道帝兵没什么区别，而且9节剑的9次扛死劫的机会都被秦无涯给用掉了。秦昊不如将9节剑借给秦无涯使用，同时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听到秦昊的答复，秦无涯哈哈一笑，旋即大手一挥，将自己的太虚剑递给秦昊。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身上只有太虚剑这一把极道帝兵，剩下的2把你回到家族后自己去宝库里挑选。说完，秦无涯一副生怕秦昊反悔的模样，拿起还没进化完全的9节剑就跨越时间长河离开了。看着秦无涯远去的背影，秦昊嘴角微扬，老登，想不到吧，我还留了一手，这系统出品的东西，只要我想，随时能让它回归系统空间，到期了你得向我乖乖续费，我才会继续给你用。就在秦昊觉得自己装唐音了一手秦无涯时，他脑海中响起了一道电子音，叮，距离租期结束还有1个月的时间，
请宿主自行把握。听到租期结束提醒的秦昊身子微微一颤，该来的还是来了。一旁的柳如烟察觉到了秦昊的异样，那声极轻的叹息，那微微一颤的身躯都逃不过他的感知。他伸出手握住秦昊，十指相扣，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吧？秦昊扭头看向柳如烟，脸上满是复杂的神情。他轻轻应了一声。对于自己来说，这只是一次离别，可对于轮回9世的柳如烟来说，他足足经历了9次，每一次之后都是无尽岁月的漫长等待。想到这里，秦昊用力地握住柳如烟的小手，一字一句，神情坚定地说道：“如烟，我会想办法回到你的身边的。之前的诺言，我会与你携手，看遍这诸天圣境，直到看你为止。”秦昊话还没说完，柳如烟的吻便应了上来：“夫君，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你不用来找我的。鸿蒙掠运杯里面的影像，是我故意留下逗你玩的。”说着，柳如烟的手中凝聚了一个小光团，她将这个光团交给秦昊：“我们会在未来重逢的，只是那时我应该失去了记忆，你把这个光团打入我体内就行了。”秦昊小心翼翼地将柳如烟交给自己的光团收好，然后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行，既然这样，那我一定会找到你的。”说到这里，秦昊顿了顿，接着问道：“还有1个月，你想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闻言，秦昊上前一步，裙摆摇曳，脚尖几乎要抵到秦昊的脚尖。他仰着脸，睫毛轻颤，声音软得像化开的蜜：“夫君。”柳如烟抓起秦昊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他顿了顿，随后抬眼看向秦昊，那双漂亮的眼眸中此刻只映着秦昊一个人的影子。“这可是你说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柳如烟声音很轻，轻得像落在湖面上的花瓣。“我只想和夫君。”柳如烟踮起脚，温热的气息拂过秦昊的耳廓，柔软又滚烫。双休。秦昊直接愣住了，又来。算算时间，自己来到这仙谷末期已经快3个月了。3个月的时间，只有前几天是自由活动的，其余的时候除了双休就还是双休。想他一身气血之力如龙似虎，历经3个月的激战，属实也有些遭不住。柳如烟用力环紧了秦昊的脖颈，踮起脚尖凑到秦昊耳边轻咬一口：“怎么，夫君是不行了吗？”秦昊低头看了眼不停向自己索取的柳如烟，那双眼眸中藏着9世的眷恋和期待。秦昊无奈轻笑，然后将柳如烟横腰抱起，寻了一处偏僻的山洞。一晃眼，不可描述的1个月就过去了。山洞里，空气中残留的暧昧气息也渐渐被尘封卷去。秦昊倚靠着石壁，怀里是软如无骨的柳如烟。丁，租借道侣服务已结束，结算中。丁，恭喜宿主获得10星好评，获得奖励气运一斗，10星好评奖励极道地冰轮回应先帝体验卡，限时1个时辰。轮回印掌控6道轮回，干涉因果，号令阴兵。秦昊撇撇嘴，第一次10星好评获得的9节剑都能进化成无上道气，后来的怎么就不行呢？不满意，那我收回，那倒大可不必。丁，3天后将返回现世，请宿主抓紧时间。听到系统的提示音，秦昊当即取出得到的5双重瞳，运转吞天式瞳诀，炼化这些重瞳的本源之力。5双重瞳，因为10月等人所修炼地功法不同，对大道的感悟也不同，呈现给秦昊的感觉也大不相同。10月的重瞳一入手，就给秦昊一种厚重的感觉。萧莲儿的重瞳轻盈灵动，刚一接触，便有无数音符如潮水般涌来，不是攻击，仿佛是天地初开的道音。剩下的3双分别在幽冥、极寒和赤焰有着不俗的造诣。在吞天式瞳诀的帮助下，5双重瞳的本源之力化作一缕缕金银色流光，轻轻落入秦昊的双眼。2天后，秦昊睁开双眼，5双重瞳被他尽数炼化。秦昊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重瞳之中多了无数他曾经无法窥见的视角。他的双眸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左眼深处金光、土黄、黝黑、赤红4色流转，如同镇压幽冥的轮回之眼；右眼深处银芒、天青、冰蓝3色交织，时空都仿佛回荡其中。而在这7色光芒的深处，属于秦昊自身的混沌气息，如同宇宙初开的原初之火，安静而永恒地燃烧着。秦昊抬眼看向不远处那座绵延数十里的山脉，眼中乌光一闪，没有爆炸，没有轰鸣，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异象，那座山脉消失了，不是碎裂，不是崩坏，而是彻底底地不存在了。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毁灭啊！虽然我现在只有炼虚境3重，但我这一记毁灭乌光，有几个合体境修士能挡得住？系统，给我使用先帝体验卡。话音落下的刹那，秦昊周身气息轰然爆发，一股浩瀚无垠的先帝威压以秦昊为中心迅速扩散，刹那间便扫过整片山脉，最后蔓延至整个3界9天。系统的先帝体验卡可不仅仅只是将修为提升至了先帝，对法则的掌握、大道的掌控同样达到了先帝境界。这一刻，在秦昊的先帝伟力面前，天地法则都仿佛停止了。秦昊睁开双眼，那双重瞳之中7色流转。秦昊抬起后，目光穿透此方时空与天道本源之间那层凡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触及的屏障。他看到了完整的大道，不是后世那被异域入侵、被战火撕裂的1/3残骸，而是完整的、原初的完整大道。秦昊催动瞳力，左眼看破万法，直视本源，右眼定格时空，凝固刹那。在秦昊踏印大道时，万道共鸣，
整个3界9天都开始剧烈征战。3界9天，所有仙王境以上的存在在同一时间抬起了头。这是有人在踏印天地大道，他要干嘛？无数大能开始推演，然而还不等他们算出来什么，便齐齐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境界！一众大能震惊不已。在他们推演秦昊的来历时，只看到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混沌之中藏着一双重瞳。只是被那双重瞳看了一眼，他们的推演之术便彻底反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条大道被秦昊踏印进自己的重瞳之中，这些可都是他以后修炼的保障。有了这些，他未来才能成为一尊道果无瑕的仙帝。此刻的秦昊站在那里，仿佛他就是天。一旁的柳如烟看着秦昊的英姿，忽然就笑了。他静静地仰着头，双手撑着脑袋，像凡间那些痴痴望着心上人的少女。不愧是我的男人，干什么都这么帅，更喜欢你了。先天道体开，七窍玲珑心开。估摸着只依靠重瞳的力量，1个时辰内无法将剩下的大道踏印完。秦昊连忙开启先天道体和七窍玲珑心这2个对大道天生亲和的体质，来加快踏印速度。先天道体，万法亲和，与道同生的先天道体。此人不是重瞳者吗？还有先天道体，不止，还有通七窍、察万法、明心见性、道心通明的七窍玲珑心。在秦昊开启先天道体和七窍玲珑心后，一众关注着秦昊踏印大道的大能们皆是语塞。这种顶级体质，拥有一个都得身怀大气运才能镇压得住。这人竟然拥有如此多顶级体质，为何他身上的气运却少得可怜？数不清的神识覆盖在秦昊的身上，想要窥探他身上的奥秘。感受到这些神识，秦昊眉头微微一皱，随后漫不经心地朝那些蠢蠢欲动的神识瞥了一眼。一双重瞳高高在上地出现在这些窥探者的神魂之中，一众大能的神魂如同被洪荒凶兽正面撞上，震战不已。先帝尚且能抵挡住秦昊的这股力量，那些仙王修士直接被震得七窍流血。有了这次警告，再也没人敢来窥探秦昊。1个时辰后，秦昊终于也是将所有的大道踏印到自己的重瞳之中，同时他的先帝体验卡到期，整个人的修为跌回了炼虚境3重。秦昊握了握拳头，感叹道：先帝的力量真令人着迷啊！这个时辰，我感觉自己就是规则的化身。秦昊的余光瞥到正一脸痴迷地看着自己的柳如烟，他心头不由得一紧，随后声音沙哑地开口道：如烟，时间到了，我要走了，你要保重。相比于秦昊的纠结，柳如烟道显得有些平静。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场景他已经经历了9次，早早的就在心里做好了建设。他走到秦昊跟前，双手捧起秦昊的脸：你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回去是必然的，我也早就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会在未来重逢的，你一定要找到我哦。秦昊将柳如烟揽入怀里，一脸郑重地保证道：绝对会的。与柳如烟道别一声后，系统的时间法则将秦昊包裹住，然后在柳如烟不舍的注视下，秦昊从他眼前消失。随着秦昊离去，柳如烟脸上的柔情和笑意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连时光都凝滞的漠然。接下来我也该好好的布局了。秦昊回来的时间节点是他离开的1周后，刚回到自己的府邸，秦昊府中管家便递来了2封信，还有一堆他获得比赛胜利得到的奖励。弟子大人，这是2位弟子夫人给您留下的信件。啥？秦昊扯了扯嘴角，弟子夫人？老管家轻轻一笑，苏小姐和江小姐他们自己都承认了。弟子大人，您该不会是不想负责吧？瞧着老管家眼神中满是八卦的神情，秦昊摆了摆手，让他先行退下去。管家离开后，秦昊打开苏清月和江心瑶2人留下的信件查看。哟，我不在的这1周发生什么了？他们2个都玩到一块去了。信件中，2人告诉秦昊，他们结伴出去历练了，同时表达了对秦昊的想念，让秦昊服务完了别的女人，别忘了来看看他们。秦昊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话说的，怎么感觉我是在干那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我这一行属于站着把钱给挣了。就在秦昊想着根据2人信件上提供的秘境地址去找他们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你有新的租借订单。秦昊一整个愣住，不是吧狗系统，这么快？我这才刚回来啊，甲都不给放一个？怎么我都穿越了，也逃不掉全年无休的苦海吗？狗宿主叽里咕噜说啥呢？你就说接不接吧。秦昊撇了撇嘴，接还是要接的。先看看他的个人信息吧。客户姓名沈素宁，身份望尘安安主，下单诉求我要你助我修行。客户评级仙王大能，万灵体，琉璃瞳，静心骨，当前气运3弹。秦昊眉头微挑，哎呦，不错哦，一个人就有3个体质，虽然质量比不上正统、先天道体这些，但是胜在量大管饱啊。不过新客户的身份却让秦昊犯了难，望尘安的安主，这是个尼姑啊，还是仙王境的尼姑？他要我帮他修炼双修吗？那他怕不是的被吸干。狗系统，你这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秦昊无奈苦笑，3界9天有2个全女圣地，一个就是秦昊母亲所在的瑶池，另一个就是这望尘安了。瑶池倒还好一些，他们虽是全女宗门，但并不排斥男性。可这望尘安里面的女弟子们那可是出了名的艳男。秦昊的记忆里就有一件关于望尘安的趣事，听说是有几个男修士路过望尘安，这几个男修士只是正常路过，并没有与望尘安里面的尼姑们发生冲突。可突然
望尘庵里面就冲出来几个尼姑，将这几个男修士给胖揍了一顿。至于望尘庵的尼姑事后给出的理由，那就更离谱了。他们说见男人的气味飘进他们望尘庵了，严重打扰到他们修行。因为望尘庵背后还有仙王坐镇，所以寻常修士还惹不起这个尼姑庵，只能躲着他。我不能理解啊，望尘庵如此一个厌男的宗门，他们的庵主为什么会下单租借道侣服务？难道说尼姑寂寞太久也开始思春了？秦昊笑着摇了摇头，然后默默点击了接单按钮。叮，恭喜宿主接单成功，获得沈素宁同款万灵体、琉璃铜、静心骨。万灵体作用和先天道体差不多，都是对大道亲和，修炼事半功倍。琉璃铜那就不要说了，和秦昊的重铜根本没法比。静心骨和七窍玲珑心的作用类似，都是让你修炼时保持清明，不被心魔困扰。系统将这3个体质的力量分别完美融合进先天道体、重铜和七窍玲珑心中。融合完3个体质，秦昊的修为来到了炼虚境5重。在出前往望尘庵前，秦昊叫来了自己的管家老刘，有2件事需要你帮我去办。闻言，老刘连连点头，弟子大人，您尽管吩咐。秦昊轻轻一笑，对老刘说道：第一，我需要你帮我调查3界9天所有关于灭绝仙子的遗迹和秘境。分别的时候，柳如烟告诉秦昊说他会和秦昊在未来重逢，而且他还会失去记忆。秦昊估摸着柳如烟很可能沉睡某个遗迹或秘境。如烟老婆可是一个人杀穿了整个异域的大能，要是能找到并唤醒她，秦昊将拥有一座完全不输秦家的靠山，不应该说比秦家这座靠山还要大。老刘连连点头，这不难，灭绝仙子留下的遗迹和秘境古籍上都有记载，很轻松就能找到。第2件事，我要你给我找一批拥有同树体质觉醒者，记住了，好生对待他们，把他们圈养起来，让他们繁衍。听到秦昊的第2个条件，老刘的眉头紧锁。弟子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找一批同树体质觉醒者，还要圈养起来，让他们繁衍，这是要搞什么？虽然满心不解，但毕竟是秦昊的要求，老刘只能点头答应。老刘哪里知道，拥有吞天至铜诀的秦昊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不能只是简单的将人眼睛挖掉就不管了。秦昊要把这些人圈养起来，都是同树体质觉醒者，其后代觉醒同树体质的概率会大大提升。发展起来了，那不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将2件事交代完毕后，秦昊让系统将自己带去新客户身边。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秦昊眼前的景象不断变化。等到一切平静后，秦昊赫然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山前，不远处几个修士慌乱地从山道上往秦昊这边跑来。道友，快跑！传闻是真的，这望尘庵的尼姑果然不能碰啊！几个正在逃跑的男修士看到秦昊，连忙大声呼喊，叫秦昊跟着他们一起跑。秦昊抬眼望去，3名男修士衣冠不整，鼻青脸肿的，其中1人的袍子上还印着一个小巧的脚印，看来是被人给踹出来了。几位，发生什么事了？如此慌乱？秦昊拦住几人，想要从几人口中打听一些关于望尘庵的情报。为首的那名男修士一脸苦笑：哦呦，我们和你说，你可千万不要笑啊！秦昊点头不笑。那人深吸一口气，指着袍子上的那个脚印，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来的憋屈。天地良心，我们都不是说路过望尘庵，我们3个对望尘庵的事迹早有耳闻，这次完全是绕着路走的。噗！看着男人又认真又委屈的表情，秦昊没忍住笑出了声。那人脸都绿了，你说好不笑的？抱歉。秦昊清了清嗓子，把笑意压下去，以继续。我们绕路走，既然是结拜而行，那交谈是肯定会有的吧？秦昊点了点头，却听那人继续说道：可你猜怎么着？望尘庵突然就冲出来了一群尼姑，把我们给揍了一顿。秦昊眉头微挑，饶有兴趣地问道：为什么要揍你们？和传闻中一样，说你们的气味飘到他们望尘庵了？男人摇了摇头，答道：不是，望尘庵的臭尼姑说我们说话的声音飘进去了，他们听不得见男人的声音，所以给我们揍了一顿。声音？秦昊咂舌，这望尘庵不愧是3界9天第一厌男宗门，先有气味飘进去，现在又有声音飘进去。秦昊甚至都怀疑望尘庵的尼姑们是不是压抑太久，所以想方设法与外界男修士接触一番。秦昊面前的3人悲愤交加：道友，你给评评理啊！我们足足绕了3里地，隔着一个山头，这也能怪我们？秦昊一脸同情地看着面前的3人，然后朝他们拱了拱手：3位受累了。3人连连摆手：不讲不讲。3人正欲转身离开，却看见秦昊沿着山道向望尘庵的方向而去。道友，你这是往哪儿去？上面可是男修士的禁地，望尘庵呐！看着3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秦昊轻轻一笑，知道我去的就是望尘庵啊。3人面面相觑，随后连忙劝解道：道友，可是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秦昊摆摆手：今日此去，为广大男修士讨个公道。此话一出，3人看向秦昊的眼神都变了。3人一脸正色的朝秦昊拱了拱手：道友，活着回来，我等上有3000岁老母，下有3岁幼童，就不舍命陪君子了。秦昊朝几人拱手告别，然后沿着山道继续往上走。不一会儿，秦昊便来到了望尘庵的门口。眼前的望尘庵并不是秦昊想象中的那种宝相庄严的千年古刹。望尘庵的山门很矮，灰白色的石墙、屋瓦
门楣上连块像样的匾额都没有，与其他的圣地相比，属实是有些不起眼。就在秦昊斟酌着如何开口通报时，庵内的诵经声忽然停了。为首的尼姑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眼中迸发出一道寒芒，有男人的味道。紧接着，她猛地起身，朝着庵外而去。其他弟子紧随大师姐脚步，朝着庵外而去。不一会儿，几十道灰白身影鱼贯而出，带着一阵淡淡的檀香。为首的年轻尼姑生得很好看，眉清目秀的，像画里走出来的。她手中提着一柄剑，神色不善地指着秦昊：“登徒子，为何要训我望尘庵，扰乱我等清修？”什么？秦昊一整个目瞪口呆。不是，我做啥了？怎么就登徒子了？还有虚拟望尘庵什么鬼？顾清雪剑指秦昊：“见男人还敢狡辩？你身上那令人作呕的气味，隔着3丈远都能闻到。”秦昊身子一僵，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今天出门他特地换了身素净衣裳，而且他们修士身上怎么会有异味呢？3丈远，还隔着一道门，你们怎么闻到的？秦昊的眼神扫了一圈面前的尼姑们，有些无语的反问：“各位师太，你们的鼻子是专门用来闻男人的吗？恕我直言，你们是不是烦心未了，心里全是男人？”山门前死一般的寂静，顾清雪及其身后一众弟子们，有一个算一个，耳根子都红了。顾清雪握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你血口喷人，我等清修100年，早已斩断红尘。身旁的弟子更是恼羞成怒，对着顾清雪大喊：“大师姐，和这个贱男人废什么话？谁家好人戴个面具独闯尼姑庵的？”闻听此言，秦昊慢条斯理地摘下附在脸上的面具，目色四合。望尘庵前那盏将熄未熄的纸灯晃了晃，顾清雪的剑停在半空，身后更是传来一道道吸气声。“诸位师太，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顾清雪攥紧手中的剑柄，心里不停告诉自己不要去看那张脸，可是他的眼睛却完全不听他使唤，视线直直地落在秦昊的脸上。此时的顾清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好好看。眉是远山，目是寒星，顾清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目色落在秦昊的肩头，竟像是落了一层清灰。顾清雪握剑的手慢慢垂了下来，剑尖点在地上，拖出一道浅浅的划痕，正如他此刻乱成一团的心绪。他活了300年，一身修为更是达到了炼虚境，读过的经卷里全是红粉骷髅皮相皆空的警示真言，可没有哪一卷经书告诉他，遇到那种只看一眼就不受控制的闯进你心里，让你挪不开眼的人该如何应对。就在顾清雪愣神之际，他身后的小师妹拉了拉他的衣角：“大师姐，我觉得他和之前的那些男人不一样，他应该真的是个好人。”听着师妹的话，又深深看了眼秦昊，顾清雪终是开口道：“我观你确实不像什么坏人，此事就此作罢，你走吧。”“走，自己可是来做任务的，怎么能够离开？”秦昊朝顾清雪拱了拱手，旋即开口道：“师太，是贵庵庵主邀请我前来的，还请通报一声。”此话一出，山门前静了一瞬，然后你说什么？顾清雪眼睛瞪得溜圆，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我们庵主邀请你，你开什么玩笑？你知道我们庵主是谁吗？你知不知道他平生最厌恶的东西就是男人？他怎么可能会邀请一个男人来望尘庵？”秦昊朝顾清雪行了一礼：“师太，是与不是，你去请示一番自然知晓，我也不可能拿仙王大能开玩笑吧。”就在顾清雪满脸疑惑要去向长老请示时，一道声音宛如大道之音传入他的脑海：“让他进来。”听到这道声音的顾清雪浑身一颤，是庵主的声音。顾清雪满脸好奇地打量了秦昊一圈，他加入望尘庵200多年了，200年来从未有男性进入过望尘庵，就连靠近都会被他们赶走。这人有什么特殊的，竟然能得到庵主的邀请？师太，见顾清雪愣在原地，秦昊不禁小声出言提醒。秦昊的声音将顾清雪拉回现实，他深吸一口气：“道友，请随我来。”秦昊跟在顾清雪身后，跨过了那道从来没有男人踏足过的门槛。望尘庵破天荒的来了一名男人，立马吸引了庵内尼姑们的注意。听到消息的人纷纷跑来观望，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如此特殊。“你们通通回去，该诵经诵经，该入定入定。”顾清雪呵斥一声：“这些师妹们像什么样子？一个男人而已，至于吗？”说着，顾清雪忍不住朝秦昊看了一眼，随后一团红晕爬上他的脸颊。在顾清雪的带领下，两人走过一片回廊，然后又穿过了一片竹林。竹林的另一侧有一条青石小径，不知通向何处。顾清雪在小径入口停了下来，她转过身对秦昊行了一礼：“道友，前方是庵主闭关的地方，没有庵主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所以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有劳师太了。”秦昊拱手回礼，然后便踏上了青石小径。沿着小径蜿蜒而上，秦昊隐约间听到了一股水流的声音。继续向前，竹林逐渐疏了，眼前豁然开朗，是一处山坳，四面环竹，中间一汪水潭，月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落在水面上，碎成了万千银铃。秦昊脚步顿住了，倒不是因为水潭，而是因为水潭中有人，一个女人，看样子正在洗澡。秦昊站在竹林边缘，离水潭约10丈远，这个距离对拥有重瞳的秦昊来说，足够他看清许多东西，比如那水面之下惊人的起伏。女人似乎没有在意有人靠近，依旧背对着秦昊，立在水潭中央，月光落在她的肩头，顺着流畅的线条滑落，最后没入水面之下。她的身材很好，不是那种纤细单薄，
而是饱满的、成熟的，只是随意的站在那里，便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风情万种气宇。来了，沈素宁开口，声音不高不低，不冷不热，让人听不出他的情绪。秦昊拱手行礼，秦昊因安主之约而来。水潭中的人没有应声，只是捧起一抔水，淋在脖颈，让水顺流而下。沉默了好一会儿，沈素宁开口了，语气中带着一些不耐烦的味道：“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过来！”秦昊一整个愣住了，不是这么直入主题的吗？这搞的倒是我有些没准备好啊。秦昊讪笑两声，安主，这不太好吧？听到秦昊婉拒，沈素宁转过身来，月光落在他身上，秦昊终于看清了他的脸，不是少女的那种清丽，而是一种深夜时分才会浮现的那种慵懒而饱满的美。我让你过来，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来干什么来的了？此话一出，秦昊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他干什么来了？你吗？既然对方都诚心诚意的邀请了，那秦昊再拒绝就不识趣了。一个独处了几万年，对男人厌之入骨的女人，突然下单租借道侣，他这是要干什么？秦昊的表情很决然，仿佛自己脚下的不是路，而是通向地狱的深渊。水很凉，秦昊走到沈素宁面前，停下，两人之间隔着不到1尺的距离。秦昊垂眼，便能看见若隐若现的起伏在水波间晃动。秦昊看着沈素宁，眼前之人给秦昊的感觉与清月、星瑶他们截然不同。清月和星瑶是那种青涩的花苞，可面前的沈素宁则是盛放的花，是熟透的果。秦昊打了一个寒战，心中不禁感叹，得亏自己被如烟老婆集训了几个月，不然以这个女人身上那股勾人的劲，自己当场的缴械投降。与此同时，沈素宁也在打量着秦昊，那眼神完全不像是在看一个人，更像是一头猛兽正在打量自己即将狩猎的猎物，看看这个猎物够不够格。秦昊被沈素宁这般盯着怪不自在的，他只能扯开话题，安主，你说要我来助你修炼，不知道是怎么一个助法？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炼虚境修士，在您这么一尊仙王境大能面前，恐怕帮不到你什么忙。沈素宁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秦昊，气氛一时变得十分怪异。秦昊只感觉自己哪都不自在，他有种自己被人当菜挑来挑去的感觉。不是，别的不说，就我这张帅脸，还需要挑吗？沈素宁足足打量了秦昊半盏茶的时间，秦昊实在是被他盯着有些受不了了，于是朝着沈素宁挤出了一抹笑容。啪！秦昊不笑还好，这一笑，沈素宁一个耳光甩了过来。秦昊捂着脸，瞳孔骤缩，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沈素宁，声音有些沙哑：“你干嘛打我？”秦昊极力压抑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呐，你倒好，巴掌专打笑脸人。虽然你是我的客户，而且还是仙王大能，但老子这脸也不是你能打的好不好？秦昊心中暗道，这女人最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自己这任务也不做了，直接去秦家搬救兵，灭了你这望尘庵。面对秦昊的质问，沈素宁却是理所应当的回答道：“你对着我淫笑，难道不该打吗？”什么？秦昊真是被无语到给气笑了。他方才确实笑了，但那是被沈素宁足盯了半盏茶的时间，盯得他浑身不自在，想用笑容来缓解尴尬。那是淫笑，那最多就是礼貌性的、略带尴尬的。你别老盯着我看的笑容，怎么到他嘴里就成了淫笑？啪！秦昊反手一巴掌抽在沈素宁的脸上，啪的一声，比方才那一下还要清脆。沈素宁的脸偏向一侧，月光落在他的脸上，半张脸被秦昊抽得泛红，衬得那双眼眸愈发幽深。你打我？你一个租借道侣、仰仗女人鼻息生存的贱货，敢打我？沈素宁声音不高不低，但秦昊却从中听出来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是自己的错觉吗？虽然表现得很生气，但他眼神明显还挺喜欢这样。秦昊摇了摇头，嗤笑一声：“怎么？许你打我，不许我打你，这叫礼尚往来。还有，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笑的，根本不是我的笑淫荡，是你心淫，你凡心未尽，淫心又起，你是3界9天最淫荡的尼姑。”沈素宁浑身一颤，那张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脸上此刻出现了慌乱，他后退数步，一边退一边摇头：“我不是，我断情绝爱，不染男女之情，我不是你口中的那种人。”瞧见沈素宁这个模样，秦昊嘴角微微上扬：“断情绝爱，断情绝爱的人应该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你为何厌恶男人？你越是厌恶，说明你心里越是有男人。”沈素宁往后退，秦昊就往前紧逼：“你看看这望尘庵，在你的教导下成什么样子了？出家人的修身养性呢？被你们抛到哪里去了？隔着3里地能听见男人的声音，3丈远能闻到男人的味道，甚至我一个礼貌的微笑，能被你曲解成淫笑，你管这叫断情绝爱吗？师太，不要自欺欺人了，你这是把男人刻在心里了。师太，承认吧，你就是天底下最淫荡的尼姑。”沈素宁被秦昊说的一直后退，直到退到潭边，退无可退。“别这样，我没有。”沈素宁低着头，全然不敢去看秦昊的眼睛。而此刻秦昊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沈素宁好歹也是一尊仙王大能，按理说秦昊应该是看不透对方的。可是此刻秦昊的重瞳微微转动，却发现沈素宁体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丝灵力波动，就像一个被掏空的容器。“你的修为没有了？”沈素宁浑身一僵，那双漂亮的双眸中此刻多了几分慌乱与戒备。她双手紧紧抱住自己，声音有些发颤：“
你想要干嘛？我警告你，我修为只是因为心魔暂时失去，迟早会有恢复的那一天的。你敢对我行不轨之事，我修为恢复后定不会放过你的。秦昊一脸戏谑的肆意上下打量了一眼沈素宁，没有了修为，你在我面前装个毛啊？心魔，哈哈，师太，你的心魔该不会和男人有关吧？秦昊继续逼近，沈素宁索性闭上了眼睛。秦昊说的不错，他的心魔就是和男人有关。从小他就被师父教导，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说男人会毁了他，会让他堕落，会让他万劫不复。他的师父教导他要离男人越远越好，最好一辈子都不要看见、听见、闻见。沈素宁照做了上万年的苦修，他没见过男人，他把望尘安方圆300里化为禁地，任何一个男人靠近，他都会让弟子把他们赶走。可越是如此，他越是想男人，他想知道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如师父说的那般可怕。沈素宁不敢入世，不敢染情，本来他以为一切都会这么继续下去的，他安安稳稳地守在望尘安，与世隔绝。可是1周前他进修的时候，一枚该死的玉佩不知怎么的出现在他的手里，那玉佩说可以提供一种叫做租借道侣的服务。起初沈素宁嗤之以鼻，将玉佩随手丢弃，可那枚玉佩传递出来的信息像生了根一样扎进了他的心里。打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租借道侣的事情，就在那一刻，他的心魔不受控制地冒出来了。与此同时，他的修为也开始像沙漏里面的沙子一样慢慢流逝。终于在修为彻底消散后，沈素宁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下去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事情因租借道侣而起，那么自己便租借这个道侣，说不定能以此解除自己的心魔。当看到秦昊的第一眼，沈素宁就知道自己完了，男人果然和师父说的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只是一眼，自己上万年古井无波的心态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悸动起来，尤其是当他对自己笑的那一刻，他笑起来真好看，自己的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竟生出了一种不顾一切扑进秦昊怀里的念头。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才出手扇了秦昊一巴掌，没想到秦昊竟然反手还了自己一巴掌。就是这一巴掌，让沈素宁意识到，原来师父说的是真的，男人真的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存在。他明明被面前这个男人打了，但是他心里却讨厌不起来，甚至还有点意犹未尽。这是什么可怕的神通？这种神通是每个男人都会，还是面前这个男人的专属？想到这里，沈素宁仰起头，睫毛轻颤，红唇微微嘟起。看到这一幕，秦昊乐了，这就开始向自己索吻了。你好歹也是仙王大能啊，喂，能不能矜持点？这样真的很掉价哎。秦昊撇了撇嘴，直接转身上岸。沈素宁还在等，水波晃了晃，他听到一阵水声，渐行渐远。他睁开眼睛，月光下，秦昊已经走到了潭边。你，沈素宁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他想问秦昊怎么不过来，可这话他说不出口，他只能站在水潭里看着岸边的秦昊。秦昊瞥了眼还泡在水里的沈素宁，开口道：你现在可不是仙王了，一直泡在水里，小心着凉。说着，秦昊五指微屈，一股强大的吸力将沈素宁吸到他跟前，然后秦昊从储物袋中取出自己的衣物披在沈素宁的身上。小烧尼姑，可不要拿我的衣服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哦。秦昊一句话把沈素宁的脸色涨得通红，他恶狠狠地瞪了眼秦昊，你才烧，你全家都烧。沈素宁裹紧了身上那件秦昊的外袍。沈素宁身材丰满，秦昊的衣物对他来说都有些小了，他的手在秦昊的衣物上摩挲着。沈素宁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感觉秦昊的衣服带着一股温热的气息，是秦昊身上的那股淡淡的说不上来的味道。沈素宁的脸又红了，他低着头不敢去看秦昊，可是衣物上的味道却一个劲的往他鼻子里钻。他活了上万年，从如此近距离的闻过男人的味道。师父说男人都是脏的，是臭的，是闻到就会令人作呕的，可这味道……沈素宁悄悄吸了一口气，和师父说的完全不一样，不是臭的，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温温的，让人忍不住想再闻一下的味道。他又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听见头顶传来一声轻笑。沈素宁有些僵硬的抬头看去，却看见秦昊正笑眼盈盈的看着他，眼神中带着几分戏谑。闻什么呢？小烧尼姑。沈素宁的脸疼的一下烧了起来。我才没闻。沈素宁矢口否认，只是那声音又急又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瞧见秦昊眼底的戏谑，沈素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冷哼一声，摆出一副仙王的架子，哼，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租来的，敢让我难堪，信不信我不给你租金？像你这种通过取悦女人来换取修炼资源的人，最怕的就是拿不到租金吧。沈素宁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随之语气也硬气了几公。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好来讨好我，哄我开心，否则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说完，自以为拿捏住秦昊软肋的他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做出一个倨傲的表情。此刻的沈素宁全然没有注意到，因为身上的那件袍子有些小，他这一扬下巴，领口滑下去半截，露出一片雪白。秦昊挑了挑眉，并未说些什么，他收回视线，不再去管沈素宁，而是盘腿坐下开始修炼。沈素宁见状，不由冷哼一声，现在跟我装硬气，等我不付给你租金，就有的你哭了。沈素宁也不急，他转过身来，
不去看秦昊，就等着秦昊来讨好自己。他甚至在心里盘算好了，等会儿秦昊开口说软话的时候，自己该怎么拿捏姿态，是先冷着脸不理他，还是勉为其难的应一声，还是幻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沈素宁等了好一会儿，秦昊一点动静都没有，终于还是沈素宁先忍不了了，她有些不解，难道这家伙真的不怕自己不付租金吗？沈素宁咬了咬银牙，心中暗叹，男人果然可怕，面对如此威胁，竟然都能沉得住气。沈素宁赌气似的转过身去，只见秦昊在不远处盘腿打坐修炼。秦昊慢条斯理地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瓶，然后打开瓶盖，咕嘟就往嘴里灌，一股清冽的香气溢散开来。只是闻了一口，沈素宁就觉得心神澄澈，灵台清明，她阴星魔儿消失的修为甚至都回来了一点。沈素宁整个人就愣住了，那是鸿蒙子府液。鸿蒙子府液这东西沈素宁可太熟悉了，这是连仙王都眼红的天才地宝，一滴就能夯实道基，拓宽丹田，涤荡神魂。还记得自己初入仙王之境时，为了寻一滴来巩固道基，足足求了100年才求到。此刻眼前这个人手中却有整整一瓶，而且这种仙王都求而不得的宝物，被秦昊像喝水一样灌进嘴里。沈素宁倒吸一口凉气，终于是忍不住开口道：喂，你知不知道这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沈素宁指着秦昊手中的玉瓶，声音有些发颤：鸿蒙子府液，一滴就能让仙王觊觎，你就这么喝？你当这是凉水吗？秦昊咽下满满一大口鸿蒙子府液，面不改色道。他抬眼看了看沈素宁，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喝。沈素宁的声音都劈叉了，你这样根本吸收不了多少，你修为低微，大部分药力都会浪费掉，这等宝物最少也要留到你成仙后再使用。沈素宁一脸痛心疾首，鸿蒙子府液要用灵力引导，一滴都要分成7749次，每一次炼化3天，这样才能彻底释放其药力。像你这样一口闷，完全是暴殄天物，如此宝物你用得来吗？秦昊抬眼看了看沈素宁，撇了撇嘴，一脸嫌弃道：少见多怪，还仙王呢，也是个没见识的。沈素宁眼睛瞪得溜圆，眼神中满满的难以置信。这个贱男人说什么？他竟然说我没见识，他怎么敢的？沈素宁还没从秦昊使用鸿蒙子府液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就看见秦昊再次从储物袋里面抓出来7、8个玉瓶。当看到瓶身上刻着的几个字时，沈素宁想要说的话全部卡在喉咙里。太古龙血膏。沈素宁扯了扯嘴角，太古龙血膏以真龙精血为主材，辅以9981种稀世灵药炼制而成的炼体之宝。沈素宁连连摇头，心里直呼不可能，一滴龙血膏的价值完全不在鸿蒙子府液之下。寻常体修得到一滴，那都是将它融到灵液中，每次药浴的时候往里面加入稀释之后的一滴，都能大大提升肉身强度，可见其珍贵程度。可眼下竟然足足有8瓶，沈素宁觉得大概率是仿品，不知真正的太古龙血膏。就在沈素宁对太古龙血膏的真实性抱有怀疑时，秦昊拿起一个瓶子，拔开瓶塞，瞬间一股浓郁的血气混杂着药香扑面而来。只是闻了一口，沈素宁就感觉自己浑身气血翻涌，筋骨发麻，她的肉身力量甚至都因闻到这股气味而上涨了一些。她嘴巴长得能塞下一个鹅蛋，只是闻到气味都能有如此效果，这无疑是真正的太古龙血膏。沈素宁感觉自己脑子有点懵，她看着秦昊随意的将太古龙血膏涂抹在身上，嘴角止不住的抽搐。你这样搞，真的显得这些顶级天才地宝很廉价哎！哼，一次性用这么多天才地宝，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沈素宁心里酸溜溜的。鸿蒙子府液、太古龙血膏，一滴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这家伙竟然把鸿蒙子府液当茶水喝，太古龙血膏更是被他当成了护肤品涂抹全身，太暴殄天物了。如此宝物你用得来吗？给他用真是浪费了。秦昊嗤笑一声，你懂不懂顶级修炼资源的含金量啊？这种修炼资源就是这么用的，只有劣质的修炼资源才会因为能量太大导致修士承受不住。如此顶级修炼资源，它的药力只会沉积在修士体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转化为修士的养料。沈素宁索性将头扭到一旁，眼不见心不烦，浪费，暴殄天物。秦昊瞥了眼嫉妒得面目全非的沈素宁，然后拿起一瓶太古龙血膏在他面前晃了晃，想要吗？闻言，沈素宁瞳孔缩了缩，视线不受控制地粘在那瓶太古龙血膏上，瓶身晶莹剔透，隐约可见里面金红色膏体流动，仿佛有生命一般。沈素宁喉咙滚动，想到秦昊不会这么好心，他强行把头扭到一边，留给秦昊一个高傲的后脑勺。哼，谁稀罕？不，秦昊扒开瓶塞，下一秒，一股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气血霸道地涌入沈素宁的鼻腔。真的不想要吗？秦昊的声音带着几分玩味。哎，这种东西反正我多得用不完，还想着如果你态度好一点的话，给你一瓶也未尝不可呢。沈素宁的理智告诉他，这个男人绝对在戏弄自己，但是他的身体的欲望却压过了理智。那股龙血香气钻进鼻腔的瞬间，他浑身毛孔都舒展开了。这要是真拿到一瓶，自己的肉身力量足以提升1成。沈素宁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不行，他可是仙王大能，好歹也是在3界9天都有名的大修士，怎么能为了修炼资源低三下四？
见沈素宁不说话，秦昊一把将玉瓶揣进怀里，不想要啊，不想要算了。我最近新养了一只土狗，没有灵根，不知道这一瓶太古龙血膏能不能助它踏上修仙之路。给土狗用一瓶太古龙血膏。沈素宁感觉自己的仙格都在颤抖，如此资源给狗用，狗用得明白吗？等等，秦昊嘴角微扬，噙着一抹玩味的笑容，他装作没有听到，搬站起身来。哎，看来某人是没这个福气喽，还是我家旺财有福气。听到这话，沈素宁心中一急，他忙上前拽住秦昊的衣袖。秦昊低头看着那只攥着自己袖子的手，又抬头看了看沈素宁，眉梢微挑。师太，您这是做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你一个出家人，如此攥着我，不太好吧？沈素宁小脸一红，却没松手。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不那么窘迫，可那微微颤抖的睫毛和泛着粉色的耳尖，却将她出卖得干干净净。那个，沈素宁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你刚才说的还作数吗？啊，我刚才说什么了？秦昊故作茫然道。沈素宁咬了咬牙，一脸幽怨地瞪了眼秦昊，悠悠开口道：就是，如果我态度好一点的话，你就给我。哦，秦昊拖长尾音，一副恍大悟的样子。你说这个呀？秦昊抿着嘴，一脸惋惜地摇了摇头。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沈素宁心猛地一沉，她连忙问道：为什么？秦昊摊手，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现在我家旺财排你前面了，我得先看看他需不需要。沈素宁，她感觉自己快要原地升天了，不是修炼的，而是气的。她堂堂仙王大能，有朝一日竟然被排在了狗后面。秦昊，沈素宁忍不住拔高了声音：你耍我！秦昊眨眨眼，表情无辜极了。师太，此话从何说起？我怎么就耍你了？我是真养了一条狗，你不知道，那小土狗可乖了，即便每天只是给它吃点残羹剩饭，它都和我亲得不得了，见了我会摇尾巴，让叫就叫，让做就做，不像某些人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太古龙血膏这等顶级修炼资源，还对我凶神恶煞的，一副我欠了他的模样。沈素宁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这个该死的贱男人什么意思？他是要我像他养的土狗那般对他言听计从，摇尾乞怜吗？沈素宁深吸一口气，心里暗恨自己失去了修为，否则他定要将这个该死的贱男人绑起来，狠狠调教一番。他松开拉着秦昊袖子的手，退后一步，不就是一瓶太古龙血膏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好歹也是一尊仙王修士，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给狗都不给他，还想要他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哼，痴心妄想，不要就不要。沈素宁的反应完全在秦昊的预料之中，好歹也是仙王大能，岂能为这5斗米折腰？不过话又说回来，鸿蒙子府业太古龙血膏算什么？秦家弟子牌糖衣炮弹才刚刚开始呢。沈素宁转过身去，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去理秦昊了，这个贱男人就没安实吗？好心。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沈素宁心中冷笑，哼，该死的贱男人，还想拿出其他的宝物来诱惑我，我是不可能动摇的，我甚至连看都不会回头看一眼。就在沈素宁暗下决心的下一秒，一股浩瀚无比的威压在他身后轰然炸开。沈素宁只感觉自己身后苏醒了一头沉睡万古的绝世凶兽。沈素宁浑身一颤，心中震撼不已。这个贱男人，他这是又掏出什么东西来了？不会错的，这股威压是地威。天哪，他究竟在捣鼓什么东西？很快，好奇心就占领了高低。沈素宁有些僵硬地回头看去，只见秦昊手中多了一根棍子，棍子通体漆黑，棍身表面有暗金色的纹路，若隐若现，每一次闪烁都仿佛有一尊仙帝在虚空中低语。沈素宁呼吸都凝滞了。地兵，这是一把地兵。瞧见沈素宁这震惊的模样，秦昊轻笑一声问道：师太，想不想要我这根大黑棒？沈素宁的瞳孔剧烈收缩。地兵，完完整整毫发无损的地兵，那股浩瀚的地威如同实质般压在他的身上，震得他神魂都在颤抖。他现在使用的武器也不过是一件半步地兵，而且还是残缺的。为了那件残破的半步地兵，他得罪了3个仙王级别的修士。可现在秦昊手中却是一件毫发无损的地兵。沈素宁眼睛死死粘在秦昊手中的地兵，心里默默数着棍子上的暗金色纹路。这些纹路是地级法则的具现，拥有1道地纹，那便是地兵；拥有99道，便是极道地兵。秦昊手中的大黑棍足足有37道地纹。咕嘟，沈素宁不争气地咽了口水，眼神中满是渴望。若是能得到这把地兵，他的实力将大大飙升，昔日的仇家将再也不足为惧。秦昊瞧见沈素宁这副模样，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他将棍子在手里转了个圈，漫不经心地说道：哎，师太连鸿蒙子府业和太古龙血膏都嗤之以鼻，想必这根破棍子也入不了你的法眼吧？算了，我还是不在这里碍你的眼了。说着，秦昊做事就要把棍子收起来。等等，沈素宁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他一个箭步上前，双手死死抓住混元棍。秦昊低头看着他的手，又抬眼看他，眉头微挑。师太，您这是？沈素宁没有说话，他呼吸急促，胸口剧烈起伏，眼眶有些微微泛红。这个贱男人明明就是他一直在引诱我，现在自己饥渴难耐了，他却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模样出来。沈素宁咬着嘴唇，他恨自己这副没出息的模样，可他控制不住，那根棍子就在眼前，37道地纹散发着温润的光，
每一道都在勾他的魂。秦昊也不着急，就这么站着，任由他抓着自己手中的混元棍。沈素宁深吸一口气，在帝兵面前区区脸面算得了什么？他低着头，不敢与秦昊对视，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哼：我想要你想要做什么才能把他给我？秦昊咂咂嘴，这就是你求人办事的态度？沈素宁轻咬红唇，抓着混元棍的手紧了又紧。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不停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罢了，不就是放低姿态吗？为了帝兵，他豁出去了。沈素宁松开抓着混元棍的手，退后一步，他双手交叠，放在小腹前，微微屈膝，行了一个标准的万福礼。秦公子，他声音很软，像3月的春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颤音。方才是我态度不好，冒犯了公子，还请公子见谅。秦昊垂垂眸，看着沈素宁这副低眉顺眼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沈素宁。而沈素宁没有听到秦昊的话，也不敢起身，就这么保持屈膝行礼的姿势。过了好一会儿，秦昊才开口道：“行了，起来吧。”闻言，沈素宁脸色一喜，可是下一秒，秦昊的话就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他的头上。师太，你怎么说也是仙王级别的大能，帝兵何等珍贵，不需要我多言吧？你该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得到一把帝兵吧？沈素宁脸色一滞，声音有些沙哑：“是你说的，只要态度好就给我的，我已经放低姿态了。”放低姿态？秦昊挑了挑眉，行个礼，叫一声公子，就是放低姿态了？那你的这个礼，未免太值钱了一点吧？沈素宁的脸长得通红，他看了眼秦昊扶在手中的混元棒，眼神中满是渴望。这个贱男人，分明就是在刁难自己。可偏偏沈素宁还无可奈何，棍子在秦昊手里，自己现在修为尽失，条件只能任由秦昊开。沈素宁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却见秦昊忽然皱起眉头，一脸夸张地扭了扭腰。哎呀，站了这么久，我有点累啊。沈素宁一愣，旋即很快反应过来，他连忙取来一张椅子，扶着秦昊坐下。秦公子，这样您满意吗？秦昊摇了摇头，你这椅子有问题啊，坐得我浑身不舒服。此刻满脑子都是帝兵的沈素宁，一个箭步上前，然后蹲在秦昊面前捶腿，然后仰着头看向秦昊：“公子这样可以吗？”秦昊低头看着沈素宁，嘴角微微上扬。现在的他哪里还有半点仙王大能的清冷模样，完全就是一个听自己使唤的丫鬟吗？秦昊发现沈素宁属于那种眼里有活的人，这不，自己还没说话呢，他又取来了一叠果盘。公子，张嘴！啊，他的声音软得像棉花糖。沈素宁一边投喂秦昊，一边偷偷瞄向秦昊随意丢在旁边的混元棍。37道地纹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离他只有不到3尺的距离。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下，帝兵就是他的了。沈素宁的手顿了顿，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秦昊哪里来的这么多好东西？他不就是个租界道侣，靠讨好女人来换取资源的吗？很快，沈素宁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秦昊的身份可是租界道侣啊，他今天能接自己一个仙王的单，那之前就有可能接先帝的单。这家伙虽然贱兮兮的，但是该说不说，长得是真的俊了。只是看着他的脸，自己心里就忍不住春心萌动。肯定是那些女大佬看上了他，故而才舍得给他如此珍贵的东西，连帝兵都不例外。哼，怪不得他现在享受我的服务，享受的这么自然，原来是伺候人伺候的多了。还有他这些刁难引诱人的手段，想必都是和之前下单的女帝们学的吧。忽的一个大胆的想法自沈素宁的脑海中萌生，谁说之前下单的一定就是女人？万一是个满脸络腮胡、膀大腰圆的壮汉呢？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沈素宁看向秦昊的眼神都变了。尤其是当想到秦昊穿着单薄的衣衫，对着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修陪笑，端茶倒水，捏肩捶背，甚至还要……沈素宁不受控制的打了个寒战，看向秦昊的眼神也从幽怨变成了同情。秦昊正享受着送到嘴边的葡萄，心中暗叹：要是每一个订单都能和这一单一样轻松拿捏客户，那小日子不是美滋滋？忽然，他察觉到沈素宁看向自己的目光不对。方才他看自己的眼神明明是很恨自己，但又不能拿自己怎么样。可是现在，沈素宁看向秦昊的眼神中有几分同情和怜悯，甚至还有一点点心疼。这着实是让秦昊感到莫名其妙。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沈素宁只是悠悠地叹了口气，他将果盘放到一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秦昊的肩膀。你也不容易。秦昊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不容易了。沈素宁看着秦昊，眼神中满是怜悯。算了，我仔细想了想，这帝兵我不要了。想来你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吃了很多苦才得到他的吧？秦昊，沈素宁想起了自己刚才的心理，虽然很不愿对秦昊卑躬屈膝，但为了帝兵，他还是不得不这么做。再想想秦昊，一直以来他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吧？为了修炼资源，不得不委屈自己去伺候那些大能。沈素宁听说，修为越高，活得越久的人，心里越是变态。毕竟漫长的岁月太过枯燥，他们只有通过做一些刺激的事情来缓解这枯燥的生活。秦昊一个炼虚境修士，天晓得他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对待，才能得到如此多的顶级修炼资源。沈素宁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我能理解你，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坚强，我都明白的。秦昊的嘴角不受控制的抽了抽，不是，我怎么就装坚强了？你明白啥了？沈素宁见秦昊不说话，还以为秦昊被自己戳中了痛处，
心里不由得更柔软了。这么多年，你肯定过得很不容易吧？委屈自己去伺候那些，哎，我都懂。在这个残酷的修仙界，当然得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才能生存下去。所幸，你这副皮囊着实不错，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说着，沈素宁握住秦昊的手，目光真挚。你放心，我不会看不起你的。秦昊眨巴眼睛，他低头看了看沈素宁握紧自己的手，又看了看他那张写满同情的脸，心中直呼：这个烧尼姑她究竟脑补了些什么？秦昊一把将自己的手抽回，不让烧尼姑继续占自己的便宜，然后一脸正色地说道：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这种级别的修炼资源，我要多少有多少，根本不需要付出什么极大的代价。此话一出，沈素宁看向秦昊眼神中的同情更浓了几分。人呐，总是越缺什么就越强调什么。他懂，他都懂。放心，我都明白的，我不会和别人说的。秦昊，你明白个大头鬼！秦昊一把抓起自己腰间的储物袋，往地上一倒。鸿蒙紫府液100瓶，太古龙血膏50瓶，不死药40克，星辰元液100瓶，各种顶级丹药更是数不胜数。琳琅满目的天材地宝很快堆成了一座小山，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沈素宁的嘴巴张成大大的 O 型，如此多的顶级天材地宝，不夸张地说，秦昊一人的底蕴足以媲美他们望尘安了。很快，沈素宁的眼神就从震惊变成了更深沉的怜悯。他无法想象秦昊究竟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换来这些东西。这里的宝物，就连他这么一位仙王大能都眼馋。秦昊一个炼虚境修士，凭什么能得到这么多？联想到秦昊租借道侣的身份，答案不言而喻。沈素宁的心都揪了一下。那些修为高深、活得久远的大能们，漫长的岁月让他们变得扭曲，喜欢追求各种刺激。秦昊这种生得俊朗的年轻修士，正是他们最喜欢的目标。秦昊轻笑一声，哼，现在相信了吧？尽情讨好我吧，让我满意，我可以赏你一点。看着秦昊高高在上地俯视自己，说出这句话，这个姿势，这个语气，这个表情，那些大能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待秦昊的？他们高高在上的看着秦昊，像一个小丑一样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讨好卖乖，然后漫不经心地说着让我满意，我赏你一点。便看着秦昊为了那点施舍更加卖力。他想起自己刚才为了地兵给秦昊捶腿喂葡萄，一口一个公子，叫得比蜜还甜。这种滋味他尝过一次就觉得屈辱无比，而秦昊呢，他尝了多少次？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天材地宝，沈素宁不禁感叹，要凑齐这么多东西，秦昊他得讨好多少人？看着秦昊现在一副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的模样，沈素宁不忍心驳了他面子，于是点头道：我相信你。秦昊，你这个表情分明就是不信。秦昊撇了撇嘴，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他大手一挥，将这些天材地宝全部装进储物袋。做完这些，秦昊随意的将地上的混元棍踢到沈素宁脚下。这个赏你了，别总用这种奇奇怪怪的眼神看我，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本来对混元棍很渴望的沈素宁，此时却是一反常态地摇了摇头，不行，我不能要。沈素宁话还没说完，脸色突然唰的一下变得苍白，瞳孔也剧烈收缩，整个人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心脏，浑身一颤。秦昊眉头微皱，你怎么了？我可没碰到你，你别碰瓷啊！沈素宁没有说话，眼神中却满是慌乱。烧尼姑！秦昊上前一步，伸出手扶住他的肩膀，你没事吧？沈素宁声音有些沙哑，玄冥仙王来了，不只是他，当初遗迹中争夺与我争夺半步地兵的另外3名仙王也来了。当初那一战，我以一敌山，凭借半步地兵与他们鏖战100年，最终将他们击退，但他们同样重伤我。时至今日，一些道伤依旧无法愈合，他们肯定是通过留在我身上的道伤，感受到我如今修为尽失，前来复仇了。说着，沈素宁看向秦昊，眼神深处流露出一抹不舍。秦昊，你快走吧，这是我与他们之间的恩怨，与你无关。你全身都是宝，一旦被他们感知到，他不会放过你的。说完，沈素宁手指向水潭中央，那里有一座传送阵，可以送你离开。如今我修为尽失，没有我的支撑，护宗大阵维持不了多久，抓紧时间。瞧沈素宁这一脸慌张的模样，秦昊有些好笑的摆了摆手，切，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呢，结果只是3个仙王小卡拉米。莫说3个仙王了，今日就是来了3尊仙帝，有我在，也能保你安然无恙。沈素宁一整个愣住了，他错愕地看向秦昊那张漫不经心的脸。当听到秦昊说小卡拉米的时候，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仙王，小卡拉米，他活了几万年，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用这种词形容仙王境的大能。秦昊，沈素宁声音有些沙哑，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是3个仙王，不是3个仙人，是仙王。秦昊点了点头，我知道啊，3个仙王嘛，又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人。沈素宁，仙王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人。沈素宁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他看着秦昊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心里忽然冒出来一个念头，秦昊，你是不是要找你以前的客户帮忙？沈素宁觉得秦昊之前的客户连地兵都能给他，实力定然不俗，若是其中有人能帮忙，的确是可以帮助自己和望尘安度过这次危机。秦昊愣了一下，然后哈哈一笑，他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之前沈素宁用那种同情的眼神看着自己，合着他以为自己的那些顶级修炼资源和地兵都是靠给大能当租界道侣换来的，也不怪他这么想，谁叫自己是个给气运就能下单的男人呢？看着沈素宁那张期待的脸，秦昊嘴角微扬，顿时生出了逗逗他的念头。是的呢，我现在就联系我之前的客户。闻言，沈素宁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真的？那太谢谢你了，秦昊。如果此次你帮我望尘安度过危机，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以后我恢复修为，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不论对错，只要你要求，我便会出手相助。秦昊上下打量了一眼丰满的沈素宁，嘴角微微上扬，决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要反悔。沈素宁郑重点头，我说的绝不反悔。看着沈素宁这副模样，秦昊心里憋着笑，脸上却一本正经。他拿出传音玉佩，对着空气喂了几声，然后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是我，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我现在遇到了麻烦事，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哦，在闭关啊，那没事了。接着秦昊又换了个姿势，王姐，是我啊。小秦，什么？在渡劫？那您先忙着，不打扰了。听着秦昊一连被拒绝了2次，沈素宁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秦昊继续表演，对着玉佩再次开口：李前辈，哎，对，是我是小秦啊，您最近有空吗？什么？忙着和道侣双修呢？那您忙。哎，张仙子，我有一事想请您帮忙啊。你现在在生孩子啊？那你生吧，我就不打扰了。沈素宁嘴角不受控制的抽了抽。秦昊之前的客户都是些什么奇葩？双修生孩子的同时，还不忘接秦昊的传音。看着秦昊拿着传音玉佩，一个接一个的联系那些所谓的客户，然后一个接一个被各种奇葩理由拒绝，沈素宁的心情从最初的期待，最后变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一个还有可能是没空。那这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便说明秦昊之前的那些客户从来就没有将秦昊当过一回事，在他们的眼里，面容俊朗的秦昊只是闲暇时间的一个玩物而已吧，所以他们才会用这些各种奇葩借口搪塞秦昊。想到这里，就在秦昊要继续开口表演的时候，沈素宁伸手握住了秦昊的手，声音有些哽咽：够了，秦昊，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去求他们的，谢谢你愿意帮忙，没求到人，我不怪你。秦昊愣住了，他看着沈素宁那双泛红的眼睛，看着她眼底深处那抹真挚的心疼，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女人，她又脑补什么了？轰！忽然一声惊天巨响传来，整个望尘庵都剧烈摇晃起来，屋顶的瓦片簌簌下落，墙壁上的裂缝如蛛网般迅速蔓延。沈素宁脸色瞬间惨白，她猛地抬头望去，却见天边3道身影傲然而立，3人周身法则环绕，每一次抬手都有毁天灭地的力量轰击在望尘庵护宗大阵的光幕上。沈素宁，玄冥仙王的声音阴冷如九幽寒风，穿透阵法，直贯望尘庵。一别千年，别来无恙啊！当年你用那件半步地冰伤我，可曾想过有今日？天煞仙王冷笑：沈素宁，出来受死！当初你以1敌3，好不威风啊，怎么今天成了缩头乌龟了？血屠仙王跟着起哄：哈哈，贱尼姑，想不到吧？本座当初留在你身体里面的道伤，竟然能感知到你修为尽失，今日我们便趁你病，要你命！玄冥仙王嘴角微微上扬，血屠怎么能要他命呢？这个贱尼姑的身材夜人心魂，而且当年我就注意到，仙王之躯元婴未失，若是抓来当炉鼎，日日采补，岂不比一刀杀了来的痛快？此话一出，立马引来天煞仙王和血屠仙王的认同，他们爆发出张狂的笑声：哈哈，玄冥所言甚是，这件尼姑的身材样貌皆是极品，到时候我们3个一起，定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3人的攻击轮番轰炸望尘庵，庵内的小尼姑们何时见过这等场景，一个个被吓得花容失色，其中不慎者更是直接瘫软在地。沈素宁，乖乖出来，主动来取悦我等，或许我等还能对你温柔一些。若是等我们打进去，嘿嘿，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懂得怜香惜玉。无耻！沈素宁身子都在颤抖，若不是自己修为尽失，这3个手下败将怎敢在自己面前猖狂？沈素宁深吸一口气，然后迅速扭头看向秦昊：如今我修为尽失，没有我的支撑，大阵撑不了多久。秦昊，你快走，他们是冲我来的，你没有必要牵扯进来。秦昊没有说话，只是走到沈素宁身旁，搂住了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一切有我，不会有事的。沈素宁抬起头，看着秦昊那张依旧带着笑意的脸，心里却怎么也踏实不下来。他想起刚才那一通通被拒绝的传音，闭关的、渡劫的、双修的、生娃的，借口一个比一个离谱。那些所谓的客户根本就没把秦昊当回事。秦昊，沈素宁声音沙哑的开口：你刚才联系的那些客户，可是一个都没有答应帮忙啊。秦昊挑眉：所以呢？沈素宁不解：秦昊一个人都没叫来，怎么还如此有恃无恐，还问自己所以叫不到人，你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炼虚境修士啊？不对，应该说浑身是宝的炼虚境修士。秦昊的底蕴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小宝库。见沈素宁表情纠结，秦昊哈哈大笑，然后他伸出手轻轻摸上了沈素宁的小光头。沈素宁浑身一僵，那只手附在他的头顶，温热的掌心贴着他的头皮，
力道很轻很柔。沈素宁的脸色瞬间长得通红，她刚才应该躲开的，她应该一巴掌拍开秦昊的手，然后骂他一句登徒子。可不知为什么，感受着秦昊掌心传来的温度，沈素宁的身体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样，那只手在她光溜溜的头顶轻轻摩挲着，指腹划过她的头皮，带起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沈素宁只感觉自己全身都软了。你摸够了没有？趁着现在大阵还没破，你快些离开吧。秦昊看着沈素宁那张红透的脸、颤抖的睫毛，还有咬着嘴唇强装镇定的模样，让秦昊不禁轻笑。他凑到沈素宁耳边，朝着沈素宁的耳朵轻轻吐出一口气。师太，忍得很难受吧？沈素宁大脑一片空白，本就泛红的脸更红了。他一把将秦昊推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秦昊，不要再开玩笑了，外面还有3位仙王虎视眈眈呢。沈素宁低着头，根本不敢直视秦昊的双眼，一个劲地催促道：快走吧，你之前的那些客户都没有一个愿意帮忙，你就是一个练虚境的修士，留下来只会害了你。秦昊轻笑着捏了捏沈素宁那张吹弹可破的小脸，手感出乎意料的好。秦昊忍不住多捏了2下，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过分。沈素宁能清楚地看到秦昊眼睛里自己的倒影，能感受到他呼吸时温热的气息拂过自己的脸颊。沈素宁的心跳不由自主的又快了，她在心中感叹：师傅说的不错，男人果然是可怕的生物。自己一向很冷静的，可是在秦昊面前就像乱了方寸的小孩子一般。秦昊勾了勾嘴角，一字一句道：素宁，你忘了我是你下丹的道侣啊，既然是道侣，怎么能放你一人独自面对危险呢？秦昊伸出手又摸了摸他的小光头，这一次的动作更轻更柔。沈素宁抬眼望去，她感觉秦昊眼眸中的温柔能溺死人。他活了几万年，一直以来师傅都教导他要独自面对一些危险，要习惯孤独，学会坚强。后来师傅驾鹤西去，他的确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甚至以最短的时间在3界9天建立了一座圣地。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而且还是男人，站在他身前，用这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危险。明明秦昊的修为还不如自己，明明他们2人认识才没多久，明明他只是自己下丹的临时道侣。面对这样的秦昊，沈素宁竟然破天荒地生出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和他长相厮守，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也不是不能舍弃。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沈素宁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这是怎么了？他为何会生出如此荒唐的念头？对一个才刚认识1天的男人，难道真的如秦昊所说，自己是天底下最淫荡的尼姑，所以面对秦昊他才会没有任何抵抗力吗？他抬头看向秦昊，看着那双温柔的能溺死人的眼睛，看着他那张带着笑意的脸，沈素宁只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软成一滩水了。可是你之前的客户没有一个愿意帮忙，你又能怎么样呢？留下来只会徒增伤亡。闻言，秦昊哈哈一笑：不是，你还真相信了？刚才那些话都是我逗你玩的啊？沈素宁眉头微蹙，眼神中有些不解。秦昊弯了弯嘴角，正要开口解释，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猛然炸开，望尘安所在的山头剧烈摇晃，屋顶的瓦片如雨点般坠落，好几座大殿不堪重负，轰然破碎。玄冥仙王的声音阴冷如九幽寒风，刮得人生疼。沈素宁，哈哈，看来我的感知没有错，如今的你的确修为尽失，不然这护宗大阵也不可能如此脆弱。天煞仙王舔了舔嘴唇，猩红的眼珠里满是淫邪的光芒，乖乖出来吧，本座会好好疼爱你一番的。血屠仙王挥舞着血色巨斧，瓮声瓮气的笑道：哈哈哈，今日咱们3个可要好好享受这仙王炉鼎的滋味。3人很快便锁定了水潭旁的沈素宁，一个眨眼的功夫，3尊仙王便顺身到沈素宁跟前。沈素宁的脸色瞬间惨白，她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却撞上了一个温暖的胸膛。秦昊伸手轻轻揽住她的肩膀，别怕，有我。秦昊的动作落到血屠仙王和玄冥仙王的眼中，让他们瞳孔猛地一缩。早已将沈素宁视作自己所有物的他们，怎能允许一个练虚境的小修士染指？两人正欲出手将秦昊当场击杀，一双手伸出拦住了2人。血屠仙王和玄冥仙王眉头一皱，扭头看向站在中间的天煞仙王。天煞，你干什么？天煞没有回答2人，只是死死地盯着秦昊。看着秦昊那张俊朗的过分的脸，天煞仙王的呼吸忽然变得急促起来。欺骗！天煞仙王声音沙哑，眼神中满是赤裸裸的欲望。哈哈，老子活了这么久，还从没见过如此极品。天煞仙王猛地转头看向血屠仙王和玄冥仙王，一字一顿地说道：沈素宁，老子不要了，老子要这小子。血屠仙王和玄冥仙王同时愣住了，他们看着天煞仙王那张因兴奋而涨红的脸，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疯了？那是个男人，要一个男人干什么？天煞仙王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秦昊，喉结滚动，咽了口水。你们不懂，我要的就是男人。此话一出，血屠仙王和玄冥仙王顿时一阵恶寒，而对此感到最恶心的莫过于当事人秦昊了。秦昊眉头紧锁，他抬头看了眼，用那双满是欲望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天煞仙王，整张脸都黑了。TMD， 我被当成萝莉了。而秦昊身旁的沈素宁一想到秦昊要遭到天煞仙王的蹂躏，脸色越来越白了。他紧紧抓着秦昊的衣袖，手心里全是冷汗。秦昊轻轻拍了拍沈素宁的肩膀，
然后抬头对天上的三人说道：“三个老匹夫，这望尘庵是我召的，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你们3个自废修为，自己挖掉双眼，打断双腿，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第二嘛，我亲自动手，那就不是给不给活路的问题了，你们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的。”3位仙王面面相觑，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他们成为几万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可还从没被一个炼虚境的蝼蚁如此威胁过。玄冥仙王冷哼一声：“小子，你说什么？要我们自废修为，挖掉双眼，打断双腿，不然就让我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哈哈，可笑至极啊！小子，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秦昊撇了撇嘴，一脸的不屑：“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吗？”说着，秦昊摇了摇头：“是，连我都不认识。看来你们在仙王里面混得也不怎么样。”秦昊此话一出，3位仙王脸上的嘲讽笑容瞬间凝固，他们相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警惕。玄冥仙王眯起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秦昊，仿佛想要将秦昊给看穿。一个炼虚境的蝼蚁，面对3位仙王，不仅没有丝毫惧色，反而还如此有恃无恐，这太反常了，反常到让人不得不警惕。3人对视一眼，互相传音询问彼此认不认识秦昊，结果3个人都不认识，先撤。3人活了几万年，见过太多扮猪吃虎的狠人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修士，往往是某个老怪物转世，或者是某个大势力的嫡系传人。这个炼虚境的小子，说不定就是某个大势力的嫡系传人，万一是那几个荒古世家的嫡系。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3人立刻产生了撤退的念头，下一秒空间波动泛起，3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能成为仙王大能，除了天赋和气运，一个谨慎的性格也是必备的。望着3人消失的方向，秦昊撇了撇嘴：“小说里面不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质疑我，想要对我出手，然后我再搬出背后势力，完成一次完美的打脸装逼。这些人一个个的怎么不给机会？哼，那个该死的老匹夫竟然敢意淫我，是我出手慢了，竟让他跑了，下次不能这样了，下次我见面就放大招致呼先帝老爹真名。”秦昊还在为自己的打脸计划失败而懊恼时，沈素宁快步来到秦昊身旁，轻轻拉了拉秦昊的袖子。秦昊低下头，对上了沈素宁那双亮晶晶的双眸。沈素宁由衷地对着秦昊竖起了大拇指：“秦昊，你简直神了！刚才你站在那3个仙王面前，面不改色地说那些话的时候，我都差点信了，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背后有大势力撑腰呢。”沈素宁咂咂嘴：“秦昊，当时那个气势，那个气场，你是怎么装的？怎么能装得这么像？”秦昊的嘴角抽了抽：“装？他装什么了？我不是在装啊，我的背景本身就很强啊。”沈素宁摆了摆手：“算了吧，你的背景要真能强大到吓退3名仙王那个，你还需要靠给人当租借道侣来赚取修炼资源。”秦昊张了张嘴，想要解释，沈素宁的一双手却捧起了秦昊的脸颊：“不过说真的，你刚才那股睥睨天下，完全不将3尊仙王放在眼里的姿态，真的好帅啊！”秦昊觉得沈素宁现在看自己的眼神都能拉丝了。一个失去修为的仙王和一个炼虚境的秦昊，他们2人并没有感知到玄冥仙王3人并没离开，他们只是藏匿到了虚空之中。秦昊和沈素宁的对话被他们3人一字不差的全部听了进去。血屠仙王？什么？这小子是出来卖的，根本不是什么大势力的嫡系。天煞仙王？靠！这沈素宁平时装出一副厌恶男人的模样，没想到背地里玩的这么花，租借道侣都点上了。话说租借道侣是个什么东西？从哪里可以点？我也想点个这么高质量的。玄冥仙王，一个吃软饭的租借道侣，竟然敢在我们面前装大尾巴狼，可笑我们还差点被他给唬住了。3人对视一眼，同时冷笑一声：“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我等定当成为他人笑柄。”沈素宁修为境师，如此机会可不多得。下一秒，空间剧烈波动，3道身影再次出现在望尘庵的上空，恐怖的仙王威压如同天塌了一样，狠狠压了下来。小子演得挺像啊，差点被你唬住了，敢戏耍我等仙王，你想好了怎么死吗？沈素宁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他猛地抬头看向那3道再次出现的身影，脸色瞬间惨白。怎么又回来了？血屠仙王挥舞着手中的血色巨斧，冷笑道：“一个靠吃女人软饭的租借道侣，也敢在我等面前放肆，今天不把你剁成肉泥，我枉为血屠之名。”一旁的天煞仙王见状连忙呵斥：“他是我的。”与沈素宁的慌张不同，看到3人现身的秦昊一脸兴奋，刚才他就因为放过了3人而惋惜呢，结果这3个人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既然回来了，那可就不能走了哦。秦无涯！几乎是3人出现的第一时间，秦昊便扯着喉咙对着天空大喊。秦昊也不担心秦无涯会感到厌烦，举拳足之力助自己撩妹，这可是便宜老爹自己给出的承诺。秦无涯这3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望尘庵的上空轰然炸开。秦昊面前的3位仙王听到这个名字的刹那，脸色瞬间变了，不是警惕，不是凝重，是恐惧，彻骨的恐惧。因为整个3界9天，只有一个秦无涯，荒古秦家当代家主，先帝之名蕴含天道法则，修士成为先帝后，其他与他同名之人都得被迫改名，否则会遭受冥冥中的因果反噬。不可能的。沈素宁刚才明明说了，这小子
就是一个靠给别人当租界道侣来换取修炼资源的软饭男，他怎么可能认识那位大人？他是在虚张声势吧？若他能与荒古秦家牵扯上关系，还用低三下四给人当租界道侣换取修炼资源，对他肯定是在虚张声势，直呼先帝之名必将遭受因果反噬，他必死无疑。三尊仙王仍然抱有最后的侥幸，因为他们不愿相信，更不敢去相信眼前这个小白脸与秦无涯有什么关联。如果是真的，意味着他们得罪了荒古秦家，整个三界9天将没有他们的藏身之处。就在三人心存侥幸之时，整片天空都亮了起来，一道横贯三界9天的剑光从云顶垂落，仿佛要将整个天地劈成两半。剑光所过之处，空间碎裂，时间错乱，漫天星辰在剑光中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坠落。恐怖的威压犹如天地倾倒，轰然降临。这股威压太强，强到整个三界9天都在颤抖。看到这一幕，秦昊嘴角微微上扬，看来便宜老爹已经补全大道，并顺利掌握9节剑了。以便以老爹的能力，想必在自己直呼他真名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吧。对付3个大道残缺的仙王而已，至于祭出9节剑这把无上道器吗？忽然，秦昊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秦无涯笑脸盈盈地询问周围人：“你怎么知道我有一把无上道器的？”秦昊撇了撇嘴，他觉得这像是便宜老爹能做出来的事情。9节剑悬在望尘庵的上空，剑尖指向玄冥3人。面对9节剑这把无上道器散发出来的威压，3人彻底吓傻了。这天煞仙王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直接瘫软在地。血屠仙王的血色巨斧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呆呆地看着天空上的9节剑，嘴里喃喃自语：“完了。”玄冥仙王嘴角抽搐，直到现在他还在自欺欺人。别慌，他直呼先帝真名，说不定是来杀他的。玄冥仙王话音刚落，一道剑气从9节剑上垂落。那道剑气细若游丝，轻若鸿毛，速度很慢，看起来毫不起眼。可就是这么一道剑气，玄冥仙王3人却无法躲避。在这道剑气落下的瞬间，天地仿佛都静止了。3人只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了他们，让他们无法动弹。剑气轻飘飘的从3人身上穿过，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血迹，甚至没有任何伤口。3人互相对视一眼，惊恐的同时又有些迷茫。就这，先帝的攻击好像也就那样。就在下一秒，3人的身体猛地一僵，随后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从脚开始一点一点化为虚无，没有任何痛苦，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连求饶的话都没说出口，3人就彻底消散在此方天地中。秦昊身后，沈素宁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刚才还不可一世的3尊仙王大能就这么没了，仿佛一缕青烟被风一吹就散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这就是先帝的手段吗？恐怖如斯。随着3人身死，天空之上的9节剑消散，秦昊笑着转头看向沈素宁，瞧见对方一脸震惊的模样，秦昊伸手揉了揉对方的小光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仙王，小卡拉米罢了。”沈素宁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向秦昊，看向这个刚才还被他当作利用自己皮囊来讨好大佬换资源的可怜人。终于，沈素宁还是没忍住，声音有些沙哑地开口道：“秦昊，你到底是谁？你也姓秦？你是那个秦家的人？”秦昊轻轻一笑，伸出手，一把将还没缓过神来的沈素宁拉进怀里。沈素宁整个人撞进秦昊的怀里，脸埋在他的胸口，能清晰地感受到秦昊胸膛的温度和他跳动的心跳。闻着秦昊身上传来的那令人着迷的气息，沈素宁整个人忍不住朝他靠得更近了。看着怀里一个劲往自己身上蹭的尼姑，秦昊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了。他轻咳一声，开口道：“可，师太，有威胁的人都死了，你还抱我抱这么紧干嘛？不会想赖上我吧？”沈素宁红着脸瞪了眼秦昊：“谁要赖上你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和那个秦家是什么关系啊？”秦昊捏了捏沈素宁红彤彤的脸蛋，问道：“想知道？”沈素宁轻轻点头。秦昊凑到他耳边，温热的鼻息扑在他的脖颈上，让他心中一阵悸动。下一秒，却听秦昊那好听的声音传来：“我有怎么样的背景，于你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需要知道，我现在是你的道侣就行了。”秦昊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温热的气息扑在他的脖颈，激起一阵细密的颤栗。就这一句话，沈素宁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他活了几万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跳得这么快。师傅说的不错，男人这种生物实在是太可怕了。明明他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可是当听到他那温柔的能溺死人的嗓音，我就有种跪在地上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的冲动。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他活了万年，清修万年，斩断7情6欲万年。沈素宁认为自己早已心如止水，早已超脱凡尘，可是现在他只想依偎在秦昊怀里，闻着他身上那股让人着迷的气息。我完了，我真的完了。他这般想着，看着秦昊那张俊朗的脸庞，此刻沈素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说的不错，是我凡心未尽，淫心又起，我想要他。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沈素宁自己都吓了一跳。可是下一秒，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明忽然在他脑海中炸开，那是一种类似明悟的感觉。万年修行，
无数困惑在这一刻忽然全部解开。他一直以为自己修的是无情道，斩断七情六欲才能成就大道，可此刻他明白，他错了，大错特错。七情六欲不是需要斩断的枷锁，而是需要正视的本心。他一直在压抑自己，欺骗自己，告诉自己不需要那些东西。可越是压抑和欺骗，心里最深处的渴望就越是强烈。直到现在，他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承认自己的确如秦昊所言，是整个3界9天最那什么的尼姑。就在沈素宁正视本心的那一刻，心魔的枷锁轰然碎裂。沈素宁的身体猛地一僵，紧接着一股浩瀚的力量在他体内疯狂涌动，这是他失去的修为。请教能够感受到沈素宁的修为正在疯狂飙升，炼虚境、渡劫境、仙人、金仙、仙君、仙王，最后沈素宁的修为定格在仙王巅峰，比他修为进师前更胜一筹。修为恢复后，沈素宁直地盯着秦昊，双眸中流露出来的不再是从前羞涩躲闪、欲说还休的眼神，而是一种让秦昊感到后背发凉的眼神。那眼神中有炽热，有渴望，还有一种势在必得。秦昊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不太妙的预感。见秦昊退后，沈素宁轻舔红唇，嘴角勾起一抹诱人的笑意。见状，秦昊不禁打了个寒战，不由得又后退了数步。昊，沈素宁终于开口了，声音软得像一汪春水，听得秦昊骨头都软了。沈素宁打了个响指，下一秒，仙王伟力禁锢住秦昊，让他无法动弹，连开口说话都不行。沈素宁伸出手指，抚摸着秦昊的嘴唇，昊，不要怪我束缚住你，万一你不愿意呼唤你背后的那人，我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秦昊扯了扯嘴角，他很想对沈素宁说，解开禁锢吧，不要玩这一套，其实我可以主动的。可惜现在的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沈素宁的吻落了下来，像雨点一样砸在秦昊的身上，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额头、眉眼、鼻梁、脸颊、下巴，秦昊身体的每一寸他都没有放过，每一次都吻得又急又重，像是要用秦昊把自己数万年的空白全部填满。秦昊一脸嫌弃，还是仙王呢，能不能有点技巧？这是亲人吗？声色又急切，毫无章法，只知道用力的蹭，弄得自己脸上全是口水。秦昊闭上眼睛，罢了，反正也动不了，反正也反抗不了，反正还挺舒服的。月光落在两人身上，竹林沙沙作响，水潭里水波轻轻晃动，一晃1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秦昊早已恢复了行动，起初几天还是沈素宁高高在上，后来秦昊翻身农奴把歌唱。秦昊瞥了眼瘫软在地的沈素宁，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件宽大的袍子盖在她的身上。察觉到秦昊的靠近，沈素宁眼神有些躲闪，心有余悸道，不能继续了，我要坏掉了。闻言，秦昊不禁扑哧一笑，对于沈素宁，秦昊的评价是又菜又爱玩，战斗力和如烟老婆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他伸手捏了捏沈素宁的脸颊，轻笑道，好好歇息吧，我们1个月的租期已到，我也是时候离开了。沈素宁原本还瘫在地上，浑身酸软的像一滩烂泥，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可秦昊此话一出口，他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猛地坐了起来。他一双美眸直地盯着秦昊，声音沙哑又带着几分难以置信，你说什么？秦昊看了眼沈素宁，伸手把滑落的袍子拉上，帮他重新遮住。租期到了，我得走了。走？他要走？沈素宁脑子嗡的一声，他下意识伸手抓住秦昊的衣袖，不许走。月光落在沈素宁的脸上，那双琉璃瞳中此刻写满了慌乱。现在的沈素宁就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他看着秦昊，声音比方才更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昊，我求你别离开我，只要你不离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你难道想吃干抹净不负责吗？秦昊揉了揉他的小光头，笑着开口道，想要我负责的道侣可不止你这个哦。闻言，沈素宁目光坚定，对着秦昊承诺道，我会和他们好好相处的。昊，你放心，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我会做个懂事的人的。沈素宁裹着秦昊的袍子，眼眶泛红，一双手紧紧攥着秦昊的袖子，像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宠物。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半点仙王大能的模样？他声音闷闷的，昊，你不愿留下来也没事的，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我一身修为达到了仙王巅峰，我能帮你打架，我能保护你，我能。听到沈素宁的话，秦昊眉头止不住地上挑，这么懂事。迎着沈素宁期盼的目光，秦昊开口道，素宁，你别忘了，你还是望尘庵的庵主，你跟我走了，这一整个宗门怎么办？望尘庵好歹也是个圣地，有几万个弟子，你跟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沈素宁身子微微一僵，他刚才一个心全部系在秦昊身上，确实没有好好考虑自己要是离开了望尘庵该怎么办。行了，你怎么说也是仙王强者，不要跟小孩子一样了，短暂的离别只是为了下一次美好的相遇。说完，秦昊催动自己的玉佩，直接回到了秦家族地。而原来还在纠结要是自己走了望尘庵该怎么办的沈素宁，在看到秦昊消失后，犹豫的心情瞬间消失。什么望尘庵？区区一个圣地怎么能和自己的浩相比？他要去找秦昊，赖也要赖在秦昊身边。哼，要是浩敢无视自己，那就不要怪自己动用一点仙王的手段，将他狠狠控制起来了。沈素宁站在竹林之中，
望尘庵的女修们全在修补方才因为3位仙王破坏而成为一座废墟的山头。可沈素凝顾不上去看这些，她的目光只是死死地盯着秦昊消失的方向，手里握着秦昊送给她的混元棍，心中暗骂这个混蛋就这么走了，说走就走，没有一点犹豫。沈素凝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裹着的宽大袍子，上面还残留着秦昊的气息，这气息让她心安，同时也让她心慌。她想起这1个月来的种种，想起秦昊，沈素凝的脸又红了。下一秒，沈素凝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混蛋，玩完了想不认账？使短暂的离别是下一次美好的相遇，他才不要短暂的离别，他要长久的相守。他深吸一口气，朝着天空大喊一声：“来主殿议事！”仙王伟力裹着声音传遍了整个望尘庵。1刻钟后，望尘庵主殿烛火摇曳，照亮了跪成一地的尼姑。望尘庵的长老们此刻正战战兢兢地跪在那里，大气都不敢出。庵主自上次抢夺半步地兵到现在，已经闭关1000年，3位仙王寻仇，一把从天而降的剑气将3人碾成虚无，那是庵主的手段吗？恐怖如斯。为首的老尼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看向高座上浑身散发着恐怖威压的身影。恭喜庵主修为大涨，以一己之力击败3尊仙王大能。沈素凝看了眼老尼，并没有开口解释，只是目光在跪着的长老们脸上一一扫过。沉默了一会儿，沈素凝终于开口了：“今日召集你们，是有一事宣布。”闻言，一众长老们纷纷竖起耳朵。沈素凝深吸一口气，说出了让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话来：“我决定还俗。”此话一出，大殿一片寂静，众长老瞪大了眼睛，看向沈素凝的眼神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庵主，您说什么？为首的老尼精的声音都变了调。沈素凝平静地重复了一遍：“我要还俗。”再次从沈素凝的口中得到确认，众长老不由得出言劝诫：“庵主，您是我们望尘庵唯一的仙王大能，您若是还俗离开，望尘庵哪里还有继续成为圣地的资格？”沈素凝抬手打断众人的讲话：“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放心，我还俗后也会在庵内留下一道神石，若望尘庵有危险，我还会及时回归。”说到这里，沈素凝顿了顿，然后站起身走到大殿中央。这1个月，我想明白了很多事。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修行万年，一直以为无情才是大道，现在想想，7情6欲不是枷锁，是本心，不必刻意躲避，顺其自然便好。此话一出，众长老面面相觑，他们心中不禁猜测，庵主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哪个贱男人把庵主的魂给勾走了？沈素凝转过身，看向他们，最后目光落在为首的老尼身上：“清心，你跟我醉酒，望尘庵交给你，我放心，从今往后，你便是望尘庵的庵主。”老尼姑眼眶瞬间红了，她连忙下跪，想要继续请求沈素凝留下。沈素凝却只是轻轻抬手，一股强大的力量将老尼姑托举了起来。“我意已决，莫要挽留，这枚玉佩交给你，这里有我对修行的感悟，还有我留下的3道分身，足以应对一般的危机。”说完，沈素凝大步离去。月光下，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长老们跪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来。秦家，秦昊躺在自己的万年暖玉床上，听着系统的订单结算提示：丁，租借道侣服务已结束，结算中。丁，恭喜宿主获得10星好评，获得奖励气运1斗，10星好评奖励星辰断体台。星辰断体台引动星辰之力，星河潮汐冲刷肉身，力量型炼体质宝，力量叠加，肉身力破万法。听完系统的提示音，秦昊眉头微微上挑：“哎呦，不错哦，炼体的质宝吗？我正觉得手头兵器太多，用不过来呢。这个好，一力破万法，我就喜欢这样的。管你什么神通法术，和我的拳头说去吧。丁，下次订单预计1个月后送达。”秦昊点了点头，1个月，不错，可以休1个月的假了。这空闲的1个月，自己就去找一找清月他们，联络一下感情，好感度可不能降下来。靠着好感度，苏清月和江心瑶最近掌握的一门神通，秦昊也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只是夏灵溪那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竟然一门神通也没返还过来。难道是好感度降下来了？该死的狗系统，不能看到具体好感度，只能凭感觉。狗宿主，不要诽谤我，叫你花1斗气运解锁，你又舍不得。秦昊冷哼一声：“废话，他现在本身也没几斗气运，就为了查看一个好感度，要花掉1斗气运，那不是傻吗？”撇了撇嘴，秦昊点开自己的信息面板，姓名秦昊，身份荒古秦家弟子，修为炼虚境7重，气运4斗5升，常有际遇，贵人相助。神通太虚剑法，太初一剑，太古龙皇法相，游龙惊鸿步，星河落月掌。法宝9节剑，9转玲珑塔，噬魂幡，太虚剑，鸿蒙掠运杯，轮回印，星辰断体台。先来试试这星辰断体台效果如何吧。秦昊从万年暖玉床上坐起身，伸手一招，虚空中一座巨大的石台缓缓浮现。那石台通体漆黑，表面布满星辰纹路。刚一出现，秦昊感觉自己房间里面的光线都暗了。只要把肉身力量给叠起来，以后就是老婆多了也不会厚此薄彼吧。秦昊喃喃自语，走到石台前，伸手摸了摸那冰冷的表面，瞬间一股说不出的厚重感席卷秦昊的神魂，仿佛他触摸的不是一座石台，
而是一片星空。秦昊不再犹豫，翻身跃上石台。轰！秦昊刚一坐上石台，整座石台剧烈震动起来，一道道璀璨的星光从石台表面升起，如同无数条银色的丝带，将秦昊层层包裹。这些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炽热，仿佛要将秦昊的血肉一寸寸撕裂。秦昊眉头微皱，疼，真他妈疼！这种痛不是普通的皮肉之痛，而是从骨髓深处涌出，仿佛要将整个人都撕裂的剧痛。每一道星光落在他的身上，都像是一把刀子在骨头上刮过。秦昊倒吸一口凉气，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沈素宁的脸，他不由得喃喃自语道：他那个小变态应该会喜欢这个石台。秦昊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任由那些星光冲刷着自己的身体，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密。秦昊皮肤开始浮现一道道银色的纹路，那是星辰之力在他体内留下的烙印。时间一点点流逝，1个时辰，2个时辰，1天。此刻的疼痛比起最初坐上石台上时强烈了数十倍不止。秦昊浑身颤抖，俨然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呼，他深深呼出一口气，然后用尽全身力气跳下石台。我去，太顶了！以我的肉身强度，竟然顶不住1天。秦昊摇头感叹，然后他猛地一握拳，轰！空气被秦昊生生捏爆，发出清脆的爆鸣声。感受着自己如今的肉身力量，秦昊嘴角微微上扬。不错，痛是痛了点，但回报与付出成正比。秦昊推出门，距离下一个订单还有1个月的时间，趁着这难得的假期，他要去找一找清月他们。秦昊推门而出，却看到自己的管家老刘正一脸慌张地朝自己的府邸跑来。弟子大人，快跑！你仇家找上门了！管家老刘朝着秦昊大喊道。秦昊眉头一皱，仇家？哪个仇家？敢跑到我秦家族地来寻我的仇，胆子挺大呀！他什么实力？我还需要跑？我秦家这么多先帝先王老祖，难道是摆设吗？老刘连连摇头。弟子大人，那女人可怕得很，强闯我秦家，我秦家3名先王老祖前去阻拦，结果3人联手，却不是他一人的对手。本来是有先帝老祖要出手的，可是家主发话了，这是您惹的祸，要你自己摆平。那女人看样子来者不善，弟子大人，您可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秦昊扯了扯嘴角，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能叫对不起呢？弟子大人，您快躲躲吧，那女人可是放话说要把您给抓回去。天天，秦昊一脸狐疑地看向老刘，问道：天天啥？这位侍奉了秦昊20年的老管家老脸通红，深深地看了眼秦昊，叹气道：老夫实在是羞于说出口。秦昊看着老刘那张通红的老脸，瞬间明了，定是沈素宁说了些什么虎狼之词。秦昊无奈地摇了摇头，开口问道：躲可不是我的风格，他人在哪？带我去见他。老刘一愣：弟子大人，您真要出去？我实在是担心您被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啊。秦昊摆了摆手，示意老刘无需担心，我自有分寸。见状，老刘开口道：他要强闯秦家，可秦家族地乃是他人想进来就进来的，虽然家主发话不要对付他，但他也没能通过秦家的阵法，此刻正在外面攻击阵法呢。说到这里，老刘再次叮嘱道：弟子大人，三思啊，那女人可凶得很。闻言，秦昊上下打量了一眼老刘，轻笑一声后说道：老刘，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凶的女人，只有不懂怎么驯服的男人。听到秦昊说的话，老刘只当秦昊是放了个屁，说的好听，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我长什么样，我要是有你这张脸，我也和你一样，1个月换一个，不带重样的。不过自家弟子大人都这么说了，老刘便也不再担心，想来弟子大人自有他的手段，实在不行，那就出卖一下色相吧。秦昊族地边缘巨大的护族大阵光幕上，一道道涟漪不断扩散，整座大阵都在颤抖。光幕之外，沈素宁身穿一袭宽大袍子，手里拎着混元棍，疯狂攻击阵法。每砸一下，他嘴里就骂一句：秦昊，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玩完了就想跑，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周围的秦家护卫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是，弟子大人，他对这位女仙王做了什么？始乱终弃。啧，弟子大人他惨喽，家主不让族中老祖出手，摆明了要他自己收拾这烂摊子。看这位女仙王怒气冲冲的模样，弟子大人保不准要被抽筋扒皮啊！族中难修士不禁咂嘴，我真的羡慕弟子大人的每一天。先前老祖寿宴时，江家帝女与玄天圣地圣女为他争风吃醋，如今又来了一尊女仙王，没看错的话，这位还是望尘庵的那位庵主吧？不是说望尘庵的尼姑们对男人恨之入骨，只要男修士出现在他们望尘庵方圆几里，那就会遭到一顿毒打吗？弟子怎么会与望尘庵的庵主有故事？莫不是我们弟子趁人之危？你别说，这还真是我们秦家人干得出来的事情。秦昊走出族地，便听到周围人的议论，不由得两眼一黑。什么叫这是秦家人能干得出来的事情？你们不是秦家人吗？秦昊摇了摇头，然后无视这些看八卦的族人，大步朝申素宁走去。咳。秦昊轻咳2声，然后懒洋洋的声音传入沈素宁的耳中：我不喜欢有暴力倾向的女人。周围的秦家族人们听到秦昊的话，有些忍俊不禁。噗，弟子大人这是认真的吗？他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啊？人家这是来讨债的，不是来投怀送抱的。不喜欢有暴力倾向的女人，人家的暴力是为了收你来了。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可是下一秒，
这些人就会后悔自己来看这个热闹。听到秦昊的声音，沈素宁手里的混元棍悬在半空，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他扭头朝秦昊看去，当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时，沈素宁哐当一下将手中的混元棍丢掉，然后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他3步并作2步冲了上去。浩，他一头撞进秦昊怀里，双手紧紧环住秦昊的腰，整张脸埋在秦昊的胸口，蹭来蹭去，蹭来蹭去。此刻沈素宁哪里还有刚才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分明就是一只撒娇的小猫。秦昊低头看着怀里那个蹭来蹭去的小光头，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哟，刚才不是挺凶吗？不是说我付出惨痛代价吗？怎么一见面就往人怀里钻？沈素宁抬头看了眼秦昊，然后又把脸埋进秦昊的怀里，声音闷闷的：“看到你，我就凶不出来了。”说着，沈素宁抱住秦昊的手更用力了几分，仿佛自己不抱紧，下一秒秦昊就会溜走一般。秦昊见状，不禁失笑摇头：“行了，都几万岁的人了，别跟没断奶的小孩子一样。我不放手了，你就不要我了。”沈素宁的声音有些幽怨：“浩，为了你，我已经还俗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全部，别丢下我，我会伤心的。”秦昊伸手捏了捏沈素宁的脸蛋，手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那就留下来吧。此话一出，沈素宁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真的？秦昊轻轻点头，真的。沈素宁欢呼一声，又扑进秦昊怀里，蹭来蹭去。然后在所有族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秦昊搂着沈素宁走进了阵法之中，直到秦昊都带着沈素宁消失了，一众族人还呆呆地站在原地。卧槽！良久，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这不是我想看到的。那疯婆子不是要教训弟子吗？怎么一见到弟子就变成小猫咪了？不是，弟子大人是不是掌握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神通啊？他身边的女人一个个国色天香也就算了，每一个都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弟子大人最忠诚的追随者，恳请弟子大人能传授我无上神通。带着沈素宁回府邸的路上，沈素宁一路上都死死抱住秦昊的腰，脑袋在秦昊的怀里蹭来蹭去，像一只生怕被主人抛弃的小猫。好啦，到我的府邸了，松手吧，你以后就在这住下。闻言，沈素宁抬起头打量了一下四周，这是一座精致的大院，天山神水，弥漫着朦胧的灵气。我喜欢这里。沈素宁的眼睛亮晶晶的。秦昊轻笑一声：“你还没进去看看呢，就知道自己喜欢这里了。”沈素宁红着脸凑到秦昊耳边轻声的喃道：“因为这里是你住的地方啊，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喜欢。”秦昊嘴角微微上扬，然后将沈素宁领进主屋。沈素宁乖乖地坐着，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粘在秦昊身上，仿佛只要移开视线，秦昊就会消失一样。秦昊被沈素宁看得有些好笑，这般看着我干嘛？沈素宁认真地说道：“我怕你跑了。”秦昊忍俊不禁：“我跑什么？你都在我家住下了，怎么我还能不要家了不成？”说着，秦昊取出星辰断体台：“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你自己在家里修炼吧。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修炼至宝，名为星辰断体台，即便对于仙王的你也会有极大帮助的。”沈素宁的身子猛地一僵，她抬起头，眼眶瞬间红了。“你又要跑？”秦昊摇了摇头：“跑啥？我能跑哪去？都说了，就是出去办点事，过段时间就回来了。你好在家里待着。”沈素宁盯着他，一脸委屈道：“爸，我和你一起去。我实力虽比不上仙帝，但在仙王里面也是数一数二弟，可以帮到你很多忙的。”秦昊看着一脸恳求的沈素宁，心中不禁感叹：沈素宁是几个人里面最粘人的了，其他人都没他这么粘人。这次秦昊出去可是去找清月他们，带个拖油瓶算怎么个事？想到这里，秦昊言辞拒绝：“不行，你要还想留下来，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沈素宁一脸委屈：“为什么啊？明明带上我更方便啊。”秦昊撇撇嘴：“就是不方便才不带你。”秦昊也不想解释什么，只是反问一句：“你再叫我做事？”此话一出，沈素宁连忙慌乱摆手：“不是了。”秦昊冷哼一声：“以后在我面前，我说过的话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我的决定你老老实实照做就行。”沈素宁被秦昊震得愣在原地，短暂愣神之后，她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脸上泛起一层不正常的红晕，那双漂亮的眼眸中不再是委屈和慌乱，而是闪烁着某种异样的光芒。他好凶，好霸道，好喜欢。秦昊看着沈素宁这副模样，眉头微微一皱，怎么感觉怪怪的？却见沈素宁忽然凑了上来，一把抱住秦昊的胳膊，仰着头看着他，眼睛里满是期待。“浩，你再多说几句呗。”秦昊愣住了，说什么？沈素宁脸蛋红彤彤的，声音里面带着一丝兴奋：“就是刚才那种话，命令我的那种。”秦昊嘴角抽了抽，这女人什么毛病？秦昊深吸一口气，看来他之前的感觉没有错，这女人表面是个清冷高傲的仙王，骨子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变态。为了让沈素宁安稳地待在家里，秦昊摸着沈素宁的脑袋命令道：“沈素宁！”沈素宁连忙挺直了腰板，等待秦昊的指令。第一，我不在的时候，好好利用星辰断体台修炼，不许偷懒。沈素宁用力点头。第二，不许乱跑，不许给我惹祸，乖乖等我回来。沈素宁继续点头。第三，秦昊顿了顿，伸手抬起他的下巴，让他直视自己的眼睛。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看到你比现在更强。是，保证完成任务。
沈素宁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坚定。秦昊满意的捏了捏他的小脸，这才乖嘛，我走了，好好完成我给你的任务。秦昊一离开府邸，管家老刘便迎了上来。弟子大人，这张地图上有您让我调查的灭绝仙子所留下的秘境和遗迹。说着，老刘指着其中一处遗迹对秦昊说道：弟子大人，2位弟子夫人此刻正在此处历练。不知道是不是秦昊的错觉，他感觉老刘看向自己的眼神满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神色。秦昊一把将老刘手中的地图拿了过来，知道了，忙你的去吧。老刘并未离去，而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秦昊眉头微皱，有些不耐地问道：怎么，老刘修为没长多少，架子倒是长了不少啊，我的话不管用吗？闻言，老刘连连摆手：弟子大人，您误会了，老奴在外人面前架子的确不小，毕竟咱是你的人呐，可老奴在您面前哪里敢摆架子，只是老奴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秦昊撇了撇嘴，还当讲不当讲？秦昊直接摆手道：那就别讲。老刘一时语塞，整个人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眼见秦昊要离开，老刘快步拦住秦昊：弟子大人，虽然这不是奴才我该说的事，但我是看着您长大的，而且我这条命还是夫人救的，奴才斗胆提醒您一句，切莫沉溺于男女之情，我等修士还是要将时间花在修行上的。弟子大人，您恐怕都不知道吧，自从第一组寿辰过后，整个3界9天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秦昊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老刘：发生什么变化了？我怎么没感觉？老刘走到秦昊跟前，一脸郑重地说道：弟子大人，您还记得老祖寿辰时，家主曾邀请各方势力首脑共同议事吗？秦昊点了点头。老刘接着说道：也不知道这些大能们商议了什么，会议结束后，各方势力宣布要将自己封存的古代天骄们激活，我们秦家第一组的儿子也要从沉睡中苏醒，届时他将会与您竞争当代弟子之位，只有获胜者才能获得全族的资源倾斜。弟子大人，我知道您实力强大，一众当代天骄无一例外都不是您的对手，可这次您面对的是第一组的儿子，第一组所在的时代虽然也大到残缺，但是他那个时代只残缺了1/3，如今这个大道足足残缺了2/3。听完老刘的话，秦昊扭了扭脖子，连忙满是不在意的神情。所以呢，老刘，我知道你也是担心我，你就放心好了，你家弟子我是同境界无敌的。老刘看着秦昊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心里急得直冒火。弟子大人，他跺了跺脚，您可千万不能拖大啊。秦昊挑眉：拖大？老刘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一些。弟子大人，那位可是第一组的儿子，是远古时代的天骄，他沉睡的时候，您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还没出生呢。那个时代的大道只残缺了1/3，相比于我们，他们修的是近乎完整的道，可我们现在大道残缺了2/3。同样的境界，人家打出来的神通威力是您的1倍，这是天生的大劣势啊。秦昊歪着头看向老刘，脸上依旧带着那抹懒洋洋的笑。说完了，老刘一愣：弟子大人未免太不把这件事当回事了吧？秦昊拍了拍老刘的肩膀：老刘啊，莫说他们这些还残缺了1/3大道的天骄，就是修炼完整大道的天骄，我也不放在眼里。老刘一时语塞，只是呆呆地看着秦昊。秦昊轻笑一声，拍了拍衣服：又不是没和他们打过，我的胜算大概这么多吧。秦昊张开巴掌，在老刘面前晃了晃。老刘一脸狐疑：弟子大人的意思是5-5开？老刘很怀疑，不是他不愿相信秦昊，实在是完整大道的天骄所能发挥出来的实力，根本不是残缺大道能够比拟的。秦昊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5个人一起上，我只手镇压。说完，秦昊拿出自己的玉佩，开始定位苏清月和江心瑶2人历练的秘境，然后输入灵力，玉佩运转空间法则将秦昊给传送了过去。秘境之中，江心瑶一身绯红长裙，身姿卓约，但此刻她那绝美的面容上却带着几分寒意。在她身旁，苏清月白衣胜雪，清冷的气质如同月宫仙子。她看向对面之人的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疏离与提防。在他们对面站着一名男子，身形修长，身穿深青色长袍，一股淡淡的龙威自他体内弥漫而出。男人眉宇间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意。心瑶，为兄所言句句属实，我将一尘沉睡万载，自远古活到今日，见过的天骄无数，能与我青龙身体完美契合的，唯有你的天皇神体。龙凤和鸣，阴阳交汇，若你我结为道侣双修，不仅修为能1日千里，我更能助你补全大道。心瑶，你我都是江氏血脉，同宗同源，还分别觉醒青龙神体和天皇神体，你我结合是上天的安排。你我2人一起努力，为江家多孕育一些强大体质的后辈，于江家而言也是一场幸事。江心瑶听完这番话，脸上非但没有半分动容，反而眉宇间浮现出一抹不加掩饰的嫌弃。让我为你孕育后代。江逸晨，你是不是在棺材里面睡太久，把脑子睡坏了？开口闭口就是双修，孕育后代，你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江家用来延续血脉的种猪呢。江逸晨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他是谁？他是江家第2组的儿子，是远古时代的天骄，是修了近乎完整大道的存在。他沉睡万年，一朝苏醒，本该是君临天下、万众瞩目的存在。可如今他放下身段，
主动邀请一个当代的小辈女子结为道侣，换来的却是他种猪的评价。江心瑶，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江家当代帝女，天皇神体的觉醒者，却上赶着倒贴秦家的那个弟子。听闻那秦昊也有道侣，而且还不止一个，你却还凑上去与别的女子共侍一夫。江心瑶，你身为江家帝女，血脉高贵，怎可如此下贱？江心瑶静静地看着歇斯底里的江逸晨，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没错，你得对我江心瑶，宁愿给秦昊做小，也绝不和你在一起。别说做小，就是给秦昊端茶倒水、铺床叠被，我也心甘情愿。至于你，回你的棺材里继续睡去吧。江逸晨整个人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他的脸色青了又白，白了又紫，紫了又黑。得亏秦昊不在，不然高低的问上一句：兄弟，你个这 cos 变色龙呢？你江逸晨伸出手指，愣是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宁愿给别人做小，也不愿与他结为道侣，什么意思？在他眼里，自己连给秦家那个当代弟子提鞋都不配吗？江心瑶！江逸晨大吼一声，震得整座石殿都微微颤抖。你竟然如此辱我！我可是远古时代的天骄，是修了近乎完整大道的存在。那秦家当代弟子与我一比算个什么？修个残缺大道，即便他在同时代无敌，可在我面前也不过是土鸡瓦狗，我随手便能将其镇压。待我等远古天骄全面苏醒，他甚至连弟子之位都保不住。你确定要拒绝我，而去选择一个即将跌落尘埃的废物吗？哼，日后你可莫要后悔。江心瑶还没开口，一旁的苏清月忍不了了。当江逸晨废物二字说出口时，苏清月那双清冷的眼眸骤然凝住。废物？他说谁是废物？秦昊？一股寒意在苏清月的心头陡然升起。他看向江逸晨的目光，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疏离与防备，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冰冷。他从未如此想杀一个人，因为江逸晨侮辱的不是他，而是秦昊，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是他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人。太初一剑！苏清月懒得废话，轻斥一声，手中长剑骤然斩出。刹那间，整个石点都被这一剑的光芒照亮，一道剑光冲天而起，携带着足以劈山断海之威，朝着江逸晨当头斩下。面对苏清月的全力一击，江逸晨只是随意的瞥了一眼，然后轻轻抬手，伸出一根手指，就这么一根手指，轻轻点在剑光之上。轰！剑光炸裂，化作漫天光雨。苏清月整个人如遭重击，连退3步，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江逸晨收回手指，轻轻吹了吹指间并不存在的灰尘，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弱者的气息。苏清月的脸上闪过一抹骇然的神色，这可是自己的最强神通，以他金丹巅峰的修为，全力挥出一剑，炼虚境修士也多退让3分。这人竟如此轻松地挡了下来，这就是近乎完整的大道吗？好强！江逸晨看着苏清月那震惊的表情，心情忽然好了起来。方才被江心瑶羞辱的憋屈，此刻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看到了吗？他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整个天地。这就是近乎完整的大道与你们这些残缺大道的差距。你们在当代天骄中或许算得上顶尖，可在我面前，你们什么都不是。江逸晨的目光在苏清月身上停留了片刻，忽然他的眼神变了，从一开始的不屑与嘲弄变成了惊讶，然后是狂喜，最后是一种难以掩饰的贪婪。先天道体，竟然是先天道体！江逸晨猛地向前一步，死死盯着苏清月，那目光就像是饿狼看到了猎物，贪婪而炽热。苏清月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他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手中长剑横在身前，冷冷道：你想干什么？江逸晨没有回答，只是上下打量着他。江逸晨不断点头，越看越满意。不错不错，先天道体也不错。你叫苏清月是吧？修炼残缺大道，而且才区金丹巅峰的修为，能展出那般威力，足以见得先天道体的不凡。不过你终究是修炼残缺大道之人，即便有先天道体，也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你的上限已经被这片残缺的天地锁死了。苏清月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江逸晨却自顾自地继续开口：但你运气很好，因为你遇到了我。江逸晨向前一步，张开双臂，仿佛在展示自己。我父亲将我那个时代的大道踏印在我体内，我有能力帮你补全大道，让你的先天道体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所以苏清月，成为我的道侣吧。苏清月，这对你而言是天大的机缘，只要你答应成为我的道侣，我保证日后你将是这3界9天最尊贵的女人，比跟在那个秦昊身边强1万倍。苏清月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抽了抽，眼中全是感到荒谬的神情。这个人是沉睡太久憋坏了吗？怎么见到人就邀请成为他的道侣？苏清月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从这种荒谬的感觉中抽离出来。他看着眼前这个自以为是的远古天骄，忽然觉得有点可笑。他以为自己会因为在修仙路上走得更远，便动摇内心。哼，自己之所以踏入修仙之路，那是为了不成为秦昊的累赘，能留在秦昊身边才是他修仙的初心。若代价是离开秦昊，这先修着又有什么意义？苏清月顿了顿，目光变得坚定。别说1万倍了，就是100万倍、1000万倍，你也比不上他。我修仙是为了他，我想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帮上他的忙，不想成为他的累赘，仅此而已。江逸晨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憋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个秦昊，他凭什么？眼前的苏清月和江心瑶，两人的天赋和容貌皆是无可挑剔，这样的女人应该眼高于顶，都很孤傲才对。可为何他们两人宁愿给那秦昊做小，也不愿与自己结为道侣？江逸晨不能理解，那个秦昊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他们两人如此死心塌地？那个秦昊到底有什么好的？他值得你们这样吗？江逸晨话音刚落，空间泛起阵阵涟漪，下一秒秦昊出现在三人面前。好久不见，两位！听到身后响起的这道熟悉的声音，苏清月和江心瑶两人同时愣住。两人转过身来，当看到是秦昊的那一刻，他们几乎是同时冲了上来，一左一右扑进秦昊的怀里。秦昊被他们撞得往后退了一步，笑着伸手搂住两人。想我了没？苏清月把头埋在秦昊的怀里，声音闷闷的，每时每刻都在想。江心瑶紧紧地抱住秦昊，然后她眉头微微一皱，不对，这味道是其他女人的气味。她抬起头，一双漂亮的眸子死死盯着秦昊，眼神里带着一丝危险的光芒。秦昊被她看得心里有些发毛，轻笑着问道：瑶瑶，怎么了？江心瑶没有说话，而是凑到秦昊身上，像只小狗一样仔仔细细地闻了起来。一旁的苏清月也察觉到不对劲，她学着江心瑶的样子闻了一下，很快便闻到了秦昊身上沈素宁残留的味道。确认自己没有出错的江心瑶深吸一口气，沉声道：那个女人是谁？秦昊轻轻一笑：一个尼姑。尼姑？听到秦昊的回答，苏清月和江心瑶对视一眼，瞳孔微微收缩。江心瑶深吸一口气，沉声道：你连尼姑都不放过？秦昊干笑两声：什么叫连尼姑都不放过？我这叫强大的个人魅力。江心瑶咂咂嘴，臭美。秦昊看着江心瑶，捏住她的下巴：怎么，你不喜欢？闻言，江心瑶的小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她不敢去看秦昊的眼睛，那双眸子能把人溺死。喜欢的。一旁的江逸晨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看到了什么？这两个方才还对他冷言冷语，骂他连提鞋都不配的女人，此刻正像两只温顺的小猫一样，一左一右扑在那个男人的怀里。那个苏清月看起来清冷如月宫仙子，此刻却把头埋在秦昊的怀里，声音软的不像话。还有江心瑶，方才还一脸嫌弃的辱骂自己是种猪，此刻却红着小脸，任由这个男人捏着下巴，结结巴巴地说：喜欢的。江逸晨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咳。江逸晨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试图引起三人的注意。然而秦昊三人却直接把他当成了空气。秦昊搂着两女，低头在江心瑶耳边说着什么，惹得他羞红着一张脸，轻轻捶打自己胸口，又不知对苏清月说了什么。苏清月满脸通红，看了眼江心瑶，又看了看秦昊，低着头小声道：我没意见的，只要你开心。心瑶也同意，我可以的。见没有人理他，江逸晨的脸色更黑了。这三个人太肆无忌惮了，太目中无人了。没看见这里还有一个大活人吗？我问你们，我是不是人？我不是人吗？咳。江逸晨又重重地咳了3声，这次声音大得震得整座石殿都抖了抖。面对这么大的动静，秦昊终于抬起头看了江逸晨一眼，可仅仅只看了这一眼，紧接着秦昊便继续与两女窃窃私语。江逸晨欺负人，太欺负人了，完全不将他这个远古天骄放在眼里。秦昊！江逸晨攥紧拳头，对着秦昊大喊一声。秦昊满不在乎地挠了挠耳朵，一脸无语道：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认识你吗？说完，秦昊又看向江心瑶和苏清月，问道：这人是谁？你们的朋友？江心瑶闻言翻了个大白眼，我可没这样的朋友，一个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老古董，开口闭口就是双修，孕育后代，跟个种猪似的。苏清月也冷冷开口，语气冰冷：我也不认识他，方才他莫名其妙拦住我和辛瑶姐，说什么要辛瑶姐做他道侣，被辛瑶姐拒绝后又转头邀请我。说到这里，苏清月顿了顿，看向江逸晨的目光中满是嫌弃，这种人还是回棺材里继续睡比较好。听完两女的话，秦昊的脸色阴沉了几分，随后他轻笑一声，拍了拍手：好啊，撬墙角，撬到我头上来了，而且一口气还想撬2个，你是个什么东西？有几条命够你这么挥霍？江逸晨闻言，非但没有被秦昊的气势吓到，反而仰头大笑起来，这副孤芳自赏的模样实在是看得秦昊心情复杂。远古天骄们都是这么自以为是的吗？哈哈，秦昊，你当我是谁？江逸晨笑声一收，目光如刀般刺向秦昊，别人怕你秦家弟子，我江逸晨不怕，我乃江家第2祖之子，3岁练气，5岁筑基，10岁金丹，15岁元婴，20岁化神，出世以来未尝一败，就连你们秦家第2祖，您少时也曾是我手下败将。江逸晨居高临地看着秦昊，眼神中满满的都是优越感。秦昊，我出世后便听说过你，知道你在这个时代有着无敌之资，可是在我眼里，你不过是一个修炼残缺大道的当代废物，根本不值一提。说到这里，江逸晨看了眼江心瑶和苏清月，然后继续道：可敢与我一战，决定他们2人的归属。江逸晨的话让秦昊的笑容渐渐收敛，他松开揽着两女的手，向前走了几步，
站在江逸晨的面前。你说什么？江逸晨昂首挺胸，傲然道：我说，可敢与我一战，决定他们二人的归属。秦昊看着江逸晨，目光锐利如刃。决定归属？你把星瑶和清月当什么了？可以随意当做赌注的物件吗？在我眼里，他们不是物品，不是赌注，不是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他们的意愿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开心，我便开心；他们难过，我便难过。于我而言，他们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要拿他们当赌注？你配吗？秦昊身后，江心瑶和苏清月听到秦昊那平静而坚定的话语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江心瑶更是瞬间变红了眼眶。原来，在秦昊的心里，我的意愿比什么都重要吗？秦昊，你真好。苏清月同样被秦昊的话深深触动，这就是他喜欢的秦昊，这就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秦昊，他值得。两人对视一眼，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同样的情绪。此刻他们的心暖得像被阳光照着，两人暗暗发誓要加倍的对秦昊好。江逸晨听完秦昊的话，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笑得更加张狂。秦昊，你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有什么用？江逸晨目光如炬，直视秦昊。在这个世界，实力才是一切，什么意愿，什么尊重，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通通都是笑话。你若真有本事，就与我一战，用实力证明你配得上他们。若是没胆，江逸晨冷笑一声，语气中满是挑衅，那就乖乖认输，把他们让给我。我江逸晨会用实力告诉他们，谁才是真正值得托付的人。秦昊听完，轻轻一笑，他扭头看向一旁的江心瑶，问道：你们江家人都是这样式的，这么啊？秦昊的话让江心瑶小脸一红，他连忙与江逸晨撇清关系，他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江家人大部分还是正常人，像他这样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整个江家也就这个奇葩。秦昊点了点头，露出一脸恍然的神色。哦，原来是独此一份的奇葩，那还挺稀有的呢。整个家族就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难怪这么急着出来蹦的，生怕别人不知道江家还有这等奇葩。秦昊的话让江逸晨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秦昊，你少在这里耍嘴皮子，敢不敢与我一战？秦昊歪着头看向江逸晨，冷笑道：你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吗？江逸晨傲然道：那是自然，我修的是近乎完整的大道，同境界无敌手，就连你们秦家第二祖也曾是我的手下败将。秦昊扭了扭脖子，骨头碰撞发出咔咔的声响。行吧，既然你非要送上门来找揍，那我就成全你。这样吧，我怕我一出手，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你先出手吧，我让你3招，3招后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听到秦昊的话，江逸晨先是一愣，然后哈哈一笑：狂妄！秦昊，你们秦家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还记得我与你秦家第二祖初次见面时，他也如你这般不知天高地厚，后面是我善心大发才留了他一命，否则现在哪里还有什么秦家第二祖？今日我便让你步他的后尘，放心，即便赢了我也不会取你性命，我会让你以一个手下败将的身份看着我一步一步正到巅峰。秦昊咂咂嘴，真他妈是个二逼。江逸晨收起笑容，周身气势轰然爆发，他将自己和体境的修为压制到炼虚境。秦昊，你也别说我仗着修为优势胜之不武，今日我便用与你相同的境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天骄。青龙引雷诀。江逸晨双手结印，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在他身后一道青龙虚影浮现，紧接着石殿上空滚滚雷霆被牵引而下。江逸晨暴喝一声，天空之上的那道雷霆与他身后的青龙虚影融为一体，刹那间一条通体缠绕着雷电的青龙凝聚成形，龙威浩荡，雷光闪烁，整座石殿都在剧烈颤抖。秦昊身后，在江逸晨结印的那一刻，苏清月的脸色唰的一下变了，他拥有先天道体，对大道和天地灵气的感知极为敏锐。江逸晨这一击的威力远超他想象，这一击的威力，这真的是炼虚境的修为能够施展出来的攻击吗？在这个大道残缺的时代，即便是合体境修士的全力一击，也远不及此吧。江心瑶的脸色也变了变，他身负天皇神体，对神兽威压极为敏感，向来只有他利用体质对别人进行施压，可此刻面对江逸晨的青龙神体，面对那扑面而来的浩荡龙威，他心中竟然隐隐生出臣服之意。去！江逸晨大喝一声，雷龙仰天长啸，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威，朝秦昊轰然扑去。轰！雷龙砸落的瞬间，整座石殿仿佛迎来了末日，刺目的雷光炸裂开来，将一切都淹没在白茫茫的光芒之中，狂暴的灵力如同海啸般席卷四方，所过之处一切都在崩碎。江心瑶和苏清月撑起的灵力护罩第一时间就出现了裂纹，两人脸色大变，疯狂合力催动体内灵力，才勉强稳住护罩不被这股冲击波撕裂。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这股力量推得连连后退，一直退到后背抵住石壁，才堪堪停下。好强，这就是近乎完整大道的威力吗？江心瑶喃喃自语，眼中满是震撼。她身为江家帝女，向来对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可此刻仅仅只是面对江逸晨这一击的余波，她就不禁生出一丝无力感。苏清月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那片雷光，漂亮的眼眸中满是藏不住的担忧。雷光渐渐散去，石殿内的景象让苏清月和江心瑶两人倒吸一口凉气。以秦昊刚才所站的位置为中心，方圆数10丈的地面彻底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达数10丈的巨坑，坑底焦黑一片，还冒着袅袅青烟。巨坑的边缘裂纹如蛛网般向四周蔓延，雷光散尽，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那个深达数10丈的巨坑，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我这一击，莫说你一个炼虚境修士了，就是你们这个大道残缺时代的合体境修士，硬抗我这一击，不死也得重伤。怎么样，服气了没有？这还是我有所留手的一击，若是全力一击，你瞬间就会被轰成渣渣。江逸晨倒没想着要弄死秦昊，对方毕竟是秦家当代弟子，自己若是把秦昊杀了，秦家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就在江逸晨觉得胜券在握之时，一道人影缓缓从深坑中飘了上来，没有伤痕，没有血迹，甚至连呼吸都没有乱。秦昊低头看了看自己，目光落在衣角处，那里沾了一点灰。秦昊轻轻弹了弹，把那点灰弹掉，然后他抬起头看向江逸晨，目光带着几分揶揄，还不错，能把我衣角弄脏，比我想象中的要强一些。江逸晨的笑容彻底凝固在脸上，他看着眼前毫发无伤的秦昊，听着对方揶揄的话语，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一样，愣在原地。不可能！江逸晨喃喃自语，声音都在发颤。他刚才那一击虽然是压制了境界，但也绝不是一个炼虚境修士能够抵挡的。自己那个时代的炼虚境修士都不行，就更不要说如今这个残缺大道时代的炼虚境修士了。可秦昊不光扛住了，而且还毫发无伤，这让江逸晨一时感到难以接受。他看向秦昊的眼神都变了，之前的轻视全然不见，有的只剩下浓浓的忌惮。再来！江逸晨死死盯着秦昊，眼中的忌惮渐渐被一股疯狂的战意取代。他是远古天骄，一朝苏醒，应该君临天下，万众瞩目，怎能就此认输？青龙神体开！江逸晨低吼一声，周身气息骤然暴涨，深青色的光芒自他体内疯狂涌出，在他身后凝聚成一道巨大的青龙虚影。这虚影比之前更加凝实，龙鳞分明，龙须飘动，一双龙眸闪烁着冰冷的金光，龙威浩荡，席卷四方。江心瑶和苏清月被这股恐怖的威压压得都快喘不过气来。秦昊，没想到在这残缺的时代，还有人能逼我开启青龙神体，接下来这一击，我将不会再有所保留。说完，江逸晨双手结印，天空雷光再次涌动，青龙引雷诀。天空之上，乌云汇聚，雷蛇狂舞，一道道雷霆撕裂苍穹，朝着江逸晨疯狂涌来。他的身体开始绽放出刺目的雷光，那雷光越来越亮，越来越盛，最终将他整个人都淹没其中。莫约10息的时间，江逸晨整个人化作一道青色雷光，身后的青龙虚影与他融为一体，化作一条真正的雷霆巨龙。下一秒，巨龙俯冲而下，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威，朝秦昊轰然砸落。这一击比刚才强了数倍有余。江心瑶喃喃道，虽然他相信秦昊，但看到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击，也不由得为秦昊捏了一把汗。轰！雷光炸裂，大地震颤，以秦昊为中心，方圆100丈之内的一切都在崩碎，直到那几根石柱，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一点事没有。狂暴的雷光席卷四方，所过之处，一切都在泯灭。江心瑶和苏清月两人脸色苍白，眼中满是震撼，仅仅只是抵御余波，就要他两人合力用出全部力量，不敢想想爆炸中心的秦昊面对的又是何等压力。雷光渐渐散去，江逸晨落在巨坑边缘，大口喘着粗气，他使出了120%的力量，这一击对他的消耗极大，可他根本顾不上身体的疲惫，只是一个劲死死地盯着巨坑中心，等待烟尘散去，想要看到秦昊狼狈不堪，甚至重伤垂死的模样。这一击你总没有理由接住吧？江逸晨喃喃自语，只是他没有发现自己的声音中满是忐忑。烟尘渐渐散去，巨坑中心一道身影缓缓浮现，秦昊站在原地，纹丝未动，只是头发凌乱了一些，身上的灰尘多了一些，仅此而已。秦昊弹了弹身上的灰尘，抬头看向江逸晨，就这？江逸晨的嘴角不受控制的抖了抖，这家伙是知道怎么激怒人的，怎么可能？他的实力怎么会如此强大？是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使用了什么防御法宝吗？不然他一个大道残缺时代的修士，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我可是丝毫没有留手啊！秦昊缓缓飘在空中，嘴角轻扬，2招了，还有1招，你还有别的手段吗？江逸晨死死盯着秦昊，眼中的难以置信无法掩饰，这家伙是怪物吗？怎么这么强？看来也只有如此了。姐！江逸晨大喝一声，他的气息骤然暴涨，不再是压制后的炼虚境，而是他原本的合体境。他放开修为了，卑鄙！刚才还说什么自己同境界无敌呢？有能耐继续和秦昊同境界一战啊！秦昊身后的江心瑶和苏清月两女为秦昊打抱不平，江逸晨却不管不顾，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打败秦昊。要是今日无法将之击败，秦昊会成为自己心魔的。他要赢！青龙擎天爪！他暴喝一声，右手猛地探出，刹那间，江逸晨的右手开始疯狂扭曲，皮肤表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青色龙鳞，五指化作锋利的龙爪，指甲闪烁着冰冷的寒光。他的整条手臂彻底融化，一股远比之前更加恐怖的龙威从那只龙爪中弥漫而出。可是秦昊脸色依然平静如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混蛋，你那是什么眼神？瞧不起我吗？
江一晨双腿奋力一跃，拉近与秦昊之间的距离。轰！龙爪狠狠抓在秦昊的胸口，狂暴的灵力炸裂开来，冲击波席卷四周。当一声沉闷的金铁交鸣声响起，如同黄钟大吕，震得人耳膜生疼。江一晨的瞳孔骤然收缩，眼神中满是骇然的神情。秦昊的衣袍被他撕开了几道口子，露出下面白皙的肌肤。自己放开修为的全力一击，在秦昊的皮肤上竟然连一道白痕都没有留下。这一次，江一晨看得真真切切，没有灵力护罩，没有法宝光芒，没有任何防御手段。秦昊就那样站着，用他的肉身硬生生扛住了自己放开修为后的全力一击。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可怕的肉身力量？江一晨喃喃自语，以他和体境的修为的全力一击，足以抓碎寻常灵气，可此刻竟然连秦昊的皮肤都抓不破。江一晨猛地抬起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秦昊，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恐惧。他自认为自己也算是引领一个时代的天骄，他交手的天骄不计其数，其中也有不少体修天骄，可他从没见过有人能将肉身修炼到秦昊这种程度的。江一晨感觉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认知。江一晨哪里知道，秦昊身负6双重瞳本源、先天道体、天皇神体、9转轮回至尊体、7窍玲珑心、万灵体、琉璃瞳、静心骨，在这些体质的滋养下，秦昊的肉身力量比传说中的神兽还要恐怖，而且他还经历过系统实心奖励星辰断体台的淬炼。不夸张地说，同境界之中，秦昊不用灵力，只靠强横的肉身力量就能横推一切。秦昊低头看了眼扣在自己胸前的龙爪，又抬头看向江一晨，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3招已过，接下来到我了。江一晨浑身一颤，眼中的惊慌再也无法掩饰，他猛地收回龙爪，踉跄后退了几步。且慢，我不打了。秦昊给江一晨的压迫感太强了，自己用尽浑身解数，竟然连对方的肉身防御都无法破除，这还打个鸡毛啊！打下去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他索性认输，是我输了，兄弟，是我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说起来，我与你无冤无仇，不过是意气用事，此事就此接过。当我江一晨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得上我的地方开口就行，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能帮就帮。见识到秦昊的力量后，江一晨生出了结交的念头，如此天骄不能与之为敌，只能结交讨好。说完，江一晨朝秦昊行了一礼，然后转身便要离开。见状，秦昊乐了，不是你酷酷一顿输出，打完了就想跑？天底下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江一晨刚走出一步，秦昊的声音便响起，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给我站住！江一晨的脚步僵在原地，他缓缓转过身，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还想怎样？我都认输了。闻言，秦昊不禁嗤笑一声，认输？打都打完了，你和我说认输？你没忘吧？我说过的，3招之后既分高下，也决生死。秦昊向前走出一步，江一晨下意识后退一步。现在轮到我了。秦昊的声音很平静，却让江一晨浑身汗毛倒竖。你敢杀我？我可是江家第2祖之子，你若杀我，江家不会放过你的。秦昊嗤笑一声，先帝之子吗？谁不是呢？话音落下，秦昊动了，没有动用任何灵力，只是简简单单一拳轰出。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拳，给江一晨的感觉却像是一座太古神山朝他轰然砸落。江一晨想要躲开，可秦昊的速度太快，江一晨只是刚萌生出要躲避的念头，下一秒，秦昊的拳头就已经砸在了江一晨的胸口。砰！被秦昊砸中一拳，江一晨的身体轰然炸开，化作漫天血雾，只留下一枚暗淡的元神飘在半空中，瑟瑟发抖。好强！江一晨心中震惊，看向秦昊的眼神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他修的是近乎完整的大道，而且还身负青龙神体，并且修为也高出秦昊一个大境界。可即便如此，秦昊这个怪物仅用一拳便轰碎了自己的肉身，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他使用了肉身的力量，要是配合上灵力，秦昊的一拳能有多大的威力，江一晨简直不敢想。江一晨的元神剧烈震颤，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要遁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的元神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天际疯狂逃窜。然而就在江一晨逃出不到100丈的时候，一股恐怖的威压从身后席卷而来，让他举步维艰。江一晨回头望去，然后他的元神便彻底凝固在原地。他看到了一双眼睛，秦昊的重瞳深邃如渊，仿佛蕴含着开天辟地之初的混沌之力，又像是2轮黑洞，能够吞噬世间万物。更可怕的是，那双重瞳之中还有日月星辰流转，万千大道轰鸣。这是众瞳！江一晨失声惊呼。他不是没见过众瞳者，他那个时代也曾出现过几位众瞳者，每一个都是威震一方的天骄。他曾与其中一人交过手，虽然那一战他侥幸胜了1招半式，但他对众瞳的威力记忆犹新。可是此刻面对秦昊的众瞳，他忽然发现自己曾与之交手的众瞳者，他的众瞳与秦昊的相比，简直就是萤火之于皓月。直视这双重瞳，江一晨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蝼蚁，被9天之上的神龙给盯上了，除了瑟瑟发抖，什么也做不了。在那双重瞳中，江一晨看到了自己的元神倒影，是那么的渺小、卑微，不堪一击。
秦昊一步步朝着江逸晨逼近，秦昊每踏出一步，江逸晨都感觉像是一记重锤敲在自己的心头，让他震颤不已。不，你不要过来，我认输了，我已经认输了。说完，江逸晨催动神识对传音玉佩大喊：“爹，救我！”话音落下，江逸晨用神识包裹的传音玉佩骤然炸裂，紧接着一道恐怖至极的威压从碎裂的玉佩中轰然爆发，那威压之强，瞬间让天地变色。原本晴朗的天空，刹那间乌云密布，雷霆滚滚，方圆千里的灵气疯狂涌动，在江逸晨的元神上空凝聚成一道巨大的虚影。那虚影身穿地袍，头戴地冠，面容与江逸晨又几分相似，却多了无尽的威严与沧桑。他的一双眸子如同两轮大日，俯瞰着下方的一切。这便是江家第二祖江悟道。见对方搬出先帝，秦昊不甘示弱，当即就要朝天空大喊：“秦无涯，便宜老爹可是补全了完整大道的先帝，对付这江家第二祖，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是刚要开口，秦昊便发现自己动不了，连张嘴说话都无法做到。秦昊心中凛然，定是这老匹夫对自己施加了禁制。秦家的小娃娃，此事就此作罢。这一把98道地纹的地兵当作玩冒失的赔礼。江悟道的虚影开口，声音如9天神雷，震得整片天地都在颤抖。不一会儿，一把仅差1道地纹便能晋升极道地兵的长枪出现在秦昊的脚下。秦昊连眼睛都动不了，只能跟发呆一样站在原地。我的这个解决方案，你意下如何？听着江悟道的问话，秦昊眼角不受控制的抽了抽。哟，问我意见呢？你允许我开口了吗？不说话，你不说话，那我就当你同意了。江悟道的虚影说完，也不管秦昊能不能开口，大手一挥，便卷起江逸晨的元神，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了。那股恐怖的威压也随之散去，秦昊依旧站在原地，无法动弹。那股恐怖的威压散去后，江心瑶和苏清月同时冲到秦昊身边。秦昊，你没事吧？江心瑶满脸担忧，上下打量着秦昊。苏清月虽没有说话，但那双清冷的眸子里也满是关切。然而秦昊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没有回应，没有表情，甚至连眼珠子都没转一下。江心瑶被这样的秦昊给吓了一跳，她双手捧着秦昊的脸，语气满是慌张：“秦昊，你怎么了？别吓我！”秦昊依旧没有反应。江心瑶伸出手在秦昊面前晃了晃，秦昊的眼睛连眨都没眨。一旁的苏清月眉头微皱，她伸手搭在秦昊的手腕上，探入一丝灵力。片刻后，苏清月收回手：“心瑶姐，放心吧，秦昊没事，他应该是被下了禁制，无法动弹。”听到苏清月的解释后，江心瑶长舒一口气：“这样啊，没事就行，吓我一跳。”说着，两女的视线交织在一起，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江心瑶的眼珠子转了转，嘴角慢慢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她凑到秦昊面前，伸手捏了捏秦昊的脸。秦昊依旧面无表情，像个雕塑。虽然秦昊不能动，但是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他还是一清二楚的察觉到江心瑶的动作。秦昊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大傻瑶，你要干什么？江心瑶绕着秦昊转了一圈，上上下下打量着秦昊，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清月，你看，他现在完全动不了了。苏清月点了点头，我在秦昊体内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法则之力，想来是刚才那位大人留下的。只要这个力量还在，秦昊应该都动不了。听到这话，江心瑶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嘿嘿，也就是说，他现在只能任由我们摆布了呗。苏清月沉默2秒，然后缓缓开口：“心瑶姐，你想干嘛？”江心瑶瞥了眼苏清月，凑到其耳边小声道：“别告诉我你不想干。”苏清月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这不好吧？苏清月小声说着，眼睛却忍不住往秦昊身上瞟。有什么不好的？他有多招女人喜欢这你是知道的吧？我们若是不能早点将他拿下，那以后在他心里的地位……听到江心瑶这么说后，苏清月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她走到秦昊跟前，将手伸进秦昊的大衣内摸索着。至于江心瑶，则是伸手去解秦昊的衣带。秦昊心中一阵无言，这两个人还真是一个比一个能折腾。江心瑶的手已经解开了秦昊的第一根衣带。秦昊啊秦昊，想不到你会这般落到我手里。他笑得像个偷到鸡的小狐狸。苏清月红着脸，却也伸手帮秦昊解开了第2根衣带。就在两人要将秦昊的大衣褪去时，一双手揽住了两个人的腰肢。两人浑身一僵，抬头看西奥昂秦昊，却对上秦昊那双带着笑意的眼睛：“你们两个胆子不小啊，竟然敢趁人之危啊！你怎么就恢复了？”江心瑶的脸上满是失落，该死，就差那么一点。苏清月抬起头，清冷的眸子里同样带着遗憾。看到两人这个模样，秦昊轻笑一声，将两人抱得更紧了。等回去再慢慢收拾你们两个，现在还是先探查一下此处秘境吧。目前的3界9天，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但给秦昊一种暗流涌动的感觉。各大势力将本来沉睡的古代天骄们苏醒，就是一大证明。秦昊隐隐感觉，或许即将会有一场席卷整个3界9天的大动荡。所以秦昊现在迫切的想要找到柳如烟，抱紧老婆大腿，90先帝，完整大道，一人杀穿一域。单这几个名号，柳如烟给秦昊的安全感可比秦家大多了。江心瑶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眨了眨，然后有些期待的询问：“你要怎么收拾我们？”
秦昊轻笑着摇了摇头，哟，他还期待上了。凑到江心瑶的耳边，秦昊轻轻咬了口他那粉嫩的耳垂，柔声道：“当然是用爱了。”江心瑶的耳根瞬间红透，整个人像是被点了穴一样僵在原地。用爱，他喃喃重复着这2个字，脑子里一片空白。苏清月低着头，轻轻拉了拉秦昊的衣袖，红着脸不敢去看秦昊。那我呢？秦昊轻轻一笑，将苏清月揽入怀中。一样。秦昊瞧见2人害羞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哈哈，你们2个刚才不是挺能的吗？还想趁人之危将我就地正法呢，怎么现在倒是害羞了？2人红着脸低着头没有说话。秦昊伸手捏了捏2人滚烫的小脸，然后询问道：“对了，我记得1个月前你们就说一起来这处遗迹历练，这都过去1个月了，还没历练完，还是说你们在这秘境之中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一听这话，江心瑶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她连忙说道：“没错，这个遗迹好奇怪啊，就好像是有人专门为我和清月2个人留下的一样。”秦昊眉头挑了挑，轻声问道：“为什么这么说？”江心瑶牵起秦昊的手，迫不及待地朝遗迹深处走去。“你跟我来。”秦昊跟着江心瑶一路来到遗迹最深处，这里有3根大石柱。秦昊有些不解地看了眼面前的3根石柱，问道：“这3根柱子有什么特殊的吗？”江心瑶得意地笑了笑：“是吧？连你的仲童也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吧？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当时进入这座遗迹的可不仅仅只有我和清月，还有好多人呢。”来到这遗迹深处，见这里有3根石柱，他们对着这石柱可是好一顿研究，可是什么都研究不出来。说着，江心瑶走到其中1根石柱面前，将手搭了上去。随着江心瑶的手掌贴上石柱，一股古老而威严的气息骤然从石柱中苏醒，石柱之上燃起熊熊烈焰，火焰冲天而起，在石柱上空凝聚成一道巨大的虚影，一头展翅翱翔的天皇。与此同时，一股玄妙的法则之力从石柱中涌出，顺着江心瑶的手臂流入她的体内。这根石柱里面的法则之力完美契合我的天皇神体，那一根完美契合清月的先天道体，很神奇，就好像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样。不过当时我和清月想把这根柱子带走，可是怎么也无法动其分毫。瞧见江心瑶那一脸苦恼的模样，秦昊轻轻一笑：“你当然带不走了，他在等我呢。”“等你？”江心瑶愣了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眨了眨。苏清月也抬起头，清冷的眸子里满是好奇。秦昊没有说话，而是迈步走向中间的石柱。秦昊伸出手，轻轻搭在石柱之上，刹那间天地色变，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从石柱中轰然爆发。这股气息之强，让人感觉仿佛是末世降临。江心瑶和苏清月2人被这股气息震得连连后退，好可怕的威压！这是什么？2女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秦昊，却见秦昊跟个没事人一样。他面前的石柱纹路越来越亮，最终化作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光柱之中，一道虚影缓缓凝聚，那是一个女子的身影。她身着素衣，青丝如瀑，面容清冷绝美。看到此人的刹那，江心瑶和苏清月心中不禁生出一股危机感。好漂亮的女人！就在2女心中涌起无数疑问时，那道虚影动了，她缓缓飘落，青丝飞舞，犹如9天玄女落入凡尘。她飘到秦昊面前，轻轻依偎进秦昊的怀里。“我好想你啊！”秦昊低头看着怀中的虚影，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容。“我也想你啊，如烟。”江心瑶、苏清月2女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什么情况？太肆无忌惮了吧？太目中无人了吧？他们2个还在这里呢，你就这么肆无忌惮的和其他女人卿卿我我？等等，秦昊叫这女人什么？如烟？难道说这个如同温顺小猫一样依偎在秦昊怀里的女人是传说中的那位一人杀穿异域的灭绝仙子柳如烟？可是这灭绝仙子不是仙古时代的人吗？距今都不知过去多少个纪元了，秦昊怎么和这种传说中的大人物有瓜葛？就在江心瑶和苏清月好奇地打量着柳如烟的时候，柳如烟从秦昊怀里微微抬头，那双深邃如星空的眸子看向江心瑶和苏清月。柳如烟目光平静如水，却让2女莫名感到一丝压力。天皇神体、先天道体都是万中无一的绝佳体质，只是你们的修为太弱了，对大道的感悟太浅薄了。就你们这样，以后别说帮到秦昊了，就连自保都是问题。江心瑶抬起头，眼中闪过嫉妒和倔强。我们自然有觉悟，只是我们都是秦昊的人，凭什么你一副说教的姿态？江心瑶撅着嘴，一脸的不服气。她可不能被柳如烟管着，她有一颗想要当老大的心。今天被管着了，那以后自己不就低柳如烟一头了吗？面对江心瑶的质问，柳如烟轻轻一笑，然后往秦昊怀里又靠了靠。凭什么？柳如烟抬起头，在秦昊唇上轻轻一吻，然后看向江心瑶和苏清月，脸上满是挑衅的神情。就凭我是第一个拿下他的人，按先来后到，你们得叫我姐姐。此话一出，江心瑶和苏清月2人唰的一下看向秦昊。你给了？秦昊被2女盯得有些发毛，干笑2声道：“他非要你就给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还以为……”柳如烟的虚影靠在秦昊怀里，看着江心瑶这副模样，忍不住笑道：“还以为自己会是第一个。”江心瑶涨红了脸，眼神充满敌意的盯着柳如烟。柳如烟轻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大手一挥，
那完美契合天皇神体和先天道体的石柱分别飞进江心瑶和苏清月的体内。这2根石柱是我特意为你们2人打造的，它可以补全你们修炼的大道。说完这句话，柳如烟留下的这道虚影变得有些虚幻了几分。见状，秦昊连忙抓起柳如烟的小手，轻声问道：“如烟，虚影都留下来了，我该去哪里找到你？你就直接告诉我吧。”柳如烟反握住秦昊的手，那双漂亮的眼眸中满是柔情。只见柳如烟抬起手，食指在虚空轻轻一点，她的指尖凝固出一点光芒，那光芒越来越亮，最终化作一道玄妙的符文。符文缓缓飘落，印在秦昊的手背上。秦昊只觉得手背微微一热，指头看去，只见一道金色的印记缓缓浮现，但很快就隐入皮肤之下，消失不见了。这是……秦昊抬起头看向柳如烟，柳如烟轻声说道：“仙谷战场，日后仙谷战场开启，你可凭借此印记在仙谷战场找到我。”柳如烟看着秦昊皱起的眉头，轻轻抬手抚平他眉间的褶皱：“放心，我没事，只是出不来而已。”说着，柳如烟捧起秦昊的脸，在虚影逐渐消散前留下一句：“我等你哦。”秦昊站在原地，望着柳如烟刚刚站着的位置，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那里金色印记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存在过。但秦昊知道，他就在那里，柳如烟也在等着他去仙谷战场。仙谷战场便是仙谷末期柳如烟率领3界9天的修士与异域决一死战的地方。它并不属于3界9天，而是一片独立的特殊空间，那里残留着无数大能的怨念，无数恐怖的禁制，还有扭曲的法则，甚至其中一些大能虽死，但其怨念和执念化作恐怖杀机，操控着大能的尸骸，进行着无休止的杀戮。曾经就有一尊仙帝的尸骸从仙谷战场杀了出来，在3界9天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后来唯独避免诸如此类的事件再次发生，各大势力联手将仙谷战场与3界9天的通道给锁死了。靠我自己的话，短时间是不可能去仙谷战场了。回去问问老爹，他现在都补全大道，而且还拥有无上道气。要是他愿意帮忙的话，去仙谷战场找到如烟就很简单了。秦昊倒不怕秦无涯不答应自己的请求，不答应，嘿嘿，那自己可得收回9节剑的使用权了。秦昊，江心瑶冲上来，一把抓住秦昊的手臂，那一双大眼睛里面满是委屈。秦昊顺势将他揽入怀中，轻声问道：“怎么了这是？”江心瑶抱住秦昊脖颈，在他脖子上用力咬了一口。既然第一没有希望了，那第二总可以吧？秦昊汗颜：“第二，他现在就待在秦家呢。”你说什么？江心瑶身子一僵，看向秦昊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第一没希望了，第二也被人给抢了。秦昊轻笑2声，开口道：“这种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能控制的。”江心瑶气鼓鼓地看着秦昊，语气充满了委屈。那第三呢？第三不会也被人给占了吧？秦昊耸了耸肩，那倒没有，老三的位置还缺着呢。此话一出，江心瑶眼前一亮，他一把抓住秦昊，既然还没有，那我就来当第3个。不行，为什么？江心瑶不解，但更多的是委屈，别人都可以，为什么自己不行？秦昊朝一旁的苏清月看了眼，江心瑶瞬间明了，他转身将苏清月给拉了过来，那就并列第3。哦，秦昊挑了挑眉，倒也不是不行。苏清月红着脸，低着头，轻声道：“我可以的。”半个月后，遗迹深处的一座石室内，一切终于恢复了平静。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去找一个人。算时间，都又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夏灵溪那边依旧没有反馈给秦昊任何神通，这让秦昊不由得有些困惑。他要去看看那个小傻瓜究竟在干嘛。然而，听到这话的江心瑶和苏清月却是浑身一僵。不是吧？又要走？找谁？又是哪里的野女人吧？江心瑶鼓着脸，脸上满是不平衡。玩完了就要走，太不负责任了吧？没错，秦昊直接点头承认了下来。江心瑶沉默了，她看着秦昊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心虚，没有躲闪，只有坦然和真诚。见状，江心瑶不由得叹了口气。算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多一个少一个的也无所谓了。江心瑶幽怨地瞪了眼秦昊，然后冷哼一声：“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要去找他可以，但是必须带上我们。”一旁的苏清月也睁开眼睛，轻轻点了点头：“没错。”秦昊微微一愣，然后便点头答应了下来：“行吧。”秦昊主要觉得两人刚彻底成为自己的人，自己拍拍屁股走人的确有点不像话。既然两人愿意跟着，那就让他们跟着吧。反正夏灵溪也不是新客户，不用担心会影响订单评级。得到秦昊的同意后，两女一左一右搂着他的胳膊，眼神中满满的都是占有欲。秦昊催动玉佩，空间法则将3人包裹住，眼见景色不断变换。等到平稳下来后，秦昊和两人便来到了南域天剑宗。江心瑶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周围，倒是苏清月身子绷得极紧，手指下意识地攥住秦昊的衣袖，那双平日里清冷淡然的眼眸，此刻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清月察觉到苏清月异样的秦昊扭头看向他，轻轻呼唤了一声。苏清月没有应声，他的目光越过山门，紧紧地盯着那高耸入云的剑锋。南域这2个字在他舌尖滚过，却怎么也吐不出来。他也是南域的人，没遇到秦昊之前，天剑宗对他来说是天上云山中月，
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他一个偏远小镇家族，被父亲用来讨好城主的人，连靠近天剑宗的资格都没有。可是现在，自卑、仰望的情绪已烟消云散，这些改变都是秦昊带给他的。苏清月主动牵起秦昊的手，眉宇间竟难得的露出一丝俏皮。不是要去找你的野女人吗？走吧，让我和星瑶姐好好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让我们的弟子大人不远万里来找她。秦昊无奈的捏了捏苏清月的小脸，什么野女人啊，朋友而已啦。说着，秦昊带着两人来到天剑宗的山门。守在山门前的2名天剑宗弟子原本在闲聊，感应到有人靠近，他们下意识抬头，然后两人就愣住了。为首的男子一袭玄衣，明明就站在他们不远处，却让人感觉像是隔着万丈深渊，看不清摸不透。当然，最让两人瞩目的还是秦昊身边跟着的2名女子，一个娇俏灵动，一个清冷出尘，皆是世间罕见的角色。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挖了。秦昊的声音不大，却让两人心中生出一股难以抵挡的寒意，他们浑身血液都仿佛凝固了，脊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两人深深知道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他们连忙朝秦昊行礼，前辈多有得罪，还请见谅，不知前辈来我天剑宗有何贵干？秦昊摆了摆手，示意两人不必多礼。我要见夏灵溪，他还有个哥哥夏阳，都加入了你们天剑宗的。此话一出，两人的脸色瞬间变了。2个天剑宗弟子对视一眼，然后交换了一下眼神。秦昊将两人的反应看在眼里，眉头微皱，怎么有问题？其中一人面露难色，犹豫片刻后咬牙道：回禀前辈，夏灵溪师妹此刻正在后山禁地闭关，掌门有令，任何人不得打扰。晚辈斗胆一问，前辈与夏灵溪是？秦昊冷哼一声，我与他什么关系？轮得到跟你们汇报？话音落下，2名守山弟子只觉得一股无形的威压扑面而来，他们两人双腿一软，被震得当场跪下。咕嘟，两人不敢看秦昊，只是艰难地咽了口水。前辈，您实力很强，可这里是天剑宗，南域第一宗门，您确定要在天剑宗的地盘上闹事吗？闹事？就这天剑宗也能让我来闹？我就是把你们这宗门给掀了，你们宗主也得夸我掀得好。把宗门掀了，宗主还得夸他掀得好。2名守山弟子听到这话，眼底闪过一丝荒谬的神色。开什么玩笑？他们天剑宗立宗万年，是南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宗门，凭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宗主。他们宗主秦元清可是南域第一强者，打遍南域无敌手。这家伙是谁啊？竟然敢口出如此狂言！还不等两人细细琢磨，却听秦昊对着天剑宗大喊道：秦元清，你一个分支，还要本弟子去见你吗？秦昊的声音裹挟着灵力，传遍整个天剑宗。山门内，无数弟子长老在这一刻齐齐抬头，面露惊骇之色。是谁？竟敢直呼掌门名讳，还说什么分支？弟子的什么分支？然而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天剑宗深处那座宗主闭关的密室之中，一道青袍身影猛地睁开眼睛。秦元清瞳孔缩了缩，眼眸深处是无边的惊骇与恐惧。弟子，主家的弟子大人怎么亲临他这小小的天剑宗呢？是为了前段时间拜入天剑宗的那个七窍玲珑心的觉醒者吗？难道弟子大人都知道了？这下完蛋了！秦元清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他猛地从蒲团上弹起，甚至顾不上收敛周身紊乱的气息，整个人化作一道青光，疯了一般朝山门方向冲去。一路上有长老想要上前询问，却只看到自家掌门那张惊慌失措的脸。掌门，您让开，莫要挡我！秦元清一把挥开挡路的长老，那失态的模样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这还是平日里那个威严深重、喜怒不形于色的掌门大人吗？山门前，2名守山弟子还跪在地上，听到秦昊的那声呼喊，他们下意识抬头，却看到了此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只见一道狼狈到极点的身影，跌跌撞撞从天际冲了下来，落地的时候因为太慌张，甚至没站稳，踉跄了一下。两人定睛一看，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那打遍南域无敌手的掌门大人。两人心中掀起一阵惊涛骇浪，实在是无法将面前这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额头还挂着冷汗的人与平日里那个威严无比、仿佛能掌控一切的掌门大人联系在一起。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更让两人怀疑人生。秦元清落地之后，看都没看两人一眼，而是快步走到那玄衣青年身前，紧接着在两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秦元清一撩衣袍，单膝跪地。分知秦元清，不知弟子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弟子大人降罪。秦元清声音洪亮，却带着明显的颤抖。他跪在地上，脊背僵直，额头上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却不敢伸手去擦。他也是荒古秦家的人，不过是分支，因为秦家竞争压力太大，他索性离开秦家，来到外界创立自己的势力。虽然他现在有着南域第一强者的称号，而且成立的天剑宗还是南域第一宗门，可他很清楚，自己和天剑宗在秦家嫡系的眼里，连个蚂蚁窝都算不上。这位小祖宗来南域所为何事？他这小小的天剑宗有什么事情值得弟子大人亲临？唯一的可能，也就是之前那个七窍玲珑心的觉醒者了。想到这里，秦元清心里咯噔一下，早来晚来都行，偏偏这个时候来，这可让他如何交差啊？在看到自家无敌南域的宗主在秦昊面前如此卑躬屈膝时，2名守山弟子脑子在这一刻彻底死机了。
弟子大人，3界9天能有如此称呼的，无一例外都是先帝之子。宗主名为秦元清，姓秦，所以眼前这个俊朗的过分的年轻人，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荒古秦家的弟子吗？他们忽然想起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你确定要在天剑宗的地盘上闹事吗？一时间，两人只觉得天旋地转，恨不得当场晕过去。你有这身份，那却是就算把天剑宗给掀了，宗主都得问你掀的尽不尽心。秦昊低头看着跪在面前的秦元清，神色淡淡，既没有叫他起来，也没有发怒，只是静静地看着。秦元清被秦昊看得心里直发慌，但却不敢有任何动作。良久，秦昊才缓缓开口：“起来吧。”秦元清如蒙大赦，连忙起身，但却不敢在秦昊面前站直身子。他一直保持躬身的姿态，陪着笑脸。弟子大人远道而来，某有失远迎，实在该死。不知弟子大人此来有何吩咐？秦昊看了眼秦元清，微微皱了皱眉：“我来干什么？”他会猜不到。秦昊没接秦元清的话茬，而是问道：“之前受我引荐来到你们宗门修行的夏灵溪在哪儿？带我去见他。”秦元清心头一紧，脸上却不敢露出半分异样。回弟子，暂时要见他，恐怕是见不到了。那夏灵溪此刻正在闭关修炼。闭关修炼？听到这话，秦昊眉头皱得更紧了。闭关修炼自己为何没有得到任何神通反馈？小傻瓜，虽然人傻了点，但是拥有七窍玲珑心的他，修炼起来应该不傻吧？想到这里，秦昊将手搭在秦元清的肩膀上，嘴角勾起一抹寒冷的笑意。秦元清，骗我是什么后果？我想不用我说，你自己应该也很清楚吧？秦昊声音很轻，但落在秦元清的耳中，却如同9天惊雷在脑海中炸响。他身子一僵，只觉得那只踏在自己肩上的手，仿佛有1000万斤重，压得他脊梁骨都在咯咯作响。更可怕的是秦昊的眼神平静淡然，可越是这样，秦元清越感觉压力爆大。此刻的他不再心存任何侥幸，弟子大人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才会特意来到天剑宗的。秦元清咬了咬牙，终于一狠心，双膝一软，再次跪了下去。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单膝跪地，而是双膝。弟子大人恕罪，我不敢隐瞒，都是我办事不力。您引荐的那个夏灵溪，他失踪了。失踪了？秦昊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失踪？秦元清不敢抬头，只能硬着头皮解释道：回弟子大人，1个月前，那夏灵溪误入后山断魂崖，然后就没了踪迹。我已经命人全力搜索了，活要见人，死要见。秦昊深深地看了眼秦元清，所以他已经失踪了1个月，而你们至今也没找到他，对吗？秦元清哑口无言，只能将头埋得更深，还望弟子大人恕罪。断魂崖。秦昊身后一直沉默的苏清月忽然开口，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凝重。秦昊转头看向他，轻声询问道：你听说过这个地方？苏清月点了点头，听说过。南域断魂崖，据说上古时期曾有一位仙王级别的大能陨落于此，那位仙王死前布下禁制，自此以后，断魂崖变成了一处绝地。闻言，秦元清连忙点头附和：这位姑娘说的不错，我之所以将天剑宗建立于断魂崖旁，就是想着越是危险的地方，机缘越大，说不定门中弟子有人能得到传说中的那尊仙王的传承。可是那断魂崖崖底的煞气很恐怖，寻常修士沾之即死，即便是我有着仙人境的修为，也无法在其中待上超过1个时辰的时间。听完秦元清的话后，秦昊轻轻点了点头，心中暗自猜测，说不定夏灵溪傻人有傻福，机缘巧合下得到传承了。这般想着，秦昊对秦元清说道：带我去断魂崖看看。闻听此言，秦元清脸色骤变，他连忙行礼道：弟子大人，使不得啊，那断魂崖太过凶险，您身份尊贵，万一出了什么差池，元清万死难辞其咎。秦昊瞥了眼秦元清，淡淡开口道：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仙王遗迹罢了，本弟子逼他锋芒，尽管带路。秦元清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但对上秦昊那双平静的眼睛，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得，劝不住，还是老老实实带路吧。一行人腾空而起，朝天剑宗后方飞去。断魂崖距离天剑宗本就不远，以几人的速度，不过半盏茶的时间就到了。秦昊站在崖边，看着崖底的景色，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崖底煞气逼人，带着某种诡异的力量，多看2眼就让人觉得心神不宁。崖下云雾翻涌，深不见底，风穿过峡谷的呜咽声如同鬼哭。秦元清站在秦昊身后，指着崖下说道：弟子大人，这便是断魂崖。按照夏灵溪的哥哥夏阳所说，夏灵溪进入天剑宗后就一直喃喃自语，崖底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就在他加入天剑宗的第7天，他便失踪了。我命人寻遍了，都没能找到他的踪迹，因此我推测他极有可能是进入这断魂崖了。说着，秦元清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秦昊的脸色，斟酌着开口：弟子大人，恕我斗胆一句，这断魂崖的煞气当真是非同小可，即便是我这样的仙人境修士，下去之前也要做足准备，不妨让我去准备一些辟煞丹、法阵和法宝来护体，再下去我倒是无所谓，可弟子大人您是万金之躯，容不得半点闪失。秦元清话还没说完，便被秦昊抬手打断：用不着这么麻烦。说完，秦昊手一翻，下一秒
一面通体漆黑的旗帜就出现在他手中。秦昊随手将噬魂幡往地上一插，旗面无风自动，那崖底的煞气像是找到了归宿一样，争先恐后的涌来。我这噬魂幡最喜欢的就是灵魂，第二嘛，便是这样的煞气，我还嫌这里的煞气不够多呢。随着噬魂幡的出现，秦元清感觉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就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他瞥了眼噬魂幡，当看到上面印刻的99道地纹，心中不由得一惊，是极道地兵。寻常仙王大能有一柄地兵都不错了，可弟子大人随手一掏就是这等级别的至宝。有弟子大人您的极道地兵，以现在的速度，最多6个时辰便能将这些煞气全部吞噬殆尽。崖底无尽的黑暗之中，夏灵溪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眼神中满是惊慌。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只记得自己原本在院子里修炼的好好的，突然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想要催动秦昊留在他身上的灵魂烙印来求救，那是那道声音的主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将他体内的灵魂烙印给封印住了。不管他如何刺激灵魂烙印，都没有半点反应。来吧，孩子，修无情道，你的七窍玲珑心配合我的无情道，才能发挥到极致，斩断情丝，斩断牵挂，斩断一切，你将获得无上的力量。夏灵溪紧紧捂着耳朵，用力摇头，不要，我才不要修什么无情道。那声音笑了，笑声阴冷刺骨，不要，哈哈，你以为你能拒绝我？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成为本座的传人，修本座的无情道，要么就在这里陪本座永远沉沦。孩子，我不会害你的，你可知道七窍玲珑心天生就是为无情道而生的，七窍全开，七情俱全，只有斩断七情，才能让这颗心真正觉醒。不要为了所谓的感情放弃摆在自己面前的大好机缘。夏灵溪用力摇头，我不要斩断七情，我有喜欢的人，有想见的人，有想要守护的人，我是不会为了所谓的力量而忘记与他们之间的感情的。那道声音沉默了许久，他忽然笑了，那笑声凄厉刺骨，带着无尽的嘲讽和怨毒。喜欢的人，想见的人，想要守护的人，哈哈哈，多么天真的想法！你可知道，本座当年也曾如你这般，为了那个男人，我可以放弃所有。可是当我真的放下一切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背叛了我，亲手将我推进了这万丈深渊。黑暗之中，一道虚影缓缓凝聚，夏灵溪终于看清了对方的真容。女人身穿宫装，3000青丝如瀑布般垂落，五官精致，但是那双眼睛里此刻却满是怨毒与疯狂。孩子，别傻了，这个世界上你能相信的只有自己，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接受我的传承吧，修无情道，斩断情丝，这样你将再也不会受伤，再也不会遭人背叛。夏灵溪往后缩了缩，我不修。再次被拒绝，女人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行，这是你自己选的，我本不想如此的，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那我也只有将你夺舍，借你身躯重生了。听到对方说要夺舍自己，夏灵溪吓得声音都在发抖。你别过来，我警告你，我是天剑宗的弟子，我的师父是天剑宗宗主，他可是南域第1强者，你要是敢动我，他不会放过你的。此话一出，女人非但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反而笑得前仰后合。天剑宗南域第1强者，女人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发出刺耳的笑声，哈哈，莫说是南域了，就是下3天的第1强者，本座又有何惧怕？你的那个什么宗主师傅，撑死了不过仙人境吧？即便本座如今只剩下一道残念，他也依旧连给本座提鞋都不配。陈婉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满是优越感。他是谁？巅峰时期的他可是仙王修士，岂会将这些3天南域的第1强者放在眼里？夏灵溪脸色一白，他咬了咬嘴唇，眼见第一个威胁不管用，他连忙又搬出第2个。我还有秦昊哥哥呢，他来头可大了，连天剑宗掌门都要听他的。他要是知道你夺舍了，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陈婉看着夏灵溪那副又怕又倔的模样，不由得笑了，笑容中带着浓浓的嘲讽与不屑。来头大能有多大？陈婉走到夏灵溪跟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虚幻的脸上满是傲然。小丫头，你知道本座是谁吗？世人称我为月华仙王，年少时我曾在一处秘境中得到仙古时期那位一人独闯异域的灭绝仙子传承，凭借灭绝仙子记名弟子的身份，荒古世家中江家、叶家都与我交好。你的那个秦昊哥哥，他来头再大，能大得过本座？陈婉伸出手，手指点在夏灵溪的额头上。小丫头，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修我的无情道，我会将我毕生所学传授给你。若是你冥顽不灵，那我也只有将你夺舍了。见夏灵溪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却依然不愿改口。陈婉不由得冷哼一声：怎么，你难道还寄希望于你那秦昊哥哥会来救你吗？别傻了，且不说他连站在本座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再就是本座在这崖底留下的煞气，就不是他能抵抗的。话音未落，陈婉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愣住了。不对，他猛地抬头看向上方，那片原本被浓郁煞气笼罩的黑暗，此刻竟然变得稀薄了许多。他所布置的煞气，此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这发生什么了？陈婉脸色变了变，这些煞气是他仙王尸骸所化，与他同根同源，可现在这些煞气正在被什么东西疯狂吞噬，速度快得让他都感到心惊。是什么？
是什么能吞噬我留下的煞气？陈婉喃喃自语，然后加大感知，然后他看到了一面通体漆黑的旗帜，它悬在煞气之中，旗面无风自动，散发着幽幽的黑光。那些凝聚了不知多少万年的煞气，此刻如同遇到了天敌，被旗帜强行吸扯进去。旗杆上99道地纹正闪烁着幽暗的光芒。陈婉的眼睛瞬间瞪得老大，极道地兵，他的声音都在颤抖。曾为仙王的他，当然知道极道地兵意味着什么，那可是连先帝都要心动的至宝。整个3界9天，能拥有极道地兵的，无疑不是站在最顶端的存在。就连他曾使用的，也不过是一把70多道地纹的地兵而已。夏灵溪顺着陈婉的视线看去，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手持是魂幡，踏着稀薄的煞气，一步一步朝崖底走来。秦昊哥哥！夏灵溪激动的直接喊出声。看到秦昊，他心底的恐惧便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狗仗人势的嚣张。听到夏灵溪的声音，陈婉脸色变了变。什么？这人就是这丫头刚才口中的秦昊，姓秦，还手握极道地兵，难道他是荒古秦家的嫡系？就在陈婉思索之际，夏灵溪双手抱胸，下巴微微扬起，小脸上写满了得意。喂，你刚才是不是说我的秦昊哥哥连站在你面前的资格都没有？还有，你还说你是什么月华仙王，认识什么江家叶家，来头特别大，我的秦昊哥哥比不了你是吧？你还说你留下的煞气没人能破，让我别指望有人来救我对吧？说到这里，夏灵溪笑得眉眼弯弯，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扬眉吐气的畅快。你现在仔细看看，你的煞气被谁给收掉了？陈婉脸色青白交加，他在心中暗骂一声小人得志，便不再理会夏灵溪，而是死死地盯着秦昊。秦昊降落到崖底，他随手将噬魂幡往地上一插，然后抬眸，目光淡淡扫过陈婉，最后落到其身后的夏灵溪身上。过来！听到秦昊呼唤自己，夏灵溪立刻就要扑向秦昊的怀抱。陈婉见状，当即冷哼一声：“你敢去一下试试？”被陈婉一下，夏灵溪脚步顿了顿：“秦昊没来你凶我，现在秦昊来了，你还凶我？那秦昊不是白来了吗？过来！”秦昊再次开口，他的一双重瞳盯着陈婉，赫然发现眼前这个女人虚影连神识都不是，只是一道残念。想来这就是秦元清口中陨落于此的仙王了。哦，夏灵溪乖乖应了一声，然后不顾陈婉的阻拦，小跑着来到秦昊身边，然后很自然地躲到了秦昊身后。他探出半个脑袋，朝陈婉做了个鬼脸。陈婉没空搭理他，此刻陈婉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秦昊身上，准确地说是集中在噬魂幡之上。秦昊身上散发的气息不过炼虚境巅峰，即便他只是一道残念，这种级别的修士对他而言也根本不值一提。但极道地兵那就不一样了，而且他能感受得到，这把极道地兵天生是灵魂的克星，对自己这种残念而言，更是有着无与伦比的杀伤力。而且这人一个炼虚境的小修士，能拿出极道地兵这等至宝，背后的势力定非同一般。若是与之发生争斗，引来其背后大人物，自己的这缕残念怕是要彻底消散了。陈婉觉得自己消散了，传承断送是小，可是他手里还有师傅留下的传承，要是断在自己手中了，那他下了黄泉，有何颜面去见师傅？自己之所以能够证到仙王，那都是靠着师傅灭绝仙子积攒下来的人脉。他虽只是记名弟子，但那些顶级势力依旧对他礼遇有加，并且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如果师傅留下的传承在他这里断了，陈婉认为自己就是十死也难辞其咎。陈婉深吸一口气，虚幻的身影缓缓挺直，他的目光从噬魂幡上移开，最后落在秦昊的脸上。年轻人，陈婉开口，声音不再有先前的傲慢，而是带着几分凝重。本座承认，拥有极道地兵在手的你，的确让本座忌惮。但是你要明白，本座毕竟是仙王，虽然只有一道残念，却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秦昊挑了挑眉，没有说话。陈婉继续道：“这丫头，本座要定了，她拥有7窍玲珑心，我手上有一无上传承，与她的7窍玲珑心完美契合。本座一道残念，在此苦等数万年，就是为了替师傅等来一个合适的传人。如今好不容易等到，绝不可能轻易放手。”夏灵溪闻言，连忙拉着秦昊的衣袖，对秦昊说道：“秦昊哥哥，我不要他的传承，他让我修无情道，我才不要修呢，修了就不喜欢你了。修无情道，开什么玩笑？他还得靠着好感值在夏灵溪身上薅羊毛呢。这以后他修了无情道，我还怎么薅羊毛？”秦昊扫了眼陈婉，眼神中透着几分寒意。如果我就是不放手呢？陈婉深深地看了眼秦昊，并没有直接回答秦昊的问题，而是改口道：“不修无情道也没关系，无情道是我自己的道，我可以将我师父的传承交给他。”闻言，夏灵溪连连摇头：“秦昊哥哥，他肯定是骗人的。这种活得越久的人，嘴里越是没有一句真话。”秦昊捏了捏夏灵溪的小脸，轻笑道：“放心，有我在，他就强迫不了你。”陈婉的眼中闪过一抹厉色，但很快被他给压下去了。年轻人，我无意再造杀孽，把这丫头留下，本座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可如果你执意要与我为敌，呵，本座的尸骸就在这崖底深处，只要本座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尸骸中残留的仙王本源，届时不只是天剑宗，就是半个南域都将化为灰烬。你确定要如此吗？你威胁我，
秦昊面无表情，甚至没有多看陈婉一眼，他只是轻轻抬手，将夏灵溪往身后带了带。陈婉沉声道：“年轻人，本座不是在威胁你，只是阐述一个事实。我这道残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若是因你断了我的传承，我宁愿拉着你们一起陪葬。陪葬？区区一道残念，你也配？”太古龙皇法相，秦昊向前迈出一步，轰！一股难以形容的威压骤然从秦昊身上爆发。陈婉整个人如遭雷击，他下意识想要后退，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定在原地，动弹不得。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只蝼蚁突然面对翱翔9天的神龙，不是像，是真的龙。秦昊身后虚空扭曲，一道巨大的虚影缓缓浮现，那是一条通体金黄的龙，龙鳞璀璨，每一片龙鳞上都流淌着古老的地纹。它盘踞在秦昊身后，仿佛从太古洪荒中踏破时空而来，带着碾压一切的威压。龙威浩荡，震慑万灵，魂魄、残念这类存在天生对这种威压没有任何抵抗力。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战力，让陈婉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这股威压怎么会？他究竟是谁？就算他身世显赫，可他总归只是一个炼虚境的修士啊，怎么会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压？咔嚓一声轻响，陈婉低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虚幻身影上出现了一道裂纹，紧接着第2道、第3道，密密麻麻的俩纹如同蛛网般蔓延，孙剑遍布他的整个残念。不好！陈婉心中大惊，他连忙催动自己尸骸中残存的仙王本源，想要从中获得力量来抵御这股威压。然而太古龙皇法相的磅礴威压，仿佛一个无形的牢笼，将他的意念牢牢困住，任凭他如何呼唤，也无法与尸骸建立联系。陈婉心中大骇，这股龙威竟能隔绝他对尸骸的感应。年轻人，是你逼我的，我无意与你及你身后的势力为敌，可如今却是不得不这么做了。陈婉的最初的想法只是想要为自己与师父的传承找个传人，并不想让这个传人以后在3界9天落得一个举步维艰的下场，所以不愿与秦昊为敌。可是现在他都要死了，眼看传承就要断在他的手里，他不得不这么做了。陈婉虚幻的手伸入怀中，缓缓取出一物，那是一根针，通体漆黑，细如牛毛，乍一看毫不起眼。可就在它出现的刹那，整个崖底的温度骤降，就连秦昊身后的太古龙皇法相都微微一顿。这是……秦昊眼中闪过一抹凝重的神色，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能让太古龙皇法相都受到影响的宝物。嘿嘿，此处名为噬魂针，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它虽不是极道地兵，甚至没有任何品级，但却比极道地兵更可怕，因为它杀不死肉身，却能灭杀魂魄。极道地兵再强，也需要主人催动，可这是魂针，一旦祭出，便不死不休。它会锁定目标的魂魄，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无论你有多少护身法宝，它都会穿透一切防御，直击神魂。死在此针之下的仙王就有3位，你一个炼虚境的小修士，能让我祭出此等宝物，足以自傲了。陈婉话音落下，不再犹豫，他的残念剧烈燃烧，催动手中的那根漆黑细针，锁定秦昊。秦昊倒也不慌，下崖底的时候，他提前穿上了虚空地袍，10招内他无敌。萧噬魂针化作一道幽光，快得几乎看不清轨迹，他穿透虚空，直奔秦昊眉心，那里正是神魂所在之处。看到这一幕，陈婉松了口气，噬魂针祭出，这个年轻人彻底没有活路了。然而下一瞬，陈婉的嘴巴张开，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只见那根噬魂针在即将刺入秦昊眉心的刹那骤然停住，它就那么悬停在秦昊面前，针尖微微颤动，发出细微的嗡鸣声。然后噬魂针缓缓围着秦昊转起了圈。这一幕颠覆了陈婉的认知，发生什么了？噬魂针以前不是这样的。噬魂针围着秦昊一圈一圈的转着，陈婉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感觉此刻的噬魂真相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终于见到了亲人一般欢呼雀跃。陈婉不能理解，这噬魂针是他师父传给他的宝物，跟随他数万年，也从没有过如此诡异的举动。他怎么会围着一个陌生人转圈？别说陈婉了，秦昊一时也不能理解发生什么了。这就是噬魂针攻击的手段吗？让人放松警惕，然后再一击毙命。秦昊看着面前这根围着自己转圈的细针，眼中闪过一抹古怪的神色，然后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缓缓抬起右手，噬魂针微微一颤，然后欢快地落进秦昊的掌心，针身轻轻颤动，针尖在他掌心蹭了蹭，那模样竟带着几分亲密。陈婉彻底傻眼了，这怎么可能？这是我的噬魂针啊！陈婉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这根陪伴了自己数万年的细针，还从来没有对自己露出这般神态。在自己身边时，噬魂针就像一件毫无感情的器物，每次使用时该飞就飞，该刺就刺，该回就回，从来没有半点多余的动静。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对一个陌生人撒娇卖萌起来了！混蛋，你究竟使了什么手段？秦昊也是不明所以，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我用手段？天地良心，他自己飞过来的，我可什么都没做。陈婉脸色铁青，虚幻的手掌猛地弹出，想要将噬魂针夺回，可那细针却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兽般，嗖的一下钻进了秦昊的袖口，只露出半截针尖，略有挑衅地对着陈婉，那模样仿佛在说：“你别过来，我有新主人了。”陈婉看到这一幕，差点当场给气晕了过去。你他指着噬魂针，
手指抖得像筛糠，忘恩负义，厚颜无耻的卑鄙小针。秦昊乐了，这人怎么还骂起他自己的法宝来了？秦昊轻笑一声，将噬魂针护在掌心后面。哎，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觉得这针挺好的呀，多懂事，多听话啊。说着，秦昊将噬魂针抛向空中，表演个后空翻。秦昊话音刚落，噬魂针在空中滑微微一顿，然后细针凌空翻转，干脆利落的翻了个360度的后空翻。陈婉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硬是没能吐出半个字来。他看到了什么？这根跟了自己这么久的噬魂针，平时除非必要，否则一动不动的噬魂针居然在翻跟头。陈婉感觉自己的认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再来转个圈。秦昊又开口了，噬魂针立马开始原地转圈，转的那叫一个虎虎生风，转得流光溢彩。转完后还悬停在秦昊面前，针身微微弯曲，那姿态活像一只咬着尾巴等夸奖的狗。秦昊真棒，回来吧。得到秦昊的指令，噬魂针立马藏进秦昊的衣袖中，那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到这一幕，陈婉彻底破防了。他从没想过，一把暗器而已，竟然也有这么丑陋的嘴脸，多谄媚啊，多不知羞耻啊！为了讨好眼前这个年轻人，这噬魂针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啊！陈婉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好自己的心情，然后朝秦昊伸出手，把它还给我。秦昊看了眼藏在自己袖子里面的细针，轻笑道：“还给你。”他慢条斯理地将噬魂针从袖中取出，放在掌心。我就放在这里，有本事你让他自己跟你走啊！陈婉眯着眼睛，神色冰冷地盯着噬魂针，冷哼道：“回来，我才是你的主人。”然而噬魂针在听到陈婉的话后，在秦昊掌心打了个滚，针尖对着陈婉轻轻摇了摇，这模样活像在说：“现在不是了，没良心的东西。”陈婉胸口剧烈起伏，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一直以来信赖的噬魂针给气得不行。你可是师父留给我的，如今竟然为了一个刚见面的陌生人，把我们3万年的情谊抛到脑后，你对得起我，对得起我师父吗？秦昊原本只是抱着看戏的心态，看着陈婉和噬魂针之间的这场闹剧。然而当陈婉提到师父2字时，他心中忽然一动。师父？秦昊可不认为这根噬魂针能莫名对自己产生如此亲密的反应，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联系。等等，他抬手打断陈婉的控诉，然后接着问道：“你说这真是你师父留给你的？你师父是谁？”听到秦昊的问话，陈婉那原本被噬魂针气得扭曲的脸上骤然浮现出一抹骄傲的神色，他挺直了虚幻的身影，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我师父？呵呵，年轻人提起我师父，整个3界9天，但凡有点实力的人，那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的师父便是那位于仙谷末期孤身杀入异域，杀的异域之后整整1个纪元不敢踏足3界9天的灭绝仙子。听到灭绝仙子4个字，秦昊先是一愣，然后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其精彩。他低头看向袖子里的噬魂针，怪不得这东西莫名其妙对自己如此亲密，原来是如烟的东西啊。秦昊又看了看陈婉，这么说来，我还是他的师丈哥。秦昊轻笑一声，当即撤掉仅能继续维持一息的太古龙皇法相，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还是一家人。秦昊这一撤法相，陈婉先是一愣，旋即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他以为秦昊是听到了自己师父的名号后害怕了。年轻人，算你识相。陈婉冷笑一声，既然知道了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东西，那就速速将它归还我。这是魂针，曾是我师父的随身之物，上面缠绕的因果，不是你一个小小炼虚境修士能够承受的。秦昊轻笑摇头，你一口一个你师父，你师父的，可你知不知道你师父和我是什么关系啊？你能和我师父有什么关系？别人还尚有可能，性情的绝无可能，能有什么关系？你的师父是我娘子，论起来，你得称呼我一声师丈。不可能！陈婉脱口而出，语气斩钉截铁，仿佛听到了世间最荒谬的笑话。登徒子，你竟然造我师父的黄谣！什么传承不传承的，我不管了，今天我就要你死！眼见陈婉虚幻的身影猛地暴涨，周身威压如潮水般汹涌而出，秦昊不急不慢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看看这个再说吧。说完，秦昊往流影石里面注入灵力，随着灵力注入，流影石骤然亮起，柔和的光芒在两人之间铺开，化作一幅清晰的画面。画面中是一片静谧的星空，星辰如沙，散落在无尽的夜幕中。星河之下的一块青石上坐着两人，一男一女，男的自然是秦昊。彼时的秦昊脸上带着几分慵懒的笑意，正仰头看着星空。而那个女的，陈婉的呼吸瞬间停滞了，这不正是自己的师父吗？不过好年轻，看样子还是师父很小的时候。柳如烟一袭素白长裙，青丝如瀑，侧脸轮廓绝美如画。她安静地坐在秦昊身旁，身体微微倾斜，将头靠在秦昊肩膀上。很快，秦昊便将流影石给收了起来，后面就少儿不宜了。怎么样，你不会觉得这流影石是我造假的吧？陈婉缓缓抬头看向秦昊的眼神多了几分茫然。难道这人说的是真的？可是陈婉观秦昊的骨龄不过20出头，自己的师父那可是仙古时代的传说人物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好早好早了，机缘巧合下我去到了如烟所在的时代。说到这里，秦昊顿了顿，
他接着说道：“你不过一道残念，方才我完全有能力彻底抹杀你，但是看在如烟的面子上，我还是留手了。”陈婉沉默了。秦昊说的不错，方才那尊太古龙皇发现散发的威压，自然只持续了短短几息，却已经让他的这道残念出现了道道裂纹。若是再持续个10几息，他将彻底消散。你真是我的师丈，穿越回了过去，可为何你还能活着？强大的修士能跨越时间长河，这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跨越的时间越长，天道降下的惩罚也会越恐怖。秦昊不过一个练虚境的修士，没道理能硬抗天道的惩罚呀。见陈婉还是有些不信，秦昊摆了摆手，你不信也没关系，等以后你见到如烟了，有什么想问的去问他吧。此话一出，陈婉脸色骤变，声音都开始有些颤抖。你说什么？师父，他还活着？活着啊，不过他现在被困在仙谷战场，我前几天联系了秦家的高层，想要打开仙谷战场的封印，进去寻找他，只是得到答复，现在还不能解除仙谷战场的封印，不过以后会解开的，到时候我会去找他的。听秦昊说的像模像样的，陈婉心中对秦昊也信了几分。得知师父还活着的消息，陈婉心里由衷的感到高兴，但很快这高兴的情绪就被一股淡淡的忧伤取代。师父还活着，真好，只是我恐怕无法亲眼见到师父了。陈婉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近乎透明的手，声音变得更加低哑。我本就是一道残念，死亡太久，再加上师丈您方才的太古龙皇法相，虽然只持续了几息，却也加速了我的消散。秦昊上下打量了一眼陈婉，然后祭出9转玲珑塔，你这缕残念先到这座塔里带着，我带你回秦家，或许还有机会救活你。陈婉看着悬浮在秦昊手中的9转玲珑塔，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却缓缓摇了摇头。师丈，您的好意，弟子心领了。他抬起自己那双近乎透明的手，我是救不活的，我现在只是一道残念也已。残念和神识不同，神识是修士的意识，哪怕只剩下一缕，我也能复活，可残念只是临死前因为某个放不下的执念而凝聚出的最后一丝念想，没有魂魄本源，甚至连记忆都残缺不全，就别白费力气了。秦昊点了点头，我知道啊，我也没说让你以人的方式活着，我秦家第9祖是以炼气正道的先帝，他应该有办法将你的这缕残念炼成气灵，从今往后你可以以气灵的方式活着。当然了，只是理论上可以，即便是对于残念而言，你也太残缺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哦。真的吗？能以这种方式苟延残喘，于我而言便足够了，就算机会渺茫，我也愿意一试。陈婉脸上露出一抹喜色。秦昊轻轻一笑，然后放大9转玲珑塔，那还不快进来，我这宝塔有聚灵之效，可以维系你的存在。陈婉嗖的一下便飞进了9转玲珑塔，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将自己的尸骸也一并收走。师丈，可以的话，我希望被炼成一具傀儡，用我自己的肉身。秦昊摆摆手，再看吧，首先保证你能活下来再说。对了，如烟给你的传承，你传授给灵犀吧，那本来就是如烟给灵犀准备的。断魂崖边，江心瑶盘腿坐着，双手托腮，望着崖底的方向，眼神悠悠的。苏清月站在他身侧，依旧是那副清冷出尘的模样。两人沉默着，谁也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江心瑶忽然开口：“清月，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坐以待毙？心瑶姐，你什么意思？江心瑶看向崖底，眼中迸发出一道寒芒。还能什么意思？等那个狐狸精来了，咱们得联手给他点颜色瞧瞧，要让他知道咱们这个庞大的队伍里面以后谁是老大。咱们和秦昊可是什么都做了，他一个后来的，总得分清楚主次吧。苏清月抿了抿唇，表情有些犹豫。心瑶姐，这样不好吧？大家都是秦昊的人，我们内斗，秦昊会生气的。江心瑶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放心，我有分寸，不会真把他怎么样的，就是要让他明白明白以后该听谁的。断魂崖边，江心瑶都和苏清月商量好了如何对夏灵犀发难，现在就等着那狐狸精上来了。清月，你脸皮薄，到时候你少说话，态度冷，用气势压住他就行。苏清月点了点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有些犹豫。心瑶姐，真的要这么做吗？当然。江心瑶斩钉截铁，你听我的，不会有错的。话音落下，崖底传来一阵灵力波动。来了！江心瑶立刻挺直腰板，绷紧小脸，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高人姿态。苏清月也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好接近。一道身影从崖底升起，是秦昊，他身后跟着一个娇小的身影，正是夏灵犀。小丫头脸上红扑扑的，眼中还残留着几分兴奋。秦昊落在崖边，便看到江心瑶和苏清月那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他不由得愣了一下。怎么了？江心瑶没有回答秦昊，他的目光越过秦昊，直直地落在夏灵犀身上。他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夏灵犀，长得确实挺可爱的，但也就那样吧，没什么特别。江心瑶正准备按照计划给这丫头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厉害。然而夏灵犀看到两人后，却是眼前一亮，像只欢快的小鸟一样扑了过来。哇，两位姐姐好漂亮啊！江心瑶、苏清月，夏灵犀抓起两人的手，满脸欣喜地说道：“秦昊哥哥说，心瑶姐姐特别活泼开朗，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无聊。说清月姐姐温柔体贴，特别会照顾人，我以后会好好和两位姐姐相处的。”江心瑶准备好的冷脸还没来得及搬出来，
就被这夏灵溪这一通夸赞给砸得晕头转向。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脑子一片空白。而此刻的夏灵溪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握着两人的手，眼睛里满是真诚的小星星。我一直都想要个姐姐，现在好了，一下子有了2个。星瑶姐姐，你的眼睛真好看，像会说话一样。清月姐姐，你气质好好哦，跟画卷里走出来的仙子一样。江心瑶啊，谢谢。江心瑶下意识地回了一句，然后立刻意识到不对，不是，我是要给他下马威的，说好了要在气势上压他一头的，怎么现在自己反倒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江心瑶扭头看向苏清月，发现苏清月那张亲人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她正笑着跟夏灵溪点头示意呢。不行，不能这么下去，我和清月2个人，岂能被他一个人牵着鼻子走？江心瑶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凶狠的模样，她轻咳2声，然后用力捏了捏苏清月的小手，给了个眼神，别忘了我们要干嘛。苏清月回过神来，脸上的红晕还没完全褪去，但好歹绷住了表情，重新摆出那副清冷的模样。夏灵溪浑然没有注意到2人的眼神交流，傻乎乎地对江心瑶开口询问道：心瑶姐姐，你怎么咳嗽了？是不是崖底的风太凉了？我给你暖暖。说着，他握住江心瑶的手。江心瑶冷着脸，一把将手给抽了回来。夏灵溪是吧？我和你很熟吗？你套什么近乎？夏灵溪后退了一步，眼神有些茫然和无措。他扭头看向一旁的秦昊，声音带着几分委屈，眼眶微微泛红。秦昊，2位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啊？秦昊看了看夏灵溪这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又看了看江心瑶那故作凶狠却又有些动摇的脸，还有苏清月那副想开口又不知该说什么的纠结表情，心中不禁长叹一声，人多了确实不太好管理，看来得用一些最原始的手段了。最原始的手段往往也是最有效的。秦昊轻笑一声，走上前去，一手揽住江心瑶的腰，另一只手揽住苏清月的肩，然后把2人往自己怀里一带。2女的脸颊瞬间通红，紧接着他又看向夏灵溪，朝他颔首示意：灵溪过来。夏灵溪吸了吸鼻子，乖乖走了过来。秦昊松开一只手，把3个姑娘一起圈在怀里。好了，秦昊满意地点了点头，为了化解你们之间的隔阂，咱们得一起做点爱做的事情了。秦昊此话一出，3个姑娘的脸颊瞬间红透了。秦昊带着3人来到了秦元清准备好的庭院中，此处省略1万字。半个月后，夕阳西斜，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秦昊他们的庭院终于安静了下来。秦昊捏了捏江心瑶滚烫的小脸蛋，以后还敢不敢给我甩脸色了？此刻得到极大满足的江心瑶自然是对秦昊的话言听计从，再也不甩了。以后能不能和他们好好相处？我会和他们好好相处的，你就饶了我吧。江心瑶连连点头，表示自己不会再犯了。一旁的夏灵溪也是连忙表示，我也会好好和姐姐们相处的。秦昊嘴角微扬，还得是最原始的手段管用，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就在这时，脑海中传来一道电子音：您有新的租借订单，是否接收？靠，狗系统，我这边刚完事，你就给我发订单？你这狗东西，不会一直在偷窥吧？切，就够宿主你那几两肉的事情，我才不稀得看呢。订单来了，是否接收？哼，先查看一下新客户的基础信息吧。姓名秦可欣，身份荒古秦家第5组之女。下单诉求：你是个什么废物东西？客户评级：潜力巨大，阴阳神体，当前气运4旦，有成帝之姿，受天地钟爱。看到新客户的身份时，秦昊亚麻呆住了。不是，狗系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兜兜转转，怎么还接到自家人的订单了？搞什么封建糟粕那一套？都什么年代了，又不是直系血亲，隔了800辈子了，怕什么？接不接吧？不接我就取消掉了。接？为什么不接？秦昊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吐出这几个字。哟，狗宿主，刚才你不是还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吗？接起单来，你倒是一点没有犹豫啊。秦昊冷哼一声，盯着下单诉求上你是个什么废物东西几个字咬了咬牙。本来还有些犹豫的，就冲他这句话，我高低的去领教一下他的手段了。连面都没见过，就对我恶言相向，看来我得好好调教他了。啧，你的思想很危险哦，不过我喜欢。定，恭喜宿主接单成功，获得秦可欣同款阴阳神体。系统的提示音刚落，秦昊便感觉体内骤然涌起一股奇异的能量，这股能量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体质融合，它像是从血脉深处苏醒的古老力量。阴阳2气在静脉中盘旋交织，化作一幅黑白相间的太极图，缓缓旋转。秦昊闭上眼睛，内视己身，一双重瞳微微发光，看穿阴阳2气的运行轨迹，先天道体自然而然地接纳了这股新力量，将其融入道运之中。天皇神体传来一阵欢呼的共鸣，涅槃神火与阴阳2气交相辉映，七窍玲珑，心轻轻跳动，七色光芒与太极图融为一体。九转轮回至尊体更是直接开启轮回之力，让阴阳2气在轮回之间轮转不息。就在这时，秦昊丹田深处异变陡生，那一幅缓缓旋转的太极图忽然剧烈震颤起来，阴阳2气不再温和交融，而是开始疯狂旋转。秦昊眉头一皱，他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境界屏障像纸糊的一般被这股狂暴的力量层层撕碎。只要秦昊愿意，随时能踏入合体境，但他没有急着突破，
而是死死压制体内那股狂暴的力量，不让它继续攀升。合体境是真正的与道合真，升级道即真。之前突破境界都是渡小劫，到了合体境就要开始渡大劫了。除了雷劫，还会有磨练心性的红尘劫，那会耗费大量时间。秦昊现在还要去接订单呢，因此只能将修为给压制下去，等完成订单后再去渡劫。足足压制了1个时辰，秦昊体内暴动的灵力这才稳定下来。他缓缓站起身，看向床边的江心瑶3人：“我要回秦家了，你们是继续在外面历练，还是跟我一起回去？”3女互相对视了一眼，江心瑶率先开口道：“我继续在外面历练，感觉在外历练对修行帮助还挺大的。”说着，江心瑶不知想起了什么，满脸通红的看了眼秦昊。虽然和秦昊双修，他修为提升的也挺快的，但秦昊战斗力太强，他想缓一缓。一旁的苏清月附和道：“我也在外历练。”夏灵溪看了看身旁的2人，又看了看秦昊，最后还是选择跟江心瑶他们在一起。相比于江心瑶和苏清月，夏灵溪的想法就复杂多了。终于找到组织了，他要好好和2位姐姐打好关系，形成他们坚不可摧的小团体。这样以后就算有其他人排挤他，也有人帮他说话。不过这就很让秦昊受伤了，不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走，我这么失败的吗？秦昊悠悠地叹了口气：“行吧，那你们就在外面历练吧。心瑶怎么说也是江家弟女，你们跟着她，遇到危险她也能解决。”分别在3人脸上亲了一口后，秦昊便催动自己的随身玉佩返回秦家。荒古秦家一座冰晶宫殿内，白衣女子正盘膝而坐，她容貌绝美，肤若凝脂，眉如远山，一双凤眼微微上挑，透着几分与生俱来的傲气。啪！秦可欣一把将手中的玉佩丢在地上：“呸！无耻之徒！什么租界道侣？哼，竟敢把主意打到本小姐头上！下单？哼，我下了，我就待在秦家，我倒要看看你这靠富有女人来谋取利益的小人怎么来到我身边。”秦可欣盯着那块玉佩，胸口微微起伏，眼中满是鄙夷和不屑。想他秦可欣一个纪元前多少天骄俊杰，踏破秦家门槛，只求见他一面，想娶他的人能从上3天排到下3天，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出身显赫，天赋异禀？可他一个都看不上。曾经那些熟人，现在哪一个不是跺跺脚就能让一方震荡的大人物？然而秦可欣依然觉得这些人都配不上自己。为了秦家的大事之争，他被封印了足1个纪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眼光就变低了。哼，租界道侣，一个靠成为女人附庸活下去的废物，也敢消想我？秦可欣越想越气，抬脚就朝玉佩踩去。他这一脚的威力足以粉碎寻常灵气，然而踩到玉佩身上却没有任何反应，别说粉碎了，连一道裂纹都没能留下。咦，还挺结实。砰！秦可欣抬起脚又狠狠踩了下去。砰！地面皲裂，碎片四溅，整个密室都微微震颤了一下，但玉佩依旧完好无损，静静地躺在裂缝中央，甚至还隐隐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秦可欣的脸黑了，他就不信了，自己还奈何不了一块玉佩了。他的掌心浮现出一团阴阳二气，只见他以指为剑，阴阳二气交相缠绕，化作一道凌厉的剑气。秦可欣和体境的修为毫无保留，一剑斩向玉佩，这一剑足以斩杀这个时代任何合体境的修士。然而剑气没入玉佩，像是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秦可欣轻咦一声，然后反手掏出一把地冰，再来，依旧没用。秦可欣瞪大了眼睛，盯着手中那块完好无损的玉佩，眼神像是见了鬼。地冰竟然也无法在这玉佩上留下半点痕迹。就在秦可欣要继续和这枚玉佩死磕的时候，他的丫鬟小跑到他身边：“小姐，咱们秦家当代弟子来拜访您了。”闻言，秦可欣不由得冷笑一声：“当代弟子，给他面子称呼他一声弟子，不给他面子，他又是个什么废物东西？不见！”丫鬟听到秦可欣的话后，连忙跑去复命，告诉秦昊自家小姐不见他，不见我，你去告诉他，我是接到他的订单才过来的。订单？丫鬟一脸狐疑，显然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词汇。弟子大人，您稍等片刻，我去向小姐请示一下。说完，丫鬟回府：“小姐，那个当代弟子说他是接到了你的订单，前来履行订单任务的。”听到这话，秦可欣愣住了。哦，有意思，原来那个什么租界道侣的废物竟然是秦家的当代弟子吗？秦可欣眼睛一转，心中瞬间对秦昊的来意有了大概的猜测。没猜错的话，这一切都是这秦昊的预谋吧？而今古代天骄纷纷苏醒，意味着族中资源要被重新分配。他虽是当代弟子，但如何与我们这些古代天骄相提并论？所以他慌了，急切想要一个靠山。而本小姐荒古秦家第5组之女，正是他眼中最合适的人选。他为了攀上本小姐这根高枝，所以才搞了这么一出租界道侣的戏码。想来也是，本小姐刚苏醒就捡到这枚玉佩，只有可能是秦家内部人所为。秦可欣越推理，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无懈可击。那秦昊就是处心积虑来攀附自己的。呵呵，租界道侣，亏他想得出来。可惜啊，你打错了算盘。一个纪元前的那些绝世天骄，本小姐都看不上，又怎么会看得上你这种靠耍心机上位的废物？痴心妄想！秦可欣冷笑一声，将发布订单任务的玉佩随意的丢给丫鬟，去告诉他，本小姐不想见他，让他从哪来的滚回哪去。记住，
把我的原话一字不动地告诉他。闻言，丫鬟面露难色：“小姐，这不好吧？”丫鬟心里苦：“小姐，您可以不在乎对方当代弟子的身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怎么敢得罪弟子大人呢？怎么，本小姐的话不好使？”秦可卿凤眼微凝，一股无形的威压弥漫开来。丫鬟被吓得浑身一抖，连忙和低头：“是奴婢这就去回绝他。”说完，丫鬟小跑着离开庭院，一路心惊胆战的来到门口。一想到自己要对弟子大人说什么，她心里便苦不堪言。小姐啊，小姐，你不怕得罪弟子，可我一个小小的丫鬟，怎么敢对弟子大人说那种话？万一弟子大人动怒，第一个倒霉的那不是我吗？但小姐的命令又不能违抗。丫鬟咬着牙，硬着头皮打开门。门口，秦昊正负手而立，望着远处的云海，神态悠然。丫鬟走到秦昊跟前，却不敢抬头看秦昊。她向秦昊鞠了一躬，将玉佩双手奉上。弟子大人，我家小姐说什么？秦昊语气温和，并伸手扶起丫鬟，让她不要一见面就行此大礼。感受到秦昊柔和的动作，丫鬟心中更难堪了。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把心一横。我家小姐说，她不想见您，让您从哪来的，滚回哪去？丫鬟说完这句话，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了。她闭着眼睛，身体微微颤抖，等待着秦昊的怒火。自己一个丫鬟，敢和弟子如此说话，他肯定会一巴掌将我扇飞吧。然而想象中的呵斥、迁怒、责罚并没有出现，反而传来了一道笑声。丫鬟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只眼，查看秦昊的反应。她看到秦昊脸上没有任何愤怒，只是轻轻地笑着，那笑容温和得像3月的春风。阳光从秦昊身后洒落，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此刻秦昊正微微低头看着丫鬟，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没有半分责怪，只有让人安心的温柔。对上秦昊的眼神，丫鬟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忽然漏跳了一拍。她呆呆地看着秦昊，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陷进去了。然后秦昊抬起手，小兰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以为秦昊的一巴掌终于要落下了，但秦昊只是轻轻揉了揉她的脑袋，动作轻柔，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兽。别紧张，是你们小姐要你这么说的吧？我不会怪罪你的。行啦，你去忙你的吧。小兰睁开眼睛，抬起头看着秦昊，秦昊就站在那里，逆着光，像一尊从画中走出来的谪仙。小兰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一下撞得她头晕目眩，撞得她面红耳赤，撞得她连呼吸都忘了。她就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秦昊，以至于秦昊当着她的面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庭院之中，她都忘了阻拦。明明是他下的单，现在叫我从哪来的滚回哪里去？一个纪元前的古代天骄，就这点教养，看来真是欠调教了。本弟子此番便花上一段时间，好好调调你。秦可卿坐在自己的庭院之中，手里捧着一杯茶，小口小口地抿着。他在等小兰回来复命，等那个秦昊灰溜溜离开的消息。想攀附本小姐，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哦，那你倒是说说看，我是个什么东西？一道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那声音低沉且富有磁性，像是上好的乐器在耳边轻奏，其中还带着几分慵懒玩味，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蛊惑。秦可卿的手一抖，茶水差点洒了出来。他猛地回头，然后便愣住了。一个剑眉星目，身上有种飘逸出尘气质，宛若谪仙降临的男人，薄唇微微上扬，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那双眼睛深邃如星辰，此刻正看着他，眼波流转间，仿佛有万千情意在流淌。秦昊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秦可卿，什么也没做，但秦可卿却感觉自己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乱撞。混蛋，谁允许你进入我的庭院的？我不是要你哪来的滚回哪里去吗？意识到自己失态的秦可卿当即用大骂来掩饰自己心中的躁动。秦昊凑近，秦可卿想要往后躲，却被秦昊一把拦住腰肢。混蛋，你要干嘛？